老祖，您真的可以治好我弟弟？大殿内，一位身穿雪白纱裙的绝色女子坐在一张玉椅上，此时她的美眸正紧紧盯着坐在她对面的白色长袍的英俊男子，好似在确认他确认的真假。被他称为老祖的英俊男子抬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水，自然，老祖我不至于在此事上骗你。闻言，绝美女子眼中泛起了阵阵涟漪，她自然相信眼前这位不会骗她，因为没有必要，毕竟他真要强迫她做那种修炼之事，她根本无力反抗。白袍男子放下茶杯，看着眼前这位气质超凡脱俗的绝色仙子，知晓他也是心动了。果然，只见他美眸认真地望着白袍男子，朱唇轻启，老祖，只要您能治好我弟弟，青扰愿答应您的条件。好，你去把你弟弟带来吧。白袍男子露出一抹笑容，他已经想试试这一代神女的滋味了。那青扰就先告退了。绝色女子站起身来，对他恭敬地拱手一礼。等白袍男子挥手示意后，绝色女子这才缓缓离去。白袍男子看着他身影彻底消失在他的视线中后，脑海中不禁开始思绪万千。他名叶青云，是名穿越者，前世死因是被大货车当场撞死。死后他就穿越到这个名叫神州大陆的玄幻世界后，并获得了一个反派系统。这个反派系统是用来收割天命之子的气运，每收割一次气运就能获得系统奖励。系统奖励的层次分为白、青、紫、金4种层次，收割完天命之子的气运就可以获得紫色系统奖励，当然也可以直接斩杀天命之子，收割完所有气运。而要获取金色系统奖励，就要积累杀死5个天命之子。领取金色系统奖励后，想要再次获得，就要再次杀死5个天命之子，之后也是如此。可惜的是，他穿越的这500年来，只遇见了2位天命之子。或许是因为现在神州大陆正处于末法时代的原因，叶青云眼中若有所思，随即他微微摇了摇头，压下心中思绪，转而想起了刚才的那位绝色仙子，也不知这代望尘山神女滋味如何。想到这代神女顾青扰那超凡脱俗的绝美身姿，叶青云嘴角勾起。望尘山乃是整个神州大陆都赫赫有名的无上圣地，令世人心驰神往。其所坐落之地乃是东域一座连绵亿万里的云天山脉上。云天山脉内，一位清冷孤傲、纤尘不染的绝色仙子来到了一座被云雾缭绕的山峰上。她迈动修长玉腿，进入到一处清幽院子内。房间内，顾青扰坐在床榻边，眼中满是心疼地看着躺在床榻上目光空洞的道袍少年。月儿，老祖一定能治好你的。他素手轻轻抚摸着他的脸庞，语气轻柔道：这是他的弟弟，名叫顾源，是父亲失踪后他如今唯一的亲人。他天生痴傻，连说话都不怎么会，从小就让顾青扰极为担忧。所以成为望尘山神女后，他找了许多名医前来，但都对此束手无策。所以没办法的他只好去找了老祖，但老祖岂是这么好见的？要不是师尊帮忙禀报了一声，就算身为望尘山神女的他，也没那么容易见老祖一面。想到让老祖出手而付出的代价，顾青扰抿了抿朱唇。他没有后悔，从小就被望尘山收养的他，对这里感情极深。就算未来要与老祖一起修炼，他也没有多么不甘。毕竟老祖说了，他能助他修炼。这对于早把望尘山当家的顾青扰，觉得自己也是为望尘山出了一点力。只要老祖修为不断精进，也能更好的庇护望尘山。想到这里，顾青扰素手一挥，把顾源带起，前往了老祖所在的斩尘峰。不一会，他就到了斩尘峰上的斩尘殿门前。老祖，青扰求见。清冷话音从顾青扰谈口中传出。进来。殿内话语声传来，殿门也随之开了口子，刚好能容纳一人进来。顾青扰绝美仙颜上满是淡然，迈动连足走了进去。刚一进入大殿，他就看到了老祖正坐在之前的座位上。过来坐。叶青云对顾青扰喊了一句，顺带看了一眼他身旁被仙光带起的道袍少年。定。检测到天命之子顾源。身份：望尘山神女顾青扰胞弟。体质：凡体。修为：肉身境巅峰。叶青云挑了挑眉，这代望尘山神女的弟弟竟是一位天命之子，而且看其体内竟有2个灵魂，有意思。老祖。顾青扰此时已经坐在了叶青云的对面，并对他轻唤了一声，这才让叶青云把目光从顾源身上移走，放在了他的身上。老祖，您是看出了什么状况吗？顾青扰美眸闪过一丝喜意，刚才他见老祖正在探查他的弟弟，并且挑起了眉头，这让顾青扰猜想老祖应该探查出了什么情况。你弟弟体内有2个灵魂，并且他们正在不断融合，要不是我乃圣王之境，可能也看不出什么。叶青云平静说道。2个灵魂融合，难道是有人夺舍我弟弟？顾青扰面色一惊，心里有些后怕。他不敢相信，要是他没找老祖，会发生什么后果。
求老祖救我弟弟。顾清扰心眸满是恳求地看着他，他怕两个灵魂继续融合下去，会让老祖都无力回天。叶青云点了点头，随即他手指一挥，一股黑紫气息涌入了顾源体内的灵魂空间。看着灵魂空间内正在融合的灵魂，叶青云目光悠悠，在他看来，这另一个灵魂才是天命之子，所以只要灭杀了他就可以获得紫色系统奖励。但可惜他已经和顾源的灵魂融合大半，所以不能直接灭杀，不然顾源也会死去。那就让这灵魂的一切都成就顾源吧。叶青云觉得这样，那位天命之子也算是另类的死亡了。接着他动用体内的力量，把那灵魂内属于另一个灵魂的部分碾碎成渣，被顾源的灵魂吸收，这让顾源本来萎靡的灵魂开始壮大，不断吞噬着另一个灵魂。叶青云隐隐间似听到了一些哀嚎声，他并没有在意，继续帮助顾源吞噬着那道灵魂。不知过了多久，那灵魂彻底被顾源所吞噬，让他不禁开始沉睡，无意识的消化吸收着体内的灵魂能量。定，天命之子凌晨死亡，收割大部分气运，奖励青色系统奖励，大圣弃天罗伞，一道圣王本源。叶青云有些疑惑，为啥这叫凌晨的天命之子死了，结果只是收割了大部分气运？难不成还有部分气运转移到了顾源身上？虽然惋惜，但他也没有继续动手，毕竟此人也算是他望尘山之人。神州大陆境界划分：肉身境、灵海境、神功境、阴阳境、王者境、圣人境、圣王境、大圣境、准地境、大地境。外界，叶青云刚睁开双眼，就看到了身前顾清扰那绝美的仙颜。此时他那绝美仙颜上正露出一丝担忧。老祖，怎么样了？见他睁眼，顾清扰连忙问道。同时他还看了看一旁顾源的身影，见他没有丝毫苏醒的样子，心里忍不住生出担忧。难道老祖失败了？成功了，不过顾源还在消化那个灵魂的能量，所以他会沉睡一段时间。叶青云的此番话语瞬间稳住了顾清扰的心神，让他重新恢复平静下来。那就好，那就好。顾清扰轻声呢喃着，想到顾源以后可以如正常人一般，他的绝美脸庞上就忍不住露出了一抹笑容。清扰，既然我答应你的事已经做到了，你也该兑现你的承诺了。叶青云目光满是火热地打量着他浑身上下，这也让顾清扰开始回过神来。清扰自会兑现承诺。顾清扰轻手轻点，清冷玉容恢复了往常的淡然。哪怕之后会和老祖结合修炼，他的心里虽有些羞涩，但也没有泛起太大波澜。毕竟望尘山的传承功法本就是让人心如冰清，摒弃自身多余情感。也就是顾清扰重视亲情，不然他可没那么轻易就被引动情绪。也就是望尘山出了叶青云这么个奇葩，不然每一代望尘山神女至死也只会是处子之身。跟我来寝宫吧。叶青云站起身来，往寝宫的方向走去。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尝尝他那冰肌玉骨的诱人娇躯了。顾清扰默默跟在他的身后，他并没有带着顾源，而是让他躺在柔软的地毯上。就算他心境再是超然，也不想有人待在身边听他和老祖的春宫，哪怕这个人是他的弟弟。寝宫内，两人来到了这里。叶青云目光灼灼地看着肌肤胜雪，宛如清冷仙子一般的顾清扰。软榻上，顾清扰似想起了什么，用极为认真的语气说道：老祖，清扰不可为您受孕，要是让外人知道望尘山神女怀孕，必会对望尘山的声望造成打击。知道了。叶青云有些惋惜，虽然他不需要子嗣，但他却挺想看看望尘山神女大着肚子的样子，但看他心眸满是认真，也就没有回绝。毕竟他对收养了他的望尘山也是很有感情的，虽然他如今做着能让祖师气的爬出来的事。见他答应，顾清扰也是解开了自身的禁制，之后一切尽在不言中。翌日清晨，顾清扰推开门走了出来，此时他已经换上了新的白色纱裙，绝美仙颜上满是红润，但让人意外的是，他竟然没有穿上罗袜绣鞋，而是赤着足走出的。老祖当真精力旺盛。想到昨晚之事，顾清扰的玉容更显红润，旋即他运转清心诀，把心中思绪驱除，再次恢复了过往那清冷仙子的模样。他赤足来到大殿内，带走了还在沉睡的顾源，离开了这里。寝宫内，叶青云满是慵懒地躺在软榻上，甚至还在回味着顾清扰那冰寒血肌。你如今倒是把恩师的教诲都给忘光了。一道清冷女声在寝宫内响起。听见声音，叶青云丝毫不感意外，随口道：师姐，恩师的教诲我自然没有忘，只不过我如今贪玩了一些罢了。呵。只见寝宫内的一处白玉壁上，身穿轻薄纱衣的绝美女子走了出来。她肌肤如雪，散发着诱人的光泽，一张绝美容颜上满是清冷，与顾清扰如出一辙。若是有外人在此，必会认出她乃是400年前那位消失在众人眼中的望尘山神女。叶青云转头看着那位绝美女子，眼中满是平静。
眼前这位被他称作师姐的女子，正是前2代的望尘山神女赵青音。不过400年前就已经被他带到寝宫内，日日修炼。虽然他们之间早已是熟悉无比，但赵青音还是有些不喜他这般肆意玩弄着这一代的神女。你对我和紫嫣下手也就算了，没想到又对这代的神女下手。况且你还修炼了魔功，若是传出去，我望尘山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赵青音目光冷淡，有些恨铁不成钢。明明他是那代天资最高的，结果却把门内传承功法当作辅修，把那禁忌魔功当成主修。师姐，我不适合望尘天宫的心境，而且也是魔功才让我在末法时代修为提升如此之快。叶青云对于自身修炼魔功并不以为然，他的魔功名为吞天魔功，是杀死第1位天命之子后获得的紫色系统奖励。吞天魔功能让他吞噬各种本源成长，这也让他在这末法时代中走到了圣王初期之境。甚至要不是如今末法时代大道高远，灵气稀薄，他的修为绝对不止如此。赵青音张了张嘴，不知该说些什么。叶青云从小就心思杂乱，他是知道的，但他真的没想过他会去修炼魔功，而且还是被称为禁忌的吞天魔功。要是被外界所知，望尘山必定会被许多势力盯上的师姐，不会有人知道的。叶青云自然知道师姐反对他修炼吞天魔功是为什么，怕的就是他被人发现并牵连到望尘山。关于这一点，叶青云一点都不担心，吞天魔功的秘法给了他足够的自信。哎，算了，反正你也不会听我的话。赵青音绝美仙颜上露出无奈之色，他也只能默默祈祷他不会被外人发现了。师姐，既然你出来了，就和我修炼一回。你的修为应该也快突破到圣人巅峰了吧？看着赵青音那清冷如仙的绝美脸庞，叶青云眼中闪过一丝欲念。虽然已经玩了这么多年了，但他果然还是最喜欢他的师姐。赵青音平静点头，踏步来到了软榻上。他没有丝毫羞涩，这么长时间过去，他早就已经习惯如此了，并且还能通过此事精进修为，在他看来，这也算是一种修炼。3个月后，望尘山历代神女所居山峰上。房间内，一道躺在床榻上的道袍少年眼中逐渐有了色彩。我是凌晨，不对，我是顾源。顾源神色有些痛苦地捂着脑袋，感受到脑海中有无数记忆碎片涌来。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放下了脑袋上的手。源儿。这时，一道略带惊喜的声音传到他的耳畔中。顾源听到那熟悉的声音，转头看向床榻边，眼中清晰地映照出一位身穿青色衣裙的绝色女子。姐姐。他目光充满神采，有些干涩地说出了话。虽然顾源从小被另一个灵魂纠缠，浑浑噩噩，但也能隐隐约约间听到一个女人叫他弟弟，并一直照顾他。从那些记忆碎片中，他知道这个女人是他的姐姐，亲姐姐。听到顾源开口喊他姐姐，饶是以顾清扰的淡漠心境，也不禁泛起涟漪，心中划过丝丝喜意。源儿，你现在感觉怎么样？顾清扰关心问道。他怕顾源痴傻太久会留下什么后遗症。我感觉很好。顾源目光明亮，伸出手摸向胸口，细细感受体内心脏的跳动声。那就好。顾清扰松了口气，接着他开始对他介绍种种常识。毕竟顾源天生痴傻，什么常识都不知道。就算他刚才叫他姐姐，也应该是潜意识里留下的印象。源儿，你记住，望尘山从小就收养我们姐弟，日后你一定要为山门做出贡献，报答养育之恩。说完常识的顾清扰脸色严肃地说起了望尘山对他们的恩情。我知道了，姐姐。顾源轻轻点头，在那些记忆碎片中确实有要报答恩情的常识。顾清扰见他如此听话，也是面露一丝欣慰，随即他的心境也开始渐渐平静下来，并且对望尘天宫隐隐有了更多感悟。回去后应该可以突破到阴阳境中期了。顾清扰平静想到。看着顾清扰突然变得清冷圣洁，如仙子一般的模样，顾源也是有些惊艳到了，那些记忆碎片里的女子都没有跟她姐姐一样那么美，不过好像少了些味道，至少在他的感觉里，记忆里那些男的更吸引他。源儿，你好好休息，姐姐就先离去了。顾清扰面色淡然，用略带温度的话语对他轻声道。在看到顾源不再痴傻后，他也放下了心中的一块石头，决定日后静心修道和报答山门，还有报答老祖。想到老祖，顾清扰心里有些羞涩起来。最近老祖越来越过分了，让他都难以维持住平静。好。顾源并不知道顾清扰脑海中在想什么，只是用略带不舍的语气应了一声。望着他离开的背影，顾源怔怔出神。不知过了多久，他闭上了双眼，打算继续整理下脑海中的那些记忆。斩尘峰寝宫内，叶青云正在和赵青音修炼提升修为。倏然，门外传来了一道清冷悦耳之音：“师尊，耶儿求见。”叶青云没有停下，平静道：“直接进来吧。”吱呀，一道身穿银白长裙的绝美女子走了进来。她一袭银发垂腰，
紫水晶般的美眸上满是平静地望着眼前这一幕，没有丝毫波澜。这些他早就见过无数次了。嫣儿，有何要事？叶青云没有转头，他知道这位徒儿没事可不会来找他，一般都是他传召才肯过来跟他修炼一番。师尊，神族有拜访信传来。银发绝美女子轻张谈口，对他述说道。拜访信？叶青云一顿，转头有些疑惑地看向他。神族过来拜访我们望尘山干嘛？望尘山跟神族好像也不怎么熟吧？不知，不过信上有说这次是那位神族大小姐亲自前来。银发绝美女子摇头道，麻烦，她什么时候来？3天后。我知道了，嫣儿你也过来吧，圣王本源还有不少。是。1个时辰后，银发绝美女子才推开门走了出来，但她也是如顾侵扰一样赤着足走出。哎，师尊的坏毛病这么久了还没有改。看着自己的白皙玉足，银发绝美女子眼中有些无奈，不过她对此早有准备。只见她从储物戒中拿出了新的白色罗袜和白色绣鞋穿上，旋即理了理自己有些凌乱的发丝，整理完后她才如往常般面色清冷地走了出去。请宫内，这次神族到来的事就都交给嫣儿吧，我就不去凑热闹了。叶青云伸了个懒腰，坐在梳妆台前整理妆容的赵青音通过镜子瞥了他一眼，十分无语。经常与自家徒弟修炼也就算了，结果还把一堆杂事都丢给他，好意思吗？你那是什么眼神？嫣儿如今可是望尘山圣主，那些事自然也是他来操心，我一个老族管那么多干嘛？似是看出了他眼神的鄙夷，叶青云撇嘴道，他的徒儿月子嫣如今乃是望尘山圣主，那些事本就是他来操心之事，况且他为了能让赵青音下一代的望尘山神女，也就是月子嫣坐稳望尘山圣主的位置，他可是任劳任怨，为他灌注出了圣人之境，所以把一些杂事都交给自家徒儿，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哼！赵青音轻哼一声，不理他，继续整理着妆容。而叶青云已经在躺平恢复精力了，到时偷偷摸摸的看几眼神族要来做什么吧。叶青云心里暗暗想到。3天后，望尘殿内，灵儿见过月圣主。一位身着紫色长裙的绝美少女平静地对坐在主位上的月子嫣拱手一礼，而在她身后跟着一位浑身笼罩在黑袍中的身影，其所散发出的气息赫然是王者巅峰之境。月子嫣紫眸淡然地望着他们，谈口亲戚，不知汝等前来我望尘山所为何事？是为私事。绝美少女有些沉声道。私事。月子嫣语气淡然，其中隐隐夹杂着一丝疑惑。贵派内门弟子林天雪曾退婚过灵儿的一位朋友，所以灵儿想让贵派同意让灵儿的朋友前来与他了结恩怨。绝美少女深吸了一口气，对他略微弯腰拱手道，何为了结恩怨？杀我望尘山弟子吗？月子嫣眸光冷漠，浑身圣人威压开始弥漫。神族这是想与他望尘山开战，灵儿保证绝对不会杀了贵派弟子，只是灵儿的朋友想要与他公平一战，不管是赢是输。神灵儿的脸色有些苍白，要不是体内有圣气释放出一股力量保护着他，估计他都会被那股恐怖威压死死压倒在地了。至于他身后的那位黑袍身影，早已经是死死跪伏在地了。呵，月子嫣冷笑一声，公平一战，对他望尘山而言，这场比斗打赢了没好处，打输了还会丢脸面，所以这神灵儿就是来找事的吧。斩尘殿的寝宫内，叶青云盘坐在软榻上，饶有兴趣地看着面前的投影出的画面。画面内正是神灵儿他们，在他一旁身穿透明纱衣的赵青音看着这一幕，心眸露出冷色。这神族不过是3万年前才诞生的地族，居然敢如此不把我望尘山放在眼里。要知道他望尘山存在时间久远，可是亲眼看过无数地族势力的诞生和陨灭，结果在他眼里，一个堪称暴发户的势力居然敢让一个外人前来和门内弟子了结恩怨。呵呵，青云，这次你可不能再做事下去了。赵青音转头望向正在思忖着什么的叶青云，过往他可以包容他，臣服在他脚下，但涉及望尘山威望的事，他绝对不会退让。我知道。见他眼露冷芒，叶青云也知晓不能继续吃瓜了，毕竟他敢拒绝他，就敢把他踢下床去，甚至日后都不会再让他碰他，哪怕他可以强迫他，但玩一个不会动的娃娃多无趣啊。望尘殿内，此时月子嫣浑身气质都散发着冰寒，绝美仙颜上面无表情，只是冷冷地盯着神灵儿，让他汗毛竖起，眼露难看。月圣主，我神族乃是地族，如此小事为何不能通融？神灵儿蹙眉，心里对月子嫣有些不满。在他看来，他神族和望尘山同为地族势力，他怎可如此辱他？况且了结恩怨这点小事，他为什么要生气？神族又不是不会补偿他们。闻言，月子嫣美眸更冷了，同时体内气息快速膨胀起来。他要出手教训这神灵儿，让他明白
就算是地族势力之间也是有差距的。就在他准备动手时，月子嫣耳中一动，似听见了什么话语。几息后，他浑身气息开始平稳下来，弥漫整个望尘殿的恐怖威压收敛起来，让神灵儿松了口气。你让你那朋友过来。月子嫣冷漠看向神灵儿，要不是师尊突然传音命令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这神灵儿。好，神灵儿连忙应道，转身带着黑袍身影离去。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他也不想继续待在这里了，毕竟被一位圣人盯着可不好受。哼，这望尘山也没有爹爹说的那么厉害嘛，还不是要向我神族低头。想起神族，神灵儿心里满是骄傲。在他看来，那月子嫣突然转口，不就是忌惮他神族吗？这也让他明白了地族势力之间也是有差距的。斩尘殿内，为何让他把那外人带过来？赵青英不解地看向叶青云，既然他答应不会做事下去，为何又让那人过来？验证一下心里的猜想罢了。叶青云眼中闪过一抹金光，听到退婚之事，就让他感觉有些不对劲了。再想想，还是一个神族大小姐的朋友，这模板很像天命之子啊。所以他传音月子嫣让神灵儿把那人带过来。要真是天命之子，叶青云表示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待在家里就有这种好事主动找上门来。猜想，赵青英更不解了，但看叶青云没有告诉他的意思，他也就没有在意了。只要把那人杀了就行，其余的赵青英都不是很在乎。师姐，既然我这次都这么听你话了，你这次得让我做那种吧。叶青云坏笑地转过头来，他所说的那种过往师姐可没陪他玩过多少次。哼，似想起了什么，赵青英那千锤百炼过的道心也不禁泛起阵阵涟漪，心眸划过一丝羞意。罢了，这次就当奖励他吧。见他闭上了美眸，知道他默认的叶青云嘴角勾起一丝笑意，之后看来不会无聊了。半刻钟过去了，望尘殿内，月子嫣目光望向前来的神灵儿和他身旁的黑袍男子。萧山见过月圣主。萧山面色严肃地向坐在宝座上的银发紫眸的绝色女子拱手一礼，同时他的心中也满是惊艳。早就听闻每一任的望尘山之主和望尘山神女都是清冷出尘的绝色仙子，如今亲眼目睹望尘山之主的真容后，萧山表示当真是名不虚传。阿月紫嫣没有理会，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让一直在那拱手的萧山有些尴尬。不过他早已经历了种种磨难，自然也不会如几年前那般轻易动怒。月圣主，那晚辈就先去和林天雪了结恩怨了。萧山十分自然地放下了手，并说起林天雪之事。想起林天雪，萧山的眼中闪过冷意。那女人为了进入望尘山，居然不顾两家交情向他退婚，这让萧山对他很是不爽，怀疑他是不是看他当时成了废物才向他退婚的。所幸在通老的帮助下，他修为连连突破，如今已是神功境初期，这才让他有底气来到这里击败那女人，并让那女人为之后悔的。等等，正当萧山准备转身时，坐在主位上的月子嫣开口了，不知月圣主还有何事？神灵儿有些蹙眉的看向月子嫣，语气不满。自从知道望尘山不如神族后，他就没最开始那么恭敬了。反正在他看来，这望尘山也不敢对他做些什么。是我有事想要找这萧山小友。这时一道轻笑话语声响彻在望尘殿内，神灵儿和萧山脸色一变，看向前方那不知何时出现在那里的白袍男子，而且那白袍男子还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萧山，让萧山身体下意识地紧绷起来。你是斩尘圣人？神灵儿看见他的面容后，瞬间想起了什么，惊呼道：斩尘圣人！萧山也是面露惊骇地看向那白袍男子。望尘山斩尘圣人的名号他自然也是听过的。斩尘圣人乃是500年前在望尘山崛起的一位无上天骄，他天资惊艳，在当时望尘山上的身份甚至堪比望尘山神女，这是很惊人的。因为望尘山算是女修道统，其内男修极为稀少，甚至几乎没有，所以这也让他极为出名。但真正让他闻名天下的是一场大战。那场大战，突破圣人不久的斩尘圣人斩杀了一位魔宗的圣人，让天下人为之震惊。要知道，在当前极为严重的末法时代，圣人就是诸多势力明面上最顶级的战力了，而能斩杀了圣人的斩尘圣人，更是让众多势力敬畏。想到斩尘圣人的种种战绩，萧山深吸了一口气，不知斩尘圣人找晚辈所谓何事。叶青云笑笑不语，只是盯着萧山，眼中闪过一丝火热。定，检测到天命之子。萧山，身份萧家之人，体质天火之体，修为神功境初期。不错不错，果然是天命之子。叶青云满意点头。我找你的事很简单，不过是借你性命一用罢了。他笑着说出了让萧山毛骨悚然的话语。斩尘圣人说笑了，晚辈好像从未见过您吧？萧山强颜欢笑道：通老，等会他若动手，
保护我和灵儿妹妹。萧山在心里大喝道：“好！”他的脑海里响起了一道苍老话音，这也让萧山内心一松，不再那么紧张了。他可是知道通老很强的。看着萧山，叶青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挥袖就把他们带了出去。他不想把望尘殿打烂了。岳子嫣目光一闪，也跟了上去。天穹上，神灵儿和萧山两人只是一眨眼就发现自己踩在了无边云海之上，而在身前不远处，叶青云和岳子嫣并排站在一起，同时叶青云的手中还拿着一把散发着缕缕古朴道韵的金色长剑。山儿，快把身体交给我来控制。萧山脑海中突然响起了苍老话语声，语气满是急切。啊，好。虽然不知道通老为何好像有些着急，但萧山也没多想，直接就把身体的控制权交给了师尊。此刻萧山的眼眸开始变成有些沧桑，体内气息不断暴涨着，让岳子嫣抬眸看了他一眼。此子体内有一道残魂。而在一旁，神灵儿脸色苍白，他认出了那把剑，极道地气斩尘剑。他颤抖低语，美眸满是恐惧。他怎么也没想到斩尘老祖居然会想杀了萧山哥哥，并且还把望尘山底蕴斩尘剑拿出。萧山哥哥不过一个神功境，至于吗？斩尘圣人，我是神族大小姐神灵儿，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是要和我神族开战吗？神灵儿连忙大喊，并且抬出了他身后的神族，想要阻止叶青云的疯狂行为。呵呵，你能代表神族吗？叶青云瞥了一眼神灵儿，而且我杀的是萧山，难不成你神族会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跟我望尘山交恶？说罢，叶青云不再去看神灵儿，此时他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气息已经大变的萧山。老爷爷代打。叶青云脑中瞬间思绪一闪，随手一挥手中的斩尘剑，同时他的储物界内无数资源开始燃烧起来。斩尘剑的气息弥漫，一缕缕恐怖道纹显现而出，让不知多少万里的虚空哀鸣纷纷破碎开来。管你是什么老爷爷的，极道地气之下一切不存。看着斩尘剑那滔天剑气死死地锁定他，萧山也就是被他附身的老爷爷满脸难看。这人咋回事啊？动手直接用极道地气，谁扛得住啊？轰！他所在的地狱瞬间被无数剑气所覆盖，让其中一切万物万道不存。萧山哥哥，看着这一幕，神灵儿崩溃大喊，眼中不断有泪珠落下。他怎么也想不到萧山哥哥居然会埋骨于此。想到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神灵儿目光满是怨恨地看着叶青云。我一定会让神族踏平你望尘山的，你们给我等着。见着神灵儿此刻如同泼妇一般，一点都没有最开始的高贵典雅，叶青云皱起眉头。他踏步上前，来到了神灵儿的身前，在他惊恐的目光中掐住了他的白皙脖颈。你父亲没教过你要学会敬畏吗？叶青云语气冷漠，手上的力气越来越大，让神灵儿不断痛苦的在挣扎着。紧接着，叶青云手上开始有一股恐怖白光若隐若现。这股白光的出现让神灵儿心中警铃大响，从未有过的死亡感在逼近，那股恐惧吓得他泪流满面，美眸流露出恐惧求饶之色。饶了我！神灵儿口吐不清，极为艰难地说了这句话。叶青云瞥了他一眼，见他眼泪都流到了他的手上，眼里闪过一丝嫌弃，直接把神灵儿丢到了一旁。他对岳子嫣吩咐道：“嫣儿，把他抓起来，顺便通知神族，让他们准备资源来领人。”他不想看到这泼妇，脑子都没长好，连上的欲望都没有。是，嫣儿领命。岳子嫣面色清冷，挥手束缚住那还在大口呼吸、满脸劫后余生的神灵儿，带着他离去了。他还要去通知神族一番。至于那个王者巅峰的黑袍身影，早已经被望尘山的一位长老镇压了。叶青云站在原地，目光看着前方虚空。他知道那个萧山并没有死，而是被那老爷爷用一剑极道地气救走了。叮！天命之子萧山未曾洗刷耻辱，留下遗憾，收割部分气运，奖励白色系统奖励圣气平天剑，一道王者本源。能当老爷爷的果然都不简单啊！叶青云感叹一声，接着他就踏步回到了望尘山。他没有去追，那萧山的老爷爷已经用极道地气抹去了一切因果，就算想追也不知道该往哪追。众所周知，天命之子有仇恨的话早晚会前来的，况且他原来的未婚妻是那个叫林天雪的。过几天等让他来一趟，顺带指点指点他的修炼。已经趴在软榻上的叶青云暗暗想到。旋即他继续如往常一般开始各种摸鱼生活。一处被人为开辟出的庞大世界中，灵儿什么时候去望尘山的？奢华大殿内，坐在主位上的中年男子目光冷漠地看向下方跪地的青袍老者。老者发须皆白，面容满是红润，看着很是仙风道骨，但此刻他却颤颤兢兢地跪倒在地，不敢抬头言语，因为这次真的是他的失职。见状，
主位上的中年男子冷哼一声，吓得青袍老者把头低得更低了。让族里准备些珍贵资源，我要亲自去望尘山赔礼道歉。中年男子沉声道。听闻此言，那老者下意识地抬头。不可啊，族长，哪能让您亲自去啊？这不是在丢我神族的脸面吗？怎么，过往的辉煌让你以为我神族真的就和那种古老势力平起平坐了？看着青袍老者不解的样子，神族族长叹了一口气。他没想到族里竟然真的有人会觉得他神族能无惧一切了。不要多问，听从命令，准备资源。见族长语气越来越冷，青袍老者也是连忙点头，出去准备资源去了。目视他离去后，神族族长目光悠悠，心里已经开始想着那逆女的事了。那逆女竟敢瞒着他偷偷前往望尘山，还是为了一个萧族小子做的。等他回来，必定要让他进入密室闭关几十年，跟在那萧族小子身边，脑子都不正常了。但一想到他为何会喜欢上那萧族小子，神族族长就有些后悔。早知道就换个人前去拿萧族的地狱了。他无奈摇了摇头，算了，既然事已成舟，还不如想想该怎么跟望尘山赔礼道歉，最好不要让他们对神族有了恶感。神族族长暗暗想到。与此同时，一处荒郊野岭内，萧山此刻却非常狼狈地从一处空间乱流中跌落出来。嗨，萧山躺在地上，嘴里不断咳出血液，体内受创十分严重。通老跑掉了吗？他用手抹去嘴角血液，同时在脑海中向通老问道。若那位真追杀而来，浑身受损严重，已经不能让通老附体的他，也只能闭目等死了。跑掉了，我已经用地气抹去一切因果，就算是大圣，也绝对推算不了我等的位置。一道灵魂体从他的体内徐徐飞出，露出了他的身影。这道身影白发苍苍，面貌苍老，身上穿有万星虚影的黑色法袍，让他看着十分威严，一看就知道他的身份不简单。听着通老的话语，萧山也是松了口气，双目有些无神地望着夕阳。通老，你说那盏陈圣人为什么要杀我呢？徒儿可以确信自己从未见过他啊。萧山脸上满是疑惑，绞尽脑汁都想不通那位为什么要杀他。难不成是通老引来的？不是我活跃的年代，那斩臣都没出生呢。看到萧山偷偷看他的目光，通老摇头否认，表示自己绝对不认识那斩臣。之前他可没有露出多少气息，况且就算那斩臣真认识他，也不会这么直接的想要抹杀他。那为什么要来杀我？屠杀？萧山心里满是不解。他萧山身上难不成有什么东西可以给那斩陈圣人什么好处？还是那斩陈圣人就单纯是个神经病，看他不爽想要杀他？算了，望尘山，我萧山记住了，若日后我能突破到圣人，必会登门拜访。萧山眼露冷芒，他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突然他似是想起了什么，扫了一眼四周，见没有那道熟悉的倩影，他急忙向通老问道。通老，灵儿呢？老夫救不了他，我能救下已是十分勉强，若再带一个人，我们恐怕走不了。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他，望尘山应该不会动他的。通老沉声对他说道。其实他还有一些话没说，他拼尽一切是可以带走两人的，代价就是他的陨灭，但他的大仇未报，如何甘心就此陨落？再者，那神灵儿乃是神族之人，望尘山应该也不会杀了他，顶多让他受点皮肉之苦罢了。通老的话让萧山握紧拳头，十分无力。他没有怪通老，而是在怪他自己。若不是因为他，灵儿妹妹也不会陷入如此地步。不用自责，等你未来实力一步步提升，今天的事也不会再发生了。通老对他安慰道。我知道了，通老。萧山眼中满是坚毅，决定以后一定要加倍努力的修炼。看到他充满斗志的模样，通老暗暗满意点头。这股斗志也是能让他未来登上巅峰的根基之一。好好休息恢复一番，然后去外界打听下情况，看看望尘山有没有针对你做些什么事。萧山闭上双眸应了一声。望尘山，斩臣殿内，你就是林天雪？叶青云望着走进来的一位身穿素白衣裙的绝色女子。绝色女子面容清冷，五官极为精致，一头乌黑秀发垂腰，浑身上下散发着出尘的气质。弟子正是林天雪，不知老祖传召天雪所为何事？林天雪美眸划过亮光，老祖亲自传召他，莫非是想要培养他？一想到这里，林天雪的内心都不再平淡，而是变得有些激动起来。你在来到山门前是否有一个未婚夫？叶青云的话语让林天雪心里闪过一丝失落，紧接着又开始变得疑惑起来。是，不过天雪已经退婚，并且还给予了众多资源补偿他们。虽然不知道老祖为什么要问这个，但林天雪还是如实禀报，不敢有丝毫隐瞒。把你原来那个前未婚夫的信息都告诉我，包括其所在的势力或家族。叶青云语气平淡，他要用萧山血清因果追溯他的下落，虽然可能无用，甚至他们已经在萧山的提醒下跑路了。是，我前未婚夫
林天雪缓缓对其述说着。叶青云饶有兴趣地听着。少年天资不凡，却一夜之间突然成为了废柴，并被未婚妻退婚，并说出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未婚妻不屑，结果之后没几年，他又恢复天赋，啪啪打脸众人，并且还有一个极为漂亮的青梅竹马。估计就是那神灵儿了。叶青云暗暗想到。老祖，天雪已经说完了。林天雪那张绝美容颜上满是淡然。他现在自视知晓，老祖让他前来不是要培养他，而是在问他前未婚夫的事，所以他的心境也是恢复了过去的古井不波。叶青云没有回他，而是对着右边的白玉璧开口：云梦，你去那萧族一趟。几息后，白玉璧里微光一闪，走出了一位绝色女子。她身穿绛子长裙，绝美无瑕的脸蛋面无表情，看着极为冰冷，但她那仙子般超凡脱俗的气质，让她宛如天上仙女，明艳不可方物。云梦领命。绝色女子轻启檀口，随后她身形虚化，消失在了原地。刚才那是200年前的季家祭神女。林天雪看着刚才那位消失的女子，心里惊讶。这位可是当年季家的最强天骄，被誉为未来的圣人，并且她还是一位艳压群芳的绝世美人，这也让她被无数人称之为天上神女转世。但可惜的是，这位再一次外出中就失踪了，让当时的季家都要发疯了。季家找了许久无果后，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就连世人也极为惋惜那位祭神女，不知是在哪处无名之地陨落，或者被谁抓走了。没想到这位祭神女竟然在老祖的斩尘殿内，莫非似想到了什么？林天雪斩去心中杂念，不敢再深想下去。老祖的事，他一个弟子还是不要多想才好。叶青云见他面色平淡，好似完全没看见纪云梦一样，不禁满意点头。虽然望尘山功法让他们一个个的都成为了冰坨子，但也让他们没有太多的好奇心，只知道埋头苦修。还是需要他这个老祖教导一二。过来。叶青云对他挥了挥手。林天雪默然不语，默默来到了叶青云面前。老祖，我助你修炼一番。老祖。林天雪面色渐渐绯红了起来。直到夜幕降临，发丝凌乱的林天雪这才有些衣衫不整的匆匆离开了斩尘殿。心中杂乱的他并没有注意到暗中有一双美眸正在平静地望着他。等他离开这里后，这道身影才出现在斩尘峰上，并且进入了斩尘殿内。烛火通明的寝宫内，叶青云坐在软榻边，看着身前的系统面板。叮！天命之子萧山原未婚妻林天雪被指导修炼，收割部分气运，奖励白色系统奖励圣气红尘图一道王者本源。本门弟子果然不错，虽然相比小扰差了不少，但也是一等一的绝美佳人了。想起林天雪身上的妙处，叶青云甚是满意。萧家人都已经离开那处地方了。这时一道绝美倩影出现在他面前，对他平淡开口：那就算了。听闻此言，叶青云摆了摆手，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倏然两人似都感应到了什么，往门外一看：我就先回去了。纪云梦对他说了一句，进入了那处白玉璧上。叶青云微微摇头，并没有在意他的态度，反正他未来迟早会彻底臣服他的。小扰，进来吧。他对着门外开口说了一句。吱呀。顾清扰神情淡然，推开门走了进来。他今天身穿青色长裙，裸露出的肌肤晶莹剔透，修长玉躯被包裹在内，勾勒出完美诱人的曲线。衣袂飘扬间，一双白皙玉足若隐若现。小扰，今儿怎么没穿鞋袜？看到他赤足走来，叶青云挑了挑眉。原因老祖应该知晓的。顾清扰轻启檀口，他的鞋袜每次都让他难以穿上，所以这次他就在殿外脱下鞋袜，赤足走了进来。闻言，叶青云惋惜地摇了摇头，可惜小扰有些洁癖，不然那些也能凑合地穿上去。老祖不要为难清扰。顾清扰心眸划过一丝无奈，他向来只洗整洁，那种肮脏之物他是不会要的，行吧？毕竟是自家门人，还是这代的神女，叶青云也不好太过苛刻。他弯下腰，把顾清扰的一只玉足握在手心。小扰的玉足如此完美，完全不输仙儿啊！叶青云夸赞道。老祖所说的是齐皇朝400年前的那位武皇女齐仙儿。顾清扰脸色微红，语气十分淡然地问道：不错。叶青云轻轻点头。可是那位不是在200年前的那场动乱中消失了吗？老祖见过他吗？当然见过，当时那齐仙儿可是直接被我收入了房中。叶青云的话语让顾清扰有些惊讶。齐皇朝知道吗？顾清扰心里已经开始想着齐皇朝这些年对他们望尘山的态度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当然知道，齐仙儿还是他们送给我的，毕竟那场动乱还是我们望尘山帮助他们平定的。叶青云语气平静。顾清扰心眸微动，对于老祖所说的那场动乱他也了解一些，好像是齐皇朝内部派系的动乱。老祖，尽量不要让外人知晓那位齐仙儿被您收入房中的事，
不然对我望尘山影响不好。顾清扰认真对叶青云说道。对于齐希儿被老祖收入房中，他并不在意，他只在意此事传出去会不会对望尘山造成影响。知道了，叶青云有些无奈。当初赵青英知晓此事后，也是对他说了几句，也就是他徒儿被他调教的好，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和他一起修炼。你弟弟已经没事了吧？叶青云随口问道。没事了，此事还要多谢老祖。说到顾源，顾清扰那波澜不惊的道心也是微微掀起了一丝涟漪。无妨，此事本就是我答应过你的，而且小扰不是也支付过代价了吗？叶青云笑呵呵地说道。对于顾清扰，他很是满意，虽然清清冷冷的，但他那冰肌玉骨真的让他有些沉迷其中。听闻此言，顾清扰心里也是有些羞意，他用纤纤玉手撩了撩耳边秀发。老祖，清扰这晚服侍您后，就准备动身前往外界那处新出现的大圣秘境了。他刚突破阴阳境中期不久，所以想要出去游历一番，顺便见识一番东域的顶级天骄。哦，又有大圣秘境出现。叶青云停下动作，脑中思绪不断。之前东域就有几次圣王秘境出现，不过他没有在意。就算之前有天命之子萧山出现，他也没有太大反应，只以为是过去岁月太长，又诞生了一位野生天命之子。但如今又出现了一座大圣秘境，这让他开始怀疑，这天地大道是不是开始变迁，在渐渐脱离末法时代了。叶青云神念微动，开始细细体悟天地万道。见老祖出神，顾清扰绝美仙颜微动，并没有收回玉足。几息后，叶青云脸上露出一抹喜意。天地大道的压制有放松了一丝丝，突破境界的难度低了一些，看来我也得出去看看了。那天命之子萧山的出现可能不是偶然啊。想到神州大陆已经有好几位天命之子诞生，叶青云的眼中满是金光。小扰儿，这次我也会出去，并为你护道。他对顾清扰轻声说道。闻言，顾清扰愣了一下。要知道，老祖可是有20多年没有出去了，这次他提出要去外界，结果老祖也要跟着出去为他护道，莫非老祖是在担忧他？想到这里，顾清扰抿了抿红唇，心里泛起了一丝复杂情感。多谢老祖。此刻他的心眸不再清冷，而是略显柔和起来。随即他在叶青云诧异的目光中主动上前，生涩地吻了过去。一夜无话。当叶青云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了。看着身旁熟睡的顾清扰，他还有些回味着昨晚的颠鸾倒凤。小扰的妙足果然不输希儿，让他都有些爱不释手了。更何况昨晚小扰居然一反常态的主动，叶青云也因此好好享受了一番。老祖，或许是叶青云的目光太过刺眼，顾清扰也睁开了心眸。小扰，昨晚感觉怎么样？叶青云勾起唇角。昨晚他见顾清扰十分主动，就有意无意的在玩一些过往他不肯玩的。最开始他自是不愿，但没多久就被攻破防线沦陷了。跟过往不一样，很舒服。顾清扰绝美仙颜上满是红晕。昨天他的隐隐放纵让老祖趁机使坏，也让他见识到了不一般的天地。哼，所以我就说以往你太古板了吧。叶青云下踏披上了白袍。顾清扰运转清心诀压下心中羞意，脸上红晕也在快速消退，恢复了过往清冷淡然的样子。随即他也下了软榻，从储物戒中拿出了一件新的青色长裙穿上，用清心诀压下多不好。见他又恢复了清冷神女的姿态，叶青云满脸可惜，那种娇羞的样子多可爱。老祖，心思纯粹能让我们更进大道。停！看顾清扰认真的要述说什么时，叶青云连忙挥手叫停。他不用继续听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毕竟过往青音师姐就是那么天天念叨的。我们快走吧。叶青云快速踏步往外走去。见状，顾清扰也没有再说什么，赤足跟在老祖的背后。来到殿外时，叶青云看到了这里有一双罗袜和绣鞋，随后他亲眼看着顾清扰一点点地套上罗袜绣鞋。过程中叶青云的火热目光自然也是被顾清扰发现，但他除了脸色微红外，也没有阻止老祖观看什么的，该看的早就让老祖看完了。老祖，我要先跟我的师尊和胞弟道别。穿上罗袜绣鞋后，顾清扰轻声说道。好。叶青云点头，身形渐渐隐藏于虚空中。知晓老祖在暗中跟着他后，顾清扰化作流光往神女峰上飞去。不多时，神女峰上多出了一道身穿青色长裙的绝色仙子。顾清扰来到院子内，找到了闭目盘膝修炼的顾源。听到脚步声，顾源睁开双眸，见是姐姐顾清扰到来。姐姐。看到顾清扰，他带有喜意的叫了一声。源儿，姐姐要出去游历，不知什么时候会回来，你自己一个人要好好照顾自己，若有什么问题，激发这个传音玉符，这是我师尊的传音玉符，他会帮你安排好一切的。顾清扰语带温和说道。他的师尊乃是望尘山大长老，在望尘山地位极高。听到姐姐要去游历，顾源心里有些黯然。他本来还想让姐姐多陪陪他呢，
不怎么会收敛情绪的他，把黯然直接表现在了面上，让顾清扰有些心疼。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松口，顾源也是修炼者，学东西很快，能照顾好自己。况且他也不能让他一直依赖着自己。知晓顾清扰心意已决的顾源也没有多说什么，姐姐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说完，他还拍了拍胸脯，露出一口大白牙，表示自己已经不需要他担心了。顾清扰露出一丝笑容，接着他又对顾源说了几句后，就转身离去了。等完全看不到他的背影后，顾源才收回目光，继续闭目修行了起来。他要努力修炼，日后好好报答姐姐和望尘山。顾源心中暗暗想到，望尘山深处有一座山峰，名为仙灵峰，是望尘山大长老所居山峰。仙灵殿内，清扰，为师知晓了。既然老祖已是为你护道，那为师也就不安排他人为你护道了。一位身穿素白道袍的绝美女子盘坐在道台上，微露笑意，对顾清扰颔首。对了，老祖没有一直欺负你吧？似想到了什么，绝美女子问道。老祖只是让清扰每晚过去修炼一次。顾清扰有些羞赧。绝美女子面色无奈。虽然斩臣老祖天资惊艳，但一点都没有望尘山门人的样子，甚至可以说是更像魔宗之人。不只是把上代的青音神女收入房中，还和她的徒儿，也就是上一代的紫烟神女修炼，如今就连清扰也没有放过，可谓是3代神女都被她收入囊中。就连她有时也会被传召去和老祖修炼。她这个大长老都如此，更别说其余长老了。元婴尚在的可谓是屈指可数。记得小心一点，我怕老祖有时候没控制好，让你受孕了。绝美女子认真嘱咐道。她可以接受清扰和老祖双修，但接受不了清扰会被老祖弄大肚子。师尊，徒儿知晓。顾清扰轻轻点头。虽然之前他也提醒了老祖好几次，但也怕他会忘记，所以事后他也会沐浴洗涤一番。绝美女子心境恢复淡然。清扰心里有数就好。接着绝美女子在对顾清扰叮嘱几句后，就让他离去了。等他离开仙灵殿后，绝美女子正想闭上美眸继续修炼，但这时她的耳畔却传来了一道话语纤柔：到时来我寝宫。闻言，绝美女子娇躯一顿，低下琴手。纤柔谨遵老祖之命。她知道之前的那些话肯定都被老祖听到了，所以老祖是想要惩罚她了。外面虚空，叶青云瞥了她一眼，有些不爽。这宁纤柔真是，她斩臣老祖怎么可能会把望尘山神女弄怀孕了？顶多想象一番她大着肚子的模样而已。等回来后一定要让她知道我的厉害。叶青云暗暗思忖着。神州大陆分为东域、西域、北域、南域、中域5域，每一域都无比浩瀚辽阔，足以让普通圣人一生都飞不出一域。而在东域有一座城池，名叫仙灵城。它身处于偏僻之地，过往人数虽多，但修炼者却是寥寥无几。但如今此城不说修士满地走，也是相差不大了。那大圣秘境距离此地极为接近，这也让许多修士前来此地落脚。一处酒楼里，这里有许多人正在热闹地讨论些什么。这次因为大圣秘境出事，让许多势力都派了许多年轻弟子前来啊。一位大汉喝完了碗里的酒水说道。据传此次大圣秘境只能让王者境以下的人进去。我听说有地统势力也有人到来，这是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之前我来的路程中看到了岐皇朝的人，而且其中一位还是当今3皇女齐月灵，竟是角色榜第8的月灵仙子。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虽然我只是惊鸿一瞥，但也看到了月灵仙子那绝美的侧脸。说完，此人还有些得意洋洋。其余人眼中也是羡慕地看着他。要知道，身为天机阁所排的角色榜第8的月灵仙子，在这里的许多人可都没见过呢。但每个人见过齐月灵的都说她是怎样的倾国倾城，绝美无瑕，让没见过的众人心痒痒，十分想知道她长得有多美。不只是月灵仙子，据我的小道消息，望尘山顾神女也出山了。不知是何人爆出了此惊天消息。角色榜第2的顾神女也出山了。说起顾神女，有人眼中满是倾慕。要知道，当年顾清扰第一次出世，那清冷孤傲，宛如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模样，倾倒了无数人，可谓是东域无数人心目中的女神。就算是其余4域，也有许多人对其倾慕无比。可惜顾清扰很少出山，让无数人都难以得见那绝美仙颜，不禁让人遗憾。如今听闻她要前来此处，众人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要是能与其一清芳泽，就算当场死了也值了。有人感叹道。就你？有人看着他那大腹便便、满脸肥肉的样子，不屑一笑。就他这种肥猪样子，还想和顾神女一清芳泽，只是想想就让人觉得好笑。别想了，不说每一代望尘山神女皆是厨子，单只是望尘山的传承功法，就让他们的情绪很难被人引动。区区情欲之道，
根本不会被他们放在眼中。有比较了解望尘山的人说道。可惜有人觉得惋惜，但又没那么惋惜，毕竟这也代表着女神是大家的，不是某个人的。我记得望尘山的老祖是斩陈圣人吧？斩陈圣人可是男人，你们说他会不会？有人意有所指，话语并没有说完，让众人不禁遐想纷纷。不可能吧，斩陈圣人也是修望尘山的传承功法，绝对也是清心寡欲的。有人摇头，觉得不太可能。嘿嘿，谁知道呢？说起此事的那人不置可否，他可不觉得那斩陈圣人清心寡欲，不然没事想要杀他做甚？要不是通了，他当时估计直接死在那儿。与此同时，亿万里天穹之外，一座白玉车辇正在慢悠悠地飞来，隐隐的能听见车辇内传来了的一些话语。老祖，够了吧？嘿嘿，小冉儿你等等。老祖，您怎么还拿出了留影石？反正过往也记录了很多嘛，不差这一个了。7天后，仙灵城外不远处的一处山谷内，空间正在微微颤动，随着时间推移，动静也是越来越大。而在山谷外，已经有众多身影在等待着。是流云宗的人来了。有散修惊呼地指着半空中划过的流光。万剑阁的人也来了，那是云家的人。底下的散修看着几道流光飞到了悬浮在天上那块表面平整的巨石上，那是大势力之人所在的位置。而在那巨石上，也有4人看着那些流光降临在了这里。风兄、云兄、云兄，你们来了。看到3人的身影，有一位身穿赤袍、气质尊贵的年轻男子笑道：火兄看来修为比上次进步了不少啊。刚来的3人中，其中1人目露金光，其余2人也是有些惊讶的看着赤袍男子，没想到他的修为竟然这么快就突破了。不过是突破到了阴阳境初期，不值一提。赤袍男子嘴上虽说着不值一提，但他的嘴角却忍不住勾起，心里暗爽。哼，火出离你装什么呢？不远处，一位身穿淡蓝道袍的年轻男子瞥了他一眼，身上深邃气息一闪而逝，竟也是阴阳境初期。嗨，在他身旁的紫袍男子也是咳了一声，不经意间露出了自身气息，阴阳境初期。你们不是神功巅峰吗？火出离傻眼了，这2人居然在演他，那另一人不会也突破到阴阳境了吧？最后一位白袍男子看着众人的目光都看向他，顿时愣住了。我没有突破到阴阳境。说完，他看向火出离3人的眼神中有些幽怨。你们3个怎么都突破到阴阳境了，还能不能好好玩耍了？呵呵。听到他是神功巅峰，新来的3人立马露出了笑容。他们3人可都是神功巅峰呢，要是这4个都突破到了阴阳境，那他们就有些尴尬了。幸好有你啊，兄弟。看到3人善意的笑容，白袍男子有些犹疑，这3人怎么回事，对他露出如此笑容，莫非是看我长得太帅了？白袍男子心里自恋道。倏然，一道白玉车辇从远处飞到了山谷外，其内所散发的气息让巨石上的几人也是脸色凝重。这时，那白玉车辇上的车帘被一只纤纤玉手撩起，只见一位清冷孤傲、纤尘不染的绝美仙子从中走出。看到她，众人呼吸不禁一滞。好美，是顾神女。有人惊呼，认出了那绝美仙子是顾清扰。真的是顾神女，好美，果然如传闻一般，甚至更美啊！顾神女啊！有人面色发红，浑身颤抖了几瞬。对于这些或倾慕或淫邪的目光，顾清扰并没有在意，他只是挥手收起了白玉车辇，足踏虚空往那悬浮巨石缓缓走去。而在巨石上的那些男子看着顾清扰，眼中也满是惊艳。顾神女，好久不见。火出离对他露出热切笑容。其余人见是火出离开口，顿时了然。火出离可是顾清扰的舔狗之一，哪怕知道望尘山神女不会动情，还是忍不住上前舔了。顾清扰瞥了他一眼，平淡点头。这人他认得，是大黎皇朝的皇子之一。他来到巨石后，就站在了跟众人隔了一些的地方上。见状，众人也都并不意外。顾清扰什么性格，他们也是了解一二的。简单来说，就是名副其实的清冷仙子，很少说话，情绪波动几乎没有。而随着他到来，在场几人也是有的没的开始聊天。火出离想要过去站在他的身边和他说话，却又不敢迈步。他知道顾清扰有些洁癖，不喜欢男子靠近他太近，要是被他无视了，可是会很丢人的。最后想了想，他也是放弃了，转头加入了其余人的话题。顾清扰面色淡漠，静静听着他们所说之事。这次大圣秘境出来，你们说会不会有大圣级遗留？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毕竟谁知道留下秘境的大圣是怎么死的。如今末法时代的资源没有以往那么多了，这次秘境我们还是不要让那些散修带走太多的资源才好。众人相谈甚欢，
说着能让外界散修惊恐的话语。对于这些，顾清扰也没有什么意见。他对于顾源和望尘山以外的人都是不在乎的，况且他也想着多收集资源，为望尘山培养更多的弟子。这时，下方的惊呼声再次传来，又有人来了。顾清扰转头看去，一位身穿双白衣裙的绝色女子和一位气质尊贵、穿着绣有许多金色龙纹的黑袍年轻男子正踱步走来。齐皇朝的人，有人低语：月灵。一位身穿玄黑衣袍的年轻男子看到齐月灵，眼中满是亮光。月灵见过诸位。齐月灵对众人露出一丝让人惊艳的笑容，接着他美眸流转，望向了顾清扰所在的位置。顾姐姐，好久没见了呢。齐月灵笑盈盈的上前来到了顾清扰的旁边。顾清扰面色清冷，对他点头。以往他还不知晓这齐月灵老是接近他是为什么，直到他从老祖口中得知齐仙儿的事，才让他大致明白这齐月灵的目的。对于顾清扰的平淡，齐月灵不以为然，他早就习惯了。我和他的关系应该也算不错了，可以找机会让他帮忙给那位带话了。齐月灵心里暗暗打着算盘，而那气质尊贵的黑袍男子也和众人笑谈，同时眼角余光若有若无地朝他们瞥去。对于自家妹妹的心思，他也是明白的，不过是为了让顾清扰给齐仙儿带话，最好在那件事结束后能让他能继续待在皇朝。对此他并不是很看好，毕竟当初是皇族承认过，把齐仙儿当成礼物一样送给了斩臣老祖。就算不提这个，齐仙儿当初为了皇族也算是半自愿的前去的，更何况这么久过去了，也不知道被斩臣老祖玩成什么样了。想到斩臣老祖，气质尊贵的黑袍男子也是暗暗羡慕。对于外界所说斩臣老祖清心寡欲的什么，他一个字都不信，不然当初斩臣老祖怎么会顺手点名要了齐仙儿？并且他很怀疑400年前那位被称为神州第一美人的望尘山神女赵青英是不是就被那斩臣老祖收藏了。若真是被斩臣老祖收藏，那如今的望尘山神女顾清扰原因还在吗？看到顾清扰那清冷出尘、绝美无瑕的模样，他眼里就闪过一些嫉妒。他在嫉妒斩臣老祖。生兄，想什么呢？有人见齐生望着顾清扰那里，似是在想些什么，好奇问道。莫非这齐生也对顾神女倾慕？哦，没事，只是在看我的妹妹。齐生对他笑了笑，他自然不会把心中的猜测说出去，不然他怕自己人间蒸发了。是吗？问话的那人也没有在意，只是继续和别人聊起了天。听说此次魔宗的人也来了。有人开口，把其余众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尤其是顾清扰，此时他的美目正盯着说话的那人。他们望尘山可谓是在场众人中与魔宗结仇最深的势力了。严兄，此话当真？当真，我是从一些散修口中得知的。那看来这次可以杀些魔崽子了。有人露出残忍笑容道。在场众人背后的势力对魔宗都是挺不爽的，因为他们太不守规矩了。要不是找不到那魔宗的老巢，他们早就被各大势力给覆灭了。顾清扰默默听着他们的交谈，同时他也在想着魔宗之事。顾姐姐在想魔宗之事吗？齐月灵在他身旁开口。顾清扰平淡颔首。我这里有一个过往魔宗之人死去遗留的法珠，是专门用来探查魔宗隐藏的魔器。顾姐姐你要吗？齐月灵美眸轻眨，拿出了一个漆黑如墨、散发着缕缕黑气的圆珠。多谢。顾清扰没有客气，伸出素手接过他手上的黑珠。虽然他望尘山对于寻找魔宗之人自有一番手段，但他也不会嫌自家手段少了。看见顾清扰接过，齐月灵那绝美容颜上也是露出笑容。接过就好，他还怕顾清扰不要呢。说吧，你有什么事？顾清扰收起黑珠，脸色不变。他有此问，也是他不确定齐月灵是不是真的要找那个齐仙儿。我是想要顾姐姐帮忙把这个玉符交给斩臣老祖身边一位姓齐的女子。齐月灵把储物戒中一张玉符拿出，递给了顾清扰。顾清扰心眸一转，接过玉符，什么也没说的收入自身储物戒。他并没有想探查其中信息的意思。老祖为他护道，在暗中肯定也看到了这一幕，那他也无需去多管此事。暗中隐藏在一处虚空中的叶青云也确实看到了这一幕。是齐皇朝内部又发生了什么幺蛾子？叶青云眼露一丝无奈。皇朝内的屁事果然太多，还是望尘山好，虽然都是一群冰坨子，但是他们听话，懂得孝敬长辈。等回去再把此事告知仙儿吧。叶青云心里默默想到，接着他就把目光看向那山谷外的一众修士，其中大部分都是散修。萧山在这里。叶青云看向散修中一个平平无奇的男子，外貌普通，修为普通，跟萧山一点都不像，但是系统面板却弹了出来，让他知晓此人正是萧山。不过此地竟还有一个天命之子啊！果然随着天地变迁，这天命之子都多了起来。叶青云目光盯着一位身穿简陋蓑衣，看着很是清秀的少年。陈天，身份魔宗弟子。
体质繁体，修为神功境中期，魔宗的人，未来一个成为魔道巨擘的天命之子，还是弃暗投明的天命之子。叶青云摸着下巴，暗暗思忖着，算了，既然他来到了这里，自然也是要进入大圣秘境的，找一个幸运之人替我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叶青云的脸上满是风轻云淡，他的吞天魔功有一秘法，可给人种下魔种，让人潜移默化地成为他的傀儡，七情六欲包括一切思绪都会被他所掌握，这也是吞天魔功被列为禁忌的原因之一。毕竟没人会想把自身的一切都暴露在别人的眼中，更何况还会成为一个任人玩弄的傀儡。叶青云目光扫视众人，接着手中一挥，一个魔种悄无声息地进入了一位身穿灰色长袍的凶狠大汉。感受到魔种已经开始融入他的本源，叶青云满意点头。而在那处悬浮巨石上，已经又有几人来到了此地。此时那山谷内虚空动静已是越来越大，看来离开启秘境不会太久了。悬浮巨石上有人眺望山谷平静说道，没准不会太久，现在就会直接开启了呢。有人嬉笑道，他话语刚落，那处空间顿时剧烈颤动，没一会就破碎开来。可以看到在那处破碎的空间中，有庞大的小天地显露出来，紧接着小天地开了一道口子，有属于大圣的气息从其中扩散开来，让人能清晰地知道其乃大圣所留。悬浮巨石上的一众人都把目光看向了刚才说话的那人，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似想要看透他。他们怀疑这人是不是又是一个隐藏境界的老阴笔。嗨嗨，运气运气。被众人盯着的那人感觉自身压力好大，连忙摇手表示这是运气。他真的只是随口一说啊？是吗？有人目光悠悠，也不知道有没有相信。其余人也是面无表情，心里在想些什么也就只有他们知道了。秘境开启了，快进去，我要资源，我要突破到神功境。看到小天地的一道裂痕大开，山谷外的一众散修眼冒绿光，施展各种手段直接冲了过去。但也有许多散修没有急着过去，反而想让这些人为他们探路，看看会不会遭到什么意外。通了，我们什么时候进去？其中隐藏在散修中的萧山在脑海中问道。只要那群人没出现意外，你就快速进去，我在其内不能显露分毫气息，所以一切得靠你自己了。对了，收集资源的时候不要贪多，觉得够了就马上出来。通老对萧山叮嘱道，超过王者境的人进去会让那处秘境迅速崩溃，所以他不能在里面帮助萧山，甚至还要通过沉睡隐藏气息。不过他已经把那几道地气的印记交给了萧山，若真出现了什么意外，还可以让他跑掉。我知道了，通老。虽然不知道通老为什么不让他多收集资源，但极为信任通老的萧山也没有问什么。通老如此说，自然有他的道理。而在萧山不远处，那个身穿简陋蓑衣的少年也是目露金光的看着那片小天地。这次一定要尽力抢到一些大圣骨髓，若抢不到，也只好用那道消息换取大势力的庇佑了。他心里暗暗打起了算盘。小天地外，那群抢先冲过去的散修十分安全地进入其中，让身后还在看着他们的散修顿时不再犹豫，直接往小天地的方向冲了过去。其中萧山和陈天的身影赫然也在其中。诸位，我等也进去吧。看着这一幕，悬浮巨石上有人开口道。众人点头，随后他们也齐齐化作流光飞入了小天地内。其中被魔种附身的灰袍大汉早已是来到了大圣开辟出的小天地内。他看着四周草木旺盛，灵土无数，一片生机勃勃的样子，脸上不由得满是喜意。得多收集一些灵药，回去后就可以为孩子他们铸就更好的根基。灰袍大汉在心里暗想道。而灰袍大汉不知道的是，他体内的魔种此刻睁开了一双眼睛。这处秘境灵气还算充足，资源也算丰富。叶青云通过灰袍大汉的身体感应了此地一番，先让此人自由发挥吧。遇见天命之子后，再上线待打魔种上的眼睛悄然消失。灰袍大汉此时正动用手段仔细探查此地，不断收集着灵药资源，有时为了一株灵药还和他人起了冲突，与其大战起来。另一边，一位身穿青色长裙，绝美仙颜上满是淡然的出尘仙子，此时正站在一处山巅上，在他一旁有一株散发着清香的白莲正扎根在此地。没想到此地竟会有一株清魂莲。看着白莲，顾清扰的美眸泛起了一丝波澜。清魂莲可治愈灵魂之伤势，也可为生灵增强灵魂本源，是一件极为贵重的天才地宝，在如今的外界几乎不可见了。他从储物戒中拿出了一个玉盒，弯下纤细腰肢，把地上的一株清魂莲小心地收进了玉盒中。把玉盒收进储物戒后，顾清扰正想离去，但这时此地却有一道突如其来的邪笑声响起。哟，这不是顾神女吗？顾清扰闻声望去，一道身穿血红长袍，脸上有些苍白的妖异男子正在不断走来。魔宗血煞一脉，血魂。
顾清扰目光极为淡漠地望向他，他认出了此人，血魂乃是这一代的魔宗天骄，5年前就屠戮了一座有100万生灵的小城，让他步入了阴阳之境，如今也不知道修为精进到哪一步了。血魂看着顾清扰那清冷出尘的仙子模样，眼中满是欲念，真是让人想要亵渎啊！心里如此想的他，也不忘拦住顾清扰：“顾神女，不知能否把那株清魂莲让出，我可用其余资源与你交换。清魂莲对他的修炼有大用，我无意交换，让开。”顾清扰语气满是冰冷。对于顾清扰的冰冷话音，血魂也是皱了皱眉，有些不爽。他自认为自己好言以待，结果这顾清扰如此不给他面子。望尘山的女人果真是让人讨厌。顾神女，我看你的身段是越来越好了，是不是被那斩尘老贼给培养的？不爽的血魂直接语出惊人。闻言，顾清扰心眸露出一丝杀意，举起手中不知何时出现的一把散发着阵阵寒气的长剑，冷冽刺骨的寒气让地面都是染上了一层冰霜。血魂，你敢侮辱我望尘山老祖，找死！他语气冰冷，手中剑光一闪，往血魂杀去。怎么，被我说中了？血魂一边抵挡，一边打量着顾清扰那完美诱人的娇躯。相比起几年前，如今顾清扰的身段越来越丰满了。哼！顾清扰冷哼一声，他怎么可能会承认此事？他手中掐指剑诀，剑光威能暴涨，一股剑意在剑中不断凝聚。顾清扰目光满是冷意，此人必须死。血魂看着眼前有无数雪白剑光袭来，沿途间虚空破碎，灵机不存。望尘剑诀，斩七情吗？感受着那能把生灵情绪斩断的剑意，他嘴里呢喃，眼中满是忌惮。此剑能把他的七情六欲暂时斩断，让他变成一个没有丝毫情绪的人。传闻望尘剑诀修炼到高深处，七情六欲会被彻底斩灭，只是想想就让血魂心里满是胆寒。血煞之天，血魂身后有血煞之气在弥漫此地，血煞之气席卷四周，让一切都看不清了。隐隐间还有各种恐怖笑声在此地响起。斩！顾清扰的心眸满是平淡，浑身上下一股似让天地都寂静下来的剑意激发而出。只是一剑，两人脚下的山峰顿时被凌冽剑气斩成了无数石块。一时间，此地烟尘四散，石块落地的巨响声不绝于耳。其中，顾清扰手持长剑，站在一块还算完整的石块上。他衣袂飘扬，纤尘不染，浑身上下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如同仙子折落凡尘，甚是绝美。顾清扰面色平淡，心眸透过烟尘看到了不远处有些狼狈的身影。他身前正沉浮着血色古图，其内有无数灵魂哀嚎之声响起。不过此图上隐隐有几道裂痕出现。星号，顾清扰，日后我一定要让你成为我的美奴。看着血色古图其内的残魂湮灭无数，血魂眼里满是心疼。这打傻，再打下去都要破产了。所以他留下一段话后，就急忙用秘法快速跑路了。魔头，休走！顾清扰怎么可能让他逃走？直接化作流光追了上去。万里之外，正在搜集资源的萧山脚步一顿，转头看向远处上空，正有2道流光一跑一追。那是望尘山的气息。萧山目露微光，他感受到那血红流光身后的白色流光透露着一股属于望尘山的气息。正面感受过斩尘圣人气息的他十分肯定，应该是那位顾神女。不过既然是望尘山的人，那就不要怪我坏你事了。萧山面露冷意，虽然顾神女确实很美，但他可不会因此怜香惜玉。萧山从怀里拿出一些白色粉尘洒落在地，甚至洒向四周，同时一股特殊香味也在弥漫开来，让远处传来了些阵阵声响。见状，萧山唇角微扬，看着远处2道流光正在不断飞来此处，他连忙跑路。刚才他撒的是灵兽粉，会散发出让许多妖族喜爱的气味。萧山观察过了，此秘境有许多妖族生存，应该是那位大圣豢养的。虽然能被吸引过来的妖族普遍弱小，但集合起来的力量可是会让阴阳境之人都觉得麻烦。感受到大地在隐隐的颤抖，萧山目光深邃地望向东南方，享受我为你准备的礼物吧，顾神女。他面带笑容地继续寻找资源去了。但他不知道的是，暗中有一位身穿灰袍的大汉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中。确实该让你享受一下你准备的礼物。灰袍大汉眼中闪烁着魔光，注视着萧山的背影。他手指黑光一闪，把那些香气引了过来，缠绕在萧山身上，并在他周围布下了一道迷阵，让他陷入了幻境之中。再加点东西。灰袍大汉从储物戒中拿出了一个玉瓶，打开瓶盖，往萧山身上一撒，无数粉红颗粒飞出，在他身上溶解，一股能让人心里升起欲火的气味散发而出。灵兽粉、秦玉粉都让你腌入味了，估计那些妖族会很喜欢你的。灰袍大汉轻轻一闻，感觉这具身体浑身发烫，让他脸色有些别扭。跑路！灰袍大汉连忙离开了这里。这具身体不咋的，等会让他自己解决。
远处，顾清饶本来正在警惕四周前来的各种妖族，但他们似乎是闻到了什么奇余味道，又往另一处方向跑去了，也就是萧山所在的方向。而萧山此时还在幻境中捡着各种资源，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奇怪，顾清饶蹙眉，有些疑惑那些妖族是怎么回事。至于那个血魂已经被他解决掉了，尸骨不知道被哪个妖族顺口叼走了，还是去收集资源吧。没有多想的顾清饶化作流光离开了这里，运气变好了不少啊。萧山收起了地上的几株药材，脸上满是喜意。自从远离被他撒下灵兽粉的那处地方来到这里，他的运气直线上升。心里想要什么，之后不远处就出现了想要的药材。萧山并没有多想什么，反而觉得自己的运气不过正在稳定发挥。毕竟过往他遇见了通老，并获得了各种珍贵的天材地宝，让他觉得自己的运气极好。除了望尘山那件事，其余的事他历经一些苦难后最终都能做到。如今不过是轻易得到了一些宝药，结果没变，所以不用怀疑什么。地面怎么在颤抖？我不是又离那处走了很远吗？萧山感受着地面剧烈摇晃，有些疑惑。他神念往四周一探，什么都没看见啊。倏然，萧山眼眶顿时瞪大，一股闻者伤心、听者落泪的惨叫哀嚎声响彻整个云霄。外界，萧山脸色狰狞，嘴里惊天哀嚎声不绝于耳，让四周的妖族都下意识地退后一步。此时萧山感觉身后有一种火辣辣的疼痛，他抬起头望向四周正目露情欲爱意的兽群，他再转头看着身后已经跟他贴在一起的一位肌肉虬结的元兽。此时这元兽正眼冒爱心，死死和萧山缠在一起。不，萧山疯狂了，他已经不管不顾的想要拿出那极道地气的印记，毁灭在场所有妖族。至于秘境崩塌会死多少人什么的，此时癫狂的萧山已经完全不在乎了。但萧山发现储物戒打不开，这也让他眼中闪过一丝清明，想要动用全部力量打开储物戒，却发现他连修为都被莫名力量封住了。不，通老，快救我，快救我！看到周围妖族在接近，萧山面色恐惧，不断呼唤着通老，并还在用手臂向前爬，似想要远离身后的元兽。可惜通老早已经沉睡，被封印修为的萧山根本呼唤不到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一众妖族所包裹，微露出的缝隙中隐隐能看到萧山满脸的绝望。须臾，此地开始发出了大地轰鸣的声响。宫殿外，隐藏于虚空中的叶青云收起了手上的一颗流影石。定，天命之子萧山身心重创，收割部分气运，奖励青色系统奖励，大圣器红尘剑一道圣王本源。青色系统奖励，萧山被玩坏了。叶青云挑了挑眉，正常来说背上也不应该会有青色系统奖励，也不知萧山的道心到底崩溃到了什么程度。叶青云默默思忖着。宫殿秘境内，陈天看着身后极远处有飞鸟从树林中惊声钻出，其中个别树木好像在摇晃。奇怪，没有多想什么的陈天回过头，继续熟悉的前往一处地方搜集着他所需要的资源。等陈天把附近他需要资源都收集完后，他看了看储物戒，见里面资源满满当当，他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搜集的这些资源够我突破到阴阳境了，不出意外的话还有2个月那些人才会找到大圣尸骸，所以这段时间我要先把修为提一提。陈天暗暗想到，紧接着他随意找了一处隐秘山洞进去，开始狂吃着各种药材。2个月后，吭，一道凌冽剑光闪过，当场斩杀了一位身上布料极少的妩媚女子。半空上，一位身穿青色长裙的绝美仙子平静地收起了手上的长剑，而在她一旁的白裙绝美女子则是满脸惊叹：顾姐姐，你的修为真是越来越高深了。顾清扰瞥了她一眼，平淡开口：此魔女不过阴阳境初期，不值一提。不值一提。齐月灵有些无语，她也不过才阴阳境初期呢。顾清扰并没有在意她，此时他感受了一番体内相比起2个月前精进不少的修为，心里涌起一股喜意。之前他收集到的资源能用的他都用了，但大部分用不着的他都收了起来，准备回去交给宗门。这些资源也不知能培养多少弟子。顾清扰心里默默想到。轰！这时一道金色光芒冲天，让无数在秘境中的人都看到了。顾姐姐，我们过去看看，或许是秘境内的大机缘出事了。齐月灵美眸满是亮光。顾清扰抬头望向远方，与齐月灵一起往那处飞去。不只是他们，许多人也都在往那处地方飞去。能有如此动静的，必定是大机缘啊！但也有一些人目光平静，继续低头收集着资源。他们不贪，资源够用就行。更何况谁知道那处地方有多危险。而在那处金色光芒之处，有2人已是面露喜意。火出离，快点，我们先把大部分机缘占了。看着前方显露出的无边灵地，
一位身穿金色衣袍的金发男子赶忙说道：“里面灵材如此之多，一看就是此地的核心之地，没准大圣尸骸都在里面呢。”火处理点了点头，跟金发男子一起进入了无边灵地。这是炎灵神果，那是净尘天水，还有那个竟是龙血池。火处理和那个金发男子看着四周，简直快要移不开眼了。他们虽然背后势力强大，但如今末法时代资源极少，就算是祖地内生产的珍稀资源，很多都是供给强者，落到他们的手里很少，至少比这处灵地内的珍稀资源少多了。两人连忙到处收资源，甚至展现出了一些神通，生怕自己收得慢了。只是几息后，又有一些人来到了此地，好多珍贵资源。有散修眼冒火热地望着这一片灵地。过往身为穷鬼的他，何时见到以往那些传说中的宝药？如今这些宝药却成片长在灵地上，许多宝药甚至就躺在灵土上，药效不断流失，让这散修极为心痛。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他连忙上前收取这些宝药。储物界塞满的他，甚至把一些灵药丢了出来。不只是他，其余来此的人也在疯狂收着宝药。万年珠果，千年养魂木，万年醒灵草。他们呼吸急促，不断收取着宝药。就算有人看中的宝药被抢，也没说什么，只是继续往别处拿。只是被抢宝药，就在此地打架多不划算，有这时间还不如多抢些资源。而在众人中，有部分人并没有那么着急。此时他们互相对视一眼，眼中都划过一丝笑意。当顾清扰和齐月灵来到此地时，秀眉都不禁微蹙起来。两人目光所及之处，尸骨横野，鲜血染红了这片本应是神圣的领土。其内部深处隐隐还有交战轰鸣声响起。顾姐姐，这些人的精血都被吸收殆尽了。齐月灵感应一番后，目光一凝，这完全是魔宗的手段。顾清扰静静点头，他目光眺望远方，似想看清些什么。齐月灵只是听到他的语气，就知道他对于死在这里的散修并不关心。不过他对此并不意外，望尘山之人本来就对外界颇为冷漠，只注重自己和望尘山的利益。其余一众大势力也是差不多，只不过没有望尘山那么明目张胆罢了。我们过去吧，那些人正在争夺大圣骨髓。片刻后，顾清扰目露金光，直接往内部深处飞去。闻言，齐月灵也是美目一亮，连忙跟了上去。内部神土内，一具宛如黄金铸就的尸骨盘坐于地，浑身上下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在其四周有部分金色骨髓流淌在地面。方圆10里之地，一众人正在为了大圣骨髓交战。血无涯，你这个魔头，竟敢袭杀我众多仙道修士！我火出离必要为那些人报仇雪恨。一位身穿血衣的年轻男子面无表情地望着眼前义正言辞的火出离。听闻此言后的他更是嗤笑一声：我等确实杀了一些散修，但也没见你们阻止啊。血无涯心里十分厌恶这些虚伪的仙道修士，这些仙道大势力之人就喜欢站在道德最高处对人指指点点，表面上说着悲天悯人的事，暗地里干的勾当却比他们魔宗还要恶心。哼，那是我等反应不及，才让汝等魔宗得逞。火出离冷哼一声，虽然他和其余一众人确实坐实了魔宗人屠杀那些散修，但是你不能说出来，不然他们还怎么光明正大的拿那些散修身上的资源？血无涯，跟这些虚伪之人说些什么？我等快拿走大圣骨髓和大圣尸骸，早些离去吧。妾身可不想看到这些肮脏之人。一位身穿黑紫纱裙，把自己包裹着严严实实的绝美女子冷声说道。说完，他还一掌把身前袭来的金发男子震退。吴奇，你这个仙道叛徒，加入魔宗的你不羞愧吗？金发男子稳定身形，目光满是厌恶地看着绝美女子。这个名叫吴奇的绝美女子，原本也是东域一方仙道大势力的内门弟子，结果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她居然杀死自己的师兄弟，叛逃师门，加入了魔宗。这在当时让东域轰动一时，无数人不理解为什么有人宁愿不当大势力高高在上的内门弟子，也要加入到魔宗内。羞愧，呵呵。吴奇冷笑，浑身气势再次攀升一截，朝金发男子杀去。加入魔宗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迟早有一天，那些恶心的老东西会被我拉下9天，成为魔宗低贱的奴仆。说完，他似是想起了什么，美眸满是厌恶，下手也更加狠了。金发男子苦不堪言，完全不理解这个女人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原本区区一个内门弟子加入魔宗，居然会变得如此之强，简直匪夷所思。血无涯看了吴奇一眼，默默点头，心里对他也是有些敬畏。这女的是个狠人，为了快速提升实力，加入了魔宗的合欢一脉，在里面进修几年出来后，可谓是个生灵就能和他交欢一番，代价就是修为会被他吸收一些，这也让他的修为提升很快，如今都已是阴阳境中期了。血无涯无视眼前的火出离，直接往大圣尸骨所在之地走去。休走！火出离大喝一声，
浑身缭绕着能焚毁空间的火焰。对于他的袭来，血无涯并没有露出什么表情，只是手中血光一闪，让他禁锢在了原地。你做了什么？火初离惊愕地发现他不能动了。血无涯没有言语，只是几步踏出，来到了大圣尸骨前。他挥手收起所有大圣骨髓，并拿出了一副遍布血纹的漆黑棺材，这正是用来装大圣尸骨的。其余人见他想要收取大圣尸骨，想要上前阻止，却被其余魔宗之人死死挡住，个别者直接燃烧精血玩命了。这让那些先到大势力来的人都蹙眉起来，这些魔宗之人怎么都还玩命的？血无涯正想要动用棺材收取大圣尸骨时，心里一道刺骨寒意传遍了全身，让他下意识地施展保命手段后撤移，躲过了。一道略微惊讶的声音响起，血无涯脸色凝重地看着漆黑棺材旁边的虚空中走出了一位身穿灰色衣袍的大汉。此人境界不过是神功初期，为何能让我之前差点没有察觉到？他心里满是惊疑。大汉也就是叶青云看了血无涯一眼，对于他的忌惮不以为然。他转身伸出已经遍布吞天魔纹的掌心，在众人惊骇的眼中直接开始吞噬大圣尸骨。魔种不断吞噬着磅礴本源，通过联系传递到本体那边，让外界的叶青云舒服地眯了眯眼，修为不断攀升着。看到吞天魔纹，血无涯的瞳孔猛地一缩，惊声道：你竟是吞天魔功的传人！此话一出，在场众人直接停下了交战，目光死死地盯着那灰袍大汉。就连刚来此地的顾清扰和齐月灵也听见了他的话语。吞天魔功。顾清扰眼中不再淡然，转而被震惊充斥。他没想到传说中的禁忌功法竟然出现了。齐月灵美眸一颤，心里有贪婪之意生出。在如今的末法时代，能吞噬万物本源的吞天魔功绝对是当世第一神功。若是他背后的齐皇朝得到，那他们必然能在这末法时代中再次崛起。想到这里，齐月灵目光灼灼地望着灰袍大汉，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看上了此人呢。血无涯，我们要不要？吴奇用玉手往脖子一划，表示要不要把他杀了夺取吞天魔功。他的心中也满是贪婪，只要有了吞天魔功，他未来一定能够报仇雪恨。其余魔宗人也是抬眸望着血无涯，等待他的命令。走，我们快点离去。血无涯眼中满是忌惮。为什么？那吞天魔功的传人修为不过神功初期，我们够了，这次我才是领队。血无涯对吴奇冷喝一声，让他满脸不甘地低下了头，没有再反驳。见状，血无涯也是语气稍缓，解释道：吞天魔功没有那么简单，那人可能不过是一个被魔种控制的人罢了。被魔种控制？吴奇和其余魔宗人一愣，都有些恍然大悟。他们魔宗也有类似的秘法，所以很清楚被控制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就算他们杀了那个灰袍大汉，得到的也不过是一具被吸走所有精华的干瘪尸体罢了。其余的回去我再和你们说，现在我们快些离去。血无涯直接心念勾通天地秘境，直接退出了此地。吴奇和其余魔宗人也是跟着他一起退出了此地，只留下在场其余先到大势力的人。我等也离去吧。有人满脸警惕，其余人也是点头，就算是在场身份最高的顾清扰也没有反驳。他们身后的势力对吞天魔功也是有些了解的，知晓一些东西的他们也想跑了。他们怕自身也被种下吞天魔种而不自知，从而沦为一具傀儡，而且他们也要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家势力，让那些圣人头疼去吧。接着众人也是一个接一个的退出了此地。没一会，在场只剩下那个灰袍大汉在神情惬意地吞噬着大圣本源。在天地渐渐松开压制的情况下，这次我应该可以突破到圣王后期了吧？叶青云暗暗思忖道。在这末法天地里，修为境界的提升变得极为艰难，就算是那些出过大地的势力，也顶多突破到圣人就很难精进了。大部分人突破到圣人就直接跑去自家祖地沉睡了，区区几千年的寿元实在是扛不住啊。他们都离去了，估计此地也只有零零碎碎的散修了，剩下的资源我都可以搜刮拿走了，顺便给这个身体主人留下一些资源，至于他能不能活着离去就不关我事了。叶青云脸上满是平淡，一个蝼蚁的性命他完全不在意。外界众人纷纷出来，许多人各自道别一声，都急忙的离去了。顾姐姐，那我也先回去了。齐月灵对顾清扰说了一声，他也要回去禀报此事了。好。顾清扰轻轻颔首，目视齐月灵离去后，他也准备去找老祖了。吞天魔功传人的出现会让整个神州大陆都变得暗潮涌动起来，他们望尘山是继续高高在上俯瞰世间，还是主动参与进来，都要老祖点头。顾神女，我有事想和你一商。一位身穿蓑衣的年轻男子走了过来，对顾清扰拱手一礼。你是何人？顾清扰平淡地看了他一眼，心里不断思索着此人是谁。在下不过无名散修，不值一提。蓑衣男子挥了挥手，还没等顾清扰说什么，他就继续开口。在下想说的是，
关于魔宗之事十分重大。闻言，顾清扰眼眸微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跟我进来吧。他衣袖一挥，一座白玉车辇出现在了此地。顾清扰拉动车帘走了进去。蓑衣男子也就是陈天看着他那曲线完美的背影，心里惊叹，不愧是望尘山的神女，只是背影就如此迷人。陈天跟在他的身后，也踏步进入了车辇内。车辇内的空间十分大，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到了一处奢华房间内。说吧，此地话音不会传出去的。顾清扰站在柔软的地毯上，心眸平静地望着陈天。魔宗5年后要斩杀东天山脉上的无数妖族，引动兽潮。陈天没有隐瞒，直接把他所知道的事说了出去。听闻此言，顾清扰面色一肃，冷声道：你是怎么知道的？若此事为真，那可真是了不得的事。要知道，东天山脉可是东域妖族的聚集地，妖族数量无数，若真的要引动兽潮，怕是会冲击整个东域。而能知晓此事的他在魔宗会是什么身份？他又为何会把此事告知于他？顾神女不必多问，在下自有自己的渠道，你只需要知晓在下所说的话不假就是了。陈天摇了摇头，他怎么可能会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来？同时，陈天的心里还有些无奈。本来他在秘境中修炼精进修为，想要去偷偷抢一些大圣骨髓，结果却被一个完全不知道从哪来的灰袍大汉精准地找上门来。他躲了那么多次，并且换了好几个气息身份，此人却每次都找到了他。关键他真的没见过他，就连之前几次也完全没有他的身影。那人却突然追杀他，有毛病啊！没办法的他也只好放弃这条路，转而找一位大势力之人提供消息，以此得到庇护。他深思熟虑后，选择了告知顾清扰。在陈天看来，望尘山之人都是心境超然之辈，对他身上的秘密应该不会那么觊觎。况且他想逃脱，也不可能一点风险都不冒。望尘山已经是风险最低的了。顾清扰秀眉微蹙，还想再问，但这时耳畔传来的一道声音让他咽下了刚到嘴边的话语：你想要什么报酬？顾清扰虽然不知道老祖为何让他不要多问，但十分相信老祖的他也是没有多说什么。我想要跟随在你的身边，加入望尘山。陈天眸光微动，说出了此话。他若想要在未来活命，必须要加入到一个大势力内。若能加入到望尘山神女的麾下，他在望尘山的身份都不会低，并且没准他还有那么一丝机会抱得美人归呢。想到顾清扰那饱满诱人的绝美身姿，陈天心里满是火热。答应他。叶青云的声音再次在顾清扰脑海里响起。可顾清扰淡漠点头，虽然他并不想要南修跟随于他，但既然老祖发话，他也只能遵从。陈天脸色一喜，他没想到顾清扰居然这么快就答应了。原本他都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毕竟在他的了解中，顾清扰可是不怎么喜欢男人靠近他的。陈天谢过神女大人。陈天弯腰行了一个大礼。顾清扰脸色平淡，既然加入到了他的麾下，有此大礼也是理所应当。这个玉牌拿好。顾清扰从储物戒中拿出了一个白色玉牌，丢给了陈天。等陈天接过后，他的话语声继续响起：此乃是我望尘山的弟子玉牌。闻言，陈天一脸喜意，不断摩挲着手上玉牌，觉得未来的日子很有盼头了。顾清扰美眸满是淡漠地望着他。其实他还有一句话没说，那就是这块玉牌乃是外门弟子玉牌。他虽然收下了此人，但不代表他就对他有好感了。安排着陈天去外门，先让他斩去心中不必要的情感，最终能成为一个合格听话的工具即可。至于他心里愿不愿意，顾清扰毫不关心。你先出去吧。顾清扰对他挥了挥手，他还有事要和老祖述说。好。陈天点了点头，他收起玉牌，心情大好地走了出去。确认他出去后，顾清扰素手一挥，白玉车辇直接往天飞去，只留下原地望着这一幕懵逼的陈天。回去得把这道车辇换了。顾清扰在心里默默想到，除了老祖外，他完全接受不了自身物品有其他男人的气息。就算让那陈天进来，也是看在其有关于魔宗的消息。小扰在想些什么呢？顾清扰身后传来了一道温和的话语声。听到身后传来话音，顾清扰对此并不意外。他转身望去，叶青云不知何时已经坐在他的床榻边上，并对他招了招手。老祖，您为何要让清扰收下他？顾清扰迈动修长玉腿来到了叶青云身前。那人很有趣，况且我也想知道他是怎么知晓魔宗隐秘之事的。叶青云让顾清扰坐在了他的腿上，其娇躯上的幽香之气扑鼻而来，沁人心脾。他脸上饶有兴趣，想知道身为天命之子的陈天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但他不急，反正那陈天也算是加入了望尘山。虽然小扰把那陈天抛下了，但估计那陈天也会咬牙继续来到望尘山。在望尘山中，叶青云自然也是可以慢慢探查他的机缘或者金手指，甚至直接给他种下魔种。若那陈天没什么用，他也可以十分轻松地把他杀了，以此获得系统奖励。老祖，
我在那大圣秘境里发现了吞天魔功的传人。顾清扰面色微红的对他说起了此事。我已知晓，不用管他，你只要知道此事对我望尘山有利就好。叶青云笑道。他既然让那个魔种化身暴露，自然也是做好了各种准备，甚至巴不得天下为此大乱，以此能更好的收割本源。而那魔宗的谋划正合他的心意。叶青云眼中满是笑意，心情不错的他不断逗弄着怀里的顾清扰，让他那绝美仙颜上弥漫着红晕。小扰儿，准备好了吗？转眼间7天时间过去，白玉车辇已经回到了望尘山上。顾清扰面色红润的从车辇中走出，他对一旁同样走出车辇的叶青云轻启谈口道：老祖，清扰先去把那些资源交给圣主，到了夜晚清扰会再去陪您修炼。这些资源你也带过去吧。叶青云神色轻松的把手中几个储物戒交给了顾清扰。顾清扰神念一探，发现其内琳琅满目的各种资源，心里有些惊讶。虽然这些资源大部分都很是普通，但数量极多，至少可以培养所有外门弟子几年了。老祖，这些资源您是从哪得来的？顾清扰疑惑地看向叶青云。大圣秘境里的。叶青云没有隐瞒什么，直接告诉了他。若他能猜到什么，那也没事，他相信其心中会有分寸的。果然，他这么一说，就让顾清扰若有所思，没有再继续问下去。老祖，那清扰就先离去了。顾清扰对其拱手一礼，往望尘殿的方向飞去。叶青云则踏步回到了斩尘殿内，他坐在宝座上，抬眸望着一位身披轻薄纱衣、浑身完美曲线毕露的绝美女子走来。回来了。赵青英赤足走来，为他沏了一壶茶。叶青云接过茶杯，抿了一口茶水。你去把希儿叫出来。叶青云把茶杯放到了一旁的茶案上。怎么，我满足不了你了？赵青英瞥了他一眼，语气十分清冷。不是，是齐皇朝的人让小扰带了张玉符。叶青云从怀中拿出了那张玉符。那齐皇朝的人漂亮吗？赵青英平淡问道。没你漂亮。叶青云伸出左臂，把她抱在了怀中，吻住了她的清冷唇瓣。此时的斩尘殿内十分寂静，落针可闻，唯有时不时的口舌交缠声隐隐响起。不一会，两人紧紧相拥的身躯这才分开。我去叫他。赵青英伸出白皙玉手，抹去了朱唇上的湿润，转身说道。望着他那裸露大半雪肤的背影，叶青云有些无奈。也不知道是不是赵青英和他待得太久，他那往常的超然心境在他面前几乎失效一般，竟然会吃起醋来。果然还是我的手段高明啊，就连师姐都被我的技巧给征服了。叶青云心中不禁浮现出一丝得意的情绪。几息过去，有铃铛声从远处响起，让叶青云目光望去，只见赵青英带着一位同样身披白色轻薄纱衣的绝色女子走来。绝色女子的肌肤白皙无瑕，穿着虽十分暴露，却也掩盖不住她那出尘的气质。她那纤细足踝上系着一串金色小铃，完美玉腿脉动间，清脆悦耳的叮当声不断响起。希儿见过主人。齐希儿对叶青云盈盈一礼。希儿，过来。叶青云语气温和。对于服侍了他近200年的齐希儿，他还是很喜欢的。齐希儿连足轻移，踱步来到叶青云近前，他美眸含情脉脉地看着叶青云，一看就是在这些年中有了感情。叶青云没有多言，只是把手中玉符交到了他的手上。青音师姐应该把此事告诉你了吧？叶青云说的是玉符之事。希儿已经知晓了。齐希儿轻点琴手，在来的路上，赵青音就把此事告诉了他。对于齐皇朝，如今的他已是有些陌生了。在这近200年的时间里，他几乎就没有出过斩尘殿，只是一心一意的服侍叶青云。要不是叶青云不怎么想要子嗣，他都想要为叶青云生个一儿半女的。齐希儿神念一扫手中的玉符，发现其中有一道封印，只是微微一看，他就知道这是需要修炼齐皇朝传承功法的人才能解开的封印。若是外人探查，玉符会直接自毁。齐希儿运转自身功法，很轻易的就解开了那道封印，得知了里面的信息。需要我为当今齐皇护道一程吗？他在心中喃喃自语。齐希儿低头沉思，如今的他在叶青云的帮助下，早就突破到了圣人境界，只是为其护道一番不算什么难事。也罢，这一次就当是斩断彼此间的因果吧。当年齐皇朝的齐希儿已经死去了。齐希儿美眸泛起阵阵涟漪，心里已是有了决断。主人，希儿之后需要回齐皇朝一趟。齐希儿语气满是柔和。等处理完这件事后，往后岁月里，他就一心一意臣服在他的脚下，为其排忧。好。叶青云也没问什么，大方的挥手表示同意了。让他出去也好，一直待在斩尘殿里，感觉都没有最开始的灵气了。离去之前，希儿再为主人吹箫一曲吧。齐希儿美眸微垂，把额前几缕发丝轻撩耳后，接着俯首而下。赵青英平静地望着眼前这一幕，没有言语，只是时不时的有铃铛声响彻在斩尘殿内。1个时辰后，
齐希儿已是换上一袭洁白如雪的宫装，一根玉簪把她那乌黑亮丽的秀发挽起，让她看着十分清冷高贵。裙摆下修长完美的玉腿若隐若现，能看到齐已是穿上了罗袜绣鞋，遮掩住了那完美无瑕的玉足，而那脚环已是被她摘下收了起来。叶青云在一旁看着她这副模样，眼中也是有着些许怀念。当年在齐皇朝内，她就是这般模样，她也是被其惊艳，并顺手向齐皇朝讨要带了回去。记得最初她可是玩了她整整7天7夜，尤其是那双白皙完美的玉足，更是让她爱不释手。齐希儿也是看到了叶青云眼中的怀念，这让她也不禁想起了当初的事。从最初的隐隐抗拒，再到认命迎合于他，最终和他亲密无间，夜夜笙歌，已是彻底沉沦。其中发生的一些事，让他到现在都还是有些羞意，久久不能忘怀。主人，那希儿先回齐皇朝了。齐希儿说完，想了想，再补充了一句：等希儿回来，会穿上这套任您玩闹。回过神来的叶青云也是笑道：好，到时候你可要做好7天7夜不下床的准备。希儿期待着。齐希儿展颜一笑。接着一阵香风袭来，叶青云眼中倒映着那越来越接近的绝美仙颜。不，看着齐希儿快速离去的背影，在感受脸颊上的湿热，叶青云也是笑了一声。真亲密呢。一道冷悠悠的声音传来，让叶青云目光一动，望向了赵青英那面无表情的绝美脸庞上。师姐，希儿过往不是经常这个样子吗？叶青云眼中闪过一丝无奈。师姐自从与他修炼后，情绪也是越来越多了，不过也并不算意外。毕竟传承功法望尘天功也只是摒弃自身多余情感，让自身心境空灵，更进大道，而不是什么灭绝人性的无情功法。哼！赵青英冷哼一声，虽然都是在一起那么多年的姐妹了，但自家师弟跟别的女人眉来眼去的样子，还是让她有些不爽。见她如此，叶青云也只好上前把她横抱了起来，往寝宫走去。没什么事情是修炼一次不能解决的，若是有，那就再修炼一次。就在叶青云和赵青英亲密修炼时，外界此刻已是暗潮涌动起来，无数势力已是有老怪物爬了出来，只因他们知道了吞天魔宫传人出现之事。一处虚空不知名的隐秘之地，有一座浩瀚的世界若隐若现，世界内有无数身穿黑衣、浑身缭绕魔气的身影正在不断往来，甚至有许多地方正在发生着屠杀并且炼制血丹之事。而在世界中央，有一座巍峨磅礴的环形山拔地而起，此地乃是神州大陆无数势力想要探查，最终却无功而返的魔宗驻地。魔宗大殿内，已有5位恐怖身影盘坐在漆黑如墨的魔云上。吞天魔宫的传人现世，我等该如何处理？一位穿着古老道袍，看着很是仙风道骨的老者平静说道：要不我等试试能不能找到那位传人，并把他杀了，夺取吞天魔宫。身上一袭轻薄红纱的绝美女子笑盈盈的，身前山峰随着她的呼吸不断起伏，足以让人血脉喷张，但在场4人都无视了她那几乎裸露的娇躯。不妥吧？宗门有祖训传下，让我们奉未来出现的吞天魔宫传人为主。一位光头大汉大大咧咧地说道：那又如何？只是祖训一句话，就想我们认一位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为主。绝美女子横了光头大汉一眼，在他看来，祖师当年也算是老糊涂了，居然让他们魔道5脉未来认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人为主，这让高高在上惯了的他怎么可能甘心？但祖师留下祖训必有他的道理。一位被雾气笼罩看不清面容的人缓缓说道：无面，你这么想去给人当狗啊？绝美女子眼波流转，风情万种地瞥了他一眼。对于他的话，无面没有回答，只是转头望向身披血袍、脸上满是沉默的小老头。血煞，你怎么想？无面想听听血煞的想法。作为5脉之首的血煞一脉，他的意见无面很是重视。其余3人也是看向血煞，他们也很好奇他的想法。祖师当年是晚年留下这段话的，当时脑子可能不太清晰了。血煞的一句话让绝美女子眉开眼笑，其余3人沉默。祖师是何等境界的无上人物，怎么可能会因为晚年原因昏聩？看来血煞是同意合欢那老女人的想法。血煞道兄所言极是。绝美女子对其也是媚眼如丝，仿佛十分倾慕他似的，但她心里却是暗想：这血煞看来寿元无多了，不甘心自封于祖地啊。听闻那吞天魔宫可吞噬生命本源，不断延长寿命，也不知是真是假。绝美女子脑海中思绪不断，脸上却依旧满脸笑容，让人看不清心里所想。就在大殿内陷入沉默之时，道袍老者开口了：既然如此，那我等就违背一次祖训，视那吞天传人为敌吧。其余4人默然，就连无面也没有说什么，他也不想去给一个人当狗。东天山脉的师门内都准备好了吗？血煞对他们询问一声。准备好了，等兽潮席卷东域，我等魔宗联合其余魔道势力，在那场大战中大肆杀戮，想来无数弟子在那处宝地上修为也能节节攀升。
而且我等也能趁此机会杀了一众仙道大势力的圣人。光头大汉目露金光，这次他预受一脉，可以大饱口福，狂吃血食了。尤其是那斩臣老贼，我等必须杀了。说起望尘山斩臣，合欢一脉的绝美女子恨得牙痒痒。当时就是他斩杀了他的师尊，甚至当年差点把他也斩杀了。要不是当年魔宗及时派人支援，他都要步入他师尊的后尘了。对于他带有情绪的话语，四人也没有反驳什么，只是点头应了一声。这次若能灭杀那斩臣圣人，对他们魔宗也是大有好处的事。那斩臣如今应该是圣人后期，甚至有可能会是圣人巅峰之境。不过若能联合一些妖圣出其不意的围杀，他也会重创，甚至陨落。血煞推算一番，大致猜测出斩臣圣人的境界，他应该会随身带着斩臣地剑。绝美女子提醒一声，他的师尊就是被那斩臣带着地剑斩杀的。无妨，光是圣人使用一次地气的代价，就会让那斩臣心痛，不到关键时候他应该不会取出。更何况他若真要动用地气，那些老祖必然也会请出地气。血煞语气平淡道，要知道低境界的人想要使用地气，就得要用诸多资源补给，不然地气光是吸取一次能量就能把圣人活活吸干了，而那些资源消耗都能让大势力的人一阵肉痛了。所以在末法岁月里，那些大势力几乎很少动用地气，能不用就不用。哼，真想看到那斩臣惊恐的面容。思来想去都觉得稳了的绝美女子冷笑一声，心里已经开始畅想着那斩臣求饶的模样，只是想想就让她面色潮红，兴奋的不能自已。我就先离去了。绝美女子说了一句后就直接离去了。她有些忍不住了，正好之前下面供上来了一批绝色男奴，她就先去议火了。只会发情的女人。光头大汉吐槽了一句，合欢一脉不就是这样的吗？上天上地，只要是活着的东西都能上。道袍老者笑呵呵的，他年轻的时候可也是合欢一脉的老顾客，毕竟他们太会玩了。就算是现在老了没什么兴趣了，有时也会点几个合欢美人前来玩闹。那我也离去了，我的母猫还在等着我的投喂呢。光头大汉嘀咕了一句，也直接离去了。道袍老者无言，你这御兽一脉有时候玩的也是跟合欢一脉逆天，还是他噬魂一脉正常多了，只是玩弄灵魂并品尝灵魂的美味罢了。见两人都离去，无面也是平静说道，那我就继续打探情报去了。话音未落，雾气笼罩他的全身，消失在了原地，只留下原地的道袍老者和血煞小老头大眼瞪小眼。1年后，密室内，叶青云正闭目盘坐在蒲团上，此时他身上的气息越来越深邃，不一会就猛地强大了一大截。等到气息平稳下来后，叶青云睁开了双眸。圣王中期了，可惜那大圣陨落时间太久，流失了许多本源，不过残余本源也足够我突破到圣王后期。叶青云感应了一番体内，虽有些惋惜，但对自己的修为进步还是很满意的。自从天地逐渐开始松开压制后，他的修为也没有像过往那样龟爬了。该出去了，许久没见小扰了，这次就让他提早过来修炼一番吧。他拿出传音玉符，神念对其传音后，就悠哉地回到了寝宫内等待。神女峰，一座古香古色的房间内，香炉檀香袅袅，烟雾缭绕。隐约间可以看见一位身穿青色长裙的绝美仙子正坐在榻上，拿着一本经书，若有所悟。这时一阵脚步声响起，伴随着话语声传来，姐，你怎么又在看经书？顾清扰放下手中经书，抬眸一看，发现是自己胞弟顾源前来。理解前人大道，能让自身有不一样的感悟和看法，对未来修炼很有作用。顾清扰轻声对他解释，并问道，源儿，你来找我何事？我想带姐姐出去游玩一番。顾源眼中闪过一丝金光。游玩？顾清扰黛眉微蹙，又是那个陈天和他弟弟说了什么话吗？想到陈天，他的心里满是厌恶。虽然当时他确实把他抛在了那里，但等陈天来到望尘山后，他也是给足了补偿。结果这陈天不知道何时与自己胞弟认识，甚至和他关系极好，让顾源隔三差五的跟他说那陈天多么多么好，多么多么优秀，一副想要把陈天介绍给他的样子。也不知那陈天给源儿灌了什么迷魂汤。顾清扰心里暗叹一声，是啊，望尘山有些冷清，所以我想带姐姐一起去外界游玩。顾源笑道，陈兄也会一起去。顾源心里默默补充了一句，他知道姐姐讨厌陈兄，因此他想在游玩的过程中让陈兄和姐姐处好关系，毕竟这是陈兄第一次对他请求。不了，我还要继续研究经书。顾清扰摇头拒绝，他可不想看到那陈天，要不是老祖的命令，他都想把他当场杀死了。倏然，顾清扰脸色一顿，拿出了一张传音玉符，这是老祖的。他只是神念一扫，就听到了其中的话音，小扰，老祖我想你了，还不快快过来为老祖暖床。闻言，顾清扰心里有些羞涩，
美眸泛起了丝丝涟漪。姐，谁找你啊？看到顾清饶手中的传音玉符，顾源好奇问道。老祖找我，你先离去吧，我要先去老祖那了。顾清饶面色如常，素手收起了传音玉符。哦，知道是老祖找自家姐姐的顾源也知晓问题轻重，没有再说什么游玩之事，转身离去了。他要去跟陈兄解释一番。而顾清饶只是多带了几件衣裙后，就化作流光往斩尘峰那飞去。神女峰的山脚下，一道身穿素白衣袍的男子正在此地来回踱步，也不知道那顾源能不能把顾神女邀请出来。陈天心里喃喃道，若是未来能有机会和顾神女处好关系，并结为道侣，定要好好玩弄侮辱她一番。他的眼里满是邪念，自从他来到望尘山后，就发现自己竟然不过是一个外门弟子，这让当时的他极为气愤。他那道消息居然只是一个外门弟子，要不是害怕被魔宗他那便宜师尊堵路追杀，他早就扭头走了。不过也因此结识了顾源，顾神女的弟弟。想到顾源，陈天心里满是不屑，只是对他吹捧了几下，就让他找不着北了。要是在魔宗，这人可活不过一个时辰。陈兄，远处顾源的声音已是传来。陈天扭头望去，发现顾源的身影已是落地向他走来，他当即换上笑脸迎了上去。顾兄，情况如何？顾神女答应了吗？说罢，他的眼里满是期待地看向顾源。陈兄，我……看着顾源支支吾吾的样子，陈天心中一沉，知晓顾神女拒绝了。顾源脸上有些尴尬，连忙对他解释道：我姐这次被老祖叫走了。老祖？陈天愣住了，斩尘老祖怎么又把顾神女叫走了？记得除了之前的一段时间，其余时间几乎天天都把顾神女叫走，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修炼吗？是啊，老祖应该出关了，所以把我姐姐叫去修炼了。顾源点头应道，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姐姐回来后就直接跑去沐浴了。原来如此，陈天面上有着些许遗憾，那就没办法了，只好让顾源再找下一次机会了。陈兄，我们去听到台上吧，那里有王者长老在为一众弟子讲道。顾源开口对他邀请。啊，可是我的贡献点。陈天装作犹犹豫豫，一副贡献点不够的样子。看着十分清秀的陈天如此模样，顾源的心中也是有些火热。他大手一挥，十分大气道：放心，贡献点都算在我的头上。这不太好吧？陈天状似不好意思的样子。陈兄，你这是不把我当兄弟吗？顾源瞪了他一眼，扬怒道：哎，那好吧，让顾兄破费了。陈天似无奈应道：这顾兄能处，是个好人啊。陈天心里暗暗感叹，这才对嘛。顾源满意点头。见陈天满脸感激，顾源的心里也是不由得暗爽，原来这就是好兄弟嘛，一眼就能让我心跳加速了。顾源心里若有所思，完全不知道弟弟已经有点长歪了的顾清扰正在和老祖修炼。寝宫内，顾清扰面色潮红地坐在软榻上，一双玉足被叶青云握在手心，玉足晶莹剔透，白里透着粉红，让软榻上的叶青云爱不释手。老祖，你已经突破到圣王中期了。顾清扰问了一句。不错，多亏了小扰经常和我修炼，才让老祖我这么快就突破了境界。叶青云眼中笑眯眯的。老祖骗人，最开始清扰还以为如此行径真能为您加快修炼呢。说罢，顾清扰有些难为情地偏过了头，让叶青云只能看到他的绝美侧颜。我可没有骗你，因为小扰的原因，老祖我可是发愤图强的修炼，生怕哪一天小扰被人抢走了呢。叶青云轻笑一声，并伸手把他的绝美娇颜转回来，让他的心眸能够与他对视在一起。顾清扰没有言语，只是他的耳垂也开始红润了起来。清扰看不上其余男子，要不是老祖您想要如此，清扰一生都不会有男人的。他轻声呢喃着，虽然他的话音极小，但叶青云是何等人物，自然也是完整清晰的听见了。那可真是让老祖我感动，要不是老祖我不怎么想要子嗣，高低得让小扰为老祖生一个。叶青云感叹一声，老祖您说什么呢？神女是不能怀孕的，这是祖训。顾清扰美眸一颤，低语道：嘿嘿，我违背的祖训也不是一两条了，再多一条又何妨？叶青云表面虽不动声色，但心里还是有些发怵的，毕竟祖地内的前辈是真的多啊，也就是吞天魔功和系统奖励给了他一些底气，不然他都只敢过手瘾，不走寻常道。此时顾清扰心里已经完全乱了，万一老祖真要我为他受孕，我是生还是不生？他心里不禁纠结道。对于为老祖受孕，顾清扰也没有最开始那么排斥了，他只是顾虑着此事会对望尘山的声望造成多少打击。看着顾清扰正在认真思考的模样，叶青云笑了，捏着他的脸颊：小扰，你居然真的在考虑啊？顾清扰抿了抿清冷唇瓣，脸上满是红晕，他没有拍掉脸颊上的手，任由他玩弄。来，小扰，快让老祖我亲亲。
叶青云抚摸着她的绝美仙颜，脑袋直接凑了上去。翌日，顾清扰从斩臣殿内走了出来，脸色微红的穿上鞋袜后就离去了。寝宫内，叶青云盘坐在软榻上，嘴里咂巴咂巴的，还在回味着什么。随即他开始思考起了正事。那个陈天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出什么作用，若是受潮过后他还没有展现出什么的话，就把他杀了，获得系统奖励吧。叶青云心里想到。到目前为止，他一共遇到了4个天命之子，其中一个被他杀了，也因此获得了吞天魔功，另一个则是因为不知道在哪闭关的缘故被他放过。不过跟他有关的女人倒是都尝遍了，就算其中一个还再继续坚守底线，也无伤大雅。甚至他还挺享受他一边屈辱却又无可奈何的用其他地方服侍他，一边说着不可破底线的话语。另外2个嘛，就是陈天和萧山。想起萧山，叶青云心里不禁嘀咕道，之前给他设下幻阵后就没有注意他了，也不知道他去哪了。不过估计道心破碎的不成样子了吧。被一众妖兽夹击的滋味，叶青云不敢想象有多酸爽。反正他是不敢尝试的，只要是个正常男人就绝对接受不了那事。虽然现在还不急，但还是多找找天命之子吧。只要杀满5个就能获得金色系统奖励。紫色系统奖励给的是极道之物，金色系统奖励给个真仙器护身不过分吧。叶青云还是怕被祖地一众前辈吊打，而有了真仙器护身，他就能睥睨四方，甚至壮着胆子上了一众前辈。叶青云感觉到身上一道传音玉符的异动，他把玉符拿了出来，发现这是齐仙儿的神念，一扫传音玉符，立马就明白了他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哼，魔道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叶青云的脸上瞬间变得冰冷起来，随即他身形一晃，消失在了原地。齐皇朝，一座巍峨古朴的大殿内，2道浑身散发着幽黑魔气的中年男子正联手使用着一杆漆黑魔幡。漆黑魔幡只是轻轻摇动，就有无数魔魂从中涌出，往殿内中央处那被一柄古剑护佑住的绝美女子袭去。但那古剑氤氲出的红尘之气，让这些魔魂根本就伤害不到绝美女子。奇怪的是，绝美女子脸上并没有露出任何喜意，反而神色有些难看。嘿嘿，齐仙子何必反抗？不然等你法力消耗完，可能会受些皮肉之苦啊。其中一位身穿漆黑魔袍的中年男子看到他脸色难看的样子，忍不住邪笑道，甚至他的目光还在不断打量着他那曼妙迷人的身段，眼中闪过一丝欲念。不错，齐仙子你就认命吧，就算你通知了那斩陈老道又能怎样？等他到来，你早已是被我等擒住了。再说了，你早已被那齐明浩悄悄施了手段，浑身力量发挥不出70%，就算反抗又能反抗多久呢？另一位同样身穿漆黑魔袍的中年男子也是笑道，仿佛齐仙儿已是他们的囊中之物。闻言，齐仙儿黛眉微蹙，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在用自身法力不断灌注到红尘剑上，同时他的心里也在暗恨。他此次过来为王者巅峰的齐皇护道一城，以此来斩断彼此间的因果。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居然又有皇族一脉的人勾结魔道一脉的人，想要把那位齐皇灭杀了，甚至连他都中了一些手段。要不是靠着主人所赐的大圣器，他早就被眼前摩天阁请出的2位圣人底蕴抓住了。见齐仙儿没有言语，只是在不断反抗，来自摩天阁的2位圣人并没有多少意外。到了他们这个地步，道心已是极为坚定，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些言语而闹得心神大乱？二弟，那斩陈老道就算是圣人巅峰，全速来此至少也要耗费7天以上，这点时间够我们把这齐仙儿抓走了。到时候我们也得好好尝尝这齐仙儿的味道。左边的中年男子眼中满是欲念地看向齐仙儿，想到她是望尘山斩陈老道的女人，他就忍不住激动了起来。听说这齐仙儿已是跟着斩陈老道快200年了，必定已是被玩弄得透透了，估计都不需要我们调教了。右边的中年男子也是发出了阴森笑容，他们的话语没有丝毫掩饰，所以也是被默默抵抗的齐仙儿听得一清二楚，这让他的心里满是厌恶。他的躯体只能由主人玩弄，其余人绝对不能碰他的一根手指头。不过一想到主人是圣王后，齐仙儿的心里也是冷笑起来。等主人到来，此地便是你们的埋骨之地，还有那个齐明浩，他要亲自动手把他杀死。完全不知道自己死期将至的齐明浩，此时正面带得意笑容地看着半空中已是被3位王者巅峰围杀的齐皇。其余有想要来支援的皇朝强者，也是被人死死缠住，根本过不去。而在齐明浩一旁不远处，众多皇子皇女已是被他用魔天圈抓住。看到齐皇不断喋血，其中一些皇子皇女已是害怕到身躯颤抖，但也有一位皇子很是硬气，只见他怒目圆睁地看着齐明浩，齐明浩，我乃是皇子，还不快快放了我，不然等皇朝镇压一切，我诛你9族。听闻此言，齐明浩转过头来，满脸笑容地走了过来。皇子一看，还以为他是怕了，忍不住露出一抹轻蔑笑容。
支脉的人果然就是低贱，就算以下犯上又如何？说了几句，还不是乖乖前来放了他？还有他那个妩媚动人的妻子，等会就把他叫来玩弄。对了，这次就在齐明浩面前好好玩弄他，让他知晓自己妻子的另一面。见状，其余一些皇子皇女也是没了恐惧，对其命令道：齐明浩，快点把我们也带走，日后自有你的好日子。不错，你这个支脉的奴才，别忘了你能修炼到王者，还是靠我们主脉供养的。一位身穿宫裙的绝美女子眼中满是高傲，对于这些命令话语，齐明浩一言不发，只是上前对一位皇子伸出了手。然后啊，不，我的根基，我的修为。一位皇子脸色满是狰狞地倒在地上，感受到全身无力，体内连一丝修为都感觉不到了。他明白，他成为了一个废人。承受不住这种打击的他，当即昏厥了过去。这让其余皇子皇女都下意识地退后了一步，想要逃跑，却被摩天圈紧紧缠住，根本跑不掉。齐明浩，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有皇子颤抖地说出了此话。要知道，根基修为被废，除非有逆天机缘，不然未来修炼一途无望，只能作为一个凡人。呵，齐明浩笑了一声，弯下腰贯穿了昏厥皇子的胸膛，拿出了他的心脏，而其生机也已然被断绝。我只是想看看你们主脉的人和我们支脉的人有什么不同，如今看来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同嘛。他捏碎手中的心脏，大量血液从他手中不断溢出。齐明浩笑了一声，接着他再次踏步走了过来，让一些皇子皇女面色大变，眼中满是恐惧。齐明浩，你放过我，不管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明浩大人，我是您指点过的后辈啊，您能不能放了我？我保证日后一定听你的话。明浩大人，我还是完璧之身，我可以任由您玩弄，只求您放过我。很多皇子皇女都在求饶，丑态百出，甚至有皇女对齐明浩露出媚笑，想要用自己的身体活下来。但亦有部分皇子皇女冷眼旁观，他们都是皇族的天骄，求饶什么的他们不屑，左右不过一死罢了。看着这些以往很少拿正眼瞧他的皇子皇女们如此讨好，齐明浩嘴角勾勒出笑容，心里满是兴奋。果然，他投靠摩天阁的选择果然是正确的。齐明浩，你背叛皇朝投靠摩天阁，你日后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一道熟悉的娇喝声传来，让齐明浩停下了脚步，循声望去。只见一位身穿雪白宫裙，在一众皇女中都是出类拔萃的高贵女子，正满脸愤怒地对他大喝。原来是月灵啊！望向齐月灵，齐明浩眼中满是金光，其中还隐藏着一些占有欲。看着他眼中露出恶心的眼神，齐月灵脸上满是寒霜。等祖地老祖知晓此事，必会把你挫骨扬灰。他语气冰冷，仿佛在他眼中齐明浩已经是个死人了一般。摩天阁已经布下了禁制阵法，只要没有打到祖地，老祖他们什么都不会知道的。等齐红一死，我就是齐皇朝的新皇，哈哈哈哈！齐明浩放声大笑，不可能，老祖们是绝对不可能认可你这种稀薄血脉的。一位身穿奢华锦袍的年轻男子冷声道：嘿嘿，我的血脉确实稀薄，但在场不是有这么多血脉浓郁的皇子吗？齐明浩说出的话语让在场众人脸色大变。莫非你想吞噬我们的血脉？有皇子沉声道：不错，摩天阁给了我一道秘法，能让我吞噬你们的血脉，以此来精纯我自己的血脉。而一众皇女也会被我控制，将为我孕育子嗣，到时就算有老祖亲自出来，也不会看出什么的。齐明浩张开双臂，仰头疯狂大笑道，这也让那些没有饶命的皇族天骄心中沉了下去。月灵，你可愿成为我的皇后？这时齐明浩停下笑声，目光看向齐月灵，语气满是真诚。齐月灵在一众皇女中也是天资妖孽，相貌也是绝美无瑕，绝对是皇后的最佳人选。而他们的下一代子嗣也绝对会是人中龙凤，并且还会是下一代的齐皇。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才不会做你这种低贱之人的皇后。齐月灵绝美脸庞上的厌恶几乎毫不掩饰，深深地刺痛了齐明浩那有些自卑的内心，也让他脸上的神色更加疯狂。好，当不当皇后可由不得你。就在齐明浩伸手想要把他抓过来时，一只手突然从虚空中伸出，抓住了他的手腕。只是轻轻一扯，小半条手臂都被撕碎成了血雾，剧烈的疼痛感也让齐明浩脸色微变，连忙退到了远处。浩强，我竟然没有反应过来。看着从虚空中走出一位面容普通的黑袍男子，齐明浩眼中满是忌惮。你是何人？齐明浩目光死死地盯着他，心里不断猜想着他的身份。无名之辈罢了。黑袍男子眼中闪过一缕黑光，他随手一挥，那摩天圈顿时站立了几下，直接被他收入了囊中。一众皇子皇女也得以恢复行动，体内法力运转流畅。多谢大人，多谢大人。他们对黑袍男子认真拱手一礼，表达自己的感激。随后他们也是连忙离去，没有要在此地当累赘的事。
目视他们离去后，黑袍男子也是把目光看向了满脸凝重的齐明浩。这具身体虽然不过是王者巅峰，但也足够收拾这个齐明浩了。黑袍男子心里暗暗想到，随即他没有给齐明浩多少反应的时间，直接杀了过去。不仅仅是此地，就连其他地方也多了一些突如其来的黑袍身影，这让齐皇朝的人和摩天阁的人都愣住了，完全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不过他们一来就攻击摩天阁的人，让齐皇朝的人明白这是友军啊。旋即和他们合力围杀摩天阁的人，让摩天阁的人苦不堪言。而当今齐皇也就是齐红的那处的战场上，齐皇200年前就被重创过一次根基，如今再被重创一次，感觉如何？一位魔气缭绕的恐怖身影与其余2人围杀齐红，并还对他嘲笑道。听闻此言，齐红那有些苍老的面容上满是冰冷，心里恨意滔天。他原本也是一代气吞山河的雄主，早在200年前就已经修炼到了王者巅峰，结果在他意气风发想要突破圣人时，一些人却勾结魔宗人暗害了他，让他突破失败，伤了根基。如今伤势尽复的他，为了能安全突破，准备了诸多手段，但没想到最终还是功亏一篑，让他心中恨欲狂。见他不语，只是出手的越发凶厉，3人都是笑了。送他上路吧。就在3人准备合力送齐红归西时，一道黑袍身影挡在了已经身受重创的齐红面前。他只是简单的挥袖，3人那准备的恐怖杀招顿时灰飞烟灭，同时一股滔天威压向他们席卷而去。圣人！3人面色大变，被那股恐怖威压活活压到了地面上。黑袍男子只是看了他们一眼，就收回了目光。一群蝼蚁而已，不值得他注目。齐红多谢前辈。齐红强撑着已经身受重创的躯体，对其感激一礼。无妨，你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准备后事吧。说完，他就往齐仙儿的方向飞去。虽然已经有一位圣人魔种化身飞去了，但再去一个圣人更加保险。齐红站在原地怔怔出神，最后苦涩一笑地离去了。齐仙儿所在的大殿内，2位道友不要急着走吗？一位身穿黑袍的年轻男子对2位摩天阁圣人露出一抹微笑，看着很是和蔼可亲，但其手上的大圣气却是光芒万丈，和齐仙儿一起围杀着他们。这次摩天阁的2位圣人反而是被黑袍男子和齐仙儿围杀在大殿中央，用手中的大圣气死死抵挡着2人用大圣气释放出的攻伐。大哥，怎么办？站在左侧的摩天阁圣人咬牙输送法力，一边对另一位圣人问道。不知道。右边的摩天阁圣人也是无奈摇头，本来这在他看来应该是万无一失的事，谁知竟有一位陌生圣人突然携带大圣气向他们袭来，再加上齐仙儿也是手握大圣气，自然而然的，他们也是反过来成为了那个被围杀的人。如今就算是通知摩天阁也来不及了，若想活命，那就只有……右侧的摩天阁圣人眼中划过一缕金光，正当他准备动作时，他的身躯却被贯穿了，他面色僵硬住了，低头看向那贯穿了他胸膛的手臂。魔云，你……右侧的摩天阁圣人正想说些什么，却被那手臂快速吸收着自身的一切，让他虚弱的说不出话来。大哥，为了我能活下去，请你去死吧！魔云那邪笑的声音在此地响起。作为和自己大哥相处甚久的人，他怎么会不了解其性格？所以他趁其还在思忖的时候，也是提前被刺了一波。毕竟他可是眼馋了自家大哥好久。随即手中魔光大闪，其一身精华都被他彻底吞噬，这也让他的气息暴涨。不过并没有什么用，跟大圣气一比，他还是太弱小了，但用来逃命却是够了。魔云手臂一甩，那干瘪的尸体，接着他燃烧精血，气息再次攀升了一截。在齐仙儿凝重和黑袍男子那有些讽刺的目光下，他拼着重伤，终于是逃出了殿外。但还没等他流露出喜意，却发现身前不远处虚空上又出现了一位黑袍男子，其浑身上下散发着属于圣人的气息，并眼露笑意地看向脸色已经完全僵硬了的魔云。但真正让魔云绝望的是，他手中拿着一件漆黑宝瓶，看其气息赫然也是一件大圣气。道友，来我大圣气那一坛。这位黑袍男子一笑，手中漆黑宝瓶直接脱手而出，把重伤的魔云强行收入了其中。等他把漆黑宝瓶收起后，另一位黑袍男子和齐仙儿也来到了这里。主人，齐仙儿有些迟疑地看着2人，虽然他们的气息跟叶青云一点都不像，但之前跟他传音的话语声告诉他，眼前的2人正是叶青云。仙儿，2个黑袍男子都是点头笑道：“这2人是我的属下，我暂时操控他们的身体行动。”其中一个黑袍男子开口发出了叶青云的声音。原来如此，齐仙儿恍然大悟，心中满是对叶青云的崇拜。没想到主人竟有2位圣人属下，况且主人还把这些暴露在他的眼中，这是不是也代表着主人对他也是有着感情，而不是把他当做一个可有可无的玩物？
一想到这些，齐希儿的美眸满是迷离。他已经在想着回去该怎么好好报答主人了，而叶青云自然也是不知道齐希儿脑补了什么，他只是对他说道：“你先回望尘山吧，我还在外面，处理完事情就会回去。”说罢，被叶青云控制的两人也是直接离去了。是，主人。齐希儿压下心中各种心绪，脉动连足正想要离开这里，但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止住脚步，神念一扫周围地域，最终在一处废墟那，他看到了奄奄一息的齐明浩，在其周围还有一众人正对他不屑辱骂着。仔细一看，正是之前的那群皇子皇女。齐希儿足尖一点，只是几瞬就来到了他们身后，而那些皇子皇女也是感应到身后一股强大到让他们压抑的气息，他们停下辱骂，转头望去，看到了齐希儿那空灵绝美的身影正在不断走来。西族，众人低头对齐希儿恭敬一礼。齐希儿如今已是圣人，就算辈分没那么大，却也算得上是他们的老祖了。齐希儿素手轻挥，众人也是乖乖让开了道路，也让他得以看见齐明浩那狼狈不堪躺在废墟中的样子。齐明浩目光略显无神地望向走来的齐希儿，怎么，是要杀了我吗？看着齐希儿那冷若寒霜的绝美仙颜，齐明浩平静地说了一句，他知晓自己是必死的了。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他，也没有露出恐惧害怕什么的，让那群人笑话。你所做的事触犯了我的底线。齐希儿眼露杀意，刺骨的寒芒让周围天地变色，气温都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度，让一些修为较低的皇子皇女都不禁打了个寒战。齐希儿不敢想象他若真被那两位圣人抓走会发生什么事，就算未来主人把他救出，他也无颜再面对主人。直面圣人杀意的齐明浩脸色虽更加苍白，但也让他的内心变得十分冷静。他目光望着天空，望向远处早已是被镇压了的摩天阁众人。一切都结束了，齐明浩内心喃喃道。他没有后悔背叛齐皇朝，只是惋惜自己失败了而已。就算重来一次，他还是会选择走这条路。可惜还没有亲手杀了那个贱人。在临死前，齐明浩想起了那个背叛他的妻子，一个把他绿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女人。之前在摩天阁袭来后，他也是直接出手把他关了起来，本想日后好好折磨，最终让他极为痛苦的死去，以报过去的各种憋屈。可惜最终一切成空，未来那贱人还能继续活着，只是想想就让他不甘心。随即心里满是遗憾的他，直接被齐希儿打得挫骨扬灰，连渣都不剩了。灭杀齐明浩后，齐希儿看了一眼众人中的齐月灵后，就直接冷漠离去了。日后他跟齐皇朝再无任何瓜葛，而被齐希儿冷冷看了一眼的齐月灵也是面色煞白，低下琴手，不敢注视他离开的身影。等齐希儿离去后，众人才敢继续出声议论道：哎，西祖走了，西祖还会回来吗？应该不会了。你没发现西祖最开始回到皇朝的时候眼神就极为平淡吗？在众人讨论的时候，有位皇女对着身旁低下琴手的齐月灵关心道：月灵，你怎么了？他之前并没有直视齐希儿，也就没有看到齐希儿的那一瞬目光。没事，只是须臾，齐月灵就抬头神色如常地对他笑道。他内心深处虽然对齐希儿极为愧疚，但他并没有说出来。等一切处理完后，再带着众礼前去望尘山赔罪一番吧。齐月灵心里暗暗想到。与此同时，东域一处灵气贫瘠的平原上，一道白袍身影从虚空中走出。在那魔云的记忆中，这里有一处摩天阁的隐藏驻地之一，倒也算得上是一处躲藏的好地方。叶青云望了一眼四周，发现此处地方人烟极少，几乎算得上是一处荒地了。恐怕世人都没想到大名鼎鼎的魔道大势力之一的摩天阁竟然会在此地立下了一个驻地，而且还是重要驻地之一。接着叶青云浑身气质一变，出尘的仙气转变成了滔天的魔气，脸上血纹密布，就连发丝和瞳孔都变成了血红色，看着很是邪异。血光流转间，看着极为冰冷渗人，完全就是一副屠戮过无数生灵的魔道巨擘。若是有认识叶青云的人在这里，恐怕也看不出其与他有任何关系。对于自己的变化，叶青云自然也是一清二楚，此乃是吞天魔功的秘法之一，大道转换。所谓大道转换，就是能自由转换各种大道，比如仙道转换成魔道，魔道转化成符道之类的。但这些其实都是样子货，表面上任谁看了叶青云现在的样子，都认为他是一个魔头。其实只要叶青云一出手，立马就会露出一些破绽。若真的是一位屠戮无数生灵的老魔头，其魔气也会带着过往那些被他杀死生灵的各种血腥之气。血腥之气越浓，代表其杀死的生灵越多。叶青云虽然修炼吞天魔功，但被他所杀的人一切都被他所吞噬了，这也让他身上没有任何血腥之气。但作为被世人称为禁忌的吞天魔功，自有秘法可解决这个问题。只见叶青云浑身纯粹魔气一变，开始隐隐透露出摩天阁地精的气息。若是让摩天阁的人看见，
必会惊呼这是哪位老祖爬出来了，这下就万无一失了。感应一番体内运转的摩天地经，叶青云暗暗点头。之前他把那个叫魔云的摩天阁圣人给吞噬了，也因此得到了他所有的记忆，其中就包括他对摩天地经的修炼感悟。而叶青云通过魔云记忆来到摩天阁这里的重要驻地的原因很简单，他要吞噬这里的3位圣王和9位圣人用作修炼，虽然其中也有一些这摩天阁对自己女人出手的不爽。接着叶青云对着身前虚空低语了几句经文，片刻后身前空间泛起了一丝涟漪，悄无声息地开启了一条空间通道。叶青云踏步走进通道，等他的身影完全进入通道中，那在外界显化的空间通道也随之渐渐消失了。须臾，当叶青云再次眨眼时，已是来到了一处灵气浓郁的小世界内，而在前方正有一座高耸入云的漆黑山脉。漆黑山脉上空仙雾萦绕，瑞彩千条，若不知道的还以为这里是一处仙道大势力所在之地呢。但叶青云能感应到山脉中有无数散发着魔气的魔修。呵呵，叶青云轻笑一声，一瞬就来到了漆黑山脉上，让一些正在守山门的摩天阁弟子吓了一跳。不过在看到叶青云身上那滔天浩瀚的威压，再加上其散发着独属于摩天阁的魔气，守门弟子当即恍然，这是哪位老祖来到此地了？弟子见过老祖，弟子见过老祖。这些守门弟子对叶青云恭敬一礼，眼中满是崇敬。叶青云瞥了他们一眼后，就直接进入了摩天阁内，完全没有把这些弟子当回事。这些弟子的眼中也满是理所当然，甚至还松了口气。幸好这位老祖的脾性还算好，没有什么看你不爽就杀了的习惯。这些弟子心里暗暗庆幸。叶青云这时已经来到了此处摩天阁的议事大殿中，见过圣王老祖，不知此次前来所谓何事。议事大殿内，一位修为是圣人境的血袍老者正对叶青云恭敬问道，同时心里不禁嘀咕着，是不是他这边血食贪的有些多，让其余驻地的圣王老祖不满了？不然以往一直在自封沉睡减少寿元流失的圣王老祖来此处驻地干嘛？总不可能是没事发癫了吧？叶青云血红眸光一抬，布满血纹的脸上对他露出了一个看着很是狰狞的笑容。我来此只有一件事，不管是何事，属下定会为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血袍老者那满是皱纹的脸上挤出笑容，脸表忠心道，不管他心里怎么想的，嘴上那必定要说的天花乱坠，以此证明自己对圣王老祖的忠心啊。很好，叶青云满意点头，朝他伸出了大手。吞天魔光一闪，血袍老者浑身的本源顿时被他所吞噬。大人，饶！身形越来越干瘪的血袍老者眼中满是惊恐，但他话还没说完就被叶青云完全吞噬了。你的忠心我收下了，就奖励你与我融合一体吧。叶青云感受着体内又强大了一些的力量，心里很是满意。而这血袍老者的陨落也把此地深处正在神园中正在沉睡的圣人和圣王惊醒。何人来犯我摩天阁？哼，这么久过去了，还有不知死活的人来犯我摩天阁吗？一位发丝枯槁，身材矮小宛如孩童的摩天阁圣人破开神园，阴森森地咧起了笑容。紧接着他脸色一僵，有些僵硬，抬头注视着眼前不知何时来到他面前的血发魔头。这血发魔头浑身上下散发着滔天的血腥魔气，那股血腥味极为刺鼻，让这摩天阁圣人咽了口唾沫。他怎么感觉自己在这血发魔头面前宛如稚童一般，杀的人或许还不足他的零头。道友，不知可否借你本源一用？叶青云脸上露出一抹和蔼笑容，但在摩天阁圣人的眼中却很是恐怖。听闻此言的他下意识地退了一步，不，他只是刚说了一个字，就被叶青云直接给吞噬了。小妾。叶青云在吞噬完此人后平淡地说了一句，这也让其余破开神元的圣人脸色微僵，就算是3位圣王也满是凝重。通知其余驻地的人了吗？一位圣王老妪对一位葫芦腮中年男子沉声道，那血发男子散发的气息让他都心惊肉跳，怕死的他想要向其余驻地的人求援。不行，信息传送不出去。试了好几遍的葫芦腮中年男子摇了摇头，这也让老妪心中一沉。他要过来了，准备好死战吧。另一位圣王对他们凝重说道。叶青云眼中吞天魔光一闪，血红发丝无风自动，在摩天阁众人凝重惊悚的目光下杀了过去。一天后，外界神色如常的叶青云从那空间通道中走了出来。此时的他浑身上下还是充满着滔天魔气，并没有转换大道。这次吞了3位圣王和9位圣人后，修为已经突破到圣王后期了。感受到体内又再次暴涨一大截的力量，就连他的寿命也延长了750年，叶青云很是满意。作为能吞噬本源的吞天魔功，生命本源自然也是可以吞噬，不过吞噬一位圣王只能增加100年，一位圣人50年，再往下吞噬的生命本源就微不可计了。
这也是吞天魔功被世人对此称为禁忌的原因。他在这末法时代中太超标了。要知道，在这末法天地中，圣人寿不过3000年，圣王更是只有4000年，相比起以前，可谓是短命的很了。而理论上，修炼吞天魔功的人，只要一直吞噬下去，就相当于长生了。这也让世人心里忌惮，却又满是渴望。如今只要是知晓吞天魔功的势力，都在暗中寻找吞天魔功的传人。他们对吞天魔功极为渴望，其中一些寿元江中的老怪物更是疯狂了。要不是因为自身寿元没多少，他们必定会亲自在外界到处搜寻。先回望尘山吧。叶青云脚步一踏，往望尘山的方向飞去。途中他大道转换，白衣飘飘、英俊潇洒的斩尘老祖叶青云再次出现。7天后，等他回到斩尘殿后，当即把大长老宁仙柔叫来。他之前虽然已经教训过了他几次，让他低头好好认错，但他觉得还不够，况且玩弄在众人面前高冷的宁仙柔让他很有感觉，特别是那种心中不喜却又无可奈何只能服侍他的样子，让叶青云很是兴奋。就在叶青云努力奋斗的时候，那处小世界中有浑身缭绕魔气的恐怖身影来到了这里。这是一名王者大能。此地怎么那么安静？来自摩天阁的王者大能站在漆黑山脉上，皱了皱眉头，同时他的心里闪过了一丝不好的预感。等他来到摩天阁所在的漆黑山脉后，眼前的一幕顿时让他满脸惊恐。只见此地到处都是废墟，地上血流成河，连山脉都被完全染红了。这是死绝了吗？摩天阁的王者大能低声颤抖，随后他连忙跑路，生怕那灭绝了此地的人还没走。这已经不是他能处理的事了。不知过了多久，一位身穿血红法袍的年轻男子来到了这里。他磅礴神念一扫，这座小世界的一切进入眼帘。那人走了吗？血袍男子眼中满是刺骨冷芒。若那人没走，他一定要用那人的血骨与此地陪葬。此地除了我摩天阁的气息外，倒是没有其余气息了。隐藏气息的本领倒是不错。血袍男子见此地并没有其余气息，冷笑一声，接着他拿出了一张以万灵尸骨铸就的血红道图。血红道图上有屡屡能让大圣都为之惊恐的深邃气息划过，此乃是摩天阁的传承准地气之一万灵图。血袍男子直接用万灵图推演起来，想要找到那人留在天地中的痕迹。只是推演了半天，他就只找到了摩天阁众人留下的痕迹，这让血袍男子忍不住怀疑，难不成是自家人做的？也不是没有可能，看来得清算一批不安分的了，正好以此弥补出事后的亏空。血袍男子脑中念头一闪而过，随即直接离去了。叶青云并不知道已经有摩天阁的人过去探查了，就算知道了，他也不在乎。此时的他正在狠狠教训着宁仙柔。仙柔，你不久前露出的是什么表情？一点都没有我望尘山大长老的样子。请宫内。叶青云靠坐在床头，对软榻边已经披上纱衣的宁仙柔调笑道：老祖，仙柔不知晓您说的是什么。已经用清心诀压制心中各种思绪的宁仙柔淡然出声，若不看她身上的轻薄纱衣，那当真是一副出尘绝美，宛如不食人间烟火的高贵仙子。叶青云笑笑不语。在修炼过程中，他禁止让宁仙柔使用清心诀，所以他流露出的各种姿态也是被他看得一清二楚。哪怕他心境超然，也抵不住修炼并加上神修的双重感觉。甚至在他沉沦其中之时，他还悄悄用了留影石记录了下来。仙柔，你看看这是什么？闻言，背对着叶青云的宁仙柔平淡回眸，只是这一看就让他面色微变，差点维持不住淡然。老祖，给我！连忙用清心诀压下心中羞涩的宁仙柔，伸出一只洁白如玉的玉手，上前想要抢夺叶青云手上的留影石。这块留影石绝对不能留。但让宁仙柔意外的是，他竟然很顺利的就抢到了。了解叶青云什么脾性的他，仔仔细细里里外外检查了一番手中的留影石，发现确实是真的。难不成老祖改性子了？宁仙柔眼中有些疑惑，不过之后也是毫不犹豫地捏碎了手中的留影石。仙柔当真是急迫啊，那不过是记录着你和我修炼日常罢了，至于吗？看到留影石变得粉碎，叶青云似有些惋惜地摇了摇头。老祖，那些肮脏东西不能留，会坏了您的心境，仙柔也是为了您好。宁仙柔坐在床榻边，娇躯前轻用她那娇艳诱人的红唇印了一下叶青云的脸庞，并破天荒地说出了温柔话语。是吗？看着他那变得柔和的美眸，叶青云也不知该不该说他手里还有很多他的留影石。当然，您与仙柔如此是为了修炼，而这留影石记录的太清晰，会让您生出一些凡俗的肮脏欲望。宁仙柔的语气满是认真，他把两人的所作所为当作修炼，脑中下意识摒弃了老祖是因欲望才想要和他修炼的想法。这么一想的话，老祖除了破神女身子，好像也没有违背什么祖训了。宁仙柔暗暗想到。看着一本正经为他找借口的宁仙柔，
叶青云当即感动的伸手把他拉入怀中。鲜肉，老祖我当真是没有白疼，白和你修炼啊。说完，叶青云低头和宁仙柔口舌交缠了起来。宁仙柔也是默默回应。不一会，他也是轻轻推开了叶青云的胸膛。老祖，仙柔需要回去消化了。宁仙柔用白皙玉指抹了一下朱唇上的湿润。这次老祖给了他一些圣王本源，让他现在的修为正在不断提升着。回去闭关后，没准这次能直接突破到圣人后期。好，若是不够再来找老祖，老祖管够。叶青云笑了一声，他这圣王本源老多了，还带着能延长寿元的功效呢。一般他可是经常供给自家徒儿，毕竟他就喜欢这能延长寿命的本源。那仙柔就先告退了。站起身的宁仙柔对其拱手一礼，接着拿起地上整齐叠好的素白道袍离去了。目视宁仙柔离去后，叶青云也准备修炼一番了，毕竟他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这时门外传来了一道话音：师尊，紫嫣求见。叶青云有些意外，叶儿过往这个时候可不会过来。进来吧。他话语刚落，一位身穿银白长裙的银发紫眸女子就推开门走了进来。叶儿，你今天是有何要事吗？叶青云一脸淡然，以为岳子嫣现在来是有比较重要的事要禀报，并无任何要事。岳子嫣摇头道：那你是要来修炼？叶青云一听不是要事，那就肯定是要修炼了。不是。岳子嫣再次摇了摇头。那你是过来干嘛的？叶青云懵了，既没有要事，又不是来修炼，那你来我这来玩吗？是本座要来找你。门外突如其来的冷漠话语声让叶青云脸色微僵，他抬眸望向岳子嫣身后，发现了一位身穿淡紫道袍的出尘女子。她一头乌黑秀发用木簪随意挽起，绝美无瑕的仙颜上面无表情，只是在用一双美眸冷漠地望向他，看其身上隐隐透露出的气息竟是圣王初期。是，师尊，您怎么出关了？叶青云连忙下榻，上前迎接那绝美女子，脸上还对她挤出了笑容。怎么，是不是打扰到你的好事了？与神女修炼，与弟子修炼，与长老修炼，可真有你的，叶青云。绝美女子似笑非笑，语气充满冰冷。师尊，我这么做是为了助他们修炼啊。叶青云见她浑身气息变得冰冷起来，赶忙解释。修炼？绝美女子目光冷悠悠的。有你那么修炼的吗？嗨嗨，师尊，你有所不知，我修炼了吞天魔功。叶青云没有隐瞒，直接把自己修炼了吞天魔功之事告知了他。只要师尊知晓了吞天魔功之事，他的那些小事都是可以被原谅的。吞天魔功？绝美女子的面上十分震惊。此言当真？她美眸紧紧盯着叶青云，再次确认了一遍。要是青云当真获得了吞天魔功，那此事自然不算什么，甚至没准连他这一脉的老祖们都不会说什么，而他穆君晚也可以不用再进入祖弟自封了。自然当真。叶青云说着，还释放出了一丝吞天魔功的气息，感受到自身本源在颤抖，这不仅没让穆君晚受惊，反而让他满是喜意。这是真的，外界人应该没有人知道吧？穆君晚运转清心诀，冷静了下来。没有。叶青云摇头，自从200年前他游历神州大陆，并暗中用魔种控制了许多人后，现在他几乎是在用这些魔种化身游走神州大陆。那就好。穆君晚美眸不经意间瞥了一眼岳子嫣，发现他神色如常，一副早就知道的模样，这让他不禁暗暗点头。既然你获得了吞天魔功，那我也可以不计较你的那些脏污之事，但是未来你也要为我和众多老祖补充寿元。想来那些老祖因此也会对你所做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穆君晚那冷漠但又暗含一丝关心的话语让叶青云心中一暖，果然师尊还是在乎他的。是，师尊，不过有一件事徒儿想要和您说。叶青云眼中满是金光。什么事？穆君晚脸色稍霁，语气也没有那么冷漠了。对于叶青云这位从小就被他收养的孩子，他和他的感情自然也是十分深厚。就算是他做了那种事后他也只是生气一阵后就想着该怎么在一众老祖面前保下他，就是想要传递生命本源，需要两人修炼。叶青云说完，目光还悄悄打量着穆君晚的神色，生怕他生气了。什么？听闻此言，穆君晚内心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若真是如此，那岂不是说他要获得生命本源也需要跟青云修炼？这怎么能行？他跟青云怎么可以修炼？他们可是师徒啊！叶青云看着穆君晚脸色复杂，甚至夹杂着一丝犹豫，顿时目光一亮。师尊犹豫就代表着有戏啊！要知道他可是眼馋师尊好久了，特别是他那饱满诱人的身材，可是比师姐赵青音的还要大。师尊，这不就是修炼吗？您不要想得太复杂了。叶青云补充了一句，让穆君晚心里的犹豫渐渐散去。是啊，两人修炼跟往常的修炼没什么不同，不过就是姿势不一样罢了。况且
若是不把青云当作徒弟，他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我需要想想。最终，穆君婉还是没有答应。虽说他心中已经倾向于与青云修炼，但他这个做师尊的也是要面子的，师徒什么的，他还是有些犹豫的。叶青云的唇角微不可察的勾起，成了。至于师尊所说的想想，他自然也是知道师尊是在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或许还是在暗示他主动。毕竟身为圣王后期的徒儿，强迫只有圣王初期的师尊，很合理不是吗？对了，你让青音等会过来见我。穆君婉压下心中思绪，对叶青云冷声道。他自然也是察觉到此地有很浓的属于赵青音的气息，这让他也是有些生气。赵青音这个做师姐的，怎么能和自己的师弟一起鬼混呢？好，叶青云乖巧的点了点头，他自然不会和现在的师尊唱反调。见穆君婉转身离去，岳子嫣也是带着他往斩臣殿内的一处偏殿走去。等两人都离开后，叶青云转头看着白玉璧笑道：师姐，师尊他们走了，还不出来？他目光注视着从白玉璧中走出的一位身穿月白长裙，美得令人窒息的绝美仙子。师姐，你怎么不穿原来那件纱衣了？看着赵青音素手交叠在小腹，姿态雍容高贵的走来，叶青云的眼中也是有些火热。你若是不怕师尊发怒，我自然也是敢穿成那样过去。赵青音瞥了他一眼，语气极为清冷。呵呵，那算了吧。叶青云挥了挥手，他可不想挨打。那我就先过去了。赵青音虽然不知道师尊在哪个偏殿，但他感觉到其有气息留下，循着气息走，他自然能直接找到师尊。看着赵青音也离去，叶青云也没有了自己修炼的意思。希儿、云梦，出来修炼了。他对着白玉璧再次喊了一声。不一会，身穿紫色长裙的纪云梦和身穿雪白宫装的齐希儿走了出来。两位貌若天仙、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一起走出，让整个寝宫都添了几分色彩。而对于能让无数人惊艳倾倒的绝色佳人，叶青云也是一左一右抱在了怀中。齐希儿面色有些娇羞，她已是知晓之后要和纪云梦一起了，而纪云梦的绝美脸庞上却满是平淡，哪怕知道了之后所会发生的事，也没有让她露出多余的神情。见状，叶青云也是凑到她耳边说了些什么，让她的美眸也是泛起了阵阵涟漪，轻点琴手。之后的事，一切尽在不言中。青音，你的修为已经是圣人后期了。偏殿内，穆君婉坐在宝座上，看着前来的赵青音，有些惊讶。要知道，在这末法时代，500年能突破到圣人已是惊艳至极。虽然如今的天地已经没有过往那么压抑，但圣人后期也不是那么快就能修成的。不过他转念一想，青音和修炼吞天魔功的青云修炼，修为提升如此之快，也是可以理解的。赵青音点点头，和叶青云一起修炼，其吞噬的本源他也能分润1、2，并且他突破到圣王后，他的修为也是提升得更快了。好，不愧是我的徒儿。穆君婉脸上流露出欣慰之色，对于自己徒儿能成长到这个地步，他也是喜悦的。不过，你什么时候跟青云搞在一起的？穆君婉脸上欣慰之色收起，转而冷漠开口。虽然未来他也会跟叶青云修炼，但不代表赵青音这个做师姐的就能和师弟鬼混了。400年前，赵青音垂眸道：400年前。穆君婉美眸眯了起来，那不是他闭关不久后的时间吗？这两人见他闭关，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修炼了。你们怎么搞在一起的？穆君婉问了一句。当时青云年幼他还可以理解，但做师姐的赵青音是怎么回事？青云师弟强迫了当时还在修炼的我，没办法，我也只好与其修炼。赵青音语气十分平静。听闻此言，穆君婉深深地看了赵青音一眼，他只是一听就发现了其中的漏洞。当时赵青音可是阴阳镜，而叶青云不过神功镜，神功镜能强迫阴阳镜，你骗谁呢？但他也没有再多问什么，只是转移了话题，跟赵青音说着其余事。而赵青音也是神色如常的跟师尊聊着，有时谈起叶青云小时候的事，让他的美眸里也是泛起了丝丝波澜。不知过了多久，你回去找青云吧。穆君婉开口道，他终究没有禁止赵青音和叶青云修炼，两人能在他闭关后就搞在一起，可见在他没闭关的时候就有些苗头了。如今400年过去，两人的感情应该也是更进一步，阻止也无用。再者，青音修炼速度如此之快，也是跟青云一起修炼的成果，这也让穆君婉没有什么阻止的理由。毕竟他阻止两人的话，也算是在阻碍青音的大道之路了。那青音就先退下了，师尊好好休息。赵青音对其拱手一礼，静静地退了下去。看着赵青音离去的背影，穆君婉脑海中不禁思绪万千，想到之前叶青云那有些隐晦的打量眼神，他心里也是暗暗笑了一声。但一想到未来会跟青云一起修炼，他的绝美脸庞上也是有着微不可察的红晕出现。孽徒。另一边，已经完事的叶青云看到赵青音回来，也是上前好奇问道：师姐，
师尊都问了些什么？你说呢？赵青英瞥了他一眼，他可不信叶青云真的不知道师尊要问什么。嘿嘿，那你有没有和师尊说我们是怎么勾搭在一起的？叶青云笑着伸手环住了他那柔弱无骨的腰肢，把他抱进了怀里，同时隐隐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风从他身上扑鼻而来。没有，师尊并没有多问什么。赵青英微微喘息，吐气如兰道：哦。叶青云目光有些讶然，他没想到师尊没有仔细问这件事，那看来师尊也算是同意我们之间的事了。似想到了什么，叶青云对怀中的赵青英开口笑道：我们只是在修炼。怀中的赵青英美眸有些羞涩，狡辩了一句：对对对，师姐陪师弟一起修炼了400年。叶青云调笑道，在他看来，现在的赵青英很是可爱，完全没有最开始那股不可亵渎的气质。哼，要不是你强迫我，我怎么可能会和你修炼这么久？说起此事，赵青英冷哼一声，当初自己的一次心软就让他得寸进尺，甚至还把他带到他的寝宫日日修炼。一想起最开始的那段日子，赵青英的心里就满是羞意。当初师姐不都是默许了吗？不然我可摸不到你那清冷圣洁的娇躯。叶青云在赵青英耳畔轻声低语，那股热气让赵青英浑身都开始发软了起来。当初我只是怕你忍不住找外面那些不干净的女人，这才对你的要求心软默许，但没想到你这么大胆，居然敢把我关在这里，日日与你修炼。赵青英美眸水雾朦胧，那师姐后悔吗？叶青云问了一句。我为何要后悔？赵青英反问了一句。在他看来，如今的日子很不错，既能潜心独自修炼，并经常与叶青云一起修炼，大道之路畅通无阻。可以说，相比起以往的日子，没有多少变化。也对，毕竟师姐喜欢和我一起修炼嘛。叶青云也是恍然点头，接着他拦腰抱起赵青英，往软榻上走去。今天的神女师姐，她还是很心动的。岁月悠悠，3年时间很快过去。虎谷湿地，就是现在。东域一座浩瀚无垠的山脉上，一处毫不起眼的地方响起了话语声。只见有6位散发着魔气的身影正在围殴一条大蛇。大蛇身躯庞大，直起身子更是如同山岳一般，十分骇人恐怖。但此时这位大蛇已是残躯之身，蛇尾被斩断，就连蛇身也是遍体鳞伤，鳞片不断脱落，已是奄奄一息。随着最后一击落下，大蛇也是断了最后的生机乎。这条神功境巅峰的灵天蛇真是难缠。看着大蛇死去，有人松了一口气，好浓郁的血气。已经有身穿漆黑魔袍的年轻男子正满脸舒爽地用功法汲取着大蛇的血气。别吃独食啊！其余5人也是连忙上来一起汲取大蛇的血气，并且还把他身上一些还算完好的鳞片拆了下来。这个大蛇有化蛟的迹象，鳞片应该能打造不错的防御法器。其中一位面貌30-40岁，同样身穿漆黑魔袍的男子满意点头，多准备几件吧，不然到时一件怕是不够用。另一人开口说道，防御法器确实是要准备几件。有人认可点头，石明师兄，这次宗门是要杀多少妖族啊？其中一个面容圆润的中年男子对身旁的一位身穿漆黑魔袍但上面隐隐间有金色纹路的年轻男子问道。其余5人也是把目光投来，这位在宗门内的地位比他们高，没准会知道什么内幕。不知道，但我听说这次宗门已经和一些妖圣达成了共识，我们杀的应该是和那些妖圣有仇的妖圣地盘下的那些妖族，并且杀得越多越好，毕竟没人会嫌自己的血势多。石明师兄语气平静地对他们说道，他了解的也不是很多，毕竟他的身份说高不高，说低不低的。那未来受潮会是这些妖圣引发的吗？圆润中年男子继续问道。应该吧，我只知道妖族也想要搜集一些血石和东域的一些资源，更多的我就不知道了。石明师兄说到最后还摇了摇头。那圆润中年男子还想问些什么，却被石明师兄直接打断。师弟，你的问题太多了。看着他投来的冷漠目光，圆润中年男子的面色瞬间变得有些苍白，吓得什么都不敢说了。哼！石明师兄冷哼一声，他虽然算是魔宗弟子，脾气比较好的人，但也不代表这人能蹬鼻子上脸了。能告诉你一些东西就不错了，还问这问那的。而圆润中年男子在看到石明师兄收回目光后，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但想起他之前的冷漠目光以及自己的害怕，自觉丢了面子的圆润中年男子也是升起了一丝怨恨。装什么装？不就问了你一些问题吗？也不知宗门是谁传的，这王明脾气好，真会骗人。不过圆润中年男子可不敢把这些话说出来，只敢在心里蛐蛐着。另外4人中，其中一位面容清秀的年轻男子眼中魔光一闪，唇角微勾。与此同时，魔宗弟子到处在东天山脉上屠杀妖族的行为也让深处传来了动静。蛙圣，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一道冷冽刺骨的话音在深处响起。
我只不过是在为东天山脉减轻负担罢了。蛙圣笑着说了一句。东天山脉妖族太多，让这里的灵气都开始变得稀薄起来，所以他的理由很合理，那也不应该纵容外人屠戮我妖族。另一位妖圣冷漠开口，让他们屠戮一些不太听话的妖族不是好事吗？况且我等还有理由向东域发起兽潮，吞吃血石，收集众多资源，并且为我妖族去无存精，培养更多的妖族天骄。你们说这不是好事吗？蛙圣再次问了一句。哼，那你的麾下怎么完好无损？魔修全来屠戮我等的麾下呢？不知是哪位妖圣开口冷笑道。其余妖圣也是冷悠悠地望着蛙圣，想听听他的解释。可能是魔宗和蛙兄有了合作，那些魔修不好意思屠戮他的麾下吧。有跟蛙圣关系不错的妖圣说了一个蹩脚的理由。是啊，我们现在还是讨论向东域发起兽潮的事吧。是极，有几位妖圣也是开口了。他们知道在场妖圣中肯定有嗜血好战的存在，他们也绝对会支持这场兽潮。果然有妖圣点头支持了，兽潮确实可以发动一次啊。我可是好久没有尝到高境界的血石了，我也好久没尝到了。那些上贡来的低境界血石虽然肉质不错，但血液味道极差，跟吃毒药长大的一样。一说起那些血液，那位妖圣脸上忍不住露出嫌弃之色。那不是很正常吗？那些低境界的血石对我等来说不过糟粕，也就尝尝味罢了。真要说美味，还得是那些王者甚至圣人啊。看到有很多妖圣支持发动兽潮，蛙圣也是笑了。至于那些沉默的妖圣，他没有多在意。兽潮能发动就好，其他的他也不关心。想到魔宗给的那些报酬，蛙圣心情大好。魔宗开始了吗？望尘山斩尘殿内，叶青云通过魔种化身看到了一切，对此他只是笑笑，没有多管什么，也没有想要通知那些大势力的样子。东域大乱好啊，暗中收割本源都容易很多，而且还不引人注目。这时叶青云眼角余光看到了身旁的师尊已经悄悄睁开了美眸。师尊醒了。他转过头来对穆君婉笑了笑。看着自己的徒儿，穆君婉也是连忙运转清心诀，把心中的些许羞涩压下。看着师尊又运转清心诀恢复淡然的模样，叶青云也没有在意。自从在3年前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中夜袭了师尊后，他对他的态度就隐隐有了变化，完全没有他早年记忆中的清冷如霜。恢复了清冷淡然的穆君婉也是下榻穿上了缎子道袍，一点都不避讳叶青云。师尊这么快就走了？看着穆君婉似想要离去，叶青云直接伸手拉住了他的藕臂。孽徒还不放手？穆君婉的美目带着冷意的看着叶青云，似是要发火了。如果说最开始叶青云还能被吓到的话，现在嘛，师尊你也不想让这块流影石里面的画面被人看到吧？叶青云坏笑的拿出了一块流影石，让穆君婉脸色微变。孽徒快交出来！穆君婉连忙上前伸出素手想要抢夺，这个东西绝对不能让外人看到。见他压来，叶青云收起了手中的流影石，把他拉入了怀中，并吻了上去。穆君婉下意识的想要挣扎，却发现手中被叶青云塞了一个东西。他美眸一转，发现这是流影石后，顿时就不挣扎了。一盏茶后，孽徒为师要去闭关修炼了。穆君婉那张绝美脸蛋泛起红晕，直接站起身来快速离去，生怕他有什么变态要求。呵呵，看到穆君婉有些狼狈离去，叶青云也是笑了一声。如今的师尊和过往相比，真是反差感十足。定，天命之子陈天想要逃跑，未来轨迹发生变化，收割部分气运，奖励青色系统奖励，大圣弃天圣戟，一颗天罗仙果。陈天想要逃跑，还有天罗仙果。叶青云目光一亮，天罗仙果传闻乃是一株神树上结出的果子，一颗就足以让人突破圣人。可惜的是，用天罗仙果突破也会让人终生止步于圣人之境，这是只适合废物的神物，但凡有点野心的天骄，哪怕获得天罗仙果也不会选择用这个突破的。不过陈天想要逃跑是什么鬼？在望尘山他应该很安全吧？叶青云有些疑惑，随即他下榻准备顺路去看看，等会再去小扰的神女峰上吧。叶青云暗暗想到。望尘山一处外门弟子的院落中，只见一位身穿素白衣袍的清秀男子正躺在床上，眼中满是难看。在他的视线中有一个他人无法看到的面板。你本想去藏经阁查找一下关于斩尘老祖崛起的记载，却被镇守在藏经阁的长老阻拦，表明你没有权限知道。没办法的你只好回到自己的住所。就在你满心苦恼着该如何能够停止体内情感流失时，顾源来了。这让你的心里瞬间有了想法，决定通过顾源去查找斩尘老祖这个难修是怎么解决七情六欲的问题。经过你的一番言语，顾源也是爽快答应，并带你去往了神女峰上，找到了望尘山神女顾清扰。顾清扰得知你们的来意，也是表明自己不知道，会为你们去问斩尘老祖。你大为惊讶，没想到顾清扰竟会如此好心，
让你对他的看法再次改观。等你回到自身住所等待消息时，却发现眼前一黑，你死了。模拟结束，奖励天赋+1。为什么会死？是谁杀的？斩臣老祖。陈天眉头紧皱，心里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他的金手指人生模拟系统，可用来模拟他的未来，不过需要10年才能使用一次。在这次模拟中，他想要知道斩臣老祖的修为为什么提升的那么快，斩臣老祖又是怎么解决修炼望尘天功而情感淡漠的弊端，这些他都想知道。顾清扰去斩臣老祖那里问，随后没多久我就死了，斩臣老祖的嫌疑很大。陈天心里揣揣，有了逃离望尘山的想法。被一个大佬盯上可不太好，并且他可不想做一个只会埋头修炼，心中只有大道的人。那种人生只是想想就让他感到无趣。1年后，席卷整个东域的兽潮就会开启，届时我可以趁此机会假死逃走。陈天心里不断想着该如何让自身正常死亡，还不被看出破绽。但他不知道的是，暗中有一道目光一直注视在他的身上。陈天想要逃走，假死脱身吗？不过他之前怎么有一段记忆空白？叶青云通过前几年在陈天刚来到望尘山后种下的魔种，知晓了他的想法。让他惊讶的是，陈天其中的一段记忆竟然什么都没有。他目光闪烁，心里各种猜测不断浮现。也罢，1年后既然他想假死，那我就让他真正死去吧。死去原因推到魔道和妖族身上，还可以让顾源因此用心修炼。叶青云瞥了一眼来到陈天住所门外的顾源，心中暗暗想到，自从顾源和陈天处好关系后，连修炼都不怎么用心了，让小扰没少在他面前表露对陈天的不满，正好借此机会让顾源重新走回正道，有动力修炼。而且他也可以获得紫色系统奖励，这波可谓是一举两得啊。至于陈天的金手指或者至宝，他并不在意。陈天这几年在望尘山的表现几乎跟普通修士没什么两样，足以看出他的金手指和至宝没啥大用。要不是系统标注他为天命之子，叶青云都要怀疑这家伙是不是假的天命之子了。随后叶青云收回放在陈天身上的目光，几步踏出来到了神女峰上。他刚来到这里，顾清扰就已经有了感应。老祖，您怎么来了？一位清冷孤傲、完美无瑕的绝美仙子从院子里走了出来。怎么，小扰不欢迎老祖我？叶青云笑了一声，并且目光还打量着顾清扰。今天的她身着洁白如雪的长裙，看着宛若仙子凌尘，美得如梦似幻。对于叶青云的肆意打量，顾清扰毫不在意。清扰自然是欢迎老祖到来，只是元儿随时可能会回来，清扰陪您回斩尘殿再修炼吧。顾清扰长身玉立，语气十分淡然。如今对于修炼他已是没有什么羞涩，能以正常心来看待，但过程中就不知道了。放心吧，顾源不会过来的。对于叶青云十分肯定的语气，顾清扰也是眼露好奇，老祖，为何您肯定元儿不会过来？随即他似想起了什么，绝美脸颊上有些微红，莫非老祖是想要哄骗清扰，在清扰的住处修炼吗？老祖真是的，若是让元儿发现了该怎么办？顾清扰抿了抿清冷唇瓣，心里十分羞涩。看他似乎有些想歪的样子，叶青云也没有解释。误会就误会了吧，正好他还没和小扰儿在他的闺房中修炼呢。小扰儿，你的闺房在哪？还不快快带老祖去。说罢，叶青云还上前轻搂住了顾清扰的纤细腰肢。老祖，请跟清扰来。顾清扰轻启檀口，带着叶青云来到了他的闺房。随着房门关上，一道静音阵法和阻隔阵法也随之开启，而叶青云和顾清扰也在里面开始了正经的修炼。又是1年过去，这1年整个东域的气氛都变得有些凝重，许多势力都开始了备战。如今东天山脉时不时就有一些小兽潮袭来，让许多小城池都是被攻破，其内的众多生灵也是被吞吃。其中一次甚至有王者大妖出没，只是张嘴一吸就有许多支援过去的修士殒命，让无数人为之胆寒。幸好这只猖狂的王者大妖没过多久也被那些大势力的来人灭杀，这才没有酿成更大的祸患，但也让无数修士开始远离临近东天山脉的东天州。不过也有极多修士前仆后继的去往那边，这里面有想要用妖族血肉修炼的，亦有看不惯妖族为祸四方的，更有的就是单纯想要杀戮。也正是他们才让那些小兽潮没有翻起多大的风浪，通通都被镇压了。虽然其中有许多人伤亡，但也让那些活下来的人因此赚得盆满钵满。毕竟妖族血肉和其身上的各种部位都是能卖出去的，其中一些部位更是老值钱了。这也让许多散修纷纷获得到了突破的资源，并成功突破。消息一传出去，更是让许多人眼红。紧接着又是一大波人前往东天州，甚至有被利益冲昏头脑的人直接杀上了东天山脉。东天山脉外围一处地狱中，轰！一道phủ光闪过，5颗妖族头颅瞬间斩飞，鲜血喷涌而出。其中一颗头颅更是滚到了一位身穿甲胄的魁梧壮汉的脚下。
梁道友，你的符法又精进不少啊！看着地上死去的5只妖族尸体，跟在魁梧壮汉身后的2人更是惊叹。要知道，这可是5位神功境中期的大妖，合力更是会让神功境后期的人感到麻烦。没想到这位梁道友只是一击斧光就把他们斩首杀死。那当然，之前我就已经带着不少妖族尸体去万宝商会卖了，并在那里买了不少资源。如今的我也是修为大进，对符法也有了更多的感悟。魁梧壮汉笑着对他们2人说了几句，态度很是不错。毕竟这2位为了跟着他也是交了不少资源的，那可真是恭喜梁道友了。2人目光一亮，就连之前给的那些资源都不怎么心疼了。只要能跟着这位猎杀妖族，他们肯定很快就能把那些资源加倍的赚回来。哼，不说这个了，我们还是把这些妖族尸体分了吧。魁梧大汉挥了挥手，他能这么快就斩杀这些妖族，也有身后2人的帮助，因此魁梧大汉也是毫不吝啬。当然，那些重要特别值钱的部位肯定是不会让给他们的。好，2人也是点了点头，他们也是上前用特制的大刀开始分割起了一些部位。不过他们拿的都是一些普通部位，那些重要部位他们没有动，显然也是知道魁梧大汉不会给他们的。见状，魁梧大汉暗暗点头，只觉得他们有分寸，不像之前的一些脑残分不清大小王。倏然，魁梧大汉眼眸一凝，他感觉脚下大地有些震颤感，大地怎么在隐隐颤抖？莫非似想到了什么？魁梧大汉面色大变，跑，快跑，兽潮又要来了！话音未落，魁梧大汉就扛起大斧直接跑路了。闻言，那还在切割部位的2人先是一愣，紧接着就是面色惊恐。不管那还在切割一半的大刀，他们直接当场往东天山脉外跑去，过程中还在不断使用各种各样的符箓加速。真倒霉，怎么这次碰上了兽潮？其中一人一边跑一边还在吐槽着。洪道友，你有没有觉得周围的树林晃得越来越厉害了？另外一人沉声说了一句。洪道友面色一正，目光扫视四周，发现这何止是晃啊，完全就是要塌了。而且身后传来的动静也是越来越大。洪道友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面色瞬间苍白。只见2人后方不远处已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恐怖兽群，妖气冲天，就连天上也看着黑压压一片，不知有多少妖族正在从天空中急速飞来。林道友，我等可能……洪道友惨笑一声，还没等林道友反应过来，他们2人就已经被后方赶来的一只妖族给吞了。其嘴里溢散出的血腥味更是让众多妖族兴奋，齐齐吼叫了一声，让前方极远处正在跑路的魁梧大汉跑得更快了，也让身处东天州的众人面色大变，知晓兽潮又来了。快通知那些大势力的人，这次恐怕有许多王者大妖出动了。有精通旺气的修士看着远方机遇遮天蔽日的妖气，连忙对众人大喊，这让许多人更是面色惊惧，已经有了跑路的想法。这可跟过往的那些小兽潮不同，有王者大妖和没有王者大妖的兽潮完全是2个模样。可以这么说，单单只是王者大妖都有可能把他们团灭了，更别说王者之下数量不知道有多少的妖族了。我等没有那些大势力的联系方式，不过我们可以先去叫之前的那些大势力来人。有人压制内心躁动的思绪，冷静说道。此话一出，也是让众人冷静了一些。之前那些前来的大势力来人可还没有回去，就在不远处的一座大城中。派几人去那座大城通知，其余人继续镇守在这里，不能让这些妖族在东域肆意杀戮。有不忍东域伤亡惨重的修士大声说道，同时他身上有一股强大威压弥漫开来，竟是王者威压。见他乃是王者大能，其余人也是目光一亮，没有反驳。虽然不知道这个王者大能是从哪里跳出来的，但众人也没有多想什么，只以为这是一位有特殊爱好的大人物。况且他们来此自然也是为了利益，所以也是犹豫一二后也就没有离去。就算心里有离去的想法，也没人敢表现出来。毕竟这位王者大能的目光现在可是若有若无的在注视着他们。其中有几人走出来自告奋勇想去那座大城通知大势力的人。对此王者大能点了点头，对他来说谁去都一样，只要消息传到就行。不用了，我们已经来了。不远处的虚空中传来了一道冷漠话语。众人抬头望去，只见有许多散发着惊人气息的修士从虚空中走出，其中最差的都是阴阳镜，让众人目瞪口呆。不过这些修士也是分为了很多个队伍，毕竟他们都是不同势力的人。我等都已经通知了背后势力，如今已是在派遣人手前来，所以我们需要拖延一段时间。有发须洁白的老者平静开口，其所散发的气息让那位王者大能都很是忌惮。王者巅峰，不愧是大势力的人。这位王者大能也是心里暗暗感叹，这些大势力的人只要一句话就能有众多资源供给，而像他这样苦逼的小势力老祖就只能自己找资源和靠一些门下势力的上供，只是简单对比一下就让他羡慕不已。别废话了，
受潮来了，我等还是先挡下吧。有身穿白衣的清冷女子冷言道。望着远处已经能看到轮廓的受潮，众人也是纷纷点头。与此同时，相比起他们那边的凝重气氛，叶青云这边就很快活了。望尘山，神女峰，顾清扰的闺房内，老祖，门下有弟子传来消息，说冬天山脉又出现受潮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受潮。据说这次有许多王者大妖，恐怕背后是有妖圣在动作。清扰身为神女，需要带领门下弟子前去支援。别急，等老祖先修炼完先。半刻钟后，顾清扰面色通红，从房间内走出，看着关上的房门，叶青云也是神情惬意地躺在他的床榻上。只是休息了一会后，他就起身前往了祖地。隐隐觉得魔宗还有其余谋划，不像是单纯的只是要血势修炼。请出大圣老祖作为底牌，就算魔宗还有其余谋划也是不怕。还是稳妥点吧，请出大圣中都极为强势的老祖。叶青云暗暗想到。杀！东天州上到处都有怒吼碰撞声响起，半空中不断有鲜血洒落，染红了大地。其中有妖族的，自然也有属于东域修士的，并且不时有庞大妖族尸骨落下，砸死了地面上的无数兽群和修士，血花四溅。一处神宫境的战场上，正有许多修士拼杀着眼前不知多少袭来的妖族。而就在这时，有阴阳境妖族隐藏气息，混杂在那些妖族之中。等到接近那些修士后，他直接咧嘴一笑，身躯开始变得无比巨大，在他们惊恐的眼神中，张开了那如血盆一般的大口。要死了吗？我不敢。晴儿感受到了他那让人无法反抗的气息，许多修士绝望地闭上了双目。就在那大口将要把他们吞噬的时候，一道凌冽剑光突然从远处袭来，直接在那阴阳境妖族的身上斩出了一道深可见骨的剑痕，让他发出了一声哀嚎，连忙用神通退后。听到声响，这些修士也睁开了双眼，映入眼帘的是一位站在半空中身穿白色剑袍的束发男子，其手中拿着一柄散发着阵阵剑芒的青色长剑。只见他抬起长剑，身后隐隐有一股庞大虚影浮现，跟着他一起抬起手中虚影长剑。紧接着，随着剑袍男子斩落，一股让他们毛骨悚然的恐怖剑意直接斩杀了在他们眼里无比恐怖的阴阳境妖族。好帅！看着剑袍男子，有女子眼冒小星星，满眼都是他的身影。我认得他，他好像是万剑阁的剑无声。有人看着那道背影，似乎认出了他，惊呼道：万剑阁的剑无声。其余人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剑无声可是当今万剑阁的剑子，天资妖孽，也是预定的下一任万剑阁阁主，可以说是未来东域的主宰者之一。你们去支援其余人吧，这里就交给我了。剑无声挥剑再次斩杀了身前不断袭来的神宫境妖兽，平淡地对身后众人说了一句：多谢剑子，多谢剑子，多谢剑子。众人都是对他拱手一礼，脸上满是感激。要不是这位，他们可能就要埋骨此地了，不，可能连尸骨都留不下来。随即他们也是纷纷离去，去支援了其他地方。等他们离去后，一道轻笑话语声也是在此地响起：剑无声，没事乱跑去救他们干嘛？在这里死人不很正常吗？剑无声再次斩杀了身前的一批妖族后，瞥了一眼远处左侧正不断走来的赤发男子。男子赤红发丝飞扬，面容英俊，嘴角挂着一丝笑意，身上赤红火光萦绕，周围的虚空都在被灼烧破碎。既然看见了，我又怎能坐视不管？毕竟他们也算是为了东域而战。剑无声淡淡开口：他们又与我等无关，就算死了也会有人继续接替而来，完全没有救的必要。赤发男子摇头，并不认可剑无声的话语。在他看来，要不是有利益并且不好离去，这些人早就跑路了。这只是你的想法，不是我的。剑无声再次斩杀了一批前方袭来的妖族，那可真是遗憾。赤发男子平淡说了一句，他不理解剑无声的想法，也没想去理解他的想法。行了，你来这里找我做什么？剑无声不想再和他说此事了，所以也是问起了他的来意。有魔道众多势力的人出现，其中以魔宗为首，并且他们还在四处战场上用魔功修炼，甚至杀伐修士和妖族。说起魔道，赤发男子的语气也是有些冰冷。正常，此地对魔道的人来说可是上好的修炼宝地。剑无声并不意外，此地死了那么多生灵，魔道的人不来才奇怪。但赤发男子接下来的一段话让剑无声眼眸微凝，上面的人怀疑此次受潮是由魔宗的人引动的。剑无声蹙起眉头望着赤发男子，那些妖圣跟魔宗的人合作了，应该就是如此。那些妖圣估计也不想再被我们背后势力限制屈居一地，想要借此机会试探底线了。赤发男子点了点头，那东域恐怕要发生一场圣人大战了。剑无声眼眸深邃，不错，那些妖圣要为此事付出代价，这也是众多势力的意思。
赤发男子说出了没有丝毫情感的话语：妖族想要上桌一起吃饭，先看看自己的拳头硬不硬吧。而在东天州另一处地狱，顾清扰带着一众望尘山弟子前来帮助众人抵御受潮。而在一众望尘山弟子中，身为唯一难修的陈天在其中自然是极为显眼。该找个机会跑路了。陈天斩杀了身前的几位妖族，心里暗想道。旋即他开始冲上前斩杀妖族，表面上看来他是在大展神威，但其实却在若有若无的开始远离起了大部队。他的这一举动也是被一直暗中盯着他的顾清扰所发现，不过他却若无其事地收回目光，并没有去管。老祖说了，这次陈天会战死在这里。而陈天也是越走越远，很快就被一众妖族围在中心。这个位置他们应该看不到了。对于自己被妖族包围，陈天脸上丝毫不慌。过往在模拟中他也是寻到了不少机缘，圣器还是有几件的，够他跑路了。就在他用圣器保护自身，并扯下望尘山弟子的服饰准备假死时，一道如鬼魅般的黑袍身影却突然出现在陈天身后。他伸出手无视了那件保护他的圣器，在陈天惊骇的目光下直接把他的修为封印，并让他昏睡了过去。看着倒在地上的陈天，黑袍身影也是轻笑一声，把他收入袖中。紧接着他身形虚化，消失在了原地。与此同时，天穹之上有6位浑身缭绕着仙光的恐怖身影在与对面6位散发着滔天妖气的身影对峙。你们做得太过了。一位恐怖身影剑目冷冽，无数剑气在其周身若隐若现，让对面的妖圣目光隐隐有一丝忌惮。剑阁主，我等也不过是想争取些利益罢了。蛙圣语气淡然，就算没有和魔宗合作，他也是对这些东域大势力不爽。把一位圣人限制在一处山脉上，谁都会不满，更何况还跟其余圣人挤在一起。他相信其余妖圣也是对这些大势力不满，发动受潮也是早晚的事。妖族杀戮太重，有违天和，能让你们居住在东天山脉，已是我等的怜悯。没想到汝等居然还如此贪婪。哼！另一位缭绕仙光的恐怖身影冷哼一声，似是对妖族极为不爽。胡说！那些说法明明是你们强加给我族的。有妖圣满是怒火地瞪着他们。他妖族杀戮太重，有违天和，你们人族怎么好意思说这话的？黎明道兄，跟他们说这些干什么？不过是一群孽畜罢了。一道恐怖身影平静说道。不错，我看还是斩杀这些孽畜，让那些还在东天山脉的孽畜知道什么是东域不可违背的天。另有恐怖身影说出的冷漠话语让妖圣脸色大变，此地气氛顿时开始变得凝重起来。剑阁主沉默半晌后，对最后一名默不作声的恐怖身影问道，不知月圣主有何想法？此话一出，另外4位恐怖身影也是把目光望向了月圣主，也就是月子嫣身上。妖圣太多了。月子嫣简单的话语让那4位恐怖身影也是暗暗松了口气。这待望尘山圣主同意就好，不然若是他拒绝，他们也是有些为难的。虽然他们都算是同一层次的势力，但同一层次也是有差距的。就比如望尘山，据传其出了不止一位大帝级的人物，但到底出了几位无人知晓。毕竟其度过的岁月太过长久了，就算是5人道统中最古老的万剑阁，也是不知望尘山到底是何时建立的。而他们背后的老祖提起望尘山也满是忌惮，这也让他们对于望尘山有一丝尊敬和忌惮。远处的蛙圣看着月子嫣，妖异的眸子中划过一丝微不可察的忌惮。望尘山的大名在妖族也是响彻四方，就连东天山脉的一众妖圣对其也是能不惹就不惹。当然，若是望尘山当真欺人太甚，他们也不会怂就是了。不过这代的望尘山圣主的面貌，我怎么好像在哪里看过？蛙圣脑海中刚出现这个疑问，就没有多想了。对面的6人已经杀过来了。轰！东天山脉上，一众妖圣看着云海上的圣人大战，也是沉默了。地位终究是打出来的。有妖圣目露冷芒，踏步往那处圣人战场走去。不只是他，还有部分妖圣也是前去。不过还不等他们进入那处战场，就被其余出现的圣人拦住了。他们部分是大地势力的其余圣人，还有一些是那些准地势力的圣人。看着新出现的一处战场，更多的妖圣站在东天山脉上，无言他们没有去支援，毕竟不管去多少也会被拦，而且他们还要防备魔道的人。那些嗜血好战的家伙都去了。一位妖圣开口，去了也好，发泄，没准脑子都打清晰了。另一位妖圣笑道。其余妖圣默然，他们心中确实对人族十分不满，但也知道隐忍的意思。没有力量的反抗只是自寻死路，还不如韬光养晦的默默发育，等待时机呢。北域的妖庭有没有说什么？有妖圣问了一句。妖庭又在内乱了，怎么可能有时间管我们？又内乱，看来自从那位妖皇失踪后，迟迟没有新的妖皇上位啊。正常，那位好歹是真龙，能压服那些妖圣，
但其余妖族怎么可能压制那些古老妖族？更何况为了妖皇之位，那些古老妖族肆意打压其余妖族，让那里更乱了。一位妖圣摇了摇头，那未来只能看我们自己的了。问话的妖圣也是不把希望放在了北域那边。随即此地顿时平静了下来。东域齐州一处和东天山脉交接的地方上，正传来阵阵碰撞声，隐隐间还有话音响彻。不能让那些妖族冲过去，不然这些妖族会直入齐州，杀戮无数的。一位身穿甲胄的中年男子手持战枪，与身前不断涌来的妖族厮杀，无数鲜血把他的全身甲胄染红，让他如同在整个血液里浸泡过一样。是，知道了。其余人也是浴血搏杀，大声喝道。就算已经有人身体满是疲惫，但想起在齐州的亲朋好友，也是继续咬牙撑了下去。啊！这时一阵惨叫声传来，几位同样身披甲胄的身影挡不住了，直接被一些妖族找到机会分食，连尸骨都没有留下来。小波看着这一幕，有老者悲痛的怒吼一声，眼中满是血泪。看着儿子的身死，他很是悲痛，心里对妖族已是恨意滔天。他的吼叫也吸引来了一些妖族的注意，让那些把人影分尸的妖族冲了过来，眼露嗜血兴奋。你们这些畜生！老者眼露刺骨杀意，浑身精血直接燃烧，气息膨胀到了阴阳境。就算是死，他也要跟这些畜生拼了。倏然，无数道形如红莲的天火从天降临，焚烧着众多妖族，让他们哀嚎声不断，最终泯灭成灰。这让原本有些杀戮到麻木的众人回过神来，抬头看去，只见一位全身笼罩在黑袍中的身影正站在半空中。他只是挥挥手，就有无数天火降落，烧死一大片的妖族。这是红莲天火。有人认出了这道天火，他是圣人。感受到黑袍人的气息，更是有人惊呼道：圣人！众人微微低头，以示自己的恭敬。黑袍人望着这一幕，没有言语，只是在心里感激说道：多谢童老借我力量。无妨，我们什么关系？黑袍人脑海中也是传出了一道笑呵呵的话语：萧山日后一定会报答您，为您除掉那个害您身死的叛徒。萧山语气满是认真。齐州是他的家乡，当得知齐州遭遇到了受潮后，他二话不说立马赶来，途中也是借用了通老的力量才让他快速赶来，不然光是赶路都会耗费大量时间。你这孩子真是……通老的话语也是满含欣慰，心里感动，觉得自己的眼光好像也没那么差。萧山笑笑不语，目光扫向下方，偶然间发现了一道身穿素白衣裙的绝美女子，是林天雪。她怎么会在这里？萧山心里有些疑惑，不过当他看到其手中长剑满是鲜血后，也是了然。这也让他原本的一些小心思被他掐灭。既然他为了齐州来此杀妖族，那他自然也不会做什么不好的事。他是要和他一战，但那是公平一战，并战胜他，向他证明他萧山不是废物，而不是如同小人一般用借来的圣人力量去以大欺小。但此时萧山心里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通老为何我看到妖族会下意识地感到恶心？看着一众妖族尸骸，萧山皱了皱眉头，心里满是厌恶，仿佛这对他来说是什么肮脏污浊之物。这也让他摸不着头脑，所以他也是问起了通老，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通老也是不知该怎么跟萧山述说。难不成我要跟你说你之前在那秘境中几乎跟个死人一样的事？通老在心中嘀咕道。想起当时他那双眼无神、浑身脏乱的模样，再想起那些记忆，通老也是暗暗摇头。若不是他把那些记忆封印了，萧山现在绝对不会和往常一般。应该是你看到家乡被这些妖族入侵，让你也是对妖族发自内心的厌恶吧？通老随意找了个借口。是吗？十分信任通老的萧山没有怀疑，只是低头沉思着。难不成我真的只是因为家乡被入侵而对他们感到厌恶？萧山隐隐觉得好像并不是如此，只是他也想不出其他厌恶妖族的理由。而下方的众人看着那站在半空中的黑袍圣人正低着头，好似正看着他们一样，让他们也是有些紧张。师姐，这位前辈为什么一直低着头？林天雪身旁的一位白衣女子疑惑地问了一句。可能这位圣人的举动另有深意。林天雪语气淡然，他其实也不知道这位圣人为什么在低着头，但他想了想，也是对师妹说了此话。圣人的举动我们猜不到，但肯定是有目的的。随即他也是没看师妹那若有所思的神情，转头望向远处那因忌惮圣人而不敢前来的一众妖族，他心中隐隐松了口气。原本他并不是负责此地的，但在得知齐州被受潮侵袭后，有些担忧父母的林天雪也是找到了老祖爷青云。在付出一些代价后，他也是成功替换了一位师姐负责此地。想到为此付出的代价，林天雪的心中满是羞意。没想到这里竟有大鱼。倏然，不知何处的虚空中传来一道邪魅话语声：
同时一股浩荡气息弥漫开来，让下方众人脸色大变。竟又是一位圣人到来。萧山也是回过神来，抬头眼神凝重地看向眼前不远处从虚空走出的中年男子。中年男子身穿暗袍，面貌俊朗，一头深绿长发垂落腰间，看着很是邪异帅气。此时他正眼露火热地看着萧山，让萧山不禁蹙了蹙眉。他知道这是在看猎物的眼神。你是何人？萧山开口，用比较苍老的声音问道。魔宗长老血离天。血离天面上风轻云淡，一点都没有隐瞒的意思。他来此处的消息，该知道的那些势力都知道了。倒是没有想到，此次我运气这么好，碰上一位正处于虚弱状态的圣人。血离天邪笑一声，他并不知道萧山的力量是借来的，只以为是一位受了伤的圣人。而他的话语也是让底下众人脸色多了一丝难看。若这位前辈处于虚弱状态，那岂不是哼？就算是虚弱状态又如何？杀你足矣。萧山冷漠地说了一句。他能让通老附身代打，而且通老更是有一件极道地兵，眼前的魔宗圣人拿头来打。但雪离天并不知道这些，此时的他听到萧山的话语后更是大笑。区区一个圣人初期就敢这般大言不惭，不过没关系，我会让你和我融为一体的。魔宗圣人眼中满是贪婪地看着萧山，吞噬圣人道果能让他修为大进，如今眼前的圣人处于虚弱状态，完全就是天赐良机啊。要知道正常状态下的圣人可没那么好杀。那就来试试。萧山面容冰冷，身上形似红莲的天火开始缭绕，让方圆不知多少万里的地域温度急剧上升。你们速速离去，此人我会将其斩杀。萧山对底下众人说了一句。其实底下众人不用他多说，早就开始跑路了。两位圣人大战的余波都不知道能杀他们多少次了，所以他们也是早就跑到极远了。至于那些妖族，也是前往了其他地域。这里有2位圣人，惹不起惹不起。竟是红莲天火，哈哈哈，买一送一啊！魔宗圣人并没有在意底下众人的离去，此时他的目光正紧紧盯着萧山身上那形似红莲的天火，眼中的贪婪几乎快要化作实质。此时他身上的滔天魔气也在爆发，让周围地域瞬间变得暗淡了下来，与萧山那如太阳般耀眼的身姿有了鲜明对比。两人碰撞间，巨大的声响也让远处的众人听见了，跑得也更快了。就在萧山与这位魔宗圣人大战时，另一边东天州也发生了意外。你们大战如此火热，应该也不介意我们魔宗前来插手吧？天穹上，本来两方正在大战的圣人听到话音，也是连忙退后，警惕地看着来到此地的5位魔宗圣人魔宗五脉。你们果然都来了。有仙道势力的圣人冷漠说道。他们早就猜测此次受朝定有魔道的人在搞鬼，如今魔宗五脉圣人出现，也并没有让他们感到意外。哼，这场盛宴如此重大，自然也是少不了我魔宗。合欢一脉身穿透明纱衣的绝美女子轻笑道。说罢，他还笑盈盈地看向了银发紫眸满是清冷出尘的月子嫣。不知斩尘圣人在何处，可否请月圣主告知？他脸上满是妩媚，美眸如嗔似怨，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被那斩尘圣人怎么了呢。哪知月子嫣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让合欢面色微僵。但只是一瞬，他的脸上又恢复了往常的妩媚。装清高的婊子，他在心里暗暗骂道。汝等来此是为了做什么？万剑阁阁主冷漠地望着5人，自然是想要帮助我们的盟友了。魔宗5人中一位道袍老者开口了，他所说的盟友自然就是一众妖圣了。多谢道兄。蛙圣也是学着人族礼仪对其拱手一礼，在其身旁也是有部分妖圣跟着他一起拱手一礼，但有更多的妖圣冷眼旁观，对魔宗完全没有什么好感。杀了他们的妖，还想让他们对魔宗的人感谢？你怎么不做梦呢？就凭你们？有圣人不屑地看着5人，他们的人数可是魔宗圣人的好几倍，哪怕魔宗血煞是圣人巅峰又如何？围杀都能把你围死，那再加上我们呢？冷漠无情的话语声响彻天穹，让仙道大势力的圣人都闻声望去。只是这一看就让他们眼神凝重了起来。没想到东域的魔道势力都来了。看着一众来者几乎快堪比他们数量的魔道圣人，有圣人沉声道：他们想要做什么？与我等彻底开战吗？一位仙道势力的圣人皱了皱眉头。或许吧。在其身旁不远的圣人淡淡说道。而在一众魔道圣人中，其中一位魔道圣人咧嘴笑道：我等想做之事，等会你们就能知道了。这话也让那些仙道大势力的圣人心中一凛。莫非这次魔道准备了什么杀手锏？一些圣人不动声色，已经开始在暗地里通知老祖了。只要老祖一来，这些魔道圣人就算有什么计谋也没用。但很快他们发现消息传不出去，这也让他们心中一沉，有了不祥的预感。汝等想做何事？不知可否请你们告知于我呢？
不知从何处传来的轻笑声，让在场众人都是眼眸微眯。他们抬眸望去，就见一位身穿白袍的年轻男子正负手踏步走来。是他，望尘山斩尘。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来了。看到叶青云到来，一众魔道圣人也是眼眸划过一丝凝重。其中有3位圣人巅峰的魔圣，在感知到叶青云同样是圣人巅峰后，更是让他们心中产生忌惮。没想到这后辈修为进步如此之快，居然都快超了修炼有2000多年的他们。相比起一众魔道圣人的沉重，仙道势力的圣人就有些面露喜色了。这位的修为看来在我等当中已是极为高深了，他已是圣人巅峰，甚至距离圣王只有1步之遥。看来是不用太担心魔道了。不管是与望尘山有仇的还是没仇的，都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这位望尘山老祖的气息让他们忌惮，可见就算不是圣王，也是离圣王不远了。不过其中一个身穿雪白仙裙的绝色女子，在看到叶青云后，却是在暗地里轻哼一声：“师尊，您来了。”清冷绝美的月子嫣来到了叶青云身旁，对他拱手一礼。叶青云笑着对他点点头，接着他把目光望向了一众魔道圣人，不知何人能回答叶某的问题。叶青云的语气淡漠无情，肆无忌惮地散发着圣人巅峰的气息。他没有暴露出圣王后期的修为，怕把暗中的几位圣王给吓跑了。感受到其身上传来的阵阵压迫感，一众魔道圣人也是脸色不好看。你现在就能知道了。魔宗血煞一脉的血袍小老头耳中微微一动，似听到了什么后，唇角微勾起来。他话音刚落，一股血煞弥漫的大阵渐渐开始成型。东天州，这是怎么回事？顾青扰带着其余人击杀了众多妖族后，看着4处魔纹突然浮现，黛眉微蹙。紧接着他就看到这些魔纹开始吸收起了大地上不知多少的尸骸，无尽尸骸破碎成灰，魔气翻涌滚动，一道魔光照耀天地，直通天际。这是什么东西？魔道的手段吗？绝对是，这魔气太浓郁了。魔道想要做什么？顾青扰身旁不远处的人都在互相讨论着。神女大人，我们该怎么办？一位身穿白色纱裙的绝美少女对他恭敬问道。她是望尘山的一位真传弟子。其余望尘山之人也是把目光放到了顾青扰的身上，等待着他的命令。先等等，看看老祖和圣主的命令有没有传下来，若是没有，我们直接离去。顾青扰平淡说了一声。反正在这场受潮中，他们望尘山也是出力了，如今就算直接离去也没人会说什么，毕竟这边的妖族都死完了。我望尘山这次陨落几人？顾青扰心眸一转，无人陨落，不过您的追随者陈天却是消失了。绝美少女恭敬地说出了此话。看着顾青扰那依旧平淡的绝美容颜，她也是丝毫不意外。绝美少女知道青扰神女很讨厌那个陈天，所以她也是没有丝毫隐瞒。她知道青扰神女并不会因此生气，那就去找找吧，若是实在找不到，就不用继续找了。顾青扰语气淡淡道，哪怕她讨厌陈天，但她好歹也是他的追随者，表面功夫还是要做到位的事。绝美少女低头应了一声，她听明白了神女大人的意思，若是找不到，就直接当那陈天陨落了。左右不过是一个外门弟子罢了，没人会关心。不只是这里有冲天魔光，东天州另有8处地方同样升起了直冲天际的魔光，宛如8道通天魔柱一般。这9道魔光在天空中展开了一道大阵，无数还在袭来的妖族哀嚎一声，化作浓郁血气被大阵吸收，让大阵的阵势不断加强。这是在血界。望见这一幕，顾青扰心眸一凝。不错。这时一道平静话音传来，顾青扰转头望去，远处一道血袍男子正在走来，并且还有无数魔道之人也在袭来，目标直指在场的修士。血袍男子没有管那些已经在大战的身影，而是在直视顾青扰。两人对视间，虚空都隐隐有了哀鸣之声。但顾青扰惊讶地发现，血袍男子的实力竟在缓缓增强，这让他想到了什么，抬头望向了那道大阵。莫非是此阵给了他加持？此乃我魔宗的噬灵天绝阵，在此阵中，我们的实力能被加持大增。血袍男子脸色轻松地说了一句。其实他还有一句话没说，不只是噬灵天绝阵，一众魔道势力还立下了禁断天地的阵法，保证在一段时间内外界无人知晓这里发生的事。噬灵天绝阵，顾青扰瞳孔微缩，面上满是凝重。据传这噬灵天绝阵乃是魔宗始祖天魔帝所创，曾以此斩杀过一位大帝，凶威赫赫。但动用此阵需要血祭无数生灵，这犯了无数势力的忌讳。天魔帝逝去后，魔宗都不敢使用此阵，生怕被动真格的无数势力围杀了。虽然他们祖地确实是有东西能遮掩自身地盘不被找到，但也不代表着真的就万无一失了。你们居然敢动用此阵，不怕被众多势力围杀吗？顾青扰冷静了下来，语气满是冷冽。这魔宗敢动用噬灵天绝阵，
就不怕把其余4域的大势力牵扯进来。我魔宗既然刚用，自然也是有能面对未来一切危机的底牌。血袍男子轻笑一声，其实他也不知道魔宗有啥底牌，但并不妨碍他说出此言。在他看来，魔宗高层也不是傻子，敢用此阵自然也是想过了未来种种。既然他们敢用，就代表着他魔宗有了不惧一切的底气。听闻此言，顾清扰的绝美脸庞上满是淡漠，没有丝毫波动，不知在想些什么。血无涯，跟他说这么多干什么？还不快赶紧把这带的望尘山神女杀死！远处一位身穿黑紫纱裙的绝色女修飞来此地。是急是急，其实我还挺想尝尝望尘山神女的滋味呢。一位身穿黑白魔袍、面色有些苍白的微胖男子笑眯眯地走了过来。敢侮辱神女大人，找死！之前那位白色纱裙的绝美少女听到他的肮脏话语，也是俏脸寒霜地杀了过去。她要亲手斩杀此人，让这些魔宗人知道望尘山神女不可辱。哎呀呀，你怎么这么暴躁啊？不就说了一句吗？微胖男子嘀咕了几句，随即他也是迎面与其碰撞，和他大战了起来。而远处还有几位魔宗天骄前来，身后还带着一众魔宗弟子，他们目光冷冽地望着望尘山众人，杀机毕露。杀！吴起冷喝一声，率先杀了过去。其余魔宗人包括血无涯也是跟着他杀了过去，杀绝魔宗之人。顾清扰只是简单的命令一句，提起手中不知何时出现的冰寒长剑，朝一众魔宗之人杀去。保护神女大人！一众望尘山弟子也是目露冷芒，跟着顾清扰一起与魔宗之人大战起来。霎时间，此地碰撞厮杀声不断，大战连天。天穹之上，叶青云望着底下无穷魔气冲天起，萦绕着众多魔道圣人，让他们都是满脸舒畅，气息大涨。这是噬灵天绝阵。魔宗，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有圣人目露惊怒地看着魔宗5人，这些人难道就不怕他们背后真正的底蕴，甚至被其余4域的人一起围杀吗？当然知道。血袍小老头眯眼享受着自身实力的膨胀，如今他的修为已是被加持到离圣王只有半步之遥了。只要你们都死了，我等也能不惧一切了。他冷冷笑了一声。什么意思？有仙道势力的圣人皱眉，什么叫我们死了，你们魔道就能不惧一切？难不成他们身上有什么能让魔道得到不惧众多势力的底牌？叶青云也是眼眸深邃，若有所思。他的魔种化身自然也是有着魔宗人的，但他也没有搞清楚魔宗的真正底牌。莫非是他们祖地内的那个东西？叶青云，让奴家看看你的真本事吧。何欢感受到自身不断膨胀的力量，玉容上满是自信。他有些飘了，都敢直接称呼叶青云的名字了。哦。叶青云放下心中思绪，看向了那个身披轻薄纱衣的何欢。何欢那有些熟悉的面貌也是让叶青云回想了一下。我记得你是那个骚女人的徒弟。叶青云记得200年前的2位风骚女子，其中一个熟透了，另一个还有些青涩，不过那个熟透了的被他斩杀了。哼！听见叶青云称呼他师尊为骚女人，何欢也是冷哼了一声。天兽道兄，噬魂道兄，助我一臂之力。何欢语气不再娇媚，而是变得有些冰冷。好。道袍老者点了点头，正想试试这斩尘圣人到底有多强。光头大汉咧嘴一笑，身后有一条不知多长的狰狞魔龙浮现。狰狞魔龙一出现，就仰天长吟，惊天动地的龙吟声震得无边云海开始破碎，仿佛是在来宣示他的出现。魔龙，跟我上！光头大汉大喝一声，面色有些兴奋地冲向了叶青云。狰狞魔龙跟在其一旁，浑身漆黑，龙鳞散发着冰冷的寒芒。他张开大嘴，似想要把叶青云给吞吃了。见状，何欢和噬魂眼中杀意弥漫，从不同位置杀向叶青云。就连一众魔道圣人也是动了，除了有3位魔圣巅峰同样杀向叶青云，其余魔圣却是把目光放在了其余仙道势力的圣人上。毕竟柿子还是要挑软的捏。放肆！魔头好胆，找死！一众仙道势力的圣人也是怒喝。虽然你们实力大涨，但也不代表我们就弱了。轰！如此多的圣人碰撞，让此地无垠虚空破碎，也把远处看戏的妖圣给惊到了。我们要帮魔宗吗？其中一位妖圣把目光看向了蛙圣。蛙圣想起魔宗给的那些好处，咬咬牙，帮，当然要帮。你们要去帮就去帮，我可不去。有妖圣冷漠说了一句，之后他就回去了。他是好战嗜血，但也不代表他喜欢去送死了。我也要回去。我也是。又有2位妖圣跟着他一起离去了，显然他们也不想继续待在这了。至于原地的3位妖圣大眼瞪小眼。蛙圣，要不我们也回去吧。几息后，其中一位妖圣说道，就只剩下他们3个，拿头去帮啊。虽然魔宗也给了他不少好处，但也不值得他去为魔宗卖命。另一位妖圣也是沉默，显然也是隐隐同意他的说法。这让蛙圣有些无奈地点点头。
他转头望向魔宗几位圣人，心里嘀咕道：可不是我不想帮你们，而是我也没办法，妖都走完了，难不成让他自己一个妖上前去帮忙？无面瞥了一眼几位离去的妖圣，对身旁的血袍小老头道：血煞，那些妖圣离去了，无妨，魔宗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好拿的，等他们回去自有惊喜等着他们。血煞随口说了一句，完全不在乎妖圣的离去。他继续吸收着那仿佛无穷无尽的魔气，气息不断强盛，似要突破到另一个层次。那我先上了，那几人好像有些撑不住了。无面看着叶青云的那处战场，语气平淡，接着他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血煞目光扫过叶青云和一众仙道势力的圣人，快了，只要我暂时把实力提升到圣王，我就能和几位圣王老祖合力把他们都重创带回去献祭了。届时就算那些势力的人发现不对劲，也早已是晚了。血煞目光冷漠，叶青云那处战场上，轰隆隆，嗨嗨，何欢被打得倒退万里，同时嘴里不断有圣血咳出，他真的是圣人巅峰。何欢伸手抹了一下嘴角圣血，脸色难看地看向轻松压制天兽和噬魂以及另外3位魔圣巅峰的叶青云，他们魔宗3人的实力都被噬灵天绝阵加持到了圣人巅峰，再加上隐隐要突破至另一个层次的3位魔圣合力一起，就算是叶青云也不该这么轻易地压制他们啊！你们有些弱啊！叶青云眸光平淡，只是一掌就把那几乎遮住浩瀚云层的魔龙再次拍飞不知多少万里。他目光扫向一旁虚空，又是一拳轰出，把隐藏在其中想要偷袭的无面给打了出来。感知如此敏锐吗？无面被打得连连后退，心里还不忘想到。看着无面出现，叶青云也打算认真一点了。此时他手指上有剑光在闪烁，只是轻轻在身前虚空一划，霎时间天地寂静，虚空被切割2半，连带着那3位魔圣巅峰一同被切割，直接当场陨落了。不可能，怎么会一下就死了？那可是3位圣人巅峰啊！何欢满是不可置信。若叶青云真的如此之强，那之前的大战是怎么回事？是在和他们玩吗？随后在魔宗4人惊骇的目光下，叶青云手中出现了一柄形似极道地气斩尘剑的圣剑，圣剑身上隐隐透露出一股淡漠无情，宛如天道执掌的无上剑意。这是斩尘剑意。噬魂有些沙哑的话语传出，眼中隐隐有一丝绝望。斩凡尘，斩因果，斩万物的斩尘剑意吗？没想到这斩尘居然真的悟透了斩尘地剑的一丝真意，感受到自身的一切似要被这斩尘剑意抹去，天兽的心里也很是忌惮。看来想要活命得付出极大代价了，希望还能活着吧。噬魂沉声说了一句，眼中闪过一丝疯狂。天兽也明白了他话中的意思，点了点头。魔龙，过来！天兽大喝一声，魔龙也是明白了他的意思，仰天长吟一声，那庞大的身躯就往他那撞去。简单的碰撞并没有让天兽受伤，反而让他身上渐渐生出了包裹全身的漆黑甲胄，同时那魔龙的身躯也化作无数流光被其吸收，消失在了原地。天兽身上的气息也在逐渐变得更加强大，直逼圣王。他竟是与那魔龙合为一体了。无面一言不发，只是体内气息也开始剧烈膨胀起来，显然也是打算搏命了。就在他们3个准备拼死一搏时，何欢暗中传音：“3位道兄不必如此，圣王老祖要出手了。”话语未落，叶青云的上空就出现了一道足以遮天蔽日的漆黑大手。漆黑大手周身萦绕着浓郁魔气，带着能让圣人都为之惊骇的滔天之力压下。沿途间虚空无声破碎，就连这浩瀚天穹都好似要被这漆黑大手压塌。恐怖的动静也让正在交战的众多圣人惊惧，纷纷往远处撤去。这是圣王之力，有魔道圣王出手了。看其大手压落的方向，正是斩尘圣人的那处战场。斩尘圣人有随身携带斩尘地剑的习惯，应该不会有事。仙道众势力的圣人浑身带伤，语气满是平静：“你们居然还敢分心，看来你们心里还是有一丝傲慢呢。”有魔道圣人狰狞笑了一声，紧接着和其余魔道圣人继续杀向他们，其中一位圣人更是直接被他们杀到当场陨落，这让其余仙道大势力的圣人脸色难看。哼，叶青云，此乃我魔罗老祖出手，只是区圣人巅峰的你死定了。何欢站在极远处，眼露高傲地看向叶长生，想要激怒他，让他使用地气。他身上的资源应该只能让他使用1次地气，只要他用出，大圣老祖就能直接动用地气灭杀所有。何欢心里十分平静地想到，但可惜的是，对于那圣王大手压来，叶青云的脸色却是风轻云淡，并没有拿出地气，好似这股力量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似的。事实确实如此，叶青云只是抬眸，眼里闪过一丝笑意。就等你呢。他身上气息瞬间膨胀，直接突破到了圣王层次，手中圣剑只是随手一挥，斩尘剑意刺穿云霄，
携带着能磨灭万物的无边剑气往那圣王大手斩去。这股恐怖力量也让那摩罗老祖感觉到了不对，他想要收回大手，但已经晚了。那漆黑大手直接就被斩尘剑一斩碎，甚至余威不减地朝他所在方位斩去。这让暗中的摩罗老祖再也隐藏不住，显露出了身形。他身穿漆黑古袍，面貌俊美而邪异，眼眸深处隐隐闪烁着漆黑魔火，只是被其直视，就仿佛让人要被燃烧殆尽一般。不过此时的摩罗老祖眼中满是凝重，对于那股贯穿九霄的斩尘剑意完全不敢大意。摩罗天煞！摩罗老祖大喝一声，周身不断涌现出了古老深邃的天煞之气，不断涌出的天煞之气遮掩住了无边天穹，甚至还往那袭来的斩尘剑意席卷而去，似是想要把它吞噬。可惜这些天煞之气直接就被那道斩尘剑意斩灭，甚至把那无边天煞之气斩成了两半，在摩罗老祖惊骇的目光中淹没了他的身形，也不知是死是活。摩罗老祖！暗中有两道惊呼声响起，何欢那满是不敢置信的话语也在响起。何欢愣愣地望着那抬头望天，嘴角似带着一丝笑意的叶青云，心里满是刺骨寒意。你怎么可能已经是圣王之境？何欢眼中满是惊恐，从嘴里挤出了话语。同时他的心里还有一阵明悟，难怪他的战力如此逆天，原来他已是突破到了圣王。他的这番话语也让极远处观望的魔道势力的圣人和仙道势力的圣人都是满脸骇然。不可能，斩尘既然已是圣王，那之前为何展露出圣人巅峰的气息？莫非是障眼法？而在另一处地方，气息还在不断变强的血煞也满是疑惑不解。怎么可能？如今的天地就算没有过往那么压抑，但也不至于让这斩尘这么快就突破到圣王啊。对于众人的疑惑与惊骇，叶青云没有要解释的意思，只是望着那两道同样显露出的魔宗圣王在其身后，摩罗那奄奄一息的身躯正躺在虚空中。你们可终于出来了。叶青云语气满是平淡。哼，小辈，看来击败摩罗让你有些骄傲了。其中一位魔宗圣王冷哼一声，释放出一股远强圣王出气的威压。叶青云挑了挑眉，没想到这次魔宗居然出来了一位圣王中期，真是太妙了。看着叶青云那有些贪婪的目光，这位魔宗圣王皱了皱眉。这小辈怎么回事？我展露出圣王中期的气息，你不应该至少露出一些凝重的表情吗？怎么反而还露出贪婪？天魂摩罗还能救，不过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有些大。这时另一位魔宗圣王在仔细看了看摩罗后，有些遗憾说道：大半根基被毁，就算能活过来，未来的大道之路也是断了，那真是可惜。天魂摇了摇头，对于一位修炼之人来说，未来之路断了可不亚于天崩地裂，甚至恨不得当场死去。而就在两人惋惜之时，叶青云却把目光望向了悄悄逃走的魔宗四人。他伸手一握，法力所化的大手直接就把四人给抓住，倒是把他们都吞噬了。找找其记忆中魔宗不惧无数势力的手段，若是我望尘山能获取，那么也能多了一道底牌。叶青云目光闪烁着光芒，但就在这时，一道血红之芒袭来，想要破灭大手，把四人救走。叶青云目光一转，挥动袖袍，一道白色光芒与那道血红之芒碰撞，而那大手则已经把四人收进了袖袍中。魔宗的血煞！叶青云看着一位血袍小老头迅速来到此地，而且看其气息，赫然也是圣王。血煞剑没有夺回四人，连忙对两位魔宗圣王大喊：两位老祖，我等迅速围杀这位斩尘，他不死，这次的计划可能会功亏一篑。听到计划，两位魔宗圣王也是脸色一肃，眼神充满杀机地看向叶青云。这次的计划很重要，绝对不能失败。接着三人不约而同地一齐冲向了叶青云。叶青云丝毫不惧，拿出了一柄新的圣王之剑，与他们碰撞在一起。四人的碰撞声惊天动地，不知有多少万里的虚空破碎，让远处再次打起来的一众圣人不禁侧目。叶青云与三位魔宗圣王厮杀，并若有若无地带着他们前往更高更远的天穹。他想要用吞天魔功吞噬这三人，但他也能感觉到暗中也有大圣头来满是恶意的目光。接着这道目光似被什么东西挡住了，隐隐间只有一道冷哼声传出，这也让叶青云目光一亮，直接气息大涨，暴露出了自身圣王后期的修为，让那三人目瞪口呆。幸好这次去祖的唤醒了一位大圣老祖，不然这次我都不敢暴露圣王后期的修为了。叶青云心里松了一口气。至于吞天魔功，他还是不敢明面展露出来的圣王后期又如何？拿出大圣气彻底灭杀他。天魂压下心中震惊，冷喝一声，体内飞出了一柄漆黑大戟。虽然不知道叶青云是怎么突破到圣王后期的，但此时的他已经没有空去多想，只想动用大圣气逼叶青云使用地气。另一位魔宗圣王也同样拿出了两件大圣气，其中一件大圣气飞到了血煞的手上。
这是祖地内的老祖特地交给他们的3件大圣器，以备不时之需。3位大圣器被3人全力激发，顿时让此地光芒万丈，恐怖的波动不断从大圣器中不断传出，让此地的天地法则都紊乱了。死吧！血煞眼眸冷漠地望着叶青云。话语刚落，3件大圣器直接释放出了足以贯穿星河、破灭无数星辰的恐怖力量，真超标啊！叶青云感叹一声，他区区一个圣王就直接动用了3件大圣器，真是看得起他。不过既然你们用了，那就别怪我也用了。只见叶青云体内飞出了一道刻画着苍茫天地、众生万象的古图，古图散发着一缕缕气息，其中隐隐有地威一闪而过。他只是微微一震，就让那股能灭杀无数圣王的恐怖力量消散，也显露出3人那懵逼的眼神。准地气！天魂傻眼了，语气十分干涩。不是，就算你是望尘山的当今老祖，也不能这么过分吧？而且，你祖地的老祖是多怕你死去啊，都随身带有地气了，还给你一件准地气护身啊！3位，来我图中一术。叶青云轻笑一声，古图也是释放出一股吸力，把完全无法反抗的3人直接吸了进去。不错，回去后就可以用吞天魔功把他们吸收了。叶青云拿着已经收敛气息的古图，暗暗满意。这张古图名为苍茫天图，是祖地一位准地老祖亲自给他的，专门用来给他护道的。当然，作为代价，未来的他也要耗费精力去为老祖补充寿元。希望老祖能少吸一点吧，不然我怕自己要被吸干了。叶青云心里嘀咕着，紧接着他的身形就消失在了此地。星空之上，4位魔道大圣正在与一位身穿月白道袍、手持拂尘的白发女子在对峙。白发女子容貌绝色，一头白发用素银冠束起，几缕发丝垂落在脸颊边，衬得那张脸蛋银白如霜雪，再加上其自然而然散发出的清冷，让她美得不可方物。4位魔道大圣极为凝重地盯着白发女子，他们虽是4人，但都对那白发女子很是忌惮，仿佛不是他们4人包围她，而是她包围了他们似的。就在此地气氛愈发凝重沉闷的时候，其中一位属于魔宗的大圣似感应到了什么，心里有些不满。真是一群废物，那斩臣不仅没用地气，拥有3件大圣器的你们居然还失败了。算了，此次就算失败也无伤大雅，未来再找机会就是。再者，南域的蛮子也可以用来血祭，他们可不像东域的这些势力一样如此难缠。魔宗大圣心里思绪不断，面上却是不动声色，同时对其余几位魔道大圣传音：诸位，不用与太微对峙了，我们离去吧。为何？莫非那3人已经把斩臣斩杀，并且把那些圣人也重创带走了？有魔道大圣问道。没有，他们失败了。魔宗大圣平静地说了一句。天血道兄，看来如今你们魔宗的人也是有些弱了，3个圣王居然干不掉一个圣王。一位魔道大圣似有些不满，就差质疑你魔宗还能不能做魔道势力之首了。确实，我看天血道兄也是要多培养下魔宗的天骄了，要不然若是被我等势力的天骄击败，那可真是脸面无光了。另一位魔道大圣也是笑了，一点都没有给魔宗留面子。哼！天血大圣冷哼一声，也是没有多说什么。等着吧，未来汝等也不过是一个祭品罢了，还想去往圣地？天血大圣暗暗冷笑，紧接着他也是宛如恼怒一般直接离去了，让几位魔道大圣都是笑了一声，跟着他一起离去了。太微大圣并没有阻止，任由他们把底下的那些魔道圣人一起带走。也不知这魔道究竟获得了何种底牌，居然能让他们不忌惮了。他清冷眼眸微动，心里泛起了一丝丝涟漪。到时通知一下那些势力，让他们猜忌去吧。太微大圣平静想到，他望尘山并不在意什么天下大事，只想要东域安稳一些，默默变强，再重新找到那条路。毕竟吞天魔功已经被后辈找到了，当然若是能找到那件东西，那就更好了。想到叶青云，太微大圣的心里也是有些复杂。他虽然对他玩弄神女的行为感到不满，但对于他获得了吞天魔功却很是满意。能提供生命本源的叶青云，如今在祖地可谓是香饽饽，更何况能获得吞天魔功的叶青云肯定也不一般。就算是极为重视规矩的那些人，也只能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只有一起修炼才能获得生命本源吗？太微大圣美眸淡然，根本不怎么信叶青云的那些说辞。终究只是给他人灌注生命本源，只能用双修这个方法来灌注是不可能的。不过双修也暗含天道之理，也罢，就如他所愿吧。太微大圣觉得叶青云虽心有欲念，但若是此事做多，再加上漫长岁月流逝，他的心中欲念也会慢慢消失，最终也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望尘山门人。这么一想，太微大圣觉得自己与叶青云这个后辈修炼好像也不会尴尬难受了。他这是在助后辈一力，让他能够更早的看透一切。回去就跟他们说一下，让他们使劲修炼，早日让他斩断欲念。
太微大圣心里暗想着，紧接着他的身形就消失在原地。一时间，此地再次变得寂静无声了下来。天穹之上，此时的叶青云正和岳子嫣站在这里，周围已是空无一人了。可惜，叶青云有些遗憾的话语声响起。他来到这里时，那群魔道圣人已是直接离去了，这么多生命本源跑了，让他十分惋惜。不过想到袖中的4位圣人，苍茫天途中的3位圣王，不对，2位圣王和1位圣人，叶青云心里也是有些安慰，也不算白来了。至于那个魔罗圣王，他也有去他躺尸的地方找，结果并没有找到，也不知道是被谁救走了。一旁的岳子嫣见师尊惋惜的样子，也是开口安慰：“师尊，子嫣也是镇压了3位圣人，回去后就交给您。”哦，好耶儿，为师过往果然没有白疼你。叶青云目光一亮，搂住岳子嫣的腰肢，凑上去肆意亲吻着清冷出尘的望尘山圣主。不知过了多久，在外边如此亲热，成何体统？一道悦耳清冷的话语突然在2人心中响起，让叶青云吓了一跳，连忙松开了。岳子嫣倒是没什么反应，甚至还用香舌舔了一下红唇，甚是诱人。叶青云抬头一看，发现是白发绝美女子，也就是太微大圣踏步走来，也是松了一口气。老祖，您不能等我们亲热完再开口吗？他语气带着一些无奈。我若没看到也就算了，但既然被我看到了，不行。太微大圣瞥了他一眼，这小子居然还想让他看着师徒亲热完，真是不过这带的望尘山圣主的容貌好像有些熟悉啊，不过他又想不起是在哪见过的了，奇怪。叶青云对于太微大圣也是没有什么办法，决定自己一定要好好提升修为，超过他，把他压在身下修炼。还要提出些过分的要求，不答应就不给生命本源了。叶青云暗暗想到。太微大圣并不知道叶青云脑海中那些大逆不道的想法，此时他也是没有多想岳子嫣的事，能让他熟悉却想不起来的，他觉得还是不要多想比较好。走吧，下去把那些弟子带走后，我们就回望尘山吧。太微大圣平静地说了一句。叶青云和岳子嫣也是轻轻点头。东天州，清冷孤傲、绝美出尘的顾青扰站在一处云雾缭绕的山巅上，抬头望天。在看到9道通天魔光消散后，他也是知道此次魔道的行动已是失败了。他低下琴手，心眸微垂，透过云雾看着底下大地的狼藉，目光所及之处，满是干瘪的尸骸以及被鲜血染红的血土，时不时的还有一些微弱的哀嚎声在尸骸遍地的大地上响起。不过很快就有人前来把那些被尸骸压住的修士救了出来，但这些修士已经是缺胳膊缺腿，个别者甚至根基被毁，未来修道无望了。就算救了未来，估计也会颓废一生，或许有人接受不了当场自杀。顾青扰心里满是平静。这时，一位身穿白色纱裙的绝美少女走来：“神女大人，这次我望尘山弟子与魔宗弟子大战，虽无人死亡，但有2位内门弟子被重创。”他话音顿了顿，继续说道：“他们根基破损一部分，对未来潜力可能影响不小。望尘山会补偿他们的，若是根基还是无法恢复，我会亲自去请老祖。”顾青扰转过身来，用略显温度的话语述说着：“这些弟子是为了望尘山而战，他也是不能让其寒心。神女大人仁慈。”绝美少女低下琴手，语气更显恭敬。青扰说的不错，等回去后立马就带着他们前来见我吧。一道语气平静的话语传来，让2女都是闻声望去。只见一位白袍男子和银发紫眸的绝色女子迎面走来，在其身后跟着一位白发绝美女子。拜见老祖圣主。顾青扰和绝美少女也是弯腰恭敬，对3人拱手。不用多礼。叶青云大手一挥，一股力量直接让他们直起身子。你把众多弟子叫来吧，我们带你们回去。目光扫向绝美少女，叶青云语气淡淡道：“是。”绝美少女眼中满是恭敬的退下了。叶青云把目光看向顾青扰，探查了他一番气息后，笑道：“青扰，你回去后可以尝试突破到阴阳境巅峰了。”他没有再叫小扰，身后太微大圣正看着呢。顾青扰点头应了一声，还不禁多看了叶青云一眼，显然对他突然喊他青扰也是有点意外。老祖这次没叫我小扰，是因为身后的那位白发女子吗？莫非这是比老祖还要强大的老祖？顾青扰若有所思，他知道望尘山祖地内有很多老祖在沉睡，哪天走出一位比叶青云更强大的老祖，他也并不奇怪。也不知这位老祖知不知道斩尘老祖做的事，若是知道，到时我就去为斩尘老祖求情。顾青扰暗暗想到，他怕叶青云会受重罚，想为他向那些老祖求情，至少要减轻对他的惩戒。毕竟他对斩尘老祖还是很喜欢的，虽然他有些变态的嗜好，但人还是很好的。太微大圣也在打量着这一代的望尘山神女。天寒道体，阴阳境后期，望尘天宫也修炼得十分不错，可惜元婴被破了。太微大圣很是满意，
就是对于他原因被迫有些惋惜。好好的一个孩子碰到了一位不正常的望尘山老祖，也算是他的不幸吧。日后我的原因也会被他所迫，但也不能让他太得意，最好让他把和外界可能有的女人关系断了，一心与我们修道。如此的话，我们也能与其一直修炼，让他早点断掉凡尘欲念，一心大道，走向正途。太微大圣眸光平静，心里却是开始想着调教计划。此时的叶青云正望着前来的绝美少女，以及其身后的一众清冷动人的望尘山弟子。咱们望尘山的女弟子都有一股清冷范啊。叶青云目光不经意扫视了一下众多弟子，暗暗点头。那一众弟子来到此地后，也是恭敬地对4人拱手。弟子拜见老祖、圣主、神女。4人都是对他们点了点头。叶青云转身对太微大圣开口：老祖，就麻烦您带我们回望尘山了。大圣的速度可比他这个圣王快多了。太微大圣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素手一挥，带着众人离开了此地。而此地所发生的事也被那些还活着的圣人传了回去，让整个东域都发生了大地震。其中望尘山斩尘老祖叶青云已是圣王的消息，让无数人瞠目结舌，感叹不愧是古老势力望尘山的人。不过众人只是感叹了一番后，就被另一件事情吸引去了。此次竟有圣人陨落，有圣人陨落的势力震怒，发动通缉令，剿灭东域魔修，宁可错杀也不放过。只要有魔修头颅带来，资源应有尽有。此消息一出，无数魔修瑟瑟发抖，以往许多张扬的魔修更是被不知名散修强者杀了祭旗，头颅更是出现在了那些发布通缉令的势力内，吓得无数魔修隐姓埋名，根本不敢在这段时间作乱了。不只是如此，那些陨落圣人的势力更是有老古董爬出，他们一出来就不约而同地上了东天山脉。当天就有人听到东天山脉上有怒吼和哀嚎声响彻，也不知其内死了多少妖族。而东域其余大势力，包括4域那些大势力，在知晓此次魔宗部下是凌天绝阵后，也是眼露杀意。这次魔宗犯了底线，哪怕其中是用了大部分妖族血迹。从望尘山太微大圣传来的消息来看，这魔宗居然还有了什么不惧他们的底牌。这还了得，其余4域大势力的人也是当即发起了除魔行动，甚至还有势力联合起来，想要强行推演魔宗的下落。可惜的是，此次推演依旧如往常一般，什么也推演不出来，让许多人极为无奈。不过他们的心里也是对魔宗更加警惕了起来，也让整个神州大陆的水看起来更加浑浊了。望尘山斩尘殿中，叶青云坐在宝座上。这次回来，他并没有急着和人去修炼，而是挥动袖袍，一道昏迷的人影出现在了眼前地上。此人正是陈天，就让我看看你的金手指或者至宝是什么吧。叶青云目光冷漠，直接用吞天魔功把陈天彻底吞噬了。定，天命之子陈天死亡，收割所有气运，奖励紫色系统奖励，即到地气混沌中。此时的叶青云并没有注意系统提示声，而是仔细探查陈天的记忆。片刻后，一切都极为正常，没有什么金手指和至宝，好似就跟以往的那些人没有什么不同。叶青云蹙起眉头，陈天作为被系统标记的天命之子，怎么可能没有金手指什么的？天赋如此一般，却能这么快修炼到阴阳境，要说没有点猫腻，谁信？莫非这陈天的记忆被篡改了？叶青云若有所思，思索一会后，他就把疑惑压在了心底里。这陈天既然记忆被修改，而他却丝毫看不出来，那动手的人肯定不是他现在能推测的层次。反正只要好处到手就行了，毕竟他击杀天命之子不就是为了系统奖励吗？想到系统奖励，叶青云也是看起了刚才的系统提示。此次紫色系统奖励竟是集到地气混沌中。叶青云目光一亮，虽然他得了斩尘地剑认可，能随时把他带在身边，但谁会嫌自己地气多？叶青云从系统空间内直接拿出了混沌钟。混沌钟看着不大，只有半人之高，表面上看起来很是古朴，一点都没有集到地气的威势。但叶青云能清晰感受到其内部那能轻易灭杀无数个他的伟岸之力。不错不错，而且好像是因为系统奖励的，我能够不动用任何资源就能直接催动它。叶青云能感觉到自己与混沌钟心意相通，一念就能催动它的威能。他下意识的想要试试，紧接着就连忙止住了这个念头。真要试试就试试。在望尘山内部动用极道地气，他都不敢想象自己会被一众老祖如何暴打了。可惜，叶青云惋惜了一声，若是这时候有来敌就好了，正好可以试试这混沌钟的威力。随即他让混沌钟变得极小，宛如配饰一样的挂在腰间。完美，若是有人敢直接跟我近身，直接拿起混沌钟砸死他。叶青云很是满意。之后他放出了袖中的4位魔宗圣人和3位魔道圣人。这3位魔道圣人是岳子嫣镇压的，回到望尘山后就交给了叶青云。刚出来的7人微愣，但看到叶青云后更是面色大变，想要逃走，却发现自己浑身的力量都被封印住了。
展臣大人，您放了奴家吧，奴家能为您做任何事。见跑不掉，何欢当即对叶青云露出媚笑，语气十分诱人。他身上的轻薄纱衣丝不经意间的滑落，露出白皙如玉的香肩和大部分白皙，让那3位魔道圣人都不禁把目光放在了他的身上。叶青云也是目露欣赏，打量着他那完美无瑕的娇躯。抛开这女人是魔宗合欢一脉的不讲，这女人还是很极品的，可惜已经不知道被多少人上过了。叶青云暗暗摇头，大人，奴家一定会把您服侍好的。看到叶青云的目光，何欢也是低下琴手，似有些羞涩，如同一个纯情少女一般。为了活命，以往在魔宗内如同女王一般的她也是豁出去了。看见她这副模样，身上甲胄满是裂痕的天兽也是撇了撇嘴，十分不屑。这女人以为谁都吃这套啊？况且谁不知道你何欢是个不知道多少人上过的烂货，还搁这装纯呢？你跟你师尊一样呢，当初的他也是想要诱惑我，求我放了他。叶青云只是简单说了几句，就让何欢的心直接沉了下去。他已经猜到他的结局了。叶青云，未来你也不会好过的，魔宗日后一定会替我们报仇的。何欢抬起琴手，过往那双满是妩媚的美眸此刻满是恨意。他没有在装什么，只是不断的在诅咒叶青云，发泄自己内心对于死亡的恐惧。但下一瞬他就说不出话来了。他那白皙修长的玉颈已经被叶青云用右手用力掐住提起。何欢面色痛苦，离地的玉足乱晃，一双玉手也是紧紧握着脖颈上的手，似想要让他松开。啊！倏然，体内的本源流失所带来的深入骨髓的痛苦，让他忍不住凄厉惨叫起来。这是如此古老并带有吞噬之意的魔纹，莫非是吞天魔功？躺在地上的几人看着叶青云此刻身上浮现的魔纹，也是脸色煞变。他们完全没想到叶青云居然就是那位吞天魔功的传人。而何欢的惨叫声已经渐渐开始虚弱起来，可以看见其身躯已是渐渐干瘪，就连面容都开始变得苍老，皱纹不断出现，一点都不复曾经的风华绝代。我的手怎么会这样？看到自己的手已满是皱纹，再加上体内的本源被吞噬成为废人的何欢彻底崩溃了。下一瞬，他浑身都被叶青云彻底吞噬，和他融为了一体。咦，这女人到底是有多恶心啊？那些生物都能下得了口？翻阅那女人的无数记忆，叶青云满脸恶心。他确实有想过这女人私生活很乱，但没想到这么乱。他连忙把这些看了一眼都感肮脏的记忆毁灭，只留下那些有用的记忆。除了何欢一脉的传承功法和无数秘法，还有一些信息。至于他脑海中的禁制什么的，也已经顺带被吞天魔功给吞了。季家、云家、天运阁3大准地势力已经被魔宗渗透大半，其余大势力亦有一些被魔宗之人掌握，不过地位都不高。叶青云在这女人的记忆中发现了许多有用的信息，其中一些望尘山之人的名字让他眼眸微眯起来。不过他倒是没有打草惊蛇的意思，过会告诉嫣儿让他安排就行。只是季家竟被魔宗掌握了这么多的人，让叶青云有些意外。看来当初纪云梦父母的陨落果然是有蹊跷，倒是可以借助这次机会让纪云梦彻底臣服了。叶青云心里满是平静，脑海中闪烁着无数个念头。接着他暂时压下思绪，继续翻阅记忆。这女人通过和一位魔宗老祖交欢中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些信息，但那个魔宗老祖也不是很清楚，只说了阵坛修复完毕，献祭诸多圣人能让祖地的那个古老阵坛开启通道。叶青云眼眸微眯起来，他想到了一件事，这个古老阵坛会不会就是让众多势力无法推演的原因？不过也不是没有其他可能，没准那阵坛就是开启一处不知通向哪里的通道呢。叶青云把目光投向剩余的3位魔宗圣人，没准这3人的记忆中有这女人不知道的东西。看着叶青云走来，噬魂和天兽2人脸上有些惊恐，无面那被雾气笼罩的面容却是让人看不出什么。叶青云伸手直接把2人吞噬，无数记忆涌来被他翻阅。除了传承功法和秘法外，这2人知道的并不比那女人多。没用的东西。叶青云看完后心里还吐槽了一句，接着他把目光投向无面。对于这无面的传承功法，他还是有些好奇的，就连身为圣王后期的他都看不到其古怪雾气下遮掩的面容。哎，或许这就是我等违背祖训的后果，亦或者就算是没有违背祖训，我等也会有此下场。无面低声呢喃着，之后他就没有再开口了，毕竟他已经被叶青云吞噬，已经无法再说话了。这人表面上的古怪雾气其实就是他的面貌，可以通过气息模拟任何一个人，了解的越多，模拟的也更像。叶青云通过他的记忆后也是恍然大悟，这人是魔宗负责外界的一脉，也就是专门打探各种消息的一脉，和吞天魔功的秘法差了不少，不过也算是很变态了。他吞天魔功的魔种可以种在任何人的体内，潜移默化地掌握他的一切，甚至随时接过他身体的掌握权，可以说是他的化身了。若想要知道什么，
直接翻阅各种魔种化身记忆即可，比这无面一脉的方便多了。这无面一脉的各种据点和无面一脉的所有弟子，如今模拟的事，谁我已是都知道。但魔宗的人可并不知道我能吞噬各种禁制，获取其中的隐秘记忆，所以四舍五入下，如今的我也是无面一脉啊。叶青云心里暗暗笑了一声，他未来能够去往这无面一脉的据点，获取各种连魔种化身都不知道的机密，传承功法，各种秘语他都知道，这不就代表着他乃是正宗的无面一脉啊？未来找几个魔种化身混进去，没准还能混成无面一脉新一任的无面之主。叶青云暗暗想到，旋即他顺带着把3位魔道圣人和准地气苍茫天图的2位圣王和1位圣人吞噬了。3位魔道圣人没什么好说的，叶青云倒是从2位圣王和那个叫做血煞的圣人的记忆中有了些收获。他通过记忆中得知魔宗祖弟是要通过血祭的方法打开通道，招来1位生灵。魔宗的一众老祖言道，此生灵只要出现在神州大陆，未来他魔宗将不惧一切。这让叶青云十分好奇，是什么生灵能让魔宗如此自信？不过可惜的是，3人似乎身份不够，并不知晓更多。或许魔宗大圣甚至准地大人物才能知晓其中的内情。叶青云眸光深邃，心中思忖一会后，他就没有再想这事，而是感受体内又是精进不少的修为。距离圣王巅峰还有些距离，不过生命本源倒是增加许多，估计要被太微老祖全都吸走了。叶青云嘀咕道，太微老祖可是完全不会嫌自己寿元多的，不过对此他完全不在意，心里甚至在想着太微老祖道袍下那曼妙绝美的身姿，肯定很润。就在叶青云遐想的时候，另一边神女峰上，姐，陈兄真的死了。顾源在得知陈天深死后，也是如遭雷击，下意识地退后几步，满脸不可置信。陈兄怎么会死呢？他不是答应过他会活着回来的吗？他死了，尸骨也不见踪影。顾清扰的平淡话语给了顾源沉重的一击，心里不禁出现一丝悲意，随即他脸上露出仇恨之色。姐，我日后一定会杀尽魔道之人和妖族之人，为陈兄报仇。他恨啊，本来遇见了志同道合的好友，让他极为开心，没想到只是一次受潮就让他们再无相见之日。顾清扰黛眉微蹙，元儿的反应是不是有些太大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至亲之人死了呢。不过他转念一想，这可能也不是什么坏事，正好可以让元儿努力修炼，未来斩妖除魔。好，你先回到自己的住所，明天我会去指导你修炼。顾清扰轻启谈口，他还要先带那2位弟子前去找老祖。听闻此言，顾源这才收敛起脸上的仇恨，默默点头，转身离开。他要回去努力修炼，争取早日为陈兄报仇。见他情绪还算稳定，顾清扰也是没有太过担忧，身形消失在了原地。半刻钟后，顾清扰带着2位身穿白衣的绝美少女来到了斩陈殿门前。老祖，清扰已是带着2位弟子前来。顾清扰那清冷淡然的话语声响起。吱呀，殿内无声回应，但殿门却已是自动开启。身穿青色长裙的顾清扰见殿门开启，也是神色自然地退下绣鞋，甚至还想退下罗袜，让身后的2位绝美少女愣住了。神女大人，进入老祖的斩陈殿需要退下鞋袜吗？身后的1位绝美少女疑惑问道。莫非这是老祖立下的规矩？另一位绝美少女也是用略带好奇的目光望向顾清扰。听闻此言，顾清扰那正在退下罗袜的素手也是顿住了。糟糕，他下意识地退下鞋袜，都忘了身后还有2位弟子。不过顾清扰的心境超然，只是片刻后就继续退下了罗袜，露出了一双白皙无瑕的玉足。不错，此乃是老祖立下的规矩。顾清扰没有回头，只是用平淡的语气跟他们说道。他自然不可能说出他退下鞋袜的原因，所以将错就错吧。原来如此，2女也是恍然，接着也是弯下腰褪去了鞋袜。他们没有怀疑顾清扰的话语，神女大人怎么可能会骗他们呢？坐在宝座上的叶青云看到他们3人进来后，也是愣了一下，他看着跟在顾清扰后边的2位绝美少女，目光有些古怪。小扰退下鞋袜也就算了，这2位弟子为什么也要退下鞋袜？莫非是小扰对他们说了些什么？对于叶青云若有若无的古怪目光，顾清扰直接当作没看到。老祖，这就是那2位根基受损的弟子。叶青云微微点头，接着神念放出，想看看他们体内根基的受损程度。2位绝美少女也是感受到那股浩瀚恐怖的神念，美眸闪过一丝希冀。他们虽然已经被门内长老稳住了伤势，但根基受损却是极为麻烦，让老祖亲自动手更好。老祖修为高超，一定能把他们的根基受损给轻松解决的。根基受损不算严重，我可以直接助你们恢复。叶青云收回探查的神念，语气温和对他们说道。这点根基损伤他，只要给点本源就能轻松解决了。弟子多谢老祖。2女美眸闪烁着光彩。不用多谢，这也是老祖我应该做的，毕竟
你们是为了望尘山而根基受创。叶青云对两女极为和蔼，让两女心里留过暖意，完全不后悔为了望尘山而根基受损的事。接着，叶青云话锋一转，不过我需要用手与你们身体亲密接触，给你们灌注本源，希望你们不要介意。他没有说谎，本源确实需要身体接触才能灌注。至于跟师尊和老祖说的需要一起修炼才能灌注本源的话语，那都是骗人的，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兴奋感和丝丝禁忌感才说出的。老祖，您为我们灌注本源会不会让您受到损伤？两女也是关心问道。他们刚开始听到需要亲密接触时，心里虽有些羞涩，但也能理解。听到需要老祖灌注本源后，他们也是关心会不会让老祖受到损伤。若是让老祖自损才能修复他们的根基的话，他们也是十分愧疚的。不会，放心吧，这点本源对我来说要多少有多少。叶青云那毫不在意的模样，也是让两女暗暗松了一口气。虽然心里还是有些怀疑老祖没有说实话，但两女也是没有拒绝了。不管老祖所说是真是假，两女都对他很是感激，决定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望尘山，报答老祖。跟我来吧，青扰你也过来。说罢，叶青云转身往寝宫的方向走去，顾青扰和两位绝美少女跟在他身后。不一会，他们就来到了寝宫内。你们两个躺在床榻上。叶青云对两位绝美少女说了一句。是。两人点了点头，乖巧的上前躺在床榻上。看着两女那被衣裙勾勒出的曼妙曲线，叶青云也是暗暗点头，觉得她们的身材十分不错。随即他也是上前伸出双手放在了她们的柔嫩小腹上，灌注着体内的本源之力。感受着小腹上的温热以及本源传来的舒适感，让两女也是面色开始微红起来。不过在发现体内根基损伤正在恢复时，她们也是眼露喜意。被老祖触碰纯洁娇躯的别扭感也是瞬间消失无踪。一盏茶后，好了。叶青云神色轻松地收回了双手。两女美眸悄悄打量老祖，发现他气息顺畅，没有任何虚弱感后，也是彻底放下了心中的一丝担忧。多谢老祖。身穿白衣的绝美少女满脸感激开口道，要不是老祖，就算未来她的根基能恢复，也会浪费一段宝贵修炼的时间。另一位白衣绝美少女也是反应过来，低头感激。多谢老祖。叶青云笑了笑，也没有拒绝他们的感激。你们叫什么？他正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却发现自己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所以也是问了一句。弟子名叫穆诗雨。弟子名叫穆玉琪。两女回应，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你们来到山门前，是一个家族的。听到他们都姓穆，叶青云随口问道。是的，老祖，我们是望尘山麾下穆家之人。两人恭敬点头。原来如此。叶青云面上恍然，好似想起了穆家一样。其实他根本就记不得穆家是哪个，毕竟望尘山的附属势力太多，他自然也不可能全部都去一一记住。老祖，我们就先离去了。穆诗雨看到还站在一旁不远处的顾青扰，也是主动告辞道。老祖既然把神女大人也叫来，想来也是有什么要事要和这位说，不好再继续打扰的他，也是准备带着穆玉琪离去了。好，虽然叶青云对他们挺喜欢的，但他现在还是更想跟小扰儿一起修炼。至于这两位弟子，若是他未来能够想到他们，自然也能一句话让他们过来陪他修炼。等穆诗雨和穆玉琪离去后，叶青云也是把目光转向了一旁清冷出尘的顾青扰身上。小扰儿，还不快快为老祖我暖床修炼？叶青云对其命令一句。先和小扰修炼一次，再去找太微老祖吧。是。顾青扰那绝美玉容满是淡然，迈动修长玉腿躺在了软榻上，等待着和老祖一起修炼。但下一瞬，他眼角余光似看见了什么，脸色微变，心眸中闪过一丝慌乱。只见叶青云正微露笑意的走来，手上还拿着一个东西。小扰儿，上次那个质量不好，只是用了一次就断了，而这个可是高级货，是能辅助我们修炼的法宝，可是我专门让人定制的。叶青云为顾青扰介绍着手中之物，甚至很自信地表示这个绝对能用很久。老祖，这个东西不好，您快把它收了吧。顾青扰脸露为难，想起上次那个被他弄断的东西，更是让他十分羞涩。也不知此物究竟是何等魔道妖人所铸就，当真是邪物。小扰儿，上次我见你可是很喜欢的。叶青云才不会收回去，此物上次可是让小扰破功了好多次，差点连神女的姿态都没了。老祖，顾青扰语气有些娇羞，知道老祖不会收回去的，他也是请求道。那青扰此次修炼想要动用清心诀，不动用清心诀的话，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眼见顾青扰心眸中的恳求和羞意，叶青云也是没有太逼迫。好，反正未来时间长，总有一天小扰会主动请求的。很快，两人也是开始了正经修炼。一天时间很快过去，等顾青扰步履轻浮的离去后，叶青云也是神清气爽，在软榻上坐起身子。小扰的风姿当真是越来越诱人了。
想起昨晚顾青扰的羞涩，叶青云也是心里感叹。随即他对着白玉璧开口：“云梦，出来一趟。”他话语未落，身着紫色长裙的纪云梦就从中走了出来。不知大人有何事吩咐云梦？纪云梦面色平淡，清丽脱俗的她与此地狼藉的寝宫有些格格不入。你父母陨落的事情已经确定了，不是意外，就是季家内部所做。叶青云的话语让纪云梦原本平静的美眸一凝，浑身气势仿佛控制不住似的倾泻而出，看其气息竟已是圣人初期。冷静一点。叶青云微微挥手，他浑身显露而出的恐怖气势就被压缩在他周身几寸之处。此时衣袂飘飘，清丽不可方物的纪云梦也是深吸了一口气，强忍心中杀意，收敛起了浑身气势。他朝叶青云拱手：“抱歉，大人，云梦刚才失态了。”无妨。叶青云并不在意，他忍不住才好，若忍住了，他就要怀疑自己能不能让他彻底臣服了。等我突破大圣，我就带你去季家清算。叶青云并不准备急着暴露混沌中这个底牌，坏了魔宗大事的他肯定是魔宗必杀之人，没准未来能钓到一些大鱼用作修炼呢。他们到时肯定会有针对斩尘地剑的手段，但没关系，混沌中就是应对这样的情况的，专门镇压各自不服。多谢大人。纪云梦眼露一丝喜意，再次对其恭敬一礼。父亲母亲，你们的仇云梦一定会为你们报了的，希望你们在天之灵能够安息。纪云梦在心中暗暗想到，紧接着他的心绪闪过一丝复杂，他还想到了一个人，一个让他有些愧疚的人。不用谢，这是我们的交易不是吗？叶青云笑了，想起当初纪云梦初次绽放的风姿，以及那个满脸不可置信的男人。听说那人都成为一宗之主了，看来也是从那件事走出来了。闻言，纪云梦抿了抿唇瓣，心里也是叹了一口气。他知道未来他将彻底成为他的收藏品了，不过他并没有后悔，这都是他当年的选择。大人，云梦还想与他再见最后一面，以此斩去心中最后一缕情丝。纪云梦美眸深处泛起丝丝涟漪，话语虽平静，却又暗藏决意，他要亲手把那段感情画上一个句号。可以，不过等季家事情处理完后你再去吧，这段时间我没有空。叶青云面色淡然，之后一段时间他估计都要跟老祖他们修炼了，没有时间能过去看好戏，况且他可是还想再次与他在那处地方修炼。纪云梦有些疑惑，他过去跟叶青云有空有什么关系？不过他很快就想到了什么，心里不禁有羞涩之意浮现而出。他居然又想在那个地方上修炼，真是罢了，随他吧，希望那人不要看到吧。心里如此想的纪云梦也是开口道：“云梦知晓了，你回去修炼吧。”叶青云朝他挥了挥手，他之前和小扰修炼过了，现在心里已是没有丝毫杂念，不然若是过往的他，现在早就开始和纪云梦开始修炼了。纪云梦再次对他一礼后，就转身回到了白玉璧内。此时寝宫内只剩下了叶青云一人。先去祖地吧。叶青云心里嘀咕着，化作流光离开斩尘殿，往望尘山的更深处之地飞去。越到深处，肉眼可见的灵气也是越来越浓郁，只是呼吸一口就能让低境界的修士缓慢地增长修为。不一会，叶青云就来到了一座散发着柔和仙光、布满各种古老道纹的仙门外。他运转望尘天宫，仙门也似感应到了什么，微微颤动，开启了门户。随即一股极为精纯浓郁的灵气也是从仙门内扑面而来，隐隐间还有一些能让人寿元流逝变得缓慢的仙气混杂其中。叶青云神情自若地走进门户，只是须臾，他就来到了一处不同于外界的新世界。果然还是这里舒服，感受到浑身舒畅，一点都没有外界压抑的感觉，叶青云也是伸了个懒腰。那是自然，仙灵岛不受末法影响，算得上是处于道圣时代的天地。这时，一位身穿月白道袍、手持拂尘的白发绝色女子平静走来，而在其身旁有两位气息深邃的女子跟在她的身旁。叶青云目光望去，只见太微大圣左侧的女子身着青色道袍，乌黑秀发仅用一根碧玉簪挽着，清冷出尘的面容宛如万载玄冰，好似没有丝毫情感一般，让人望而生畏。而右侧的女子一袭白衣，绝美的脸蛋清冷如霜，气质圣洁出尘，恰似不食人间烟火的画中仙女。叶青云目光一亮，他看出了这两位女子乃是大圣，一看就是此地的老祖。紧接着他又想到了一件事，三位老祖都想要生命本源，会不会不够分啊？叶青云开始算着自己多余的生命本源能给三位老祖补充多少寿元。太微大圣此刻还在继续说着，不过此地要供养我们，所以也是没有多余的资源，不然让望尘山所有人进入这里修炼才好。说到这里，太微大圣轻轻摇头，语气略带惋惜：老祖不用惋惜，就算我们不来此地也无妨，只要老祖你们尚在，我望尘山才是那个能睥睨一切势力、俯瞰众生的庞然大物。回过神来的叶青云脸色一肃，他说的乃是肺腑之言。
望尘山能屹立如此久，靠的是什么？是名望吗？不是，能打服所有的实力。要知道，最开始可是有新兴势力不是很了解望尘山，想要通过打压古老势力望尘山的方式出名。结果嘛，确实是出名了，就是出名的方式不一样。不到1天的时间，就被望尘山祖地内走出的老祖给灭了，直接震惊了当时的神州大陆。那新兴势力可是一位大帝所建立的，哪怕那位大帝已经陨落，其所留的势力依旧强盛。没想到不到1天的时间就被灭了，这怎能不让无数人震撼？也是通过此次事件，让许多势力重新认识了古老势力望尘山，不敢再小瞧这些度过漫长岁月的古老势力。闻言，太微大圣也是微露笑容，就连他身旁的2位女子都是面带笑意。这后辈果然是个好孩子，除了欲念重了一些，其他的都很好。白衣女子对太微大圣传音，语气带着笑意。太微大圣也跟他的想法相同，心中想为他斩断欲念的想法更加强烈了。太微老祖，不知这2位老祖是？这时，叶青云的声音传来，让太微大圣回过神来。不过不用他介绍，身旁的2人已是开口了。我名青羽。白衣女子轻声道。我名玄灵。青色道袍女子的声音稍显淡漠，但仔细听就会发现其中也是带着一丝温和。见过青羽老祖、玄灵老祖。叶青云面色淡然，伸手对2人一礼。青羽大圣和玄灵大圣轻轻点头，算是作为回应。跟我来吧。知晓叶青云前来目的，太微大圣也是转身带着他去往他的住所了。而青羽大圣和玄灵大圣却是身形消失，不知去了何处。好，叶青云紧紧跟在太微大圣的身后。路途上，他也是开口问道：老祖，那2位老祖去哪了？他们2个先回自己的住处了，准备等我们修炼完再让你去他们的住所。太微大圣的话语让叶青云恍然大悟，也让他的心里不禁有些惋惜。原来不是4人行啊！太微大圣并不知晓叶青云心里的惋惜，若是让他知道，估计都要好好教训他了吧。对他而言，2人修炼还能理解，4人一起修炼那就是歪门邪道，是绝对禁止的事。很快，太微大圣就带着叶青云来到了他的住所。到了，太微大圣轻声开口。叶青云望着眼前的一幕，有些讶然。只见一座以青竹搭建的竹屋傍水而建，十分简单自然，完全没有大圣住所的样子。在他来的路上，他还想着太微大圣的住所是怎样的仙台楼阁、广袤道场，结果就这。你很惊讶？看着叶青云脸上的讶然，太微大圣也是好奇地问了一句：他的住所难道有什么不对吗？不，我只是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有点配不上你。叶青云摇头说道：住所不就是用来居住的吗？哪有什么配不配得上？太微大圣淡淡一笑，对他来说，能住的地方就是住所。外界那各种展示自己古老底蕴的大殿他可以住，简单竹屋他也可以住，是青云狭隘了。叶青云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他属于是那种豪华大殿住多了，再看那些普通住所，下意识地觉得他不配他住。太微老祖的心境当真是比我好多了。也不对，好像是我比较奇葩，和望尘山格格不入。叶青云暗暗想到，望尘山首重心境，可以说修炼到高深境地的道心绝对超然。无妨，日后我自会好好教导你。太微大圣语气柔和地说了一句，他之前已经跟一些人商量过了，未来由他作为主力教导叶青云，玄灵和青羽作为辅助，让他尽早走回正道。而等未来外界天地渐渐复苏，其余人也会不断出世，一起教导叶青云。旋即太微大圣带着叶青云进入了竹屋。竹屋内摆放的东西极少，只有桌椅、床榻、竹架什么的。太微大圣一边开始褪下道袍，一边平静对叶青云说：来吧，我需要一些生命本源。他如今的寿元只剩下300多年，对他来说跟要死了也差不多，因此也是有些迫不及待。是。叶青云眼睛放光地看着太微大圣那7双赛雪的无瑕肌肤，曼妙饱满的娇躯。他开始缓缓走上前，之后的事一切尽在不言中。时间匆匆，转眼间已是2年半时间过去。这2年半的时间里，五域势力除了继续绞杀魔道修士，明面上也并没有做出其余举动。一众魔道势力也是没有继续搞事情，决定先等过了这个风口再说。而在这段时间内，天骄的出现率也是比过往多出了不少。结合现在天地的灵气浓度开始缓慢上涨，各种秘境也是不断出现。有人断言，未来的天地可能会摆脱魔法，重回古老时代的繁荣。此消息不知从何处传出，让五域无数人的眼中猛地一亮。天地环境在变好，也就代表着资源更多，强者诞生的更多，没准未来还会有大地诞生。此想法一出，也是让无数势力兴奋地摩擦拳掌，准备未来大干一场。未来的大地一定是从我们势力走出的。无数势力的人暗暗想到。望尘山祖地，仙灵岛，一间傍水而建的竹屋内。太微老祖，你已经多了700年的寿元了，可以不用那么急切了。
叶青云穿上白袍，对躺在床榻上面色微红的白发绝美女子无奈说道：“太微老祖的胃口太大了，生命本源几乎是来者不拒，让他很是疲惫。那就过段时间再继续修炼吧。”床榻上，太微大圣眸光下移，见叶青云有些腿软的样子，也是放过了他，同时心中还莫名闪过了一丝得意。叫你一点都不安分，经过教训后，看你还敢不敢乱动。听闻此言，叶青云松了一口气。这2年半的时间，他每天都会前来此地，并且还去其余2位老祖的住所，那和他们修炼灌注生命本源。最开始他自然是规规矩矩的，没有乱动，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也是越来越大胆，尤其是见太微大圣和另外2位老祖没有阻止后，更是不可一发收拾。不过最后或许是太微大圣清醒过来了，当场结束和他修炼。之后跟太微大圣的修炼也是直接由他为主，根本不给他作妖的机会。毕竟太微大圣乃是大圣巅峰之境，只是动手就让叶青云毫无反抗之力。大部分生命本源也是被太微大圣吸收走，让叶青云很是疲惫，每次都是双腿颤颤。青羽老祖和玄灵老祖对他都没那么过分，这也让他想要逃离太微大圣这个魔窟了。修炼爽是爽，但不能如过往一般为主，就让他不太好了。老祖，那青云就先告退了。叶青云对太微大圣拱手后，就直接快步离去了，生怕太微大圣叫住他。床榻上有些慵懒的太微大圣瞥了他一眼，见叶青云快速跑路，也是有些好笑。他又不是什么洪荒猛兽，跑这么快干嘛？不过他的欲念应该也算被我斩断很多了吧？太微大圣不确定地想到。他的经验不算丰富，不是很清楚叶青云的欲念是不是被他斩断许多。不过他想起和叶青云这个后辈的修炼，心里也是不平静。没想到2人修炼的滋味如此之妙，若是我年轻时，可能都会沉迷其中了。太微大圣回忆起那种欲仙欲死的感觉，也是暗暗感叹，难怪叶青云会如此沉迷此道，确实是有他的原因。此道修炼当不掺杂欲念，这才是完美的修炼。等他斩断欲念后，我和他应该也算是道侣了，届时如此修炼也是阴阳双修，合情合理。不过他未来应该也会是他们的道侣。想到叶青云会成为他们的道侣，太微大圣蹙了蹙眉，但下一瞬他蹙起的眉头松开，觉得自己也是有些狭隘了，心里居然闪过一丝不想让他当他们道侣的念头。看来此事对我也是有些影响。太微大圣合上了美眸，不断运转着望尘天宫，浑身散发着淡然出尘的韵味。另一边，叶青云已经离开了仙门，回到了斩尘殿中。你回来了。身穿月白仙裙的赵青英轻启谈口。叶青云点了点头，上前把他拦腰抱起，往寝宫内走去。这么急着修炼？赵青英神色清冷，一双洁白藕臂环住了他的脖子。想你了。每次叶青云在太微大圣那受挫，都会回来找人一雪前耻，找回自己的自信。赵青英闭上美眸，也不知道信没信，他是知道叶青云和老祖们修炼的事的。2个时辰后，看着床榻上已经昏睡过去的赵青英，叶青云唇角微勾。果然，太微老祖就是仗着自己修为高欺负他，等他未来与他同境界，必会狠狠教训他，让他尽显丑态，再用留影石记录下来。届时他也能威胁太微老祖，让他好好听话。老祖，你也不想你这副姿态被别人看见吧？想到太微老祖那屈辱而又无可奈何的模样，叶青云的唇角是压都压不下去。倏然，叶青云感受到自身一张传音玉符发出了震动，这让他当即停止了幻想，拿出玉符。紧接着，传音玉符一道话语声也随之从玉符中传出：斩尘大人，那裴玉涵又新收了一位弟子。收了就收了，这点小事为什么还要跟我汇报？叶青云语气淡淡，甚至隐隐有一丝不满。这点小事居然都要跟他说，此人是不是觉得他太闲了？汇报的那人似也听出了他的不满，连忙说道：斩尘大人，若只是一位普通弟子，那属下自然也不会因此小事扰您清修。但裴玉涵新收的弟子天资不凡，见到修为精进极快，甚至是比当年的叶剑仙都要快啊！哦，叶青云脸上有些惊讶，那叶剑仙可是一位天命之子，他亲自确认过的，结果居然有人天资比他还要高，莫非又是一个天命之子？叶青云沉吟片刻，我知晓了，届时我会前往大齐皇朝的。正巧他也挺久没玩过那裴玉涵了，这次他倒要看看他的嘴是不是还那么硬了。我阴阳阁必会为大人准备好住所。传音玉符传来的话语满是讨好。不用，我在大齐皇朝自有住所。叶青云拒绝了，他过往在大齐皇朝内一般都是住在清宫，其内自有圣女为他暖床侍寝。原来如此，是属下考虑不周了。那人恍然，显然也是想到了什么。接着叶青云随意和他说了几句后，就收起了传音玉符。是新的天命之子出现，还是只是一个资质妖孽的天骄？叶青云目光开始闪烁起来。
叶渊这个天命之子是他在200年前游历大陆时，在望尘山附属势力大齐皇朝内发现的。是通过清宫圣女发现的。想起陆清言那曼妙迷人的身姿，他唇角微勾。20多年不见，也不知他如今是何想法，或许心中还抱有一丝不切实际的希望。叶青云心里暗暗笑道：大齐皇朝是望尘山麾下的附属皇朝，其实力在整个东荒中都是排得上号的，乃是由准帝所开创。此时夜幕降临，大齐皇朝3宫之一的清宫内，一位身穿深青色衣裙的绝美佳人正斜倚在窗边，怔怔出神地望着天上那皎洁无瑕的明月。明月洒下一片片朦胧光辉，照耀在其周身，让她那如雪般无瑕的肌肤泛着诱人的光泽，衬托着她好似月宫仙子一般。叶渊，他轻声呢喃着，脑海中不断回想起过往和他的一幕幕，其中有着幸福、满足以及哀伤。随即他脑海中叶渊的身影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身穿白袍的男子。他粗暴地把他按在床上，与他进行着修炼。紧接着无数画面闪过，有在窗边的、地上的、殿门外、云层上、花园内，到处都有他和他的痕迹。想起这些羞人记忆，绝美佳人脸色微红，一双白皙修长的玉腿不由得并拢起来。唉，看到自己下意识的反应，绝美佳人叹了口气，她也不知她现在心里爱的到底是谁了。须臾，绝美佳人神色一愣，拿出了身上属于那人的传音玉符。青言，明早我要来大齐皇朝，记得帮我暖床。带着些许笑意的话语声传来，让陆青言不禁抿了抿娇艳唇瓣。我知晓了，展臣大人。陆青言应了一声。几息后，听到传音玉符没有任何话语传来，他也是把玉符收了起来。接着他迈动连足来到了偏殿。偏殿内云雾缭绕，可以看见中央处有一座白玉温泉。陆青言褪下身上衣裙，被云雾遮掩的朦胧娇躯已是泡进了温泉内。也不知展臣大人为何突然前来，莫非是禁忌私动？陆青言心中默默思忖着，随即他也没有继续想下去。他负责的只是服侍好那位大人，让他能够多加扶持大齐皇朝，这也是他身为清宫圣女的职责。陆青言洗涤全身后，玉足踏出温泉，穿上他早已是准备好的淡青薄纱。绣着花纹的淡青薄纱让他那曼妙丰满的娇躯若隐若现，足以让任何男人血脉喷张。对于自身穿着如此暴露的服饰，陆青言脸上没有丝毫变化，这是展臣大人喜欢的，更何况他也觉得穿着薄纱修炼很是方便。陆青言收起地上的深青色衣裙后，就赤足往寝宫内走去。清宫内很是安静，在路途上可以看见清宫空无一人，让陆青言很是平静地回到了自己的寝宫。他躺在自己的软榻上，默默地等待叶青云的到来。翌日清晨，当叶青云踏步来到清宫时，已是见到了正躺在软榻上为他暖床的陆青言。看着他身披他最喜欢的淡青薄纱，叶青云脸上露出一丝笑容。青言如今很懂事嘛，都知道主动穿他喜欢的了。青言见过青云大人。陆青言也是看到了叶青云，在软榻上起身跪在榻上，对他欠身一礼。不必多礼，先让我看看如今青言的修炼技巧有没有生疏了。看着他那被淡青薄纱包裹的丰满娇躯，叶青云眼中闪过一丝欲念。20多年不见，他也是挺怀念他的滋味。请大人检验。陆青言有些羞涩地低下了头。叶青云缓缓踏步上前，来到了软榻上2个时辰后。不错，技术没有退步。叶青云穿好白袍，对软榻上还在喘息的陆青言夸奖一句。多谢大人夸奖。陆青言绝美脸庞上满是潮红，心里满是满足感。这20多年的境遇让他也是十分空虚，所以之前对于叶青云的到来，他的心里还是有些欢喜的。我要先去找裴玉涵了，你要跟我去吗？没准你心心念念的叶渊已经出关了呢。叶青云轻笑道。闻言，陆青言面色一僵，但只是一瞬就恢复了往常平静。大人说笑了，他已经几百年都没有出来了，可能早已是作画陨落了吧。说罢，陆青言美眸有些黯然，当年他想要趁晚年之前突破圣王，因此找了一个隐秘地方闭死关。结果几百年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出现在外界，也让他的心彻底沉了下去。后来他也是一心一意做起了自己的圣女，就算是叶青云当年想要他事情，他也没有多么犹豫，就点头答应了。既然他都已经死了，清白之躯留着又有何用呢？还不如换取这位大人对大齐皇朝的垂青。叶青云不置可否，他其实也认为那天命之子叶渊已经死了，不然就算是突破，也不应该会用那么久的时间。你好好休息吧。叶青云对其说了一句后，就转身离去了，只留下软榻上目光略微失神，不知在想些什么的陆青言。剑宗是大齐皇朝的6大宗门之一，也是6大宗门中底蕴最浅的新势力，由2000年前叶渊叶剑仙所创建，其所坐落之地乃是大齐皇朝内的琼明山脉上。当叶青云来到这里时，发现剑宗相比起以前已是极为冷清了。山外巡逻的剑宗弟子
都少得可怜了。你是何人？远处的守门弟子警惕地看着前来的叶青云，一只手已是悄悄地放在了剑柄上。裴玉涵呢？叶青云对他问了一句。他刚才望了一眼四周，发现并没有看到裴玉涵，这不禁让他疑惑。再来的时候他已经通知了裴玉涵，结果他竟然不在山门外恭候。我不知宗主在何处。见他自认是自家宗主，守门弟子也是恭敬了不少，但心中警惕还是没有放下。那你让裴玉涵的徒儿出来吧。叶青云语气有些冷漠道，等会他要好好教训下那个女人，20多年不见，她居然又不听话了。啊，这……守门弟子有些犹豫，不知该不该进去叫那些师兄师姐，而且没有传召的他也很难见到宗主弟子的。斩臣大人，请不要为难这位弟子了。一道悠悠叹息声响起，叶青云闻声望去，只见远处有一位身穿黑白剑袍的女子正御剑疾驰而来。女子容貌绝美，五官精致，乌黑亮丽的秀发随着御剑而微微飘扬，让人忍不住惊艳失神。从外面来的又去寻找他那师尊的闭关之地了。叶青云挑了挑眉，他没想到这裴玉涵还没死心呢。看到已是飞到了身前不远处的裴玉涵，守门弟子也是对其恭敬拱手。弟子见过宗主。裴玉涵微微颔首，接着他转头对叶青云开口道：斩臣大人请上来，玉涵带您前往寒宫内。闻言，守门弟子不禁满是震惊地望向叶青云，此人竟能让宗主带其去寒宫。要知道寒宫可是宗主的寝宫啊，而且听宗主唤起斩臣大人，莫非是那位？似想到了什么，守门弟子连忙低下头，不敢再深想下去。叶青云一步踏出，来到了裴玉涵身后，脚下大剑稳稳承载着他剑状。裴玉涵也是带着叶青云飞往了寒宫所在的方向。不一会，脚下大剑就带着两人飞到了寒宫门前。等裴玉涵收起自身的剑后，叶青云也是神色如常的上前伸手放在裴玉涵那诱人身段上。裴仙子，之前是不是又去找你师尊的闭关之地了？叶青云笑了一声。对于在他身上作怪的大手，裴玉涵视若无睹。裴仙子，你应该也知道你师尊已经……叶青云还未说完，就被裴玉涵冷着脸直接打断。不可能，师尊一定还活着。他不相信那个在他眼里能顶天立地的师尊已经死了。裴仙子，看来许久未见，让你有些不懂得谦卑了。叶青云看他脸色有些冷了起来，面上也是有些不爽，身前的疼痛也让裴玉涵不禁闷哼一声。别忘了，你剑宗现在还能在大齐皇朝成为6大宗门之一的原因。虽然有苏清离那个女人护着剑宗，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若是没有我，你们剑宗就是有那女人护着也是没用，更别提继续成为6大宗门之一了。再敢摆脸色，我亦能让你剑宗万劫不复。这句话让裴玉涵的脸色瞬间有些苍白起来。抱歉，斩臣大人，玉涵刚才是情绪有些激动了，请您一定不要往心里去，玉涵之后一定会好好服侍您的。高傲的裴玉涵低下头颅，对其不断道歉。剑宗是他师尊所立，他不想让师尊的心血白费，为此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哼！叶青云冷哼一声，拉着裴玉涵往寒宫里走去。他要让这裴玉涵好好重温一下自己过往低贱的样子。一天时间很快过去，寒宫内床榻上，一个绝美女子正满脸潮红地躺在床榻上，她身上到处都有黑白剑袍的碎片，被遮掩的完美娇躯上也是隐隐露出了各种红痕。什么裴仙子，裴剑仙的，刚才那番模样，没准连一些妓女都做不出来。看着这一幕，站在床榻边的叶青云对其嘲讽，并且还拿出了留影时播放了那一画面，让裴玉涵那满是潮红的绝美脸蛋上露出羞愧之色。他也不知自己这次怎么又会露出那等神色。此刻的他只觉得自己十分愧疚于师尊的教导，甚至心里还在暗暗愧疚不能为师尊守住自己的清白之身。叶青云其实也是有些意外的，过往这裴玉涵也极少露出这等神色，没想到今天的第一次修炼就让他如此，莫非九矿之身让他变得如此敏感？听说你新收了一个徒儿，叫什么名字？叶青云目光闪烁，问起了正事。林玄。虽然不知道叶青云为什么要问此事，但裴玉涵还是乖乖回答了，毕竟这不算是什么秘密。听闻他天资不凡，你在哪里收来的？一处偏僻山峰上。偏僻山峰？叶青云有些惊讶，那叫林玄的难不成与叶渊有关？说起林玄，裴玉涵的绝美脸蛋上也是洋溢出了一丝笑容。他没想到当初收下一个和他眼缘的弟子，天资竟如此恐怖，也让他看到了一丝复兴剑宗的希望。你把他叫来，我看看他是不是和我望尘山道头。叶青云开口。当然是不适合什么的，当然是假的，他只是想看看那林玄是不是天命之子，至于是不是与叶渊有关，他倒不是很在乎。听闻此言，
裴玉涵面色一变，红唇微动，似想说些什么，但最终他也只能不甘地应了一声是。他其实很想拒绝，但又不敢拒绝，毕竟叶青云可是望尘山老祖，在东域高高在上，令无数人敬畏，而他不过是一个破落宗门的宗主，就连那6大宗门之一的名号也是他保下来的。他若真看上那林玄，他又如何拒绝？甚至没准林玄也会主动跟着他走吧。裴玉涵心中惨然一笑。与此同时，距离寒宫颇远的一处宫殿内，一位身穿白衣的年轻男子正盘坐在床榻上修炼。只是瞬息，他睁开了双眼，修为已是恢复到神功之境了。感受着体内的力量，年轻男子轻轻点头。或许只要几十年，我就能重回巅峰了。年轻男子心里大致估算了下，他这次出关后，虽然境界突破到了圣王，但浑身法力却消失得一干二净。要不是正巧碰见自家徒儿玉涵，他都不知道该花多少时间下山峰了。雪儿，前来寒宫见我。这时，裴玉涵那清脆悦耳但又带着丝丝沙哑的声音在林玄脑海中响起。玉涵找我。听到话音，林玄面色一愣，随即他下了床榻，走出殿门，往寒宫所在之地飞去。一盏茶后，林玄来到了寒宫殿门前，可以看见那殿门此时已是大开。他踏步走了进去，绕过屏风后，发现宝座上坐着一位陌生的他完全不认识的白袍男子。在宝座旁，脸上带着些许红晕的裴玉涵正站在他的身侧，犹如侍女一般。此人是何人？玉涵为何对其如此恭敬的样子？林玄眼眸微眯起来。虽然如今叶青云极为出名，但也只是名号出名，真正见过他真容的人极少，几乎只有同等层次或次一等势力的人才知晓他的容貌。是以林玄并没有认出眼前的人是斩尘老祖。裴玉涵看到林玄到来，轻启谈口，为其介绍身旁之人。玄儿，这位乃是望尘山的斩尘老祖，还不快快拜见。闻言，林玄神色一肃，望尘山和斩尘老祖的大名他自然也是听过的，就算是他在巅峰时期也不敢在他们面前乱跳。别看如今那些大势力的掌舵者不过圣人，许多人的境界连他都不如，但那是因为如今的天地正处于末法时代，真正天资经验的人早就自封了。况且那些大势力都是传承久远，其祖弟必会自封着诸多老古董，什么时候爬出一个圣王甚至大圣都不会让他惊讶。剑宗林玄见过斩尘前辈。林玄不卑不亢地对其拱手一礼。不用多礼。叶青云眼露一丝笑意地看着林玄。定，检测到天命之子。林玄，玄渊剑。身份，叶渊本命之剑，裴玉涵之徒。体质，玄渊剑体。修为，神功境初期，圣王境界，修为恢复中。玄渊剑，叶渊的本命之剑。叶青云心里满是惊讶，亦有些惋惜。当初那惊才绝艳的叶渊果然已是陨落，而且看着林玄境界乃是圣王，修为却在恢复，莫非叶渊的一切成就了他的剑？叶青云若有所思，若是没有他，叶渊的徒儿红颜和未婚妻估计都会被他继承吧。叶青云脑海中虽思绪翻飞，面上却不动声色，只是打量他几眼后就佯装惋惜摇头。可惜你与我望尘山无缘。此话一出，其身旁的裴玉涵眼中划过一丝喜意，嘴角都不禁勾了起来。但下一瞬，他连忙收敛了所有神态，恢复了自己往常的高冷仙子姿态。只是他眼角余光却若有若无地望向叶青云，生怕被他发现了什么。前辈，此言何意？林玄问道。斩尘老祖之前想看看你是否适合修炼望尘山的功法，可惜玄儿你不合适。叶青云还没说些什么，一旁心情不错的裴玉涵就对其解释道。他瞥了裴玉涵一眼，见他面色好似有些惋惜的样子，演得太过了。叶青云在心里默默吐槽道。晚辈是剑宗的人。林玄严肃开口，表明了自身的立场，让裴玉涵心中甚是满意，对林玄更喜爱了。呵呵。叶青云看着两人，最后目光停留在了裴玉涵身上，轻笑一声。他心里饶有兴趣地开始想着，若他师尊叶渊的一切都被他的玄渊剑吞噬，裴玉涵还会对林玄如此亲切吗？没准知道后连杀了他的心都有，或许还能借此让裴玉涵彻底成为他的收藏品之一。裴玉涵有些疑惑地看着叶青云那意味深长的目光，他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看他。对此，叶青云自然也是没有解释什么，任由其心里猜测着。他目光望向林玄，沉吟道：你先退下吧，我和你师尊还有话要说。说罢，他眼眸深处有魔光一闪而过，一道魔种悄无声息地种入林玄的体内。种下魔种后，未来这林玄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叶青云暗想道。未来林玄不仅获得什么机缘他都能知道，就连其性命也在他一念之间。裴玉涵脸色有些不自然，他自然也是知晓叶青云会跟他说些什么话。是。林玄拱手应了一声。
他没有怀疑什么，只以为他们要说什么正经要事。旋即他化作流光直接离去了，其身上透露出的一缕气息瞬间让叶青云目光一凝。这是仙道的气息。叶青云死死盯着林璇离开的方向，刚才那缕一闪而过的仙道气息，他绝对不会认错。作为曾经与仙岛只有一步之差，最终却无缘得见的他，对此印象极深。幸好刚才就在林璇身上种下了魔种。叶青云眼眸微眯，这林璇不是曾经去过仙岛，就是其健身所铸就的材料中就有仙岛所产出的仙料，不管是哪一种，都代表着其与仙岛有因果。身为天命之子的林璇，未来再次进入一次仙岛也很合理，而他也可以通过林璇进入仙岛。看着叶青云正在思忖着什么的样子，裴玉涵没有打扰，只是静静地望着他。对于叶青云，他的心里很是复杂。过去他用剑宗威胁他，逼迫他与其修炼，让他很是厌恶他。但他让剑宗不被大齐皇朝除名，让剑宗能够继续成为6大宗门之一，又让他很是感激。也因此，他与叶青云保持了200多年的关系，过程中他自然也是被他各种羞辱。但一想到师尊留下的剑宗，他也是咬牙撑了下来，最终习惯了他的粗暴对待。到如今，裴玉涵也不知自己如今对叶青云是什么想法了。裴仙子，还不快带我去你的床榻？叶青云的话让裴玉涵回过神来，看到他上下打量他的目光，裴玉涵心中无比冷静。果然，还是最讨厌他了。1个月后，寒宫内，裴仙子说：“你是怎么爱上你的师尊的？世人都称呼你为寒宫剑仙，看来只是徒有虚名。要是让你师尊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也不知道会怎么想。”你闭嘴！裴玉涵咬牙回应道：“真是越来越过分了，居然在这种场景下提到他的师尊。”但更让气愤的是，自己居然感受到了更强烈的刺激，这让他不禁对师尊更加愧疚了起来。叶青云脸上满是不以为然，叫那么大声干嘛？过往我们不是经常这样修炼吗？而且这对你的刺激不也是很大吗？他上前在裴玉涵的耳畔低语着。裴玉涵闭目不语，只是他绝美脸庞上的潮红和时不时的轻哼声，让人明白他的内心深处到底是有多快乐。见他没有言语，叶青云的心里满是笑意。这裴玉涵当真是个极品尤物，每次提起他师尊时，反应总是比过往激烈。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是在愧疚呢，还是在兴奋呢？不知过了多久，两人都已是下榻穿戴整齐。叶青云依旧是一身白袍，不过裴玉涵倒是没有再穿着那黑白剑袍，而是换上了素白长裙。身着素白长裙的裴玉涵举手投足间也是透露出清冷孤傲的气质，让叶青云都不禁侧目。现在的裴玉涵看起来还挺像他望尘山的门人。这时裴玉涵似想起了什么，脸色一正：“展陈大人，宗门大会没过多久又要开始了，这次也要麻烦您了。”听闻此言，叶青云也是愣了一下。时间过得如此快吗？什么时候？叶青云问了一句。反正这次出来，除了林璇的事，他也算是出来放松放松。毕竟在祖地经常被压榨的日子可不好过。3个月后，裴玉涵轻启谈口，告诉了叶青云宗门大会开始的时间。我知道了，我会让那些势力的人放水的，但你的弟子也不要太废了。叶青云瞥了他一眼，打假赛可以，不过太假就不好了，哪怕那些宗门都知道内幕，我会在这3个月内好好教导他们的。裴玉涵语气满是认真，哪怕知道是打假赛，他也是尽量让人看着不会那么假。小唐和明念都已是神功中期，离神功后期只有1步之遥，这3个月得尽量让他们突破。裴玉涵暗暗想到。想着这些的他也是对叶青云拱手：“展陈大人，玉涵就先去指点他们修炼了。去吧，不过每晚记得来我这里，这3个月我待在你这里。”叶青云挥了挥手，心里已经浮现出无数个坏点子了。白天裴玉涵是他徒儿眼中的好师尊，晚上吗？呵呵。闻言，裴玉涵心中也是默默叹了一口气。他知道这3个月他可能会很累了。寒宫殿门外，一位身穿淡蓝剑袍的年轻男子刚来此，正想要开口，却发现殿门开了。看着身穿素白长裙的裴玉涵走了出来，年轻男子也是眼露一丝惊艳。紧接着他回过神来，连忙拱手道：“明念见过师尊。”“明念，你来为师，这里是有何要事吗？”见赵明念来到他寝宫殿门外，裴玉涵也是语气温和对他问道：“是，弟子最近有几处见到疑惑之处，来此也是为了向师尊请教。”赵明念语气恭敬开口：“原来如此，正好，为师也正想要去找你和你的师姐和师弟，等为师把你的师姐和师弟叫来，再为你们一起解惑。”说完，裴玉涵也是拿出了2人的传音玉符。“是，师尊。”赵明念心里虽然对不能让师尊独自教导他而有些失落，但他转念一想，距离宗门大会开启的时间已经没有多久了，师尊想要把于小棠师姐和林璇师弟2人叫来一起教导他，也是能理解的。
半刻钟后，得到裴玉涵通知的林玄和于小棠也是前来了此地。林玄见过师尊，小棠见过师尊。林玄和于小棠来此后，就对裴玉涵恭敬一礼。今天的林玄身穿一件素白剑袍，让他那有些凌厉的气质多了一丝随和。在其一旁，于小棠面容绝美，身上一袭白色剑袍勾勒出她那高挑动人的身段，满头青丝也是被她扎成了高马尾，垂落腰间。既然你们都来了，就跟我去后山吧。裴玉涵见他的3位徒儿都到场后，也是素手一挥，带着他们前往了后山。他要开始好好教导他们了。3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这一天，大齐皇朝的皇城内很是热闹，人流量是以往的好几倍。不过这些来此的人都在往皇城中心的一座大广场走去。路途中有许多人在兴致勃勃地闲聊着。200年一次的宗门大会又要开始了，你们说这次谁能夺得魁首？应该是6大宗门之一的玄霄宗。听说其宗门最强天骄玄古可是已经突破到了神功巅峰。不对，应该是阴阳阁，其阁主之女纪灵溪一身剑道修为通天，在几年前的兽潮中有斩杀神功巅峰大妖的战绩。玄古也斩杀过神功巅峰大妖。你们都说错了，这次的魁首应该是霸体门，其肉身惊天动地，堪称是6宗最强。他们纷纷说着自己看好的宗门，6大宗门中的另外2宗也是被人提到过，不过倒是几乎没人提起剑宗，就算提起也是完全不看好，甚至猜测如今的剑宗会不会把6大宗门之一的名头给丢掉了。而在天穹上，几个站在大剑上的人影也是听到了他们的话语。这些人有这么不看好我们剑宗吗？我们也是很强的。赵明念不爽地嘀咕了一句，如今我们剑宗相比起以往已是衰落许多，没人看好也是正常。林玄面色有些沉重，剑宗是他亲手开创出的，也是他亲自带领剑宗一步步迈向鼎盛的。再想起如今剑宗的冷清，他也是不禁暗暗感叹岁月的残酷。只是一次闭关，再出来就已是沧海桑田了。哼哼，我一定要把那些6大宗的弟子打得满地找牙，让世人看看我剑宗不弱于人。于小棠握紧小粉拳，轻哼一声，师姐说的是，到时用我们的实力狠狠打脸他们。赵明念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一丝笑容。裴玉涵独自站在自己的大剑上，微风拂过，轻轻吹动了他的发丝。听到他们的话语，他也是没有打击他们。能被称为6大宗的天骄，怎么可能是那么容易击败的？没2把刷子，早就被后来者给超越替代了。特别是此次听说出现了好几位神功巅峰的天骄，只是勉强突破到神功境后期的赵明念和于小棠怎么可能击败他们？幸好有斩臣大人坐镇，不管怎样，这次剑宗的名号也是保住了。裴玉涵再次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不过他一想起这3个月每日夜晚被斩臣大人特训，心里也是不禁羞恼。就算他与斩臣大人修炼了不知道多少次，再次重温那些还是让他极为不堪。随即裴玉涵深吸了一口气，压下无数繁杂思绪，对3人道，我们走吧。是，师尊。3人停下话语，对裴玉涵拱手一礼，跟着他一起继续飞往了皇城中央的大广场了。此时在皇城中央的大广场外围已经是人头攒动，不知有多少人过来看热闹。而在内围已经设下了6座方方正正的庞大擂台，内围中心处更是有巨大的平台立起，上面分别站着12个不同宗门的人，外围的众人喧嚣杂乱，正在对着内围指指点点着什么。那6座擂台是用来比武的吗？好像有些小了，不会被直接打坏吗？一看你就是第一次来的，要是你了解过就不会这么想了。道兄，愿闻其详。那擂台可不像表面看着的那般，里面自有乾坤，据说就算是王者在里面大战也能承载个一时片刻。这么坚硬？有人目瞪口呆。若真是如此，岂不是说以他临海境后期的修为，连在上面留个印子都做不到？要知道在他所居住的城池内，他也是一方高高在上的老祖啊。当然只是大战一次就会破碎的擂台，皇朝若不想丢脸，就绝对不会用。其中一位观众平静说道，宗门大会可是大齐皇朝所举办的重大盛事，是让麾下能够参加的18个宗门各自派遣5名天骄前来展现自身的实力。当然不派遣5名天骄也可以，但至少也要派遣3位天骄前来。其中6大宗门的天骄必须有人进入前10，不然会被大齐皇朝认为未来潜力有限，剥夺名号。剥夺名号所连带的损失利益，足以让6大宗的人心痛到无法呼吸，一瞬间就少了一大半资源，这谁能接受？因此每次宗门大会的排名也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各自宗门的排名。阴阳阁的人来了，不知道是谁大喊一声，让在场众人纷纷把目光望向其指着的位置。只见远空有一艘100丈大小、通体黑白之色的飞舟急速驰来，在飞舟上还刻有无比醒目的阴阳2字，这是专属于阴阳阁的飞舟。通体黑白，隐有阴阳2气萦绕，并刻有阴阳2字，没错，确实是阴阳阁的飞舟。
只是那股阴阳二气有种让我脑袋空白的感觉。你太弱了，连非洲表面的阴阳二气都承受不住。底下众人沸沸扬扬，议论纷纷。而那艘100丈大小、通体黑白之色的非洲，在飞驰到内围后就停了下来。也不知这次阴阳阁来的人是哪几位。内围中央的巨大平台上，有天骄眼中流露出金光。知道了又如何？我等又打不过。另一位天骄脸上略带落寞，抬头望向半空中的6块表面平整的巨石，那是6大宗门所在的地方。而在内围半空中一块悬浮的巨石上，有身穿玄袍的年轻身影负手而立，目光深邃地望着黑白非洲。阴阳阁此次前来的天骄中，其中一位肯定是纪灵犀。在他身旁，一位约莫20多岁的道袍青年笑道：就算纪灵犀来了又怎么样？这次的魁首肯定是玄谷师兄。在玄袍身影身后，有人满是崇敬地看着玄谷。玄谷没有说话，只是面上满是自信的神色，却代表着他的意思，他必定会是第一。其余3块巨石上也是有人跟玄谷一样满是自信，觉得其余人都差了他几分。不过如此罢了。半空中，黑白非洲走出了4道身影，为首者乃是一位面容平静、身穿黑色剑袍的绝美女子。她背负一柄漆黑长剑，浑身散发着凌厉气质，让人不容小觑。随着他们走出后，外围无数人惊呼：那就是纪灵犀吗？好美！那是纪修。听闻他乃是阴阳阁阁主的弟子，修为不俗，也是一位极其强大的天骄。有人直接认出了纪灵犀身后的一位身穿黑白道衣的年轻男子。纪修扫了一眼其余4块巨石上的人影，心里有些凝重起来。灵犀，这次的宗门大会你要小心一点，如今的各宗都出了一些不得了的天骄。纪修对身前的纪灵犀提醒一声，他怕纪灵犀心有傲慢而看不起其余宗门的天骄。修儿说的不错。一道沉稳平静的话语声在几人身后传来：阁主、师尊、父亲。几人转身对着刚从非洲中走出的俊美男子恭敬一礼。俊美男子身穿阴阳道袍，浑身上下隐隐有圣人气息显露。不必多礼。俊美男子挥了挥手，嘴角似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在他走出后，属于阴阳阁的巨石飞来，稳稳地落在他们脚下。他目光望向纪灵犀：灵犀，此次不可有丝毫大意，我阴阳阁最有希望得到魁首的就是你了。父亲，我明白的。纪灵犀平静点头。对于父亲语气中略带的一丝期许，他自然也是听出来了，这也是让他的心里有些压力，没有他表面上的那么淡然。纪云天，你终于来了，我们再来打一场。远处的巨石上，一位肌肉虬结的光头大汉看到身穿阴阳道袍的俊美男子后，目光一亮，他浑身战意显露，目光直勾勾地盯着纪云天。纪云天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心里也是无奈，这个满脑子只有肌肉的莽夫又想要打架了。这次宗门大会是小辈们的战斗，我们这些老辈还是不要抢他们的风头了。纪云天没有回头，说出的话语让在场前来的天骄也是暗暗点头，这也让光头大汉的战意一泄，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那等宗门大会结束后，我们再来比划比划。光头大汉不甘心地说了一句，他的一世神通快要更进一步了，但缺少强者与他大战一场。是以他也是盯上了修为比他高上一截的纪云天。再看吧。纪云天随口说了一句，他决定等宗门大会结束后立马带人跑路。这个答复自然不能让光头大汉满意，他正想继续开口，就听见有人笑了一声，让他的目光也是转移过去。玄霄，你在笑些什么？见是玄霄宗的玄霄宗主在笑，光头大汉也是双臂抱于胸前，语气十分不爽。一看到那玄霄那副让人欠揍的笑脸，他就想狠狠打过去。闻言，玄霄停止了笑声，但他的脸上依旧带有笑意。纪云天都不想搭理你，结果你怎么还凑上去？更何况看着你如今成为了光头，我也是忍不住想笑啊。玄霄笑着摇了摇头，想起了曾经他那满头发丝的样子，不行，配上他如今肌肉虬结的样子，好像更想笑了。他这话一出，纪云天和其余宗门的宗主面色微妙，显然也是想起了什么。其余天骄也是低下头颅，看着自己的脚尖，表示自己什么都听不到。光头大汉满脸寒霜，目光死死地盯着玄霄，眼中满是怒意。现在的模样本来就是他心中的一个痛，霸体门练功必须如此，他也是没有办法。结果这玄霄还敢嘲笑他现在的样子，不能忍。玄霄，一战！光头大汉怒吼一声，宏大的话语声惊天动地，吓得外围一众观众瑟瑟发抖，耳膜都快要震裂了。怕你不成？对于光头大汉隐隐带有一丝力量的怒吼声，玄霄脸上满是风轻云淡，他并没有后悔笑出声，引得光头大汉发怒。玄霄宗跟霸体门的关系可不怎么好，笑了也就笑了，你能奈我何？眼见两人气势开始碰撞，其余人也是连忙上前阻止。真要打起来，这宗门大会还开不开启了？道兄何必生气呢？玄霄应该也不是故意的。是啊，道兄，
有什么事等宗门大会结束后再做也不迟啊。有2人对光头大汉开口劝慰，想让他等宗门大会结束后再去清算。光头大汉冷哼一声，闭上双眸，算是默认了他们的说法。而玄霄那边的就轻松许多了。纪云天对玄霄感激一声，多谢道友了。纪云天觉得玄霄可真是个大好人啊，硬生生的把霸体门门主的全部注意力放到了他的身上。无妨，我也是想试试他如今的实力。玄霄挥了挥手，完全不在意纪云天的感激。没想到我刚来就看到了这么有趣的一幕。这时一道轻笑却又带着一丝淡漠的话语声在此地响起，让无数人脸色煞变。他们目光连忙看向那站在最后一块悬浮巨石上的白袍身影。白袍身影面带笑意，眼中却丝毫没有波澜，只是静静地望着他们。外围的无数人看到他的面貌后更是震惊了。这位是望尘山斩尘老祖。斩尘老祖为什么会来到此地？莫非也是来大齐皇朝看热闹的？不知可能其中是有些我们不知道的事吧。无数人纷纷猜测，想着斩尘老祖前来的目的。内围中的一众宗门之主在看到叶青云后更是恭敬低头拜见斩尘老祖。他们的话音如红吕大钟一般清晰响彻在全场。那些天骄也是反应了过来，齐齐对叶青云拱手施礼，我等拜见斩尘老祖。无需多礼。叶青云语气淡淡，同时一股力量也是把他们强制性的扶起，那让人无法反抗的伟岸之力，也是让众人心中敬畏更甚。不愧是圣王，比之圣人更加伟岸的存在。我受剑宗宗主裴玉涵的邀请前来此地观战，汝等可以当我并不存在。叶青云说出了前来此地的原因，让外围的众人恍然大悟。剑宗不愧是6大宗门之一啊，哪怕如今没落了，也能把斩尘老祖请来。是极，看来以往我等真是小瞧了剑宗啊。外围的众人纷纷感叹。内围的一众人就不同了，他们听到叶青云的话语后也是直接明悟他的意思。裴玉涵那女人应该是又把这位伺候的好了，也不知道被玩成什么样了。哪怕心知肚明，他们的面上却也是露出了恍然之色，好似刚知道这位前来的原因。恰好此时裴玉涵他们也是来到了此地。刚来到此地后，裴玉涵也是看到了属于剑宗巨石上的叶青云，知晓他是来为剑宗坐镇的，他也是对其很是感激。哪怕他这3个月已经付出了代价。而林玄3人却对此有些疑惑，他们自然也是认识叶青云的，不提林玄在寒宫那次的交谈，单单只是这3个月，叶青云就经常出现在他们面前，也就是跟在裴玉涵身边。师尊，您和斩尘老祖的关系那么好吗？于小棠语气有些疑惑。他在这3个月里知道师尊和斩尘老祖的关系不错，但也没想到他们的关系这么好，斩尘老祖都亲自前来为他们坐镇了。也不知师尊和斩尘老祖到底什么关系。赵明念和林玄也是把目光看向裴玉涵，于小棠也说出了他们心里的疑惑。为师与斩尘老祖因一件事而成为了道友，关系极好，更多的是为师不能细说。裴玉涵那张绝美脸庞上满是清朗，他自然不可能在自己徒儿面前说他和叶青云真正的关系，真要被他们知道其中的关系，他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的徒儿了。听闻此言，于小棠和赵明念低头若有所思，林玄却微不可察地皱起了眉头。他心里莫名感觉玉涵和斩尘老祖的关系有些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未来再仔细观察观察吧。林玄暗暗想到。玉涵道友，还不快带着你的徒儿们过来。叶青云看到裴玉涵师徒4人后，也是对他们平淡开口。好。裴玉涵应了一声，他转头对3位徒儿柔声道：走吧，我们过去。3人都是点了点头，跟着裴玉涵飞往属于剑宗的巨石上。当他们来到这里后，叶青云已是拿出宝座，坐在了上面。斩尘道友。裴玉涵上前跟叶青云聊着一些话语，叶青云也是跟他笑谈，看起来2人关系十分熟络的模样，这让于小棠和林玄深思。不过赵明念的脸色却有些不好看，看着师尊和斩尘老祖笑谈，以及师尊时不时被逗笑的样子，让他心里隐隐有些难受。若是师尊也能与他如此，不知该有多好啊。而在属于阴阳阁的巨石上，纪云天望着剑宗的巨石，也就是裴玉涵身上，眼眸深处闪过一丝惋惜。可惜了，这么好的炉鼎。最开始他本来想要通过打压剑宗得到裴玉涵这个极品炉鼎用作修炼，但是之后斩尘老祖的出现却让他无奈放弃裴玉涵。他不可能脑抽的为了一个女人而跟这位交恶，不过也因此事，他跟斩尘老祖有了交集。在付出一些代价后，他也是被种下魔种，成功加入到了斩尘老祖的麾下。父亲，您怎么一直在看剑宗所在的方向？纪灵溪的美眸静静地望着纪云天，他知道父亲其实是在看裴玉涵，不过碍于其余人在场，他也只好委婉地问了一句。听到女儿的话语，纪云天也是收回目光，脸色如常对他道：没什么，我只是在看剑宗宗主的3位徒儿罢了。纪灵溪内心一沉，
他相信父亲肯定能知道他话中的意思，但他却没有回答，哪怕是传音都没有。哎，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老是关注那个裴玉涵，莫非母亲也是因此事儿和父亲冷战呢？纪灵溪心里有些忧愁，母亲当初莫名其妙的就和父亲关系僵硬了起来，至今都还在冷战，让他也是十分苦恼。忽然，旁边不远处几位阴阳阁的天骄似看到了什么，惊呼一声：“陆圣女来了！”传说中的清宫圣女陆青年，据传她已经有几十年未曾出宫了，好美，当真是倾国倾城，百闻不如一见啊！纪灵溪也是随着他们的目光，看到远处虚空中一位绝色女子正在走来，她身着深青色长裙，那傲人丰满的娇躯被勾勒得淋漓尽致，3000青丝用白玉簪子挽起，更衬得她高贵典雅，宛如天女下凡，真的好美。纪灵溪的眼中也是闪烁着各种色彩。听闻这位曾和开创剑宗的叶剑仙有一段感情，也不知是真是假。林玄也是目光复杂地望向陆青年，内心喃喃：青年，拜见圣女。除了叶青云，内围的其余人和外围的无数人都是对其拱手一礼，与其恭敬。面对内围和外围无数人的目光，绝美女子的玉容满是平静。她来到广场中央，环视了一眼四周，轻启红唇，免礼，谢圣女。无数人合并在一起的话音极为宏大，连皇城其余地方的人都是听见了。纪灵溪直起身子，目光望向陆青年，心里满是向往。未来我也要像陆青年一样，以女子之身傲视群雄。纪灵溪暗暗给自己立下了一个目标。啧，看着真是高贵的不可亵渎啊！剑宗巨石上，坐在宝座上的叶青云眼中闪过一丝亮光，已经在想着该怎么和他一起修炼了。各位远道而来，应该也是知晓宗门大会的规矩，如此本宫也就不再多言。本宫宣布，宗门大会正式开始。陆青言语气清冷，素手一挥，一块巴掌大小的玄龟壳出现在他掌心。玄龟壳上布满了各种天机道纹，道韵在其周身流转，好似只要拿起就能让人明悟何为天机。此乃玄龟一族的玄龟壳，可通过冥冥中的天机挑选天骄对决。陆青言简单介绍道。听闻此言，许多人也是深吸了一口气。竟是玄龟壳，玄龟一族人员稀少，如今更是隐世，都不知道多久没有看到玄龟一族的身影了。通过玄龟壳选出的人来对决，可是也是暗含未来的一丝变化。陆青言并没有在意众人的言语，而是直接用力量激发了玄龟壳。玄龟壳微微放光，脱离了陆青言的手心，在半空中沉沉浮浮。见状，来此参加宗门大会的天骄也是纷纷走在宗门最前面，释放出一缕气息，被那玄龟壳吸收。紧接着，玄龟壳微微一颤，6缕看不清的丝线分别缠绕在12个人的手腕上。这12个人虽然看不到那缕丝线，但却能清晰感应到自己的对手。剑宗巨石上，赵明念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玄霄宗的一位天骄身上，而那位天骄也是把目光投来，两人眸光对视，已是暗暗碰撞了起来。师尊，我先下去击败那人，为我剑宗扬威。赵明念收回目光，脸上满是意气风发，他要快速击败那人，让师尊对他另眼相看。裴玉涵轻轻点头，目视赵明念与玄霄宗的一位天骄往下面的一座擂台飞去。而广场中央，陆青言那绝美的身影早已是消失无踪了。不只是他们，还有10位天骄也是上了擂台。这些人一上擂台，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开始了厮杀。外围的人见他们已是碰撞起来，更是兴奋起来。那个人好强，居然让一位落日宗的天骄处于下风。霸体门的天骄好强势，直接用自身恐怖的气血完全压制对面。玄霄门的那个天骄怎么这么快就被剑宗的天骄压制了？有人惊愕住了。他的话语也把其余人的目光吸引到了一座擂台上。擂台内，赵明念衣袍猎猎，手中长剑不断挥舞，道道剑气不断压制着那位玄霄宗的天骄。你们玄霄宗的人不过如此。赵明念语气平淡，心中满是高傲。他本以为这位玄霄宗的天骄的实力会很强，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位玄霄宗的天骄居然这么弱，没几下就被他压制了。外界把其余宗门的天骄吹得那么厉害，结果就这。来自玄霄宗的天骄冷哼一声，要不是斩臣老祖为剑宗坐镇，就这种货色，只要一些时间他就能直接镇压。看他的样子，怕是不知道剑宗为什么还能保留6大宗门之一的名号吧。看着赵明念，这位玄霄宗的天骄眼中闪过一丝嘲讽，若是让他知道自己的师尊裴玉涵为了剑宗用自身美色服侍那位大人，怕是会崩溃吧。赵明念看着他眼中的嘲讽目光，皱了皱眉，这人怎么回事，都快要被他打败了，居然还露出如此神色。看来你是不服气，那就让你看看我们的差距。赵明念浑身剑气汹涌，无数剑光围绕着他旋转。他抬起已经布满滔天剑意的长剑，刺骨的寒芒让那玄霄宗的天骄微微挑眉。此人倒也不算那么不堪，
还是有些东西的。看着百丈剑光袭来，玄霄宗的天骄心里笑了一声，不过表面上他却极为惊恐，不断使出各种神通想要防御，却还是被那股恐怖剑意打出了擂台之外。剑宗巨石上，师尊，快看，师弟赢了！看到赵明念击败了那玄霄宗的天骄，于小棠脸色一喜，连忙拉着裴玉涵的衣袖，指着赵明念的身影。为师看到了，明念的剑道进步很快。裴玉涵的绝美脸庞上也是挂着一丝笑意，似对赵明念的获胜也很是高兴。一旁的林玄则微不可察地蹙起了眉头。玄霄宗的天骄什么时候这么弱了？他的心里满是疑问。自家人知道自家事，赵明念虽然实力不错，但也不至于这么轻松的就击败玄霄宗的天骄啊。莫非是这一代的玄霄宗天骄不行？林玄并没有往玄霄宗天骄放水的方向去想，在他看来，怎么可能会有人会在宗门大会上放水？不怕被自家宗门的人责罚吗？恰好这时，赵明念也是回到了剑宗巨石上。师尊，这次我可是很轻松的就击败了那位玄霄宗天骄，厉害吧？他目光满是得意地看向裴玉涵，心里十分想要得到他的夸奖。厉害，希望你能再接再厉。裴玉涵也是笑着对他夸奖了一句，让赵明念眉开眼笑。师弟，这次你真是厉害啊，师姐我都要对你另眼相待了。于小棠美眸弯弯，对他竖起了大拇指。是啊，师兄，我之前都被你的风姿帅了一脸呢。林玄也是压下心中思绪，对赵明念调侃道：哈哈，哪有那么夸张？赵明念也是挥了挥手，脸上满是笑意。看到三人的笑谈，裴玉涵心中也是欣慰，希望他们不会发现打假赛的事吧。他怕三人发现这个事实会接受不了，而且再深挖下去的话，他这个师尊所做的事也会被他们所知晓。叶青云坐在宝座上，目光饶有兴趣地望着这一幕。你说，他们未来要是知道我们的事，会不会愤怒地想把我千刀万剐？他对裴玉涵暗中传音笑道：若是让拥有夜渊记忆的林玄知道此事，怕是道心都要出现裂痕了。他们不会知道的。裴玉涵语气平静地传音回应：他们三人只要像现在一样开开心心地笑就行了，其余的事就由他这个做师尊的来承担吧。叶青云眼露一丝笑意，看来这裴玉涵心中除了剑宗，对弟子也是感情深厚。就算没有林玄的事，这裴玉涵也能被我吃得死死的。叶青云暗中笑道，随即他继续对裴玉涵传音：走吧，青岩应该也在那处小世界等我们了。说完，叶青云留了一道化身坐在宝座上，他则悄然无息地离去。闻言，裴玉涵也是抿了抿红唇，知晓又要修炼的他也是对眼前三人开口：为师有事需要先离开一会。他对三人嘱咐几句后就转身离开了，这让站在原地的三人面面相觑，完全不知道师尊要去做什么事。不过他们也没有多想什么，继续交谈说着可能会遇到的对手。陆清言所开辟的圣人小世界内，一道身穿深青色长裙的绝美倩影已是躺在了床榻上，似在等着什么人到来。这时脚步声从远处不断传来，陆清言抬起美眸望去，叶青云和裴玉涵两人已是来到此地。裴玉涵看着躺在床榻上的陆清言，黛眉微蹙，哪怕早已经知道他和展尘大人搞在了一起，但看到陆清言背叛师尊，他心里还是对其有些不爽。叶青云则直接上前坐在了床榻边上，抚摸着陆清言那毫无瑕疵的脸蛋，头颅低垂下去。看着已经口舌交缠的两人，裴玉涵面色不变，只是静静地望着这一幕。这次大齐皇族怎么没人前来？叶青云松开陆清言那娇艳欲滴的红唇，语气略微好奇。以往每次宗门大会，大齐皇族应该都会派人前来观战才对，怎么这次就没人来了？此次宗门大会是三皇子祁东南负责，至于他为何没来，青言也是不知。陆清言摇了摇头，他也不知道三皇子为何没有前来。叶青云没有在意，他本来也只是随口一问。不说这些了，来修炼吧。他用手拍了拍陆清言的娇躯，并转头看了看裴玉涵，眼中闪过一丝笑意。这叶渊的红颜和叶渊的徒儿被他摆到一起，真是让他心里倍感刺激啊。听闻此言，躺在床榻上的陆清言脸颊微红起来。如果只是他一个人还不算什么，但裴玉涵也来一起修炼，这就让他有些羞涩了。毕竟看到裴玉涵，他就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叶渊，而一想起叶渊，就让他心里隐隐对他产生愧疚，之后更是欲仙欲死了。裴玉涵虽然不喜此事，但对于叶青云的命令，他也是不敢违背。剑宗还要靠他在背后坐镇呢。随即，叶青云也是和两女开始了修炼，让陆清言和裴玉涵满脸羞红。与此同时，另一边，距离皇朝中央大广场不远处有一座府邸，府邸内，一位身穿金色锦袍的年轻男子正坐在宝座上，听着下方来人的禀报。望尘山展尘老祖前来，剑宗弟子赵明念获胜，裴玉涵离场吗？我知道了，你下去吧。金色锦袍男子俯瞰着下方跪地的人影，语气平静：是，
殿下。跪地人影恭敬一拜，身形融入地面，已是离去了。金色锦袍男子眼眸深邃，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也不知在想些什么。祁东南，还好我们这次没有前去，不然若是被那斩臣老祖看出些什么，你我可就要倒霉了。一道略显苍老的声音在寂静的府邸内回荡。祁东南没有言语，只是把目光转向了从角落中无声走出的身影。其全身被黑袍所笼罩，让人看不清其中的面容，但从他略显苍老的话音中可以得知其岁数不小。不见得会如此，我虽然暗中修行了天机阁的功法，但也不代表斩臣老祖能一眼看出。祁东南语气淡然地开口。可你不还是没有前去宗门大会那里不是吗？浑身笼罩在黑袍中的身影冷笑了一声。你若真的不害怕，为何不去宗门大会那里？不还是怕斩臣老祖看出些什么？祁东南眼眸微垂，脸上满是沉默。他确实是怕被斩臣老祖看出些什么，哪怕其中概率极低，他也不想去赌，不然他的野望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他会直接发疯的。先把那些的动作停一停吧，等斩臣老祖离去，再开启下一步的计划。黑袍身影没有反驳，点了点头。此时他的心里还在想些其他事情。斩臣老祖应该没有发现那林玄的身份，不然的话应该早就会让他现出原形了。林玄的本体可是从仙岛带出的材料所铸就，极为珍贵，单单只是其材料中蕴含的一丝长生精气，就能让圣王延寿100载，大圣延寿20载。若斩臣老祖知晓其身份，必定会忍不住抓住林玄吸收的。想到这里，黑袍身影也是暗暗松了口气。叶青云并不知道他的到来让大齐皇朝内部的一些暗流隐藏了下去。此时的他正兴奋地和裴玉涵和陆青言修炼，或许是两人之间的尴尬关系让他们十分放不开，只好各自偏过头，闭上美眸，来个眼不干不净。2个时辰后，叶青云满脸轻松地穿上白袍，身后床榻上的两女则微微喘气。裴玉涵用藕臂撑起身子，下了床榻，开始穿上新的素白长裙。斩臣大人，我要先回到宗门大会那里了。裴玉涵轻声说了一句，他还要去看看他的3位弟子。叶青云转过身，对裴玉涵点了点头。穿上素白长裙的裴玉涵，除了面色还有些微红，其余也是看不出什么了。等宗门大会结束后，我会去寒月宫找苏清离，你们2个也可以放松一段时间了。叶青云的此番话语让正准备离去的裴玉涵和躺在床榻上的陆青言都是面色微变，他们完全想不到身为圣人巅峰的苏清离竟也会被斩臣老祖染指。斩臣大人，那位是我师尊的未婚妻，您能不能不要欺负她？玉涵可以带她修炼。裴玉涵低头，语气隐隐有些恳求。苏清离是他师尊的未婚妻，裴玉涵不想让她也被欺负了，反正他早已是不劫之躯，再多承受一些也无妨。陆青言的心里也很是复杂，对于苏清离跟叶青云修炼，他也不知是高兴还是惋惜，或许心里都有一些吧。叶青云目光平静地望向裴玉涵，裴玉涵认清自己的身份，他的话音带着冷漠，让裴玉涵面色犹豫一会后，却是没有再说什么了。他知道他再说什么也没用了，毕竟再说下去还会让这位生气，没准还可能因此放弃庇护剑宗，这让裴玉涵怎么敢言语。斩臣大人，那位乃是圣人巅峰，您是如何染指到他的？陆青言有些不解。叶渊的未婚妻苏清离出身大势力寒月宫，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是圣人，就算是身为望尘山的斩臣老祖也不能轻易上手吧。我有他需要的东西，况且我并没有碰他的最后一步。叶青云语气玩味，那女人乃是圣人巅峰，当初还是圣人的他自然也不好太过折辱，不过其余地方被他碰了个遍，跟修炼过也没区别。不过那女人倒是喜欢自欺欺人，觉得底线守住，就算自身清白还在。对此他只能说呵呵了。闻言，陆青言和裴玉涵心思各异。裴玉涵还在猜测苏清离需要斩臣大人身上的什么东西，陆青言心里却有了答案。生命本源吗？陆青言心中暗想，他是被斩臣大人种下过魔种的，自然清楚吞天魔功之事，看来他也熬不住了。陆青言轻轻摇头，他知晓他们那一代圣人的寿元已是纷纷见底，就连他也是靠着斩臣大人灌注生命本源，才让他现在没有寿终之忧。裴玉涵并不知晓这些，此时的他已经有些不知所措了。他被斩臣老祖染指，师尊的红颜也被染指，就连师尊的未婚妻也被玩弄，师尊的一切他好像什么都守不住。对了，还有剑宗。裴玉涵脑海中突然想到了剑宗，剑宗是师尊的心血，不管付出任何代价，我也一定要守护好这最后一片净土。他在心中低喃着。斩臣大人，玉涵就先离去了。裴玉涵对叶青云躬身一礼后，就化作剑光飞离了此地。叶青云没有在意裴玉涵的离去，而是对唤陆青言唤道：青言，带我去沐浴。宗门大会还没结束，他还是再享受一番吧。是。陆青言长长的眼睫毛落下，掩住了眼中的复杂思绪，
低声应了一句。宗门大会所在的大广场上，一座擂台内，林玄皱起眉头，看向眼前被他隐隐压制的天骄，心里疑惑更深。此人境界乃是神功境后期，但为何表面却显露出神功境初期的修为？你的实力好像不止于此吧？为何要隐藏？林玄没有开口，而是向他的对手传音。听到脑海中的传音，对面天骄眼眸平静，面上不动声色。我不知晓你在说些什么。笑话，他怎么可能承认他在放水？要知道，在民众的眼中，宗门大会可是公平公正，绝对没有丝毫作假的盛世。他要是敢承认他放水，背后的宗门绝对会把他推出去，说明这是他自己一人的想法，跟宗门无关。林玄知道他在撒谎，但却不知道他为何要撒谎。心里不断思忖的他，一时间也是和对面放水的天骄斗得旗鼓相当。那花式百出的神通，让外围无数人大饱眼福，纷纷表示自己没有白来。剑宗巨石上，师姐，这不是师弟平常的水平吧？赵明念眼露疑惑，完全不理解师弟为何要放水。绝对不是，我见师弟的对手实力偏弱，以他的实力绝对可以击败的，但却不知他为何要与那人缠斗。于小棠摇头，他也不理解林玄到底在想些什么。紧接着他目光一转，看向了坐在宝座上面无表情的叶青云。这位修为极高，以他的目光没准可以看出其中我和明念没有看出的玄机。想着这些的于小棠也是上前对叶青云巧笑嫣然道：展陈前辈，您可以看出林玄师弟为何要放水吗？说罢他还眨了眨美眸，尽显灵动与俏皮。见师姐去问展陈老祖，赵明念也是暗暗捏了把冷汗。师姐的胆子真是比我大多了。赵明念心里暗暗感叹，这位仅仅只是冷着脸坐在那，哪怕没有显露什么契机，也是让他压力极大，不敢直视，更别说上前与其说话了。叶青云把冷漠目光放在于小棠身上，那股莫名威压也是让他脸上的笑容一僵。完了，展陈老祖怎么如此看着我？莫非我惹他生气了？于小棠心里揣揣，但下一瞬，叶青云的目光冷漠不在，让于小棠的娇躯也是没有那么紧绷了。在我看来的话，你师弟或许是在通过对手磨砺剑道。叶青云的温和语气也是让于小棠松了一口气，心里还不禁腹诽这些大人物怎么都忽冷忽热的。不过他的话语也是让于小棠思考了起来。林玄师弟确实是喜爱剑道，过往在剑宗也是经常修炼，很少见他在外面游荡的样子。莫非真是如展陈老祖所说的一般？突然一道倩影也是来到了剑宗巨石上。师尊，看到裴玉涵回来，赵明念目光一亮，迈步上前来到了他的面前。他的话语也是惊醒了正在低头思忖的于小棠。他转头望去，见到那道倩影后，美眸也是闪烁着喜意。师尊，于小棠喊了一声，也是快步上前来到了裴玉涵面前。看到两位徒儿，裴玉涵的脸上也是露出笑容。他目光扫视四周，发现林玄不在，玄儿已经去下方比试了吗？听师尊说起林玄，于小棠也是指了指下方一座擂台。师尊你快看，林玄师弟这次也不知怎么回事，居然没有动用全力。裴玉涵也是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发现林玄所展露出的实力确实有些偏弱的。玄儿怎么没有直接击败对面的天骄？裴玉涵秀眉微蹙，以他的目光自然也是可以看出林玄的对手已经是放了一片海了。莫非他是发现了什么不对劲？想到这个可能性，裴玉涵面色虽不变，心里却是一紧。若是玄儿真的发现什么不对劲，并且问起了他该怎么解释？安心，随便编个合理的理由就行。叶青云的话语声在裴玉涵的脑海中响起，也是让他开始平静下来，心里莫名感到一丝安心。察觉到这股感觉后，他也是暗暗苦笑，真是修炼修多了，还把一些不该有的感情修出来了不成？我知道了，多谢。裴玉涵深吸了一口气，美眸再次变得古井无波起来。他继续看向林玄所在的擂台，发现林玄已经把他的对手打出擂台了。擂台上，林玄目露平静，既然那人没有说实话，他也是没有多说什么，把他打出了擂台。毕竟他也是想进入前十，或者让师兄师姐进入前十，保住剑宗的名号。他离去擂台，返回到了剑宗巨石上。刚回到这里，林玄就在这里看见了裴玉涵。玉涵回来了吗？林玄上前拱手一礼。师尊，玄儿，你的剑道又进步了。裴玉涵眼露欣慰，只字不提他放水的事。林玄对此谦虚几句，随后也是语气委婉问道：师尊，这次前来参加宗门大会的都是他们门内的顶级天骄吗？林玄那隐含一丝疑惑的话语也是让在场几人一愣。裴玉涵还没说些什么，赵明念就忍不住了：师弟，他们当然是各自宗门的顶级天骄，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若那些人不是他们宗门内的顶级天骄，那他之前的洋洋得意算什么？小丑吗？是啊，师弟，这可是宗门大会，
那些宗门带来的绝对是顶级天骄。于小棠也是轻声说道，让他不要多想。听着两人的言语，裴玉涵心里也是稍稍放松。还好明念和小棠没有怀疑什么，雪儿心中应该也只是有一些疑惑，不算什么大事。接着裴玉涵也是开口对林璇解释了几句，想让他放下心中的疑惑。林璇表面上似恍然的点了点头，心里的怀疑却更深了。以玉涵的境界，绝对能看出他的对手放水，但他却什么都没说，反而一个劲的用其他理由述说，这让他感受到不对劲了。玉涵是不是知道些什么？等回去后再去寒宫中问玉涵吧。林璇心里暗暗想到。叶青云坐在宝座上，也是通过魔种知道了林璇的想法，他唇角微勾，心生一计。该收割部分林璇的气运了，没准这次他发现什么后，还会主动出去游历，最终碰上仙岛。叶青云眸中满是深邃。1个月后，宗门大会已经结束，其中让人意外的是，这次宗门大会竟是霸体门的一位不知名的顶级天骄夺得了第一，惊爆无数人的眼球。其余5大宗都有天骄进入了前10，不过剑宗只有1位天骄进入前10，还刚好卡在了第10名上。这不禁让人唏嘘，曾经辉煌的剑宗居然落寞到如此，让人不禁感叹岁月的无情。皇城外的天穹上，裴玉涵正带着3位弟子返回剑宗，其中赵明念垂头丧气，跟最开始的狂傲完全不同。师弟，你要振作起来啊！小师弟这次不是已经进入到了前10吗？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于小棠心中虽也有些气馁，但也是安慰着赵明念，不想让他继续颓废下去。是啊，师兄，剑宗的名号已经保住了，你就不要自责了。林璇也是安慰着他。闻言，赵明念的脸色也是好看了不少。是啊，此次前来不就要进入前10，保住剑宗的名号吗？虽然他战败了，但是小师弟却进入前10了，这就够了。不过一想到他战败的几次，赵明念的心中满是无力。那些人跟最开始他击败的天骄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其中一个玄霄宗的天骄更是打得他怀疑人生。不是，你们宗门的顶级天骄差距那么大的妖？明念，不要多想，尽力就好。裴玉涵的轻柔话音传来，让赵明念也是彻彻底底的松了一口气。他其实最怕的就是看到师尊对他的失望，这会让他感觉自己愧对师尊的教导，甚至日后连心里的一丝爱慕都不敢表露出。裴玉涵的神念在看到赵明念神色几乎恢复往常后，心里的一丝担忧也是悄然放下。自从知道师尊的未婚妻被叶青云染指后，他也是对剑宗以及3位徒儿更上心了，生怕他们出了什么意外。等他们3人成长起来，剑宗就可以不用只靠我撑起来了。尤其是玄儿，天资极为惊艳，未来绝对可以带着剑宗重回巅峰。想到林璇在宗门大会的表现，裴玉涵的心中也满是欣慰。师尊，弟子一定会把剑宗重新带向辉煌，不会让您的在天之灵失望的。裴玉涵在心中暗暗发誓，显然在其心中也是认为他的师尊叶渊已经死去了，过往的不断寻找也不过是他心中的一丝希冀罢了。3天时间过去，裴玉涵4人已是回到了剑宗。寒宫内，裴玉涵看着坐在他床榻边的叶青云，也是有些讶然。展陈大人，您不是离去了吗？怎么好奇我为何又来到了你这里？说着，叶青云还对裴玉涵伸手示意他过来。眼见叶青云的手势，裴玉涵没有迟疑，迈动修长玉腿上前，心里猜测展陈大人来此是和他修炼的。在离去之前，我还想再和你修炼1天。把裴玉涵拉入怀里的叶青云瞥了一眼寒宫外远处正在前来这里的身影，眼里也是忍不住划过一丝笑意。真是期待拥有叶渊记忆的你在知道此事后会露出什么神色呢？裴玉涵的大部分娇躯靠在叶青云的胸膛，闻着他身上熟悉的气味，美眸不禁泛起了水雾。见状，叶青云嘲笑道：看来是忍不住了，果然就该让你那师尊知晓你的这番模样。裴玉涵有些羞恼地合上美眸，不想看到他面上的嘲笑。叶青云自然也是没有善罢甘休，一边开始和他修炼，一边跟他说起叶渊，让裴玉涵死死咬着牙，闭目装死。心烦意乱，再加上被叶青云动了手脚的他，完全不知道寒宫外来了一道身影。此时林璇来到寒宫殿门外，他正想开口，但殿内隐隐传来的声响把他刚到嘴边的话语咽了下去。寒宫内怎么会传出那种污秽声音？林璇皱起眉头，怕听错的他还仔细站在殿门外听了一会，听得越久，他眉头皱得越深。怎么会是玉涵的声音？林璇脸色微微发白，到心都有些不稳了。他的弟子裴玉涵怎么可能会是那样的女人？而且他还在里面听到了疑似斩陈老祖的声音，这让他的心里瞬间想通了很多事。剑宗在200年前的宗门大会是怎么保住名号的？斩陈老祖为何与玉涵关系如此之好？以及那些天骄的放水，原来这些都是玉涵用自身换来的。林璇握紧了拳头，心里对裴玉涵很是愧疚。以他的阅历，自然也是明白玉涵为什么要向斩陈老祖献身。这一切都是为了剑宗，
为了他开创的剑宗啊。此时的林玄有一股强烈冲动，想要推开店门进去，告诉玉涵他是叶渊，我会带着剑宗重回巅峰的，你不需要委身了。但他的理智却压下了这股冲动，他知道这一切已经不是玉涵说了算的，而是斩臣老祖是否愿意放手。若他不愿放手，就算玉涵拒绝又有什么用？他敢反抗吗？最终心中挣扎了许久的林玄也是转身离去，他要变强，让玉涵看着他是如何带领剑宗重回巅峰，甚至超越巅峰的。到时展露修为并暴露身份的他，想来也可以震慑一下斩臣老祖，不管其中震慑有多少，至少得让他不要玩弄他的徒儿了。寒宫内，叶青云转过头，目光似能透过店门看到林玄的背影。定，天命之子林玄听到寒宫之事，心境不稳，掠夺部分气运，奖励白色系统奖励圣气天落刀，灵元草一株。咦，竟然不是王者本源了。叶青云有些意外，过往这白色系统奖励几乎都是圣气和王者本源，没想到这次换成了一株灵元草。这灵元草算是不错的天才地宝，其内蕴含大量精纯灵气，能让一个凡体蜕变成灵体。等回去看哪个弟子顺眼就把这个交给他吧。叶青云无所谓的想到斩臣大人，您怎么看向殿外？裴玉涵的绝美脸颊满是嫣红，语气带着疑惑。他刚才神念探向殿外，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人过来。叶青云回过头来对他笑道：没事，我们继续吧。寒月宫坐落在东域北边一处名为天雪山的庞大山脉上。天雪山常年被霜雪覆盖，气温极低，连带着山脉附近都鲜少有人生活。此时寒月宫的大殿内寂静无声，唯有一位清冷高贵的女子正坐在宝座上若有所思。她浑身被月华纹束腰长裙包裹，紧贴的衣裙把她那前凸后翘的身躯勾勒得淋漓尽致，周身萦绕的淡淡寒气让她看起来如同冰霜仙子，可远观而不可亵玩。那人来此到底是要告诉我什么消息呢？清冷女子的右臂撑起下颚，心中默默思忖着。或许是此地无人的缘故，她的坐姿极为随意，一条玉腿更是翘起。就在这时，她感应到了一股气息前来。清冷女子心中一凛，以为有长老来的她也是把玉腿放下，坐姿端正优雅，一股清冷高贵之感流露而出。不一会，一位身穿白袍的英俊男子缓缓走进大殿，也映入了苏清离的眼帘。这让他松了口气，原来是他来了。叶青云的眸光看向宝座上的苏清离，离奴还不快上前来迎接本老祖。他那带着命令的话语让苏清离背齿轻咬唇瓣，不情不愿地站起身来到他面前跪了下去。离奴见过主人。苏清离语气清冷，有些应付了事的感觉。叶青云捏起他的下颚，与他的青眸对视，再说一遍。他的语气带着冰冷，浑身气息更是若有若无地压向苏清离，让他的面色有些痛苦。离奴见过主人。想起叶青云已是圣王的苏清离垂下眼帘，语气恭敬很多。叶青云这才满意点头。这个女人就是吃硬不吃软，不压几次都敢摆脸色了。沏杯茶水。叶青云绕过苏清离，上前坐在属于他宝座上。是。苏清离轻盈起身，来到叶青云一旁的茶案上开始沏茶。我这次前来是有叶渊的消息，你要听吗？叶青云的此番话语让正在沏茶的苏清离顿住了，但下一瞬他就继续沏茶，他突破成功回来了。苏清离的语气平静，好似叶渊的消息并没有让他的心湖掀起一丝涟漪。看着强装镇定的苏清离，叶青云也是笑了一声，并说出了一个让苏清离心神战栗的消息：他死了。哐啷，苏清离素手上的茶壶没拿稳，掉在了茶案上，其中的茶水也是不断流了出来。但他丝毫不觉，只是死死地盯着叶青云。你怎么知道的？叶渊闭关的地方连他都不知道，叶青云是怎么知道他是死是活的？莫非是他亲手杀了叶渊？不是我。叶青云简单的一句话让苏清离冷静了下来，不过他的青眸却依旧紧紧盯着叶青云，想从他的口中知道叶渊是怎么死的。哪知叶青云什么都不说，只是拿着一个空茶杯在他眼前晃了晃，意思很明显，我要喝茶。见此情景，苏清离也是压下心中的一丝悲痛，重新为他沏了一壶茶。现在可以说了吧？为他沏茶完的苏清离放下手中茶壶，沉声说道。叶青云却惘若未闻，只是抿了一口手中的茶水，口齿留香，清寒透彻全身，不愧是寒月宫有名的天寒茶。叶青云赞叹一声，只字不提叶渊是如何死亡，让苏清离有些急了。你要怎样才肯告诉我？苏清离深吸了一口气，心里已经隐隐有了答案。除了他，整个寒月宫还有什么是他能看中的呢？过去那么年间，我始终没能碰寒月公主的最后一步，不知此次能否让我如愿。说罢，叶青云把茶杯放到了一旁的茶案上，他目光看向脸上隐隐有一丝挣扎的苏清离，唇角微勾。
他就是想看到苏青离这女人如此挣扎的模样，不然若是强行与其修炼，也少了几分乐趣。毕竟他可不缺女人修炼。此时苏青离的心中满是挣扎，对于叶渊，他自是爱的，也因此就算叶青云不断强迫他也是坚守底线无数年，不肯退让一步。如今知晓叶渊死亡的消息，他也是心灰意冷，觉得自己继续坚守底线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人都死了，还坚守什么？不如以此换取叶渊为何死亡的消息。已经有了决定的苏青离也是抬起青眸望向叶青云，我答应，快告诉我叶渊的消息。哎，别急嘛，不如先带我去你的寝宫，我会慢慢对你述说的。叶青云脸上笑眯眯的，在慢慢二字上加重了语气。苏青离自然也是知晓去到寝宫后会发生什么，不过他没有拒绝，而是点头答应了下来。如今主动权都在叶青云那里，他也只能顺着他的意思走。当晚，叶青云也是好好享受了一番苏青离的冰肌玉骨。定，天命之子林玄的未来妻子被夺，掠夺部分气运，奖励青色系统奖励，大圣气魂天棍，灵元草一株。与此同时，身处剑宗的林玄也是莫名的感觉心慌，好似有对自己很重要的东西在远离而去。这股感觉也是让林玄不解，仔细探查自身却又找不到问题所在。没办法的他只好不断练剑，想以此来忘却这种莫名感觉。翌日，苏青离的寝宫内，已经醒来的叶青云也是下榻穿上了白袍，在其身后，苏青离坐在香榻边上，可以看见她已是穿上新的束腰长裙。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苏青离面色微红，抬起青眸望向叶青云。叶渊已被他的本命之剑玄渊剑吞噬，与苏青离修炼一夜后的叶青云也是没有隐瞒，直接告诉了他。什么？苏青离脸色一惊，满是不可置信。他想过叶渊各种死亡的可能，但绝没想过他被玄渊剑吞噬本命之剑，怎么可能会是主？不可能，你是不是在骗我？苏青离目光满是怀疑，这人是不是用一道假消息来骗他身子的？不过他转念一想，又觉得身为望尘山老祖的叶青云怎么可能会专门来骗他？他承认她确实很美，但还不至于让叶青云用骗的方式来得到她。是真的，裴玉涵的弟子林玄正是玄渊剑的人身，不过他吞噬叶渊后有了他的全部记忆，还认为自己是叶渊呢。叶青云的这番话语让苏青离俏脸寒霜，眼中有些阴沉。若真是如此，岂不是说那人还觉得自己是他的未婚妻？一想到不知道此事的他未来与其相认，并且可能发生的事，那幅场景只是想想就让苏青离充满杀意，恨不得把他挫骨扬灰。他爱的是叶渊，不是玄渊。多谢你，主人。此刻的苏青离对叶青云很是感激，甚至主动开口喊了主人。不用多谢，我们这算是交易。叶青云挥了挥手，同时他的心里也有了一些想法。按照原本的话，苏青离距离寿终已经没有多少年了，不过他已经被他用生命本源延长不少寿命，如今距离寿终还有100多年，这也是曾经苏青离除最后底线外任他玩弄的原因之一。只要是生灵都怕死，尤其是能清晰地感受到自身正在一步步接近死亡时，或许能让他表面寿终死亡后带到我的寝宫，成为我的收藏品之一。叶青云目光满是金光，寒月宫已经没有神元液可以让苏青离自封，这也是他苦逼地做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寒月宫公主。毕竟他曾经为了能与叶渊有婚约，可是无视一些老祖的不满，强行在寒月宫众人的目光下与其立下婚约。或许这也是寒月宫没了神元液的原因。苏青离并不知道叶青云在想些什么，此时的他已经准备动身前往大齐皇朝，并且他的心里还在冷静思考着玄渊剑为何会把叶渊吞噬了。是有外人插手，或许还是叶渊信任的人插手，不然叶渊就算是晚年也不应该悄无声息的陨落。苏青离眼眸微眯，脑海中瞬间闪过了一个人影，那人是叶渊的至交好友，当年与叶渊同为圣人巅峰。他也好久没听到他的消息了，仔细想想，他也是在叶渊闭关后就消失的。会是他吗？主人，我要去一趟大齐皇朝。苏青离面容清冷，他要去那边暗中调查一下，试试看能不能发现一些那人的踪迹。那我也跟你一起去吧。叶青云平静开口，他现在可不想回望尘山受到太微老祖他们压榨，况且苏青离他还没玩够呢。若是让林玄知晓我和苏青离的事，应该还能再收割一波气运。叶青云暗暗想到。苏青离看着叶青云的目光，大致能猜到他的一些想法。对此，他的心里除了有一些羞恼外，也并没有多在意。既然已经修炼过了一次，那再修炼几次又有何妨？毕竟他也是很需要叶青云灌注的生命本源，或许能把我的猜测告诉他，让他帮我一起寻找那人。至于代价，苏青离的青眸深处闪过一丝坚决，已是有了决定。你先去处理下身后事，未来你估计不会回寒月宫了。叶青云语气淡淡，反正明面上他在众人眼中也没几年好活，还不如直接跟着他。至于寒月宫那些人会有什么想法，
他可不关心。苏清离轻轻点头。韩月宫对他的恩，在这些年中他早已还清，如今就算直接离去，他也是问心无愧。3天后，处理完一切事务的苏清离，在韩月宫众人的目光下，带着叶青云进入他的非洲内，并往大齐皇朝的方向疾驰而去。韩月宫深处，有几道模糊窈窕身影睁开了眼眸，他们透过无数阻碍，看着那远去的非洲，默然不语。可惜，悠悠叹息声在此地响起，久久回荡。天穹上有一艘庞大非洲在无边云层中急速划过。没想到，你竟是那吞天魔宫的传人。非洲上一处房间内，苏清离面色复杂，他感应了一番体内魔种以及自身增加不少的生命本源后，心里也是明悟，难怪他可以为他灌注生命本源，原来他是吞天魔宫的传人。怎么，后悔了？叶青云目光看着苏清离，语气带着一丝笑意，他是在问候不后悔跟了他，并被他掌握生死。苏清离摇了摇头，我没有后悔，跟着叶青云他并不后悔，不提只有他才能为他灌注生命本源，延长寿元，更何况他还被种下魔种，生死不由天，只能认命。反正等叶渊之事处理完后，我未来也会彻底成为他的人，只是被掌握生死也不算什么。苏清离心里十分平静，他知道他只要乖乖的，叶青云也不会没事用他的生死来威胁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被种下魔种反而会被叶青云所信任。随即苏清离没有再想这些，而是把他之前所想的猜测说给了叶青云听。叶渊有一至交好友无敌。叶青云饶有兴趣地看向苏清离，不错，无敌当年是我和叶渊在外游历时碰到的一位散修，他和叶渊趣味相投，很快就成为了叶渊的好友，因此我和他的关系也算不错。苏清离莲步轻移，坐在床榻边上淡然诉说着。你怀疑是他害了叶渊？叶青云挑了挑眉，他有此想法，也是认为苏清离不会莫名跟他说些陈年往事。不然叶渊不应该莫名其妙被玄渊剑吞噬。苏清离语气清冷，美眸掠过一丝寒芒。除了他和陆清言以及他的弟子裴玉涵，其余人和叶渊关系好的可谓是屈指可数。其中无敌的关系跟叶渊最好，也是最不会对他防备的。能让叶渊连一丝消息都传递不出就被玄渊剑吞噬，其中没点猫腻他可不信闻言。叶青云也是若有所思。最开始他还以为是他与叶渊的女人修炼收割叶渊的部分气运，导致他突破失败，自身一切都被他的玄渊剑吞噬。如今看来，过程中或许是有人干涉，强行令玄渊剑吞噬了没有防备的叶渊。你所说的无敌是大齐皇朝曾经那个鼎鼎大名的吴胜。叶青云想到了曾经大齐皇朝的一位传奇人物吴胜，没人知道他是从哪里崛起的，只知道他在大齐皇朝出现的时候就已是一名王者大能，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散修，这在当时可谓是让无数人震惊。散修王者，这可了不得，天资绝对惊人。之后让人惊掉眼球的是，这位居然又逆天突破到了圣人。当时整个大齐皇朝都轰动了，并且消息还传播到整个东域，无数人知晓大齐皇朝又有一位大人物崛起，并将其尊称为吴胜。无数散修在得知吴胜也是散修后，更是把他视为自己的偶像，渴望自己也能像吴胜一样站在东域的巅峰。不过可惜的是，再是强大的人物也要对岁月低头，吴胜也不例外。在叶渊夜剑先宣布闭关后，其也是没过多久就消失无踪，不知去往了何方。就是他。苏清离对他点头，那人消失的时间太巧合，很难不让我怀疑。而且我知道他身上有一件能够吞噬他人修为并毫无代价的至宝。说到这里，苏清离眼露冷漠，这也是他严重怀疑无敌的原因之一。叶青云有些惊讶，能吞噬修为的至宝可是极为珍贵，更何况还是毫无代价的。要知道，世间除了吞天魔功，有无数能够吞噬他人修为的法门，但这可不是毫无代价的。通过吞噬他人修为不断突破，也会让自身沾染到他人的大道痕迹，这会导致越到后期突破越是困难，甚至根本突破不了。而吞天魔功不同，他能把那些大道痕迹都给吞噬，让自身不被那些大道痕迹阻碍脚步。单知这一点就足以让无数人渴望，更别说吞天魔功还能延长寿元以及其余各种妙用。等等，那个至宝不会是那个东西吧？叶青云似想到了什么，目光一亮。若真是那东西，这无敌可不能放过啊！我会帮你寻找他的。叶青云沉声开口，他自然知晓苏清离说这些是想用那件至宝诱惑他一起帮忙寻找，而他还真被诱惑到了。听闻此言，苏清离红唇勾起，觉得能找到无敌踪迹的可能性至少翻了1倍。他相信身为望尘山老祖，再加上吞天魔功传人的叶青云，他一定有各种办法能够找出无敌的踪迹的。你也不要太高兴，有办法找不代表能真的找到。叶青云瞥了苏清离一眼，直接打击道。
若一位圣人巅峰或圣王真要一心隐藏，就算他有各种办法，也无济于事。无面一脉那边不知道有没有无敌的消息。叶青云暗暗想到，他准备到时派人去大齐皇朝无面一脉的驻地问问。我黎奴自然知晓，但若是能找到无敌的踪迹，黎奴自然会好好报答主人的。苏清离面容清冷，语气却带着丝丝妩媚。在说完后，他的心里也是泛起一阵羞意。不过在想起叶渊已经死亡后，他也是没了心理负担。我这是为叶渊报仇而做的努力，苏清离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述说道。而他这副模样让叶青云也是有些火大起来。要是让叶渊知道他的未婚妻这副样子，估计都能气活过来。说罢，叶青云走上前，他要好好再与苏清离修炼一次。或许是寒月宫距离大齐皇朝较远，非洲足足飞了1个月后才来到属于大齐皇朝的地域内。而在这1个月里，叶青云自然是和苏清离在非洲里不断修炼着，直到非洲来到了大齐皇朝后，两人才开始停下了修炼。要去哪？房间内，叶青云看着非洲还在大齐皇朝地域内不断疾驰，也是对苏清离问了一句。天运城一旁，绝色容颜上带着些许红晕的苏清离轻声开口。无敌的妻子所在家族就在天运城中，不过他的妻子早已陨落，也不知他有没有在此地留下些踪迹。说到这里，苏清离叹了一声，到底是叶渊和无敌关系最好，知道的也更多，而他对无敌的消息大部分也是通过叶渊了解的，其中很多自然知之甚少。就连去天运城也不过是碰碰运气。我已经安排神门一位刚好在大齐皇朝办事的属下前往大齐皇朝无面一脉的驻地了。叶青云在感应一番后，也是对苏清离说道，神门是他那些属下共同开创的势力，主旨为他更好的搜寻本源。不过在叶青云看来，其中附带的还有他们各自的利益交换和各种合作，不过能为他收集本源就行，其他的一些小心思叶青云都不在意。苏清离点了点头，他通过魔种知道许多事，其中自然包括那些人所创建的神门。与此同时，大齐皇朝天荒城，可以看见天荒城内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摊贩的叫卖声不断响起，一副喧嚣热闹的场面。就在这一天，一位身穿漆黑长裙，脸上蒙着黑色面纱的女子来到了天荒城内。这就是天荒城吗？黑裙女子的美眸打量了一下四周，发现这里几乎所有的住民都是抬头挺胸，脸上带着自信。先不说其他，单是这些著名的精神样貌就能让他对此城高看一眼。不过很快他就收回了目光，往天荒城内一座极为醒目的酒楼走去。这次他来此地可是有任务的。不一会，黑裙女子就来到了一座名为松鹤楼的酒楼里。她刚一进入这里，就有热情的伙计上前，小姐，您是要吃饭还是单纯喝酒？我要无名酒。黑裙女子悦耳的话语声通过黑色面纱传出。伙计脸上笑容不变，只是腰弯的更低了一些，需要为您安排包间吗？请跟小的来。说罢，这位伙计就恭敬地带着黑裙女子上了3楼的一间雅间里。随着大门关上，外面隐隐约约的嘈杂声也是戛然而止。看着已是优雅坐在宝座上的黑裙女子，伙计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他面露恭敬，大人稍等片刻，很快就会有人来为您告知您想知晓的消息。黑裙女子轻点琴手，平静应了一声。目视伙计离去后，她心中默默思忖着，此次主人安排不少人混入无面一脉中，听说若能混到高层或者直接成为无面之主，更是会有本源珠以及珍稀资源赐下。回想此事，黑裙女子就有些羡慕。本源珠乃是通过吞天魔功用无数生灵本源凝聚而成，极为珍贵，只是一颗就足以让王者巅峰突破到圣人，甚至对于圣人来说，本源珠也是极为珍贵的修炼资源。因它能精进修为的同时，还能延长不少寿元。不过等那批本源交上去后，主人也会赐下本源珠给我，届时我也能成为高高在上的圣人。想到这次在大齐皇朝内收获的一些王者本源，黑裙女子心情大好，原本的一些羡慕情绪也是消失得一干二净。这时雅间房门大开，一位带着亲和笑容的中年男子进来。随着房门关闭，中年男子迈步走上前，在感应到黑裙女子身上若隐若现的无面气息以及其王者巅峰的气息后，他也是低头恭敬，不知大人想要得知什么情报？我需要大齐皇朝如今无胜无敌的情报，越详细越好。黑裙女子美眸望向中年男子，语气淡然。中年男子在得知他需要的情报后，也是翻找着自身脑海中的无数记忆，这些记忆蕴含着无数的机密。几息后，中年男子开口，大人，那位吴胜已是许久不出现在世间，就连我等对其的情报大部分也是他还在世间的情报。不过吴胜在消失世间前曾和天机阁的人有过接触，我等其中的猜测之一就是他加入了天机阁，因此没有再出现世人眼中。听到中年男子的话语，黑裙女子沉默下去。
他在等待主人的指示。非洲上，通过黑裙女子体内的魔种，叶青云也是把那中年男子的话听得明明白白。他眉头一挑，没想到无敌竟和天机阁有些关联。无敌曾经和天机阁的人有过接触，你知不知道此事？叶青云转头看向身旁的苏青离。闻言，苏青离一愣，摇了摇头，不知。在叶渊闭关后，他几乎没怎么出过寒月宫，也没有关注无敌，自然不知道他和天机阁接触的事。无敌是加入了天机阁吗？苏青离问了一句。若是无敌真加入了天机阁，事情就有些不好办了。要知道，天机阁乃是中州的大地道统之一，影响力十分广泛，不仅有各种什么强者榜单、天骄榜单、角色榜单让世人关注认可的，就连其余4域天机阁也有分阁坐落，在一众大地道统中可谓是极为显眼。不清楚，叶青云都是靠属下去无面一脉打探才知道的，他怎么可能清楚其中内情？而且就连无面一脉都只是猜测，无敌是不是真的加入天机阁还有待商榷。沉思片刻后，叶青云通过魔种对黑裙女子说了些什么。松鹤楼3楼雅间内，坐在宝座上的黑裙女子也是听到了叶青云传来的话语。芷月明白，她在心中恭敬应道。随即黑裙女子把目光放到中年男子身上，天机阁在大齐皇朝内有没有做什么？有，我们的人有一位成为了大齐三皇子祁东南的宠妃之一，他感应到三皇子修炼天机阁的功法。中年男子恭敬述说，至于怎么感应的他并没有说出来，只能说懂得都懂。而他的话语也让通过魔种听到的叶青云皱起眉头。三皇子修炼天机阁功法，紧接着他想起那时听陆清言说，之前的宗门大会是三皇子负责，而那三皇子却并没有前来宗门大会的现场。莫非这三皇子是怕被他看出其修炼天机阁的功法才没有来？叶青云眸光深邃，直接对苏青离开口，先飞往皇城。他现在暂时把寻找无敌的事抛之脑后。这天机阁的手伸那么长，看起来都想要扶持皇子成为齐皇了。不知道大齐皇朝是我望尘山的附属势力吗？好。眼见叶青云脸上露出严肃之色，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苏青离应了一声。至于无敌之事，他倒是不怎么着急，找得到自然找得到，找不到再急也无用。此时叶青云已经拿出了一张传音玉符，这是陆清言的。清言抓住三皇子祁东南，若是有人阻拦，格杀勿论。叶青云语气冰冷，充斥着一丝杀意，他倒要看看暗中会不会有天机阁的人出现。另一边，陆清言听到手中传音玉符传来的冷冽话语声，也是连忙回应，是斩臣大人。等待片刻后，发现没有其余话语传来后，陆清言也是松了一口气，把传音玉符收起。好久没有看到斩臣大人的怒火了，也不知三皇子做了什么。陆清言心里对三皇子很是怜悯，能让斩臣大人亲自下达命令，一看就是做了什么能让他未来前途无量的事。清言，你和那位斩臣老祖什么关系？在陆清言对面不远处，林玄语气有些沙哑。刚才的那一幕他都看到了，这也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清言他不会跟玉涵一样闻言，陆清言也是回过神来，他目光复杂地看向对面的林玄。之前他静思极动，在大齐皇朝的地域内四处游历，意外在路途中遇到遭遇危机的林玄，念及他是裴玉涵的弟子，他也是出手相助，并指点他一二。这一指点就是几天，也让他的脑海越来越杂乱。他的下意识动作怎么都和叶渊一模一样，莫非之后在陆清言的开口下，两人也是成功相认？当然，陆清言并不知道林玄是玄渊剑的事，只以为是叶渊回来了，也就有了现在的这一幕。我是清宫圣女，职责之一是接待上宗之人。陆清言回答了他这个问题，也让林玄的眼眸彻底沉了下去，看不清其中有什么色彩。看到这样的叶渊，陆清言也是叹了口气。叶渊，我们都不是曾经的我们了。他准备斩断跟叶渊的关系，这样对他对叶渊都好。是啊，岁月可真是残酷。林玄缓缓闭上双眸，苦笑一声。他甚至怀疑当初闭关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了。怎么一出关就发现天地变得陌生，熟悉的人也变得陌生，好似曾经的种种之事都是假的一般。你走吧，我也要离开了。林玄落寞地转身离去，他想要去散散心。陆清言站在原地，眼中倒映出林玄那狼狈的背影，以及他曾经意气风发的模样。不同的是，他已经没了过往的那份心动。天地在变，人在变，心也在变啊。陆清言飘然消失，只余悠悠感叹声响起。非洲上，定天命之子林玄道心再次有了裂痕，掠夺部分气运，奖励青色系统奖励大圣剑经一部，剑心果一颗。系统提示音的响起让正在思忖的叶青云一愣，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系统面板上。叶青云有些懵逼，这林玄为啥道心又出现了裂痕？莫非受到了什么打击？
他没有多想下去，而是把目光放到了系统奖励身上。大圣剑经没啥用，这剑心果不错。叶青云对此次奖励还算满意，剑心果可让他在3天时间内对剑道无比亲和，每次呼吸都能让他对剑道有新的理解。等处理完这件事后再服用吧。叶青云想到非洲已是离皇城不远，也就没有拿出剑心果。与此同时，三皇子的府邸外，一道身穿深青色长裙的倩影来到了这里。陆清言没有在意那些警惕的护卫，直接出手了。一股强大浩瀚的力量笼罩此地，顿时惊醒了当今齐皇和皇朝内的一众强者。放肆！大胆！何人敢在皇城动手？一众在皇城内的强者和齐皇大喝，纷纷在皇城显化出伟岸法身，让无数皇城里的人瑟瑟发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那些强者并没有在意那些蝼蚁，而是把目光放在了那道出手的倩影身上。圣女，竟是她出手！圣女，你为何要对朕的皇儿出手？齐皇看着法力大手上正在不断挣扎的齐东南，语气隐隐有些不满，他目光冷漠地盯着陆清言。他要是不给他一个准确理由，他就会让他明白什么是大齐皇朝的天。陛下息怒，此乃上宗斩臣老祖之令。陆清言语气平淡，对齐皇那充满压迫感的目光熟视无睹。他的此番话语也让一众强者和齐皇愣住了，而被抓住的齐东南却是眼露一丝惊恐，挣扎得更厉害了。同时他的心里还在暗骂那个黑袍身影居然丢下他一个人直接跑了。天机阁派来的人果然不靠谱，不知圣女可否说得详细一点？齐皇的语气变得温和许多，他心里不断猜测着齐东南到底做了什么能让上宗斩臣老祖直接下令的事。陆清言面无表情，他也不知道斩臣大人为什么让他抓住三皇子。齐东南修炼天机阁功法，背叛大齐皇朝，背叛望尘山，这个理由可够。倏然，远处一道如九霄天雷般的冷漠话语声在众人耳畔炸起，这让齐皇和一众强者脸色大变，抬头望去，只见浑身上下散发着出尘仙气的白袍男子脚踏虚空，从远处不断走来，在其身后跟着一位清冷高贵的天仙女子，她宛如侍女一般步步紧跟，看其身上散发出的气息竟是圣人巅峰。在看到白袍男子后，齐皇和一众皇朝强者眼露恭敬，拱手拜道：“拜见斩臣老祖。”他们那如红吕大钟的话语声让下方皇城内的无数人听得清清楚楚，这让他们也是齐齐躬身一礼，拜见斩臣老祖。对于众人的恭敬声，叶青云充耳不闻，只是静静望向齐皇。我问你，这个理由可够？够了，够了。齐皇连连点头，背后有冷汗流下，心里已是把那齐东南骂得狗头淋血。他真不明白那个逆子怎么敢修炼天机阁功法的。往小了说是他一个人的事，往大了说可是关乎整个皇族的事。连皇子都修炼了天机阁功法，这很难让人相信大齐皇族是清白的。若是让这位怀疑他们大齐皇朝叛变了怎么办？越想越怕的齐皇也是脸表忠心，斩臣老祖，我大齐皇朝绝无背叛望尘山之心，这一切都是那个逆子私自与天机阁的人接触的。其余皇城强者都是低下头不敢言语，甚至原本一些跟三皇子关系不错的人都不敢说什么。跟天机阁扯上关系的罪名太大了，沾上一点都足以让他们万劫不复，爬都爬不出来的那种。叶青云扫过众人一眼，最后把目光放到了还在挣扎的齐东南身上，只是一眼就让齐东南的身形僵硬住了，身上那如背负无数座太古神山一般的恐怖威压让他都有些喘不过气来。大人，功法是那些天机阁的人强迫我修炼的，我是无辜的。齐东南艰难解释道。他没有狡辩，能让这位直接下令一看就是不知道哪里走漏风声，再狡辩也只会让他更惨罢了。无辜？叶青云的目光极为冷漠，一点都不带信的。在之前他就了解到这三皇子的野心不小，一看就是冲着齐皇之位去的。被利欲熏心的他和天机阁合作倒是很有可能，至于强迫，听听就好。大人，天机阁有派来一位圣王的大人物一直跟在我身边啊。见这位完全不信，齐东南慌了，为了增加可信度的他直接把此事说了出来。此话一出，顿时把一众皇城内的强者惊到了，齐皇更是面色难看，心里开始对那些负责情报的人口吐芬芳。你们怎么看的？居然把一尊大佛放了进来。齐皇也知道这不能怪那些人，一位圣王真要暗中潜入不动手，就算是他也不知道。不过谁让他现在需要发泄的对象呢？他在哪？叶青云问了一句，并把圣王神念放出，席卷不知多少万里的天地，却都没有发现他口中所说的天机阁圣王。他在圣女出手后发现不对，直接动用手段跑了。对于那天机阁圣王，齐东南也是恨得牙痒痒。若是那人当时带着他跑，他至于会落得如此地步吗？把他带走。叶青云挥了挥手，对苏青离命令道。等离去后，他要把此人吞噬，获取他的全部记忆。
相比起他说的话，叶青云更相信他脑海中的记忆。是，苏青离低头应道。他连足轻移，瞬间就来到陆青言的身旁，接过他手中面如死灰的祁东南。苏青离正想回到叶青云身旁，但此地一缕残留的气机让他身形一顿，转头望向府邸内。他素手一引，那缕气机顿时落入他的手中。这是无敌的气息。苏青离在上面感受到无敌熟悉的气息后，也是目光一冷。那个天机阁圣王竟是无敌，这也让他彻底确认叶渊之死与他有关。不过他并没有声张，而是带着祁东南回到叶青云的身边。主人，那个天机阁圣王乃是无敌。听到苏青离的传音，叶青云目光深邃，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他扫视一眼众人，那股淡淡的压迫感让众人也是把头低得更低了。我会派望尘山的人前来的。叶青云语气平淡，话里的意思很明显，若你大齐皇朝不给一个交代，我看这大齐皇朝也可以不用存在了。是。当今齐皇连连点头，完全没有过往的帝皇之威。他准备回去立马就请老祖出世，彻查整个大齐皇朝。见状，叶青云面无表情，直接带着苏青离和祁东南离去了。随着斩臣老祖他们离去，席卷整个皇城的威压也随之消失，齐皇和一众皇朝强者也是松了口气。这位走了就好，走了就好。旋即一众法身也是一个接一个消散，他们要回去抚慰下自身担惊受怕的心灵了。乾坤宫，坐在帝座上的齐皇睁开了双眼，他推开怀中轻纱遮身的娇媚女子，冷声命令道：来人，快把那南贵妃以及跟祁东南一切有关之人都给朕抓来，若是有人敢逃跑，格杀勿论。齐皇那充满杀意的话语也是让娇媚女子脸上露出惊恐，完全不敢抬头直视不久前还在和他欢爱的齐皇。是，陛下。略显尖细的话语声在乾坤宫内响起。齐皇目光冷幽，此时的他正在想着南贵妃，希望你跟此事无关，不然。齐皇心中闪过一丝杀意，随即他站起身往祖地方向走去，他要请老祖出山坐镇。没过多久，望尘山的人来到乾坤宫内，为首者乃是一位身穿云罗纱裙的清冷仙子。她身姿曼妙，肌肤胜雪，浑身气质冷冰冰的，让整座乾坤宫的气温都降低了不少。只见他明眸扫向殿内的齐皇和他身旁身形佝偻的白发老者，以及地上跪着的一些较为狼狈的华服女子和男子。老祖有命，皇族与天机阁有关之人杀无赦。清冷仙子眼露冷漠，冰冷刺骨的话音让那些跪在此地的人瑟瑟发抖。是，徐长老。齐皇低头，他认出了眼前望尘山为首的这位乃是望尘山二长老徐子轩。其身旁的佝偻老者也是微微弯腰一礼，哪怕面前的女子不过圣人之境，身为圣王的他也很是恭敬，只是望尘山三个字就足以让他低头。徐子轩脸色不变，静静地看着齐皇唤着无数皇族之人前来此地，而这些人中被检测出修炼天机阁功法的，都是被他带来的望尘山弟子一一斩杀。看着人头滚滚落地，惨叫哀嚎声不绝于耳，很多跟天机阁无关的人也是不禁咽了口唾沫。徐子轩平静地看着这一幕，脸上丝毫没有动容。他此刻甚至还有闲心想着等老祖回到望尘山，他会不会被叫去修炼，要修炼多久的问题。而在东域的天机分阁也在被望尘山不断打压，无数天机门人想要反抗，却被通通镇压。这也让东域天机分阁的人沉默下来，决定先隐忍一段时间。此消息传出，也是让东域一众势力讶然，不知晓这天机阁如何惹到望尘山了。不过他们打听一二后，也是了解一些天机阁在大齐皇朝做的事，随即他们跟着望尘山一起打压天机分阁。毕竟他们也早就看不惯天机阁的人了，打压也好。已经离去的叶青云并不知道这些事，也不在意这些事。此时的他正听着苏青离说那天机阁圣王是无敌的事，倒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得来不费功夫啊。叶青云感叹一声，他没想到自己还没去找，就有了无敌的踪迹。虽然他跑掉了，那无敌肯定是吞噬掉叶渊的修为才能突破的。苏青离的青眸带着冷意，他清楚那至宝能让无敌突破到圣王，是需要至少一位圣人巅峰打底的。而圣人巅峰除了叶渊，其余的可都是各大势力的掌舵者，无敌怎么可能敢去找他们？叶青云也是点点头，他想到了林玄，难怪他境界是圣王，却没有圣王的修为。叶青云恍然，虽然不知林玄吞噬叶渊后为何会有了圣王境界，但想来其中或许有那无敌的手笔。吴胜可能想等林玄成长起来后把他也给吞噬了。沉思片刻后，叶青云对苏青离说着他的想法，不然他想不到无敌留着林玄的理由。我也有类似的想法。苏青离轻轻点头，他可不信玄渊剑能在无敌眼皮底下自主吞噬叶渊，其中肯定有他的默认。我先去吞噬那祁东南了。叶青云说了一声，他想要看看祁东南记忆里面是否有什么天机阁的机密，
亦或者天机阁在大齐皇朝的其他布局。苏清离语气平静，目视着叶青云离开房间。叶青云在离开房间后，也是来到隔壁的另一间房间内，可以看见这里面躺着面如死灰的祁东南。叶青云没有废话，直接用吞天魔功把他直接吞噬了。祁东南被吞噬后，他所有的无数记忆涌来，让叶青云从得知了一切。天机阁确实是主动找上祁东南的，想要把他扶持上齐皇，让大齐皇朝暗中被他们天机阁掌控。而祁东南也有些心动，之后半是被迫半是自愿的和他们合作。天机阁为此还派了一名圣王保护他，当然说是保护，其实就是在监视他。不过天机阁那些机密祁东南倒是不知道，他只知道的是天机阁好似要通过他成为齐皇后做什么事，具体是什么事他并不知晓。叶青云很快看完了祁东南所有的记忆，也是不禁摇了摇头。这祁东南居然想等他成为齐皇后再向望尘山举报天机阁，以此戴罪立功。此人倒是把天机阁想得有些简单了。叶青云之前在吞噬祁东南的时候，可是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些隐秘手段，他只是想了一瞬就明白，那是天机阁的人在祁东南不知情的情况下所设下的手段，以防祁东南在关键时刻背叛，看来得向太微老祖禀报这件事了。叶青云并不打算回望尘山，而是拿出一张传音玉符。老祖，就是如此，您怎么看？他向太微老祖说完此事后，也是问道。有几个猜测，不过也算不上什么大事，此事你不用多管，等你助准地老祖他们补充完寿元，日后自会清算他们。太微老祖语气淡然，好似并不把天机阁放在眼中。他的话也让叶青云心里有些紧迫感。身为大圣巅峰的太微老祖和另两位大圣老祖就已经让他有些吃不消了，若是准地老祖出来，岂不是要把他吸干了？只是想想就让叶青云感到可怕，对于苏清离这些女人也是更喜爱了一些。毕竟她们听话，什么都能做，而那些老祖就不一样了，修为高，辈分大，只是一眼就能让他战战兢兢的，不敢做得太过分。等我修为超过一众老祖，必要让他们乖乖俯首听话。叶青云默默在心里给自己立下了一个目标。另一边，在大齐皇朝的一处隐秘山洞里，洞壁上有几道火光亮起，照亮了原本黑暗的山洞，也照亮了山洞内一道身穿黑袍身影。黑袍身影没有戴上兜帽，得以让人看清楚他那略显苍老的面容。此时这位黑袍身影正平静地对着身前的虚影诉说着什么。既然失败了，那就算了吧。虚影挥了挥手，语气没有丝毫情绪波动。此事失败只是让他有些惋惜，并不会让他感到心痛什么的。就算那望尘山斩尘老祖知道是他天机阁想扶持一位皇子登上齐皇之位，又能如何？难不成他还敢杀到中域天机阁来？这段时间你尽量少出去。虚影目光看向黑袍身影。我知道。黑袍身影对虚影态度很是平淡。虚影对此并不在意，此刻的他正在慢慢消散，很快山洞内就只剩下黑袍身影。黑袍身影徐徐转过身，目光有些失神地望向山洞外。他想起之前等斩尘老祖他们离去后，他在离皇城不远的一座大城中所打探到的消息。他为何会来到大齐皇朝？莫非是发现了什么吗？黑袍身影低喃，脸上满是复杂。他不知该怎么面对他，虽深感愧疚，但他已经回不了头了。自从他清清楚楚感应到自身寿命的流失，没过多少年就要陨落时，他害怕了。他害怕自己的死亡，不甘自己只能走到这一步。这也让他当时鬼迷心窍的做了一件他自己都不知是否后悔的事。不，我没错，错的是他，他不该如此这么对我毫无戒心的。黑袍身影宛如疯狂一样的呢喃着，眼中不知是喜还是悲。最终他离去了，走得很远很远。中域，一座灵气浓郁、占地面极其广的浩瀚山脉上，有无数宫殿群落林立，各种修士不断在此地飞梭。此乃是中域鼎鼎大名的天机阁所坐落之地。天机阁深处内，一位身着藏青色道袍、背后刻有八卦图案的年轻男子正坐在表面平整的青石上，笑呵呵地与对面的白发老者在下棋。倏然，那年轻男子夹着白棋的手只顿了片刻，接着又跟没事人一样继续下棋。怎么，有什么事吗？对面的白发老者挑起他那长长的白眉，开口问了一句。东域大齐皇朝那的布局被望尘山斩尘老祖发现了。年轻男子的脸上有些惋惜。是吗？那真是可惜了。白发老者微微摇头，手中继续下了一个黑棋。本想暗中掌握大齐皇朝，看看望尘山深处有没有什么反应，没想到刚开始第一步计划就失败了。年轻男子感叹一声：天机子，人算不如天算，你想得太复杂。白发老者语气悠悠，继续开口：若那几位真的还活着，未来自然会出现的。或许吧。天机子不置可否。那位斩尘的天资倒是惊艳，居然这么快就突破到圣王，而且
竟还是圣王后妻，真是后生可畏啊！白发老者不禁唏嘘了一声，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完全比不上惊艳的后辈。正因如此，他也是有些碍眼了。天机子在棋盘上下了一个白棋，有把握吗？白发老者语气淡淡问道。有，而且我相信魔宗也是这么想的。天机子笑呵呵地说了一句，他随身带着斩尘地剑，无妨，带着天机滴印就行。白发老者不语，目光直勾勾地看着面前的棋盘。你这棋子原来应该不在这里吧？你记错了。大齐皇朝。此时那艘飞舟已经往在剑宗的方向驰去，想去看看那灵玄。回到苏清离房间的叶青云开口问道。坐在一张玉椅上的苏清离端起身前茶案上的茶杯，抿了一口茶水。我想要看看灵玄的状况，并在剑宗附近看看有没有无敌的踪迹。苏清离放下茶杯，语气淡然。灵玄既然被无敌放出来，其身上肯定有他的布置，没准那无敌会暗中前来看他一眼。说到这里，苏清离也是想起什么，这是那无敌的契机，主人你看看能不能推演出什么。说着，他也是把那倒在三皇子府邸内发现的一缕契机拿出。见状，已经坐在苏清离对面的叶青云目光深邃，通过他递来的契机开始用地气强行推演无敌的下落。但无敌的天机似乎被什么东西遮掩了一般，竟连地气都无功而返，好似根本就没有无敌这个人一般。不过这并没有让叶青云失落，反而让他目光一亮。能阻碍地气推演，无敌手中的至宝绝对是吞天魔冠。叶青云暗暗想到，吞天魔冠是吞天魔宫中记载的一件无上之器，据说其乃是吞噬功法至宝，品阶不详。不过能抵挡地气的推演，肯定是地气甚至地气之上的至宝。随即叶青云没有动用地兵，而是展露吞天魔宫的气息去推演无敌。吞天魔冠只认吞天魔宫，用吞天魔宫去推演应该不会遇到阻拦。果然这次叶青云很轻易的就推演出无敌的下落。看到叶青云脸上露出的笑意，苏清离也是连忙问道，主人，您是推演出无敌的下落了？无敌就在这个位置。叶青云点头，手指光芒一闪，往苏清离额间飞去，其中蕴含着无敌此时的下落。苏清离只是一瞬就知晓了其中的信息，他竟离剑宗的方向不远，莫非是要去看看那灵玄？苏清离低头沉吟，心里开始不断猜测着，他正好就在我们的前面，还需一些时间就能见到他了。叶青云把茶案上属于苏清离的茶杯拿起，其中剩余的茶水被他一饮而尽。对此苏清离也并不在意，他所有的东西都被他尝过，只是区区茶杯自然不值一提。正好还有一段时间，黎奴就来为老族我吹箫一曲吧。是。同一时间，天穹下离剑宗不远的城池内，一位黑袍身影正走在路上。他看着四周许多人结伴行，欢声笑语，还有玩闹的小儿在他身旁跑过，这弥漫的人间烟火气让他只觉自身格格不入。这时黑袍身影顿住脚步，转头望向右边的一座不起眼的小酒楼，看其牌匾名居酒楼已是有些模糊，一看就是历经了许多岁月，没想到这家酒楼还开着呢。黑袍身影语气带着些许怀念，当初他与叶渊来这酒楼喝了不少次酒，在其中也像刚才那些人一样在里面笑谈着，哪怕是如今的他想起也不禁莞尔一笑。可惜黑袍身影凝视小酒楼许久之后，才徐徐收回目光，继续踏步离去。不知过了多久，在他将至琼明山脉之前，黑袍身影面色一正，只见前方赫然有一艘庞大的飞舟横亘在那里，而在飞舟前站着白袍男子和一位清冷高贵的天仙女子。在看到两人后，黑袍身影想要转身逃跑，他不理解为什么自己的行踪会被他们发现，就算是推演也有他体内至宝遮掩，完全不可能会被推演出什么。黑袍身影虽心里满是疑惑，但身上动作却不忘停下，只是他刚一动，就发现此时的他已是被那白袍男子的契机牢牢锁定，只要他敢跑，立马就有大恐怖降临。这让黑袍身影苦涩一笑，脑中没有了逃跑的想法，拜见斩尘老祖，见过苏道友。叶青云还没说什么，苏清离倒是先开口了，无敌，你为什么要害叶渊？苏清离冷冷地看向黑袍身影，眼中带着一丝杀意，老朽想突破境界，延长寿元罢了。无敌沉默片刻，给出了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当初叶渊对你如此之好，甚至没有他你早就陨落了，结果你居然恩将仇报，不觉得羞愧吗？苏清离语气有些激动，刺骨的杀意弥漫而出，让周围天地都不禁停滞一瞬。但这股杀意对已是圣王的无敌来说却是如清风拂面，完全没有什么反应。老朽并不后悔，就算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那么做。要怪就怪叶渊太蠢了，居然对我毫无防备。无敌冷笑一声，让苏清离眼中的杀意更加浓郁。他深吸了一口气，知晓打不过无敌的他也是向叶青云求助，主人，助黎奴拿下他。看到苏清离那有点卑微的样子，再加上他的自称，
无敌大笑起来。难怪他见苏清离身上没有腐朽之气呢，原来是成为了斩臣老祖的女奴。看来背叛叶渊的不只是我，还有身为叶渊未婚妻的你啊！无敌眼中带着讽刺。你苏清离跟我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指点点的？苏清离面色有些不好看。他当初是为了想见到叶渊出关，才会默许斩臣老祖除最后一步的其余修炼，为的就是用生命本源延长自身寿元。但他有一点不敢深想下去，他真的只是为了叶渊吗？心里真的没有害怕死亡吗？叶青云看着有些胡思乱想的苏清离，也是伸手揽住了他的纤细腰肢。不用多想，反正叶渊已经死了不是吗？叶青云的话也是让苏清离渐渐冷静下来。是啊，叶渊已经陨落，况且他是为了帮叶渊报仇才彻底成为叶青云的女人，他并没有背叛叶渊。苏清离在心里不断安慰着自己。见他情绪平稳，叶青云把目光看向无敌，也就是其体内不断吸引着他的魔冠。怎么回事？无敌心里有些慌乱，他体内原本平静的至宝怎么开始颤动，想要逃离他身上的样子。他想要镇压，却根本没用，体内的魔冠直接飞出，在他不解的目光中落入了叶青云的手中。可惜只有魔冠吗？叶青云看着手上周身流转着吞天魔光的魔冠，可以看见其魔盖不知所踪，这让他有些惋惜。他还以为无敌身上的是完整的呢。你认识这件至宝？无敌脸上满是惊骇之色，莫非他的行踪是被这魔冠暴露的不成？叶青云瞥了无敌一眼，自然没有向他解释的意思。在收起魔冠后，叶青云体内滔天威压暴涨，不过却没有伤到苏清离，而是全部压向无敌所在的位置。扑通！无敌面色通红，已是四肢伏地，被那股恐怖威压死死地压在地上，甚至陷入了地面内。他不断反抗，却根本破不开这股威压，甚至反抗后有更加恐怖的威压不断压来，让他整个人都快完全陷入地面内了。叶青云看向怀中的苏清离，你要怎么处置他？主人，我想要从他口中得知叶渊当初闭关所在的地方。您先去剑宗歇息一会，黎奴很快就会带着他来找您。苏清离眼中有冷芒闪过，显然是准备动用一些残酷手段逼问。你想要知道叶渊闭关的地方？这个我知道啊。叶青云随口说道，他之前在林玄的记忆中早就知道叶渊所闭关的地方。主人，您知道？苏清离惊讶，不过在想到体内魔种后也是没了疑惑，想来是主人在林玄身上也种下了魔种。主人，那您就把这无敌给直接吞噬了吧。苏清离轻启红唇，他只是为了给叶渊报仇，再加上想为叶渊立一个墓碑，至于无敌是怎么死的，他并不在乎。好，叶青云也没有废话，直接把那无敌给彻底吞噬。原来他的魔冠居然是在东域的陨龙谷里找到的。在翻阅无敌的记忆后，叶青云有些皱眉起来。陨龙谷，据传其内曾经有真龙陨落于此，曾经有无数强者进去探寻，不过大部分的人都未曾出来，这让许多人忌惮，纷纷远离陨龙谷。相比起不知道有没有的机缘，还是性命更重要。而无敌当初还是小散修时，被人追杀到陨龙谷外围中，在那里他发现一个古怪魔冠和一块金色龙鳞，有人布局。叶青云发现记忆中那两个东西被整整齐齐摆放在那里的，好似就在等着人前去获取一样。他目光看向无敌刚才深陷的地面内，手指一勾，把他的储物戒引来。在无敌的储物戒中，他也是找到了那块金色龙鳞。那块金色龙鳞似感应到叶青云强大的气息，也是微微颤动起来。同时隐隐有一道清凉如水的虚弱女声从中传出，陨龙谷，救我，必有报酬。叶青云眼眸微眯，看来未来得去一趟陨龙谷，没准魔盖就在这女子身上。主人，怎么？一旁苏清离关切地问了一句。没事，我们先去剑宗休息一晚，明天我带你去叶渊当年闭关的地方。叶青云面色如常，收起了储物戒。是。见状，苏清离没有多问什么，只是点头应道。随即叶青云搂着苏清离的腰肢往琼明山脉上飞去。刚到琼明山脉上后，两人就遇到从剑宗中御剑飞来的裴玉涵。可以看到裴玉涵身穿黑白剑袍，眉宇凌厉，身上剑意都在涌动着，好似是要去大战似的。裴玉涵在看到两人后面色一愣，闪尘大人，师娘，你们怎么会在这里？说着他似想起什么，对两人问道，刚才山下的那些动静是斩尘大人你们引发的吗？裴玉涵之前在剑宗感受到山下有一股恐怖气息升起，以为是有敌来犯的他也是当即前去查探情况，结果却再次遇到了叶青云和苏清离。不错，我刚才镇压一位敌人，些许气息不小心显露出来。叶青云语气平淡，他看着裴玉涵那有些严肃的表情，就知道他想要去做什么，因此也是对他解释一二，原来如此。裴玉涵点点头，身上的气息不再凌厉，而是放松了不少。我要和你师娘在剑宗住上一晚，为我们安排住所吧。
叶青云紧搂苏清离的腰肢，让裴玉涵忍不住把目光望来。苏清离低垂琴手，没有去看裴玉涵的眼神，他有些不知该怎么面对叶渊的弟子。遵命。裴玉涵收回目光，对叶青云恭敬一礼。看着两人亲密的样子，他抿了抿唇瓣，知晓晚上两人怕是要做跟他过往一般的修炼了。师娘看着不像被迫的样子，难道是彻底背叛师尊了吗？裴玉涵在心中叹气，带着两人前往了剑宗。剑宗内，于小堂三人看着裴玉涵安全回来，也是松了口气。哎，师尊身后是不是跟着两人啊？赵明念伸手指了指师尊身后的两道身影。听闻此言，于小堂和林玄也是仔细往师尊身后看了看，其中一位好像是斩尘老祖，另一位我就不认识了。不过你们看，那女子是不是被斩尘老祖抱着啊？看到那位风华绝代的女子被斩尘老祖抱着，于小堂眼中满是八卦之色。真的哎，莫非她是斩尘老祖的道侣？说着，赵明念脸上有奇怪之色浮现。他记得望尘山的人不都是清心寡欲的吗？但看斩尘老祖那搂住女子的模样，一点都没有传闻中不近女色的样子啊。此时他们两个没注意到身旁林玄那极为僵硬的面容，不过只是几瞬就又恢复寻常，只是他的目光还在死死盯着斩尘老祖和他搂住的苏清离。清离为何会与斩尘老祖如此亲密？林玄感觉自己头上绿油油的。玉涵和青岩就算了，毕竟他们都各有各的理由，但青离呢？他为何会与斩尘老祖如此？林玄百思不得其解。他很了解青离不是那种贪慕虚荣的女人，其中一定有什么问题。莫非青离是有什么把柄落在斩尘老祖身上，让他不得不如此？甚至林玄不知想到了什么，心里一紧，只感觉自己有些喘不过气来。而被叶青云搂住的苏清离也是看到了林玄，在感应到体内本命之气的微微颤动后，苏清离心里复杂难言，彻底绝了叶渊是否还有一丝生机的想法。裴玉涵目光扫视于小堂三人，其中在林玄的身上多看了一眼后，就若无其事地收回目光。斩尘道有何？裴玉涵面上犹犹豫豫，不知该怎么介绍苏清离。难不成说苏清离是他的师娘？清离是我的女人。叶青云把苏清离搂到怀中，大大方方地说道。苏清离眼里划过一丝羞意，但也没有反驳什么。叶青云不仅是他的主人，也确实是他的男人。见苏清离如此乖顺，甚至和斩尘老祖依偎在一起，林玄很是难受，心中不禁有了一丝怀疑，青离真的是被迫的吗？叮，天命之子林玄道心出现一丝裂痕，掠夺气运，奖励白色系统奖励一宝天罗棋盘，圣器天罗笔。天罗棋盘，叶青云看了一眼系统奖励，天罗棋盘，大道为棋，理念碰撞，回去带给老祖他们，没准他们会喜欢。在看完介绍后，叶青云的心头也是浮现出这个想法。裴玉涵这时还在对于小堂三人开口，这两位是要在我们剑宗暂居一晚。暂居一晚？于小堂和赵明念疑惑，这两位为何会来他们剑宗暂居？附近好像也没有什么机缘吧。而林玄在听到此话后，也是想着晚上要去找苏清离相认。他不想青离陪着别的男人，就算真有什么把柄落在斩尘老祖身上，他未来也会用手中之剑一一斩断。裴玉涵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带着叶青云两人前往一座清幽宫殿中。师娘，这是您曾经的住所。裴玉涵语气复杂地看着两人。曾经只有师尊一个男人才能进入师娘的宫殿，如今将要进入宫殿的男人不再是身为未婚夫的师尊，而是情夫。苏清离也是抬起青眸打量这座宫殿，见如往常一般，眼中不禁有些出神。他想起了曾经和叶渊在此地的一幅幅画面。哦，黎奴还不快好好带老祖我参观参观。叶青云那带着一丝笑意的话语也是打断了苏清离的回忆，让他思绪重新回到现在。是，主人。苏清离眼中各种思绪掩去，对叶青云展露惊艳笑颜，开始带着他参观起来。望着这一幕，裴玉涵黛眉微微蹙起。要不是之前苏清离开口说要来这里，他才不会带两人来此。很快他就听到花园那传来阵阵声响。裴玉涵封闭听觉，静静地站在这里等待着。半个时辰过去，苏清离面色微红的带着叶青云出来，想必已是好好带着他参观过了。裴玉涵面露沉默，不知该说些什么。裴仙子，晚上来此一趟，我带你和黎奴好好修炼一番。叶青云负手而立，面带轻松说道。闻言，苏清离眼中露出一丝不情愿，他可不想跟叶渊的弟子一起修炼，这让他心里感觉怪怪的，十分不自在。但这是主人的命令，他也没办法违背，只好无奈接受。斩尘大人，玉涵能否拒绝？裴玉涵脸上露出犹豫之色，他也不想跟苏清离一起修炼，更何况再一次偶然间发现林玄就是他的师尊叶渊后，他连与斩尘大人的修炼都开始有些排斥起来。他不想让师尊发现这段修炼关系。裴仙子，你在跟老祖我开玩笑吗？
叶青云脸上的一丝笑容渐渐收敛，冷漠的眼神静静望向裴玉涵，让他心里的压力极大。裴玉涵张了张嘴，最终却只能说出2个字：不敢。他还是不敢再说什么拒绝的话。过往的修炼让他对斩臣大人有些畏惧，以及一丝隐隐的他不愿承认的依赖。师尊还没成长起来，等师尊成长起来后，我再尝试与斩臣大人商量结束这段关系。裴玉涵在心中默默对自己说道。叶青云深深地看了裴玉涵一眼，觉得他有些不听话了。裴玉涵应该不会拒绝的才对，莫非是发生了什么让他心思转变的事？叶青云心思流转，想到了林玄。莫非是裴玉涵发现林玄拥有和叶渊相同的习惯后，认为他是叶渊，晚上试探下他的口风？叶青云面色平静，他有极大把握让裴玉涵自己乖乖说出来，并不知晓晚上要遭罪的裴玉涵对叶青云躬身一礼：斩臣大人，玉涵夜晚再前来。说罢，他化作剑光离开了此地。叶青云看了片刻后，收回目光，带着苏青离进入了殿内。他让苏青离先去休息沐浴一番，他则坐在主殿的宝座上，拿出剑心果，想要修炼。但想到剑心果的效果有3天时间，他也就先收起，准备明天事情处理完后再服用。旋即，叶青云拿出了吞天魔罐，罐身通体漆黑如墨，在他用吞天魔功激活后，上面更是布满血红色的魔纹，很强。神念感应一番吞天魔罐内的力量后，叶青云感叹一声，虽然他修为只是圣王，但也能感觉到其力量好似比之地气都要强，至于强多少他就不知道了，只是残缺就比地气强，完整的莫非是仙气？叶青云心里猜测着。想到那块金色龙鳞以及陨龙骨，他准备等突破到大圣再去看看。夜幕降临，月华如水般倾泻下来，照耀在整个剑宗上。一座大殿内，盘坐在床榻上修炼的林玄已经睁开双眼，时间差不多了，他在心中呢喃着。旋即他下榻走出自己的大殿，往白天玉涵带着2人的方向，也就是东边飞去。东边我记得只有几座大殿，也不知他们住在哪个大殿中。林玄暗暗想到。一炷香后，林玄通过借助剑宗的护宗阵法掩盖身形，默默地观察着此地的大殿。不在这座，他移开目光，往记忆中下一座宫殿所在的位置而去。倏然，林玄止住脚步，身形被剑宗大阵所遮掩，与大阵融为一体。他微微抬眸，看见一道剑光划过天际，往远处的一座清幽宫殿飞去。玉涵，而且看他所去的方向是……林玄面色苍白，手掌都开始有些颤抖起来。他完全没想到他们会在青离所在的宫殿，青离为何会同意在他的宫殿？林玄神情落寞，心里满是痛苦。他知道青离的宫殿有禁制设下，没有他的许可，其余人是无法进去的。就算是斩臣老祖强行突破，也应该会有动静传出。而看今天如此平静的样子，一看就是青离自己主动打开了禁制。呵，林玄莫名的笑了一声，笑得无比苦涩，踉踉跄跄的转身回去。既然已经知道答案，他又何必再去自取其辱呢？苏青离的宫殿内，定，天命之子林玄遭遇到重大打击，掠夺部分气运，奖励青色系统奖励一宝天罗面纱，一缕天元之气。叶青云看着面前的系统面板，也是有些讶然。一宝天罗面纱，天罗面纱乃是大圣天蚕身上最珍贵的天罗蚕丝所铸就，戴上可改变身形，遮掩自身一切气息，并有极强的防御力，圣王不可破。此物很强啊，不过他一个大男人戴着面纱。叶青云只是想想就觉得古怪，绝对会被人嘲笑的。在看完天罗面纱后，叶青云也是把目光转移到了天元之气上。一缕天元之气，吸收无数天元之气，能让人蜕变成天地之子，哪怕只是一缕，也足以让人体悟天地万道，获得突破大圣的契机。突破大圣的契机，叶青云目光一亮。如今他的修为已是渐渐接近圣王巅峰，等圣王巅峰后，也是要准备好资源突破大圣，成为大圣老祖。没想到这系统直接把那些资源给省了，算算时间，还需要一些时间就能突破，正好这段时间可以去暗域补充下生命本源。想着这些的叶青云也是继续与苏青离和刚来的裴玉涵修炼。翌日，叶青云早已是起身坐在一张宝座上，他目光饶有趣味地看着床榻上沉睡的裴玉涵。昨晚他已是让他乖乖说出林玄之事，一字不落。主人，您打算什么时候让他知晓林玄是玄渊剑之事？苏青离面色清冷，身上一袭云水长裙让她看着超凡脱俗，宛如仙子临尘。不过此刻的她如侍女一般，拿起茶杯，乖巧地递到叶青云的手中。叶青云抿了一口茶水，看情况，等林玄找到仙岛，他的身份也就可以告诉裴玉涵了。当然，若是林玄找到仙岛，气运也被他掠夺完，没用的林玄自然也可以交给裴玉涵，让他亲手杀死。想到那一幕，叶青云眼中带着笑意。
也不知道石裴玉涵的心境会是如何呢？苏青离轻轻颔首，眼中没有丝毫波澜。如今无敌已死，他自然也是一切都听从于叶青云。走吧，我带你前去叶渊之前闭关的地方。叶青云放下茶杯，站起身来往殿外走去。苏青离静静地跟在叶青云身后，可以看见他眼中时不时闪过的一丝复杂。一盏茶后，裘明山脉下的那艘庞大飞舟离去，往一处方向疾驰而去。很快，飞舟就来到了一座巍峨古山之上。这座古山高耸入云，灵气氤氲，是一处上好修行之地。只是此地却是一个生灵却没有，仿佛好似根本无人发现此地一般。叶青云带着苏青离从非洲上出来，他目光抬起，整座古山都被立下了阵法，这是叶渊所布下，专门隔离此地。可以说，只要没有叶渊认可，就算是圣人也无法进入此处。当然，没有叶渊的主持，这阵法的威能也是降低了许多。叶青云伸出手指，一缕光芒在指尖缭绕，随即光芒离开指尖，在阵法表面上不断旋转，很快一道足以让两人进入的缺口打开。进去吧，叶渊的闭关之地就在此处。叶青云语气平淡，脚踏虚空，徐徐走了进去。而苏青离在看到这熟悉的阵法后，心里也是有些感慨，不过他并没有说什么，只是跟着叶青云走进了那道缺口。刚一进入，苏青离就发现自己已是身处在一座洞府门前。他看向前方，可以看见石门已是打开，叶青云正站在里面等着他。洞府内的东西很少，就一担床、一担桌、2个石凳，以及四周镶嵌在墙上的夜明珠。你想要在此地做什么？叶青云回首看向走进来的苏青离，我想为叶渊立下一座墓碑，算是彻底为这段感情画上一个句号吧。苏青离语气带着惆怅，目光有些失神。叶渊已死，他也该走向新的未来了。叶青云没有说什么，只是看着这座洞府，心里不禁有点感慨，这人一死什么都没了。若是当时的叶渊不再寻求突破到圣王，晚年反而会幸福很多。也不对，可能会被我绿得不成样子。叶青云想到最开始服侍他的陆青年，哪怕她是叶渊的女人，他一句话也能让身为清宫圣女的她乖乖前来服侍，哪怕他心里再是不愿。而通过他得知叶渊乃是天命之子的消息后，他也会布局抢占他的其余女人和机缘，最终让叶渊凄惨死去。这么一想，叶渊被背刺的死法或许还不错。叶青云暗自想到。苏青离并不知晓叶青云在想些什么，此时的他已经切实铸就一个墓碑，还在上面刻上叶渊之墓。之后，苏青离沉默片刻，从身上拿出了一块雕刻着凤凰的玉佩，不过玉佩看着不完整，似乎还缺少了另一半的样子。你也一起葬在这里吧。苏青离素手摩挲着玉佩，眼中带着怀念，这是叶渊曾经送给他的定情信物。旋即在他那不舍释然的目光下，玉佩抛出，跟着那块墓碑一起沉眠在此座简陋洞府中。主人，我们走吧。沉寂几息后，苏青离调整好情绪，再次恢复了过往清冷高贵的模样。别急嘛，你上前去扶着墓碑。叶青云语气带笑，显然想到了什么好点子。闻言，苏青离面色一正，旋即想到了什么的他也是紧咬唇瓣，脸上犹豫。已经跟主人修炼过不少次的他，自然知道主人想要做什么，哪怕心中不愿，但最终他还是点头了。看主人的目光就知道他拒绝也是无用。苏青离迈动连足来到墓碑前，一双纤长玉手带着丝丝颤抖的放在墓碑之上。叶渊，对不起，原谅我。他面色酡红，合上了青眸，纤长玉手此刻已是紧紧抓着墓碑一个时辰过去。古山之上的那艘飞舟才轰隆一声远去。飞舟上，叶青云面带轻松地来到一座密室之中，他盘坐在蒲团上，从系统空间那拿出了剑心果，看着手上那晶莹剔透、浑身散发着剑道气息的剑心果，叶青云也是一把放入口里。只是刚入口中，剑心果就化作无形之力被他吸收。此时叶青云感受到自己与剑道的联系无比紧密，一呼一吸间都有新的剑道感悟生出，让他彻底沉浸其中。另一处房间内，苏青离正浑身放松地泡在浴池中，温热的池水不断缓解着他身上的疲惫，让他的眉宇都放松下来。主人居然如此作践我，真是……想到之前在洞府内的修炼，苏青离的脸颊泛起红晕，紧接着他斩去心中杂念，不再想那些羞人之事。之前听主人说他要在暗域吞噬众多本源，突破到大圣。苏青离靠在浴池壁上，那双青眸带着一丝羡慕。要知道，大圣就算在末法时代前的道圣时代，都是高高在上俯瞰众生的大人物，个个都是能开创一方道统的老祖。而主人如今也快步入到这种层次，这怎能不让苏青离羡慕向往呢？如今我的寿元也被主人补足许多，未来圣王有望，再加上如今天地环境不断变好，大圣也不再是奢望。苏青离平复心绪，觉得自己的未来也是十分可观。既然我已是彻底成为主人的女人，
那以后可以主动些。苏青离知道与叶青云修炼是可以分润些本源的，哪怕本源极少，但积少成多，总能让他精进不少修为，让他更快地突破到圣王。暗域是神州大陆最混乱的地狱，也是没有任何规矩束缚的地狱，其中有无数在五域混不下去的人都来到这里，让此地更显混乱。此刻暗域的一处平原上又开始了战斗，其中有惊怒声不断响起。黎明，你竟敢背叛我！长老此言却是错了，弟子从未效忠于你，何来的背叛一说？黎明小友说的是。平原上有2位身穿黄袍的男子正在围杀已经受到重创的红袍老者，而被称为黎明的男子却站在远处冷漠地看着这一幕。很快有惨叫声响起，红袍老者倒地身亡，死不瞑目。2位黄袍男子上前，十分熟络地拿走他身上的储物，借盒值钱的东西。嘿嘿，发了，他的尸体还可以再赚一笔，有很多人喜欢这种尸体的。2位黄袍男子语气轻松，商量着这具尸体能卖多少灵石。而在远处的黎明已经在想着该怎么跑路了。虽然他为了逃离那位长老而把行踪告诉这2人，但不代表着这2人也是善茬了。可惜之前得到的一张遁空符药用在这里了。黎明暗叹一声，正准备激发遁空符逃离这里时，远处天穹就传来了阵阵声响，把在场2位黄袍男子的目光都给吸引了过去。好机会！黎明眼中一亮，连忙向另一处悄悄离去，手上还捏着一张破空符，准备若有意外就直接激发此符。那2位黄袍男子当然注意到那黎明悄然逃走，不过他们并不在意。一个临海境的蝼蚁，身上也榨不出多少油水，跑就跑了吧，毕竟他们也要跑路了。大哥，那非洲里散发的气息好恐怖，是哪位大人物来了？看着远处天穹上若隐若现的庞大非洲，其中一个黄袍男子问道。别问，别多看，跑就对了。被他称为大哥的，外貌看起来比他年长一些的黄袍男子沉声道。闻言，问话的那位黄袍男子也是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大人物飞过还好说，但他们怕的是魔道大人物过来，并顺手把他们这些蝼蚁给杀了。暗域里几乎人手一本的暗书里可是记载了许多暗域注意事项，其中一条就是远离大人物，不管他是好是坏，小人物扯进去最后几乎都没有好下场。100里之外已经看不见2个黄袍男子身影的黎明也是松了口气，随即他抬头望向天穹上驰过的非洲，眼眸深处露出一丝羡慕。他何时才能像这些强者一样，只是显露气息就能吓跑那些杀人如麻的暗域人？日后一定要努力修炼，哪怕成不了那样的强者，也至少不要像现在一般狼狈逃走。黎明脸上满是坚定，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而在那艘非洲里，叶青云正斜倚在宝座上，身着清凉纱裙的苏青离正坐在他怀中，其连足不着寸缕，且脚踝处系挂着一串铃铛，随着晃动摇摇作响。此时的苏青离正端着手上的果盘，不断拿其上的灵果投喂着叶青云。投喂的同时，苏青离还不忘汇报：主人，非洲到暗域了。叶青云轻轻点头。从服用剑心果对斩臣剑意的理解大进后，到如今已是半年时间过去。这半年间，他除了正常修炼，就是在和苏青离嬉戏并修炼着，其中自然也是经常让他重温着以前的修炼，让非洲往这个方向飞去。叶青云指尖在苏青离额间一点，一道坐标传入他的脑海之中。是。苏青离应了一声后，当即就让非洲转变方向往一处地方疾驰而去。主人，黎奴距离圣王已是不远，需要主人多给一些本源。苏青离的青眸闪过羞涩，说出的话语却是有些大胆，这和直接求着修炼没什么区别。可以。叶青云很是大方地同意了。在他的一众下属中，苏青离也是修为最高的几人之一，在他突破圣王后更是能为他做许多事，因此他完全没有拒绝的意思。一些本源而已，洒洒水啦。苏青离在得到主人同意后，也是把果盘放到一边，开始和主人进行着修炼。暗域虽号称是神州大陆最混乱的地方，但其内部也是有各种大成灵力，毕竟混不下去的人自然也是有着强者，而这些强者为了生存和发展，自然而然的一个个大成势力接连出现，形成了如今暗域的格局。而在暗域中有一座名叫黑城的超级大城，此城是由黑云宗掌握，其宗内最强者黑云尊者乃是圣人级别的大人物，在整个暗域中都是一方霸主。而这位暗域无数人敬畏的黑云尊者，此刻正站在一处大广场上，对一位身穿暗紫长裙的妩媚女子躬声问道：叶大人，主人何时才会来？闻言，被他称为叶大人的妩媚女子回首，露出一张倾国倾城，足以魅惑众生的妩媚玉容。主人应该很快就会来了，你不必着急。他饱满红唇微张，娇媚入骨的话语声从他口中传出，足以让无数人心中荡漾。不过黑云尊者却是垂下眸子，不敢乱看什么，就连2人之间的距离都有几米之远。让叶大人见笑了，
黑云除了第一次才见过主人，其余时候都是通过魔种对话。黑云尊者苦笑一声，他算是几十年前才被叶青云种下魔种的人，这次也是第一次教本源，生怕自己教的少而被主人所责罚。哪怕他早已打探知晓神门其余圣人所教的分量，但他的心还是忍不住提起。那妩媚女子轻笑一声，那双风情万种的美眸瞥了他一眼，不用紧张，主人还是很好说话的，只要你正常教神门圣人所需上供的分量，自然相安无事。他能理解黑云尊者的心情，最开始他也是如此，不过与主人相处的多了，他也是不再害怕什么，只要不违背主人的命令，主人还是很好相处的。黑云明白了，叶大人。听到这位的话语，黑云尊者也是稍稍放下了心，对他躬身一礼。虽然这位不过王者巅峰，按理来说不值得身为圣人的他如此，但这位叶大人乃是主人的女人，甚至在主人的女人中都算受宠的，他自然不敢不敬，毕竟这位能吹枕边风啊。就在这时，远处天穹有动静传来，让两人都把目光投去。只见有一艘飞舟正在从远空飞来此地，在感应到飞舟上一道熟悉的气息后，妩媚女子目光一亮，是主人来了。不一会，那艘飞舟就降临在此地广场之上，同时还有一股飞舟降临的风浪袭来，让妩媚女子和黑云尊者眯起眼睛，发丝飘扬着。飞舟内，一位白袍男子脸色平淡地走出，在其身后有戴着面纱的女子走出。虽然看不清她的面容，但其露出的清眸和那清冷高贵的气质，无疑都在说明她乃是一位风华绝代的天仙女子。芷月拜见主人。黑云拜见主人。妩媚女子和黑云尊者在看到叶青云后，都是跪下身子拜道。不过叶芷月却是不禁多看了叶青云身旁的那位女子，看不透修为，莫非是主人新收藏的圣人角色？叶芷月在心中暗暗想到。他知道主人在收藏一位女子后，都会经常带着身边修炼，不过等新鲜感逐渐褪去，自然就不会那么频繁地进行修炼了。他曾经就经历过，当时还让他失落了好长一段时间。起来吧。叶青云看向两人，语气略带温和。多谢主人。叶芷月和黑云尊者再次朝叶青云一礼后才起身。主人请跟芷月来。知道叶青云来此目的的叶芷月也是没有废话，当即就带着叶青云和他身旁的苏青离前往一处地牢，而黑云尊者却是低头看着地面，跟在最后面。黑云宗所建立的地牢入口在后山一块不起眼的石洞之内，在进入石洞后，可以看见前方有一道石阶梯不断蔓延向下，而在石阶梯一旁的石壁上有夜明珠镶嵌其中，照亮着原本漆黑一片的阶梯。随着叶芷月在前方带路，很快就带着叶青云他们来到了底下的地牢。主人，这是第一层地牢，里面关押的都是阴阳镜之下的人。叶芷月美眸流转，对叶青云柔声开口。叶青云目光在地牢一扫而过，在其中有许多被特殊锁链锁住四肢的人影，这些人影都蓬头土面，发丝散乱，不过有许多人还在挣扎着。他们在看到叶芷月四人进来后，更是大喊：快放开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暗血殿的人，我爹是云灵王者，放了我，我爹会给你们很多资源的，求求你们放过我，我还有孩子，他还小，没有我他怎么在暗狱中活下去啊？对于这些或威胁或求饶或哭喊的话语，四人都是面色寻常，没有丝毫动容之色。叶青云上前踏出一步，哪怕身上没有任何气息显现，但那无形的气场却让众人的话语声都不禁小了许多。诸位，与我融为一体吧。冷漠话音落下，叶青云的身上涌现出吞天魔光，在地牢众人的惊恐眼神中把他们包裹了起来。不要，我的修为，放过我，放过我！被吞天魔光所包裹的众人最开始还在大声哭喊求饶，但随着时间推移，众人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最后彻底无声。看到这一幕，叶芷月和黑云尊者脸上面不改色，就连第一次见到这些的苏青离，除了青眸有些波动，心里也是极为平静。曾经身为寒月宫公主的她，早就见过无数肮脏之事，只是一些修士被吞噬而已，在她眼里根本算不得什么。叶青云神色轻松，那无数本源的涌来让她极为舒适，修为都隐隐要更进一步，离大圣越来越近。终究只是低境界的修士，除了生命本源增长不少，修为提升倒是不怎么样。叶青云暗暗摇头，见主人已是吞噬完。叶芷月扭动妖娆的身姿上前走来，抱住了叶青云的一条手臂。主人，芷月带您前往下一层。叶芷月那妩媚的脸上带着一丝笑容，吐气如兰。苏青离瞥了一眼，她几乎紧紧贴近叶青云的娇躯，心里微微有些酸涩。不过她很快就平复心境，收回目光。她知道自己如今不过是叶青云的一个女奴，根本就没有什么话语权。而且身为圣王的叶青云有许多女人也是极为正常的事。叶青云不禁多打量了一下叶芷月，尤其是那宽广的胸怀，更是让她的心里有些火热。叶芷月自然是注意到了叶青云的目光，她嫣然一笑，娇躯紧贴，
带着他走向下一层地牢。地牢第2层关押的是阴阳镜之上、圣人镜之下的人。这层地牢里的人相比起第1层的人可谓是少了许多，而且他们沉默寡言，眼中都带着一丝绝望。听见脚步声传来，他们循声望去，看到了以叶青云为首的4人。叶女王，她居然抱着一个男人，莫非是她背后的靠山？看她那卑微讨好的样子，估计是了。这些人都是低声交流着，眼中一直都在打量叶青云的面貌。一些认出叶青云的人更是恍然，难怪这叶女王在暗域的地位如此高高在上，原来背后是有这位在撑腰。斩臣老祖，不知可否放我离去？我可交保命费用，并立誓绝对不会泄露此地之事。一位发丝有些脏乱，但面容依旧带着一丝霸道的王者大能低下头颅，直接当场在众人面前发誓。此话一出，让许多没有认出叶青云身份的人大惊。他们完全没想到叶女王背后的靠山竟是望尘山的那位斩臣老祖。不是都说望尘山的人清心寡欲，对男女之事毫无兴趣的吗？叶青云目光朝那开口的王者大能看去，你应该知道，在你被抓进来的那一刻，你就绝对无法离开此地了。那王者大能默然，心里最后的一丝希望也是彻底湮灭。他又何尝不知，之前的开口只不过是想试试看能不能有一线生机，如今看来自己恐怕要彻底葬身于此处了。见状，其余的王者大能也是眼眸微暗，没了开口求饶的心思。既然注定要死，那至少也让自己别死得太窝囊。很快，第2层地牢中的人也被叶青云所吞噬。这一次，叶青云清晰地感受到自身修为距离大圣只差1步之遥，好似只要轻轻一推就能彻底步入大圣。距离他最近的叶芷月自然是感应到其身上气息的一瞬波动，他美眸弯弯，性感红唇轻启。恭喜主人修为更进一步。叶芷月有些兴奋，他可是知道主人乃是圣王后期之境，如今修为更进一步，想来离大圣都不远了。等主人突破到大圣，他自然就是大圣的属下奸情人。那未来的好日子，只是想想就让叶芷月巧笑嫣然，心中爱意如潮，等会的让主人狠狠与我修炼一番。叶芷月媚眼如丝，他可是好久都没被主人修炼过了。在叶青云身后的苏青离和黑云尊者听闻叶芷月的话语声，也是恭敬开口：恭喜主人修为更进一步。叶青云此时的心情也是大好，直接大方赏了3人一件圣器。叶芷月脸色不变，直接收起圣器。他过往跟在主人身边，得到的好东西极多，只是区圣器根本入不了他现在的眼里。苏青离也没有拒绝，很平静地把圣器收起。虽然他不缺圣器，但主人赐下的东西他不能拒绝。黑云尊者却是没有2人这么淡然，只见他满脸喜意地收下圣器，并不忘对叶青云弯腰感激道：多谢主人，多谢主人。说着，他还不断抚摸着怀里的圣器，好似在抚摸着心爱之人一样。别看叶青云对圣器毫不在意，就觉得圣器很拉。要知道，对普通圣人而言，圣器可是能让他们战力更上一层楼的至宝。除了自己搜寻各种宝料铸就，就只能在外面碰碰运气，看能不能从前人留下的秘境中获得圣器。而黑云尊者虽然是叶青云麾下的圣人，但他加入的太晚，在一众圣人属下中的实力是倒数的。除了自己的本命圣器，他就没有其余圣器了。这也是他对叶青云赐下圣器显得很兴奋的原因，毕竟他是真的穷啊。旋即叶芷月带着叶青云他们继续前往了下一层地牢。这一层地牢中的人极少，只有3人。这3人都在闭目盘坐，哪怕听到了众人的脚步声，也没有睁开双眼，好似把他们当做了空气一般。主人，这3位圣人乃是黑云、玄冥、血神联手抓捕来的。叶芷月娇媚开口。除了黑云，其余2位也是臣服在叶青云脚下的暗域圣人。玄冥和血神呢？叶青云随口问了一句。他们正在抓捕那散修流星圣人，想来他们很快就可以把他带来，让主人吞噬吸收。叶芷月那悦耳话音清晰地传入众人的耳中，让一位被锁链锁住的玄衣圣人都忍不住睁开了双眼。眼见叶芷月这位暗域女王正露出妩媚笑容，讨好地看着那位白袍男子。玄衣圣人抬眸想看看白袍男子的面容，只是这一看就让他的心里彻底沉了下去。怎么会是这位？玄衣圣人眼眸深处闪过一丝绝望，他万万没想到叶芷月背后的靠山竟是这一位实力背景通天的斩臣老祖。希望流星道友能逃走吧。想到与他关系要好的流星圣人，玄衣圣人也是暗叹一声。须臾，2道带着恭敬的声音传来此地。拜见主人。听到熟悉的声音，那2位一直沉寂的圣人也悄然睁开眸子，冷冷地看向远处朝这里走来的玄冥和血神。左侧的玄冥一头紫发，面容俊逸，紫色的瞳孔中闪烁着冰冷的光芒，让人不寒而栗。但他那双紫色瞳孔在看向叶青云后，却是露出恭敬之色，完全没有之前的冰冷。而在右侧的血神却是满头血发，狰狞的面容弥漫血红之色，
看着极为瘆人，而在其手中提着一位发丝凌乱、衣衫破碎的昏迷人影。看着这道人影，那玄衣圣人忍不住惊声道：“流星道友！”叶青云转头看向两人，主要目光却是放在了那被血神提着的人影身上。圣人中期，不错，你们有心了。他在打量片刻后满意点头，多谢大人夸赞。玄冥和血神都是低下头颅，语气恭敬，他们的心里都有些兴奋，能得到这位夸奖，神们的那位也会给他们多增加一些功绩。叶青云手指一勾，被血神提着的人影被他用力量裹起，直接当场吞噬了。看到流星圣人尸骨无存的被吞噬，其余被锁链锁住的3位圣人都是有些胆寒，他们心里已经猜测出了些什么，只是这个猜测让他们都是心惊肉跳，觉得未来的神州大陆可能会有些不安宁。不错，再吞噬掉那几位圣人，再加上那缕天元之气，我差不多就能突破到大圣了。叶青云在感应一番修为后也是暗暗点头，随即他没有跟这3位圣人废话什么，直接把他们给直接吞噬，化作他自身的一部分。感应到叶青云的气息越来越深邃，在场的5人没有言语，只是低着头在心里感叹着。月奴，这个给你。叶青云从身上拿出一颗小石头一般的黑色珠子，若凑近一闻，还能隐隐闻到其身上散发的血腥之味。叶芷月在看到这个黑色珠子后，脸色一喜，连忙伸出双手接过，感谢主人赐下本源珠。看着手上的本源珠，叶芷月心里的喜悦几乎都要喷涌而出，这可是让他突破到圣人的至宝啊！你们3个也记一大功，到时可从千宁那获取奖励。叶青云朝黑云3人平淡说道，这让黑云3人原本的羡慕一扫而空，眉开眼笑道：多谢主人。虽然在那位手中得到的奖励肯定不如主人亲自赐下，但他们也是知足，毕竟不如不代表着奖励就差，那位赐下的奖励其中也是有着他们渴望的东西。你们先离去吧。叶青云对3人挥了挥手，他要在这里跟叶芷月和苏清离修炼一番，看看这牢笼结不结实。那3人也是当即明悟，连忙拱手离去，顺带着在外面立下了一座阵法，确保没人听见和看见这里将要发生之事。见3人离去，叶芷月也是收起本源珠，媚眼如丝的看向叶青云。主人，您想要在这里做些什么呢？他那饱满红唇轻启，一双纤长玉手已是向后握住了龙条。看着叶芷月裙摆间一条修长玉腿若隐若现，那大胆勾人的模样让叶青云轻笑一声，缓缓走上前。而在一旁，苏清离那被面纱遮掩的绝色容颜已是渐渐被红晕所弥漫。3天后，叶青云从地牢中出来，并化作流光往天穹之上飞去，他要突破大圣了。而在叶青云离去不久后，叶芷月和苏清离也是徐徐走了出来。苏姐姐，芷月已是安排下人为您准备了一处住所，需要芷月带你去吗？说罢，叶芷月撩了撩秀发，眼角余光若有若无地看向身旁清冷高贵宛如仙子的苏清离。在这3天间，她也是从主人那了解了一番苏清离，知晓她是那被寒月宫传出已是作画的上一任寒月宫公主，真是人不可貌相。听说其曾经还有一个未婚夫，没想到暗地里却是那般模样。叶芷月看着现在如仙子凌尘一般的苏清离，心里嘀咕着。苏清离面色不变，在听到叶芷月的话语后轻点琴手，那就麻烦你了。他语气平静，好似已经完全忘了这3天的事。不麻烦。叶芷月那娇媚的脸上挂着笑容，很是热情地带着苏清离前往为他准备的住所。得跟他多打好关系，听主人说这位离圣王不远，未来肯定也是个大腿。叶芷月暗暗想到。与此同时，星空之上，身穿白袍的男子从虚空中走出，眺望浩瀚无垠的星空，叶青云心中很是平静。只见他手中出现了一缕与天地万道共呼吸的天元之气，他张嘴一吸，天元之气很是乖巧地被他所吸收。此时叶青云紧闭双眸，盘膝在虚空，心间天地万道不断在他身上留下痕迹，也让他浑身显露出的气势越来越惊人。咔嚓，似有瓶颈破碎的声响隐隐从叶青云的体内传出，也让他浑身的气息不断膨胀着。浩浩荡荡的威压不断弥漫在星空，让此地无垠星河在哀鸣，在沉浮在那渺小身影的脚下。轰隆隆，原本明亮的星空渐渐被一眼望不到头的雷云所笼罩，黑压压的，其内有无数狂暴雷光在闪烁。大圣雷劫降临。叶青云睁开双眸，抬头平静望向闪烁着无数雷光的雷云，不知这些雷霆能有多少本源给我吞了呢？他站起身，脚踩虚空，身上的气息比之过往深邃了太多。雷云似被叶青云的话语所激怒，各种恐怖雷霆不断向他劈去。这些雷霆带有不祥血色，只是一缕就足以灭杀圣王初期。随着叶青云被血色雷霆淹没，周围虚空都不知破碎了多少万里。但定睛一看，就会发现那些血色雷霆全都被叶青云手上出现的魔冠所吞噬。魔冠散发着乌黑魔光，不断吞吐着血色雷霆，反哺叶青云。叶青云眼眸微眯，
体内已经蜕变的大圣之力不断往魔冠中倾斜，让他体表流转的乌黑魔光越来越内敛，越来越深邃。在吞噬完血色雷霆后，魔冠甚至自主飞往雷云之中，吞噬着无数雷霆本源。他通过与叶青云的联系，不断把雷霆本源灌注给他，让他体内的修为逐渐精进着。而吞天魔冠的行为也让雷云更加狂暴，血色雷霆更不要前世的劈落，甚至有无数血色雷霆凝聚的血色雷龙张开血盆大口，想要把吞天魔冠给吞噬。对此，吞天魔冠只是微微一震，就把那雷龙震碎，无边雷云颤抖，只能任由吞天魔冠不断吞噬着。不知过了多久，雷云逐渐散去，星空再次变得明亮起来，而吞天魔冠也重新飞回了叶青云的手中，被他收起。大圣初期巅峰，叶青云感应一番自身比过往强大了无数的力量，也很是满意。现在我的大圣之躯绝对可以镇压太微老祖，甚至青羽老祖和玄灵老祖一起上我也不惧。叶青云负手而立，唇角勾起，已是在想着未来回到望尘山该怎么欺负太微老祖他们了。不一会，他收敛心绪，转身离开了此地。黑云宗，一座建立在灵秀山峰上的府邸内，身着云水长裙的苏青离正盘坐在床榻上闭目修炼，其身上的气息不断变得强盛，威压也是越来越强，足以让圣人感受到丝丝压抑。最终一切气息都被苏青离收敛，可惜还差了那么一点。苏青离睁开那双青眸，眼里闪过一丝遗憾。距离叶青云前去突破已是过了1年，这1年里他见叶青云没有回来，也是一直在这里潜心修炼着，就连黑云三人的讨好他也不甚在意，唯有叶芷月前来找他时，他才会停下修炼与他一谈。也不知主人何时才会回来。苏青离眼中带有朦胧之色，也不知在想什么。黎奴，想老祖我没？这时一道轻笑声传来，让苏青离一惊，他竟丝毫没有察觉到来人。不过在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后，他也是放下心中悄然升起的警惕。主人。苏青离轻眸看向右侧走来的叶青云，轻柔地喊了一声，去泡胡天寒茶。叶青云坐在床沿边，并伸手拍了一下苏青离的大腿。是，请主人稍等。苏青离轻眸微垂，赤足下榻，来到茶案前泡着天寒茶。很快他便端着一杯天寒茶来到叶青云的身前。主人请喝茶。叶青云接过茶杯，小口慢饮。月奴呢？他放下茶杯，对苏青离问了一句。他如今正在黑城中的叶云拍卖行。说着，苏青离顿了顿，继续问道：主人需要我去把他叫来吗？叶青云沉吟片刻，把他叫来吧。正好许久没修炼，这次怎么也得修炼个几天。苏青离颔首拿出一张传音玉符，对其开口说了几句。一盏茶后，身穿暗紫长裙，俏脸带着冷艳高傲之色的女子来到此地。这冷艳女子在看到叶青云后，面上冷艳迅速消散，转而流露出妩媚之色。主人，芷月想死您了。她连足轻移，携带阵阵香风扑向了叶青云的怀中。那曼妙傲人的娇躯紧紧贴向叶青云的胸膛，让他心里不禁有一丝火气升起。小妖精，看我不镇压你！叶青云当即和叶芷月开始修炼起来，而苏青离也是愣住，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开始修炼了。旋即在他惊呼一声中，也是被叶青云直接拉入了修炼。主人，这次黑城10年一度的拍卖会又要开始了，您要去看看吗？拍卖会？已是穿着完整的叶青云转头看向正在穿上暗紫长裙的叶芷月。是芷月麾下叶云拍卖行所举办的。叶芷月那娇媚脸蛋微红，一双纤柔玉手还在整理着凌乱的发丝。叶青云思忖片刻，觉得可以去凑凑热闹，去看看吧。见主人点头答应，叶芷月笑靥如花。主人又能多陪她一会了。苏姐姐，你要去吗？叶芷月转头笑盈盈地看向床榻上还在微微喘息的苏青离。闻言，苏青离想了想，最终摇头拒绝。我还要闭关修炼，就不去了。他如今离圣王不远，还是专心修炼才好。那真是可惜。叶芷月表面虽露出一丝遗憾，心里却是乐开了花。苏青离不在，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和主人修炼了。随即叶芷月扭动腰肢，上前抱住叶青云的手臂，带着他前往叶云拍卖行。眼见他们离去后，苏青离也是翻过身，准备休息一会再修炼。昨日的高强度修炼让他有些吃不消。黑城大街上来往的路人极多，不过他们眼中都带着略有略无的警惕，好似生怕有人会突然冒出来袭杀他们似的。倏然，叶青云和叶芷月两人的身形出现在这里，这让他们的身躯瞬间紧绷，下意识地握紧自己的兵器。他们警惕望去，只见那个白袍男子的面貌被雾霭笼罩，看不太清。不过在看到他身旁挽住他手臂的那位千娇百媚，足以魅惑众生的绝世美人后，都是面色大变。竟是叶女王。被他挽住手臂的男人是谁？他的靠山或者男宠？
听说叶女王不久前突破到圣人，成为暗域高高在上的天，而她特意与一个男人来此，莫非其中有什么玄机？众人心思百态，不过他们都是放下警惕，收起兵器，对两人恭敬一礼后就匆匆离去。他们这些小人物还是不要多看大人物才好，而对大人物露出警惕也是没有必要的事。大人物一念就能把他们杀死无数次，就算防备也根本无用。在暗书上就有记载，没事不要对大人物戒备，没准那些大人物就是看你戒备才忍不住顺手杀了你。暗书的记载再加上暗域一些时不时发生的事，让无数生活在暗域里的人深信不疑。叶青云看着四周的人，在看到叶芷月后脸上都闪过一丝惊恐，连忙远离了他们。月奴在黑城的威望不错啊，那些男人只是看到你一眼就跑路了。叶青云没有开口，而是笑呵呵地对叶芷月传音。他可是知道叶芷月的魅力有多大，正常来说那些男人在看到叶芷月后应该都会忍不住欣赏几眼，而能让他们叶芷月看到就直接跑路的，一看就是他在暗域里做了些什么事情。主人莫要笑话芷月，芷月最开始来到这里为主人打造势力，收集本源，过程中自然也是被一些人看中美貌，想强迫芷月前去服侍，但芷月可是主人的女人，当然不肯让他们碰一根手指头。没办法，芷月只能把主人在暗域的其他属下叫来，把他们通通灭杀了。叶芷月的美眸泛起水雾，似有些委屈地述说道，她不过就残忍地虐待那些觊觎她的人一二，再把那些人背后的势力连根拔除，送去见他们。结果之后事情传出，再也没有男人敢对她露出觊觎之色，甚至还远离她。她有什么办法吗？哼！叶青云有些似笑非笑地看着叶芷月，对于她的话，他只信一半。他可是记得他当初跟一些暗域的大势力暗中打过招呼，再加上他给他的一些底牌，什么强迫的自然无稽之谈。就算真有人敢强迫，自然也是有人会教他怎么做事。而且叶芷月性格可没那么好，估计是这里有不少人追求他后，直接派人去暗中调查他们的底细。若是其背后势力富足，直接找个强迫的罪名，直接抄家灭族，把那些资源收入囊中。叶芷月听到主人的语气，就知道他并不信任自己的说辞，这让他有些无奈。他很早就跟随在主人身边，早早就已经被主人了解透彻，这也让主人不怎么相信他的一面之词。主人，芷月那是年轻时候不懂事，现在芷月可不会这样了。叶芷月撒娇似的摇着叶青云的手臂，并还在用妩媚勾人的语气传音。他现在可不会像年轻时候那般张扬，而是在暗地里搞事。至于其中死了多少人，他可不关心。而看到这一幕的那些人跑得更是飞快，生怕再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被灭杀了。行了，我信你，走吧。叶青云那平淡的语气传出，他并不在意叶芷月的性格是怎么样的，只要他对他忠心耿耿，他自然不会去管他的那些事。是。叶芷月不再摇晃手臂，乖乖点头。因四周都变得空荡荡的，两人也是很快就来到了黑城最大的拍卖行，也就是叶云拍卖行门前。可以看到门前很是热闹，无数人在这里进进出出，还有几位身披战甲的守卫驻守在门口维持秩序。这些守卫身材魁梧，面容冷漠，眼眸寒煞，只是被其注视就忍不住全身发冷，站立不已。或许是这些守卫的修为都是神功境巅峰的原因，四周往来的众人都是规规矩矩的健壮，叶青云也并没有什么意外。若拍卖会的门口一团糟，他们还做不做生意了？而那些从拍卖行出来的人在看到叶芷月后，面色微变，下意识的想要逃跑，但想到此地是叶女王麾下的拍卖行，他们也是压下心中恐惧，低着头大气不敢喘地走出来。只不过他们的眼角余光还在若有若无地看向抱着叶青云手臂的叶芷月，而他们的奇怪样子也是让其余人注意到。在顺其目光看到叶芷月后，也是变得如他们一般小心翼翼地离去。那些守卫这时候也注意到了叶芷月两人，他们推开人群，在众目睽睽下来到叶芷月和叶青云面前，单膝跪地，用极为恭敬的语气开口：“拜见大人。”这些守卫的话音震耳欲聋，让此地所有进出的人都听到了。他们目光望去，在看到叶芷月后都是瞳孔微缩，不约而同让开了道路，中间隔着很大的地方，都能让几十人一起进去了。叶芷月看着这些护卫，冷漠地应了一声。不过在他转头看向叶青云后，那张脸上露出足以令人惊艳失神的笑容。主人，我们进去吧。听到他的话语声，在场众人低头，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主人，叶女王的主人，莫非那个被叶女王亲密挽住手臂的白袍男子，就是传闻中叶女王身后的那个神秘靠山？想到这里，许多人的心里忍不住升起一丝羡慕。听叶女王的称呼，就知道两人之间的关系。虽说叶女王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但她的容颜身材那真是极品中的极品，可以说无数男人都曾幻想过与其发生过什么。可惜她终究是别人的。通老，您能看出那白袍男子是什么境界吗？在众人中，
一位全身笼罩在黑袍中的身影，也就是萧山问道。不知。通老的声音在萧山脑海中响起。听闻此言，萧山也没有什么失落。他知道能作为夜女王主人的大人物肯定修为高深，通老不知也只是不敢露出气息探查，怕被那人发现什么。萧山微微抬起眼眸，看向夜女王和白袍男子亲密的样子，眼眸深处也是有着一丝羡慕。在暗域的这几年间，他自然听闻过夜女王的名号，在亲眼目睹她的容貌后更是惊为天人，心里自然也是有幻想过什么。不过看来夜女王已是名花有主，也是让他那有些春心萌动的心思给彻底压了下去。但下一瞬，萧山脑海中想到了一道倩影，心里开始愧疚起来。萧山啊萧山，当初灵儿妹妹为了你被望尘山关押，甚至连她的父亲都被惊动，亲自来望尘山赔礼道歉。到如今她都还被困在神族中无法出来，结果你却在这里幻想着别的女人，真是……萧山心里苦笑，觉得自己很是对不起神灵。而叶青云此刻正在和叶芷月走在进入拍卖行的路上倏然，他眼角余光发现众人中有一位被系统标注的天命之子。咦，萧山竟然也在此地。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叶青云惊讶，没想到萧山也来到了这里，莫非这次拍卖会有大机缘出现？叶青云面上露出淡淡笑容，天命之子进入拍卖行，里面肯定会有好东西出现啊。接着他没有去管萧山，而是径直和叶芷月走进拍卖行内。既然萧山来到此处，叶青云自然不怕他跑了。等拍卖会结束，他会让萧山彻底陨落在此处。而等他们进入拍卖行后，此地的众人也都是收了口气。之后他们也是该进出的进出，维持秩序的维持秩序，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拍卖行内，叶芷月已经把叶青云带到了顶楼。顶楼只有一个包间，也是叶芷月为叶青云专门安排的包间。主人，就是这里。叶芷月打开门后就站在一旁对他恭敬示意。叶青云走进包间后，脸上雾霭也在渐渐消散。他打量四周，发现这里灵气浓郁，桌案上还有小香炉，升起令人神清气爽的香烟。而在包间中央处还有一金色宝座，宝座左右两侧还各站着一位侍女。这两位侍女国色天香，身穿清凉纱裙，裙摆开叉极高，白皙玉腿裸露在外。不言而喻，这些侍女是做什么的，一看就知道。主人，这两位侍女娇躯纯洁，元婴饱满，她们不仅能歌善舞，其余也是样样精通。您想要做什么，吩咐她们一声就行了，不管是什么，她们都能做。叶芷月迈动连足，轻轻走了进来，并对叶青云介绍着这两位侍女，同时还在用妩媚语气暗示着什么，令人不禁浮想联翩。那两位侍女也是对叶青云露出媚笑，并若有若无地展现自己，想让叶青云侧目。把她们带下去吧，有你陪我就足够了。叶青云目光平静，挥了挥手。这些侍女漂亮是漂亮，但看上去没什么灵魂，单纯作为玩物倒是不错。玩了几次估计就没什么感觉了，转头就忘的那种。闻言，叶芷月那明艳妩媚的脸上露出笑容，心里很是高兴。她就喜欢听主人的这些话。是，主人。叶芷月语气轻柔地应道。随即她看向两位侍女，面上虽妩媚依旧，但说出的话语却变得毫无情感。主人的话你们没听明白吗？还不快退下！叶芷月那冷漠的话语声让两位侍女吓了一跳，低下琴手，有些不甘的小跑离去。随着大门关上的声音传来，叶芷月这才温柔带着叶青云坐在了那张宝座上。主人，距离拍卖会开始还有些时间，您要不要和芷月修炼一会呢？叶芷月侧坐在叶青云的大腿上，娇躯前倾，双臂环住叶青云的脖颈，媚眼如丝地看着他。叶青云唇角微勾，直接与他修炼了起来。半刻钟后，叶芷月浑身香汗淋漓，面色酡红地埋进叶青云的怀中。今天都拍卖些什么东西？叶青云低头对叶芷月问了一句。主人，这上面有今天拍卖品的介绍。叶芷月直起身子，从储物戒拿出一块玉简，交给了叶青云。叶青云接过，神念一扫其内介绍的各种拍品和投影，其中一张古老残图让他微微侧目。这张残图是什么？上面居然有一丝准地气。叶青云饶有兴趣地问道。虽然这张残图只是个投影，但其中蕴含一缕准地韵味，被他轻易地捕捉到了。这是只有见过准地或感应过准地之力的人才能认出这股玄之又玄的韵味。主人好眼光，芷月当初在委托拍卖残图的人那得知，此残图乃是他们的祖传之物，据传其内蕴含着神秘天火的位置。叶芷月那葱白指尖撩了撩因汗水而粘在额间的碎发，并对叶青云轻声开口：神秘天火。叶青云挑了挑眉，看来这张残图就是那萧山的大机缘了，不能放过啊。叶芷月作为叶青云的下属兼老情人，只是一眼就大致看出他的想法。主人，芷月早已在拍卖会内安排一人，他会为您把此图拍卖来，您只要在这里等着就行了。叶芷月素手轻抚他的胸膛，语气柔软而妩媚。
知道是好东西的他，自然会上攻击主人来换取主人对他的宠爱。叶青云对叶芷月很是满意。就在他准备再和叶芷月继续修炼会的时候，宝座正前方不远的透明水晶那传来了拍卖师的话语声：“诸位，我宣布，此次拍卖会正式开始。主人，拍卖会要开始了。”叶芷月那原本动情迷离的美眸顿时清明起来，她想要站起身来，不阻挡叶青云通过身前的透明水晶观看整个拍卖会，却没想到叶青云伸出手按住她的香肩，让她又重新坐了回去。你侧着坐，并不妨碍我看着拍卖会。叶青云语气温和，他对叶芷月很是喜欢，毕竟他年少时期就被他收入囊中，并一点点把她从青涩女子修炼成一举一动都带着魅意的成熟女子。只是看着她如今那宽广的胸怀，就让他成就感满满。听闻此言，叶芷月也是继续乖乖地坐在叶青云的腿上，任由他的大手放在自己那柔弱无骨的腰之上。对于叶青云的话，他自然是极为听从。主人的气味好好闻。叶芷月琴手埋进叶青云的胸膛中，那股熟悉的味道让他眼眸弯弯，心里满是安全感。叶青云轻轻抚摸着叶芷月的后背，目光饶有兴趣地通过透明水晶看着拍卖会。此时拍卖会的气氛极为火热。拍卖会中央的高台上，一位身穿较为清凉的美丽女子正展示着身前的丹药。诸位请看，此丹乃是神天丹，可助人突破到神功境，并且还可以让身处神功境的修士突破一个小境界。此丹极为适合修炼天赋普通的修士，不过此丹仅有3枚。看着一楼诸位修士眼热的目光，美丽女子红唇微微勾起。神天丹起拍价5万灵石，每次加价不低于1000。他扫了一眼那些面带犹豫的修士，诸位，此次机会难得，下一次再出现神天丹，可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美丽女子的话语像是压塌了那些修士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他们不再犹豫。5万2千灵石，5万4千灵石，6万灵石。一楼的众人不断出声，想要拍下神天丹，期间自然也有人单纯为了博美人一笑而加入拍卖的。这让站在高台上穿着清凉的美丽女子对他们抛了个媚眼，让他们面红耳赤，跟打了鸡血似的，报价越来越高，直接就把神天丹的价格抬到了一个不属于他的高度。坐在2楼包间的一些人见状，也是不禁摇了摇头。这些人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居然为了一个烂货而挥洒那么多的灵石。2楼包间内，一位青衣男子看着这一幕，很是不理解。你就算把那些灵石单独给那个拍卖师，人家估计都会直接为你服务一番，结果挥洒这些灵石只是在这为了美人一笑，脑抽了吧？看他们都极为年轻，可能是被他们的父辈保护得太好了吧。在青衣男子身旁，一位紫袍男子笑着说道：年轻人嘛，能理解，回去被吊打一顿后就能清醒了。能在暗狱活下来的人都有一把刷子，怎么他们教育后辈反而这般昏庸了？青衣男子摇头，要是他有这样的后辈，直接过去对脸输出了。紫袍男子笑笑不语，在他看来，或许正是因他们父辈见过太多黑暗，才不想让这些孩子跟他们一样去做一些刀尖上舔口的事，但过度保护或许也会害了他们。紫袍男子看着下方开始争吵的年轻修士，心里暗暗摇头。很快，神天丹被人以10万灵石的价格给拍下，让一楼无数修士都瞠目结舌。他们一楼也有人有这么多灵石的吗？那位拍到神天丹的年轻修士高傲地看着那些竞争失败的人，不过如此。看着他们满脸不甘的模样，年轻修士心里忍不住暗爽。原本后悔花了如此多灵石的他，是瞬间没了悔意。等拍卖会结束后，就去找那位拍卖师，没准能和他交流交流。年轻修士美滋滋地想到，好不容易偷跑出来的他，何时见到这种漂亮并还露了如此多的美人，可谓是把他深深吸引住了。不过他并不知道的是，一些修士正若有若无地把目光放在了他的身上，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眼眸深处充满了贪婪。很快之后的几件拍品也是被人拍下，其中一件王者残器更是被2楼的一位用37万灵石加一些资源拿下，让无数人惊叹。随即高台上的美丽女子挥了挥手，身后有一位侍女拿着托盘走来，可以看见托盘上有一卷残图，看着大约有1/4的样子。看到残图被抬上来，身处3楼包间的萧山顿时眼中一亮。通老，这就是您说的关于坟地神岩下落的残图？萧山在心里开口。不错，要不是曾经的我手持过一卷残图，不然也发现不了此地残图的气息。通老那苍老的话语响起，还没等萧山流露出喜色，通老的话语就继续传出。你也别太高兴，只是残图没有什么用。你若想要知道坟地神岩的下落，必须要搜集所有的残图。况且就算你知道了坟地神岩的下落又能如何？修为只是阴阳境的，你能收服吗？通老一连串的话语也是让萧山冷静了下来。我明白了，通老。萧山也明白自己现在修为太低，就算有天大机缘摆在他面前，他也把握不住，还是得把主要目的放在修炼上。只要他不断变强，
类似于望尘山的事也不会再发生，并且到时他还要去神族把被关禁闭的灵儿带出来，并向他的父亲证明他萧山有资格成为他的女婿。此时拍卖会高台上的美丽女子也在为众人介绍着残图。诸位，此残图可不得了，乃是一位王者大能的祖传之物。他的此番话语瞬间把无数人的目光都吸引过来，哪怕是2楼和3楼的大人物也把饶有兴趣的目光投来。此残图疑似记载着一道神秘天火的下落，而且我们拍卖行已经试过，哪怕是王者大能的一击也无法让残图损坏一丝一毫。此话一出，全场无数人顿时震惊了。真的假的？王者大能都打不坏一丝一毫？应该是真的，毕竟这家拍卖行的信誉很不错的，而且是真是假那拍卖下的大人物只是一试便知了。只是残图有什么用？除了那些震惊的众人，还有部分人很是冷静。这拍卖师说着残图上面记载着神秘天火的下落，但仔细一想，若真有什么神秘天火的下落，怎么可能会拿出来拍卖？一猜就知道这是没啥用的废图。就算上面真记载着什么，也因只是残图的原因根本看不出来在哪。简单来说，这残图除了坚硬一无是处。因拍卖神秘残图的卖主不需要灵石，而是需要至少对阴阳镜有用的修炼资源，所以起步拍卖价乃是一瓶阴阳丹。美丽女子说着能让众人望而止步的价格，只是一卷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记载机缘的残图，不值得拿阴阳丹去买下。要知道，阴阳丹可是阴阳镜修士主要修行的丹药，过往阴阳丹只要一出现在市场上就会被一扫而空，慢了的话根本抢不到。就这都还只是部分阴阳镜修士才能享受到，大部分阴阳镜修士还只能苦逼的自己炼化天地灵气修炼呢。见场面十分沉默，高台上的美丽女子也是心里一沉，莫非这残图是要流拍了？2瓶阴阳丹。这时3楼一道包间传来了一道声音，美丽女子眼中闪过喜意，大喊道：“2瓶阴阳丹第一次，3瓶阴阳丹。”在3楼的萧山开口了，虽然残图没什么用，但他相信以他的运气，没准未来还会碰到其他残图。4瓶阴阳丹。听见刚才的那人又出价，萧山皱了皱眉，他原以为那人不过是见场上无人出价才开口想要买下残图，如今看来好像不是这样。5瓶阴阳丹。萧山再次开口，直接加了2瓶阴阳丹，想要让那人知难而退。毕竟在众人眼里，那张残图没什么太大用处，其中记载的机缘有没有都难说。但让萧山失望的是，之前出价的那人又开口了，6瓶阴阳丹。3楼另一处包间内，只见一位约莫30-40岁、面容普通的中年男子正站在透明水晶前俯瞰整个拍卖会场。在听到那人喊出7瓶阴阳丹后，中年男子也是有些奇怪，那残图在众人眼里不应该没什么价值吗？为何这人却要与我相争？莫非他身上另有残图？中年男子如此想着，嘴上却一直在开口加价。这可是叶大人吩咐给他的任务，要是没把残图带过去，只是想想可能有的下场，就让他头皮发麻，心里颤颤。顶楼包间内，坐在叶青云腿上的叶芷月同样有跟他一样的想法。主人，那人身上可能有其余残图，需不需要芷月安排人为您？叶芷月伸出鲜白玉手，在自己那修长脖颈一划，意思不言而喻。这是想要暗中派人把那人灭杀，把他身上的残图抢来。叶青云眸光深邃，对他轻轻摇了摇头，不用，你只要派人把他盯着就行，其余的老族我自己来。出价的那人肯定是萧山，其身上有老爷爷和极道地气，还是他亲自来比较好。能完全展现地威的混沌钟和吞天魔冠可以直接镇压那位复苏的极道地气，看来这次要收获满满了。想到即将获得的系统奖励和那件极道地气，叶青云心情大好。叶芷月虽然不明白主人为什么要自己来，但他还是乖乖点头，没有多问什么。主人的话他只要听从就行了。紧接着叶芷月娇躯一颤，面色微红地倒在叶青云的怀中，已是继续开始之前的修炼。而拍卖会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目露古怪，望向3楼2处包间的大人物正在不断加价争夺，好似不拿到残图誓不罢休似的。真有大人物为了一卷只有1/4的残图而竞价啊！2楼和3楼其余的人都在思考着，莫非这卷残图另有玄机，值得这2人拍下？这也让其中几人也开始跟着加价，让那残图的价格被抬得更高了。而其余人心中虽也有想把这残图拍下的冲动，但想到已是加价到15瓶阴阳丹，他们就摇了摇头，压下心中的冲动。他们怎么可能为了一卷残图就付出那么多的阴阳丹？这都够自家培养10几位阴阳镜修士了。很快竞拍价已是被萧山抬到了18瓶阴阳丹、19瓶阴阳丹。3楼另一包间内轻飘飘的声音传出，让萧山很是无奈，打起了退堂鼓。他虽然还有阴阳丹，但他不可能全都拿出去，他也是要修炼的。况且那终究只是残图，不搜集完整根本没什么用。随着萧山退出竞价，
其余一些竞价的人在犹豫过后也是退出竞价。那被叶芷月安排的人也是成功以19瓶阴阳丹拍下残图。定，天命之子萧山机缘被夺，掠夺部分气运，奖励白色系统奖励，青莲灵火一道，万寿灵火一道。叶青云看了一眼系统面板，发现这些奖励都没啥用，至少对他来说没什么用，还得看收割萧山所有气运后的紫色奖励。叶青云暗暗想到。不一会，门外有咚咚敲门声响起。听到声响后，坐在叶青云腿上的叶芷月也是捋了捋发丝，整理下衣裙。在整理的差不多后，她那慵懒夹杂着丝丝媚意的悦耳话语声响起：“进来。”她话音刚落，包间的门就开了。门外一位侍女端着托盘进了来。她刚一进去，就看见了宝座上的叶青云和坐在她腿上面色红润的叶芷月。侍女低下头不敢乱看：“大人，您的残图奴婢已是送来了。”说着，她拿着托盘来到宝座身旁跪下，双手托起恭敬地把托盘呈上。可以看见托盘上有一张古老残图正静静地躺在那里。叶青云转过头来，从他这个角度可以清晰地看见侍女那柔弱无骨的娇躯与诱人的曲线。不过她面色平静，只是伸手拿起了那张残图，仔细感应了一番。上面记载的天火位置很模糊，几乎没什么用。叶青云暗暗摇头，把这张残图先收了起来，准备日后看看能不能收集到全部。去把卖残图的那人带过来。叶青云对叶芷月吩咐道，他要看看其身上还有没有残图，或者那人知不知道其余残图的下落。是，主人。叶芷月轻点琴手，慢慢从叶青云的腿上下来，简单对自己身上用了清洁术后，就直接带着侍女离开这里。没过多长时间，叶芷月和一位身形佝偻的老者来到了包间内。主人，他就是委托我拍卖行卖残图的那人。叶芷月恭敬地介绍着一旁有些拘谨的老者。拜见大人。老者连忙弯腰拱手。在来之前，这位叶女王就跟他说过，这位乃是他的主人，绝对不可有任何怠慢。虽然他心里十分惊讶叶女王有主人，但也没有太大意外。能在暗域如此搞风搞雨，最终还无视的叶女王，背后自然是有天大的靠山。这张残图你还有吗？叶青云点头，并拿出残图对他问了一声。没有了，祖传之物只剩下这一张了。老者说完，似还怕叶青云不满，也是连忙开口。不过我祖父曾把一卷残图卖到了中域的焚炎天宫，您可以去那里找找。焚炎天宫，叶青云记得其内也有他的人，看来可以很轻易的拿到那卷残图，不过前提是那张残图还在焚炎天宫。叶青云脑中念头不断，面上却不动声色。你还知道其他残图的下落吗？老者摇了摇头，小的不知。他是真不知道了，时间过得太过久远，另外2张残图早就不知道到哪去了。闻言，叶青云不语，只是静静地直视老者。那股庞大压力让他背后冷汗直流，心里直发慌。你走吧。不知过了多久，叶青云这才开口，那股无形的庞大压力也随之消失无踪。老者松了一口气，对其拱手。多谢大人。旋即他转身快步离去，生怕这位心思转变叫住他。毕竟直面一位至少是圣人，甚至圣人之上的大人物，让他压力很大。那种生死不由己的感觉他很不喜欢。但他所不知的是，他体内正有一颗魔种悄然扎根。等老者离去后，叶芷月那柔媚的声音响起：主人，您在他身上种下魔种了吗？他可是知道，正常情况下主人可不会那么轻易的把人放走，除非主人已是暗中在他种下魔种。不错。叶青云平淡开口。相比起老者的言语，他更相信他亲眼看到的记忆，顺便还能让麾下多一个帮他搜集本源的打工人。听闻此言，叶芷月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继续坐在叶青云的腿上。之后的时间里，叶青云很是无聊地看了接下来的一些拍卖品以及压轴和大轴之物。说实话，这些东西叶青云一个都看不上，也让他不禁感慨，果然很难捡漏。也对，我毕竟不是啥天命之子，这次捡漏的东西也就是那卷残图，希望这残图未来能给我惊喜吧。而坐在他腿上的叶芷月抬头看向正在思忖着什么的叶青云，主人，拍卖会结束了。我知道了。叶青云回过神来，往透明水晶看了一眼后，也是点了点头。我让你盯住的那人此刻在哪里？叶青云开口问道。他说的那人也就是萧山。听到主人的话语，叶芷月从身上拿出一张传音玉符，在听到其中的一些密语后，他轻启红唇。主人，他已经在往拍卖行外面走去了。好，你先回去洗漱一番，等我回来，我要看到你最开始我遇见你的那副装扮。叶青云笑着轻拍他一下，示意他从他腿上下来。等他下来后，他的身形直接毫无征兆地消失在他的眼前。最开始的那副装扮，主人是想和我重温曾经吗？叶芷月站在宝座前，美眸泛着水雾，贝齿轻咬饱满红唇，也不知在想些什么。另一边，
萧山在离开拍卖行后，就往他在黑城的住所走去。路途上有阵阵凉风拂过他的面庞，让他微眯眼眸，只觉得十分清爽。倏然，他止住脚步，有些疑惑地望了望四周。通老，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不对劲？萧山很奇怪，之前他还看到街上人流有许多，怎么现在周围都没有人了？看着四周空荡荡的，他身躯紧绷，心里一时开始警惕起来。有人在周围布下了阵法，此时我们已经被困在了阵法内。通老沉重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回荡。阵法？通老，你能发现敌人在哪吗？萧山眼神凝重，不断打量着四周，同时他的心里很是疑惑。在来到暗域后，他可都是隐藏身份的，就算有仇家也被他灭杀，如今怎么会有人要置他于死地的样子？看不出此阵法疑似由地气为主布下的。通老也没想过竟然会有人以地气布下阵法，什么仇什么怨啊？地气？萧山震惊了，第一时间他想到了斩陈圣人，不，如今该叫他斩陈圣王了。与他有怨并且有地气的就只有他一人。萧山小友，好久不见。倏然，一道略带笑意的话语声在此地响起。萧山脸上满是凝重，身体也是悄无声息的让通老掌控。通老通过自己那敏锐的感知，猛地转身看向前方正在不断向他们走来的白袍男子，看其模样，赫然是斩陈老祖叶青云。看着眼前不断走来的白袍身影，通老心里一沉，他发现这斩陈老祖竟然已是大圣之境，他的修为为何提升得如此之快？就算如今天地环境渐渐恢复，也不至于让他突破得这么快才是。通老心里虽十分奇怪，但没有多想。此时的他还想问另一件事：道友，不知萧山到底做了什么让你愤怒的事，竟让你不惜来到暗域也要灭杀萧山？通老很不解，非常不解。他一直跟在萧山身上，从未见过萧山做了什么对望尘山有害的事，怎么这斩陈老祖却非要置萧山死地？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他身上有我想要的东西。叶青云简单回答一句，腰间迷你的混沌钟也是自主脱落，混沌钟不断变大后飞到他的头上，沉沉浮浮，无边混沌气垂落下来，让他万法不侵，如同混沌神魔一般。看着叶青云头顶上那混沌玄黄之色的骨钟，以及隐隐流露出的极道之气，通老的心彻底沉了下去。竟又是一件极道地气，再加上斩陈老祖身上的斩陈地剑，也就是说斩陈老祖身上有2件地气。道友，不知萧山身上有什么你看中的东西，我们保证会交出来。通老对其弯腰拱手。他虽然也有极道地气，但每一次使用不仅让他的本源魂气损伤，还会消耗大量他曾经带着的一些底蕴，所以能和解就和解，低头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我要萧山的命！叶青云轻飘飘地说着让通老面色大变的话，随即他头顶上的混沌钟威势显露，钟波阵阵，极道地威铺天盖地向通老压去。当然，叶青云也把地威限制在了阵法中，不让此地的动静传出去。完全复苏的极道之气，通老的眼中也是闪过了惊恐。除了亲手铸就地气的大帝，就只有其血脉后裔才能完全催动威能。难不成这斩陈老祖是弟子或者血脉返祖的大帝后裔？通老连忙从体内拿出一柄通体缭绕着恐怖地火的地戟，地戟绽放地威，想要抵挡完全复苏的极道地威，但根本无用。只是复苏一部分力量的地戟，怎么可能挡得住完全复苏的混沌钟？只是顷刻间就被混沌钟所镇压，连带着通老和萧山也一并镇压。眼见地戟被混沌钟收走，通老和萧山都是面露绝望，他们想要挣扎却根本无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叶青云来到他们的身前。结束了。叶青云语气平淡，手中吞天魔光涌动，直接开始吞噬着两人。你竟是吞天魔宫的传人？通老语气逐渐虚弱，但不难发现其中的惊骇。他心里的一些疑惑顿时得到了解答，难怪斩陈老祖能如此快地突破到大圣，原来他竟是吞天魔宫的传人。若望尘山的人都知道此事，通老不敢再深想下去，也无法再深想下去。他和萧山已是彻底被叶青云吞噬了。定，天命之子萧山死亡，掠夺全部气运，奖励紫色系统奖励，乾坤河道诀。叶青云此时并没有注意系统的提示音，而是先仔细地观看着萧山的记忆。地狱，一位大帝留下的传承。叶青云从萧晨的记忆中得知萧族地狱和神力儿跟他所说的传承。地狱共有6块，萧山身上带有1块地狱。看着手上巴掌大小的地狱，叶青云也是直接收了起来。未来可以去神族看看，没准他们已经收集到了其他地狱。叶青云暗暗想到，随即他继续看向萧山老爷爷的记忆。通苍大圣，中域灵苍阁的开创者，被心爱之人背刺，有意思。叶青云津津有味地看着通苍大圣那比萧山浩瀚不知多少倍的记忆，其记忆中有另一卷残图消息，就在灵苍阁内吗？
叶青云暗暗记下了临沧阁，还有一篇地经和一些残缺的准地经文。那些残缺的准地经文，叶青云只是扫了一眼就略过。此时他已经把主要目光放在那部地经上。地火焚天诀，曾经的天火大帝所创，萧山修炼的功法吗？叶青云大致看了一遍地经后，心中若有所悟，回去再细细体悟。知道此地不是参悟的好地方后，叶青云也就不再去看那些记忆，而是看向了系统面板。乾坤合道诀，男女合修，可与天地共鸣，与天地同呼吸，与天地大道合一，双修功法。叶青云挑了挑眉，看其介绍这乾坤合道诀，好像很牛逼的样子。回去找月奴试试吧。他脑中念头转动，修炼一下就能知晓这双修功法到底如何了。旋即，叶青云收起混沌钟，看着混沌钟内被镇压的地级，他心里很是满意，又多了一把极道地气，不错不错。叶青云让混沌钟把地脊上属于通苍大圣的痕迹抹去后，也是把自身的印记打在了地脊之上，之后再慢慢炼化。见地脊不再挣扎，他收回目光，让混沌钟缩小，再次悬挂在他的腰间。叶青云在朝天上挥了挥手，此地阵法消失，斩尘地剑也被他收入袖中。接着他的身形虚化，消失在了原地叶云拍卖行，还是原来的顶楼包间内。身穿粉色衣裙，足踏白底绣花鞋的叶芷月正优雅坐在包间内的床沿边上。她容颜绝世，脸上施了些粉黛，让她那原本娇媚的脸蛋上多了一些清纯，但那饱满诱人的身材却被粉色衣裙勾勒得淋漓尽致，妖娆无比。也不知主人什么时候回来。叶芷月轻晃着修长玉腿，斜插在如云青丝上的赤金步摇微微晃动，发出清脆的声响。在她成熟之后，可是很久都没有穿上这些了，如今再次穿上这些，让她不禁想起了最开始和主人的一幕幕。月奴这身倒真是让老祖我怀念啊。倏然，叶青云那有些感叹的声音响起，把正在回忆什么的叶芷月拉回了现在。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叶青云，叶芷月眼中一亮，直接蹦起来，用藕臂环住了他的脖颈。被裙摆遮掩住的修长玉腿也是紧紧锁在叶青云的腰间，让自身牢牢固定在他的身上。主人，您回来了。叶芷月与叶青云凑得很近，琼鼻贴着叶青云的鼻尖，吐出的热息不断打在叶青云的脸上。叶青云轻笑应道。在闻到叶芷月身上传来的阵阵幽香后，他的眼中也是有着一丝回忆，跟当年一模一样啊。主人，芷月现在穿这身还好看吗？叶芷月轻咬红唇，语气柔柔，好似有些羞涩一般。好看，不过没有曾经的青涩了。叶青云看着她媚意横生，娇躯妖娆，一点都不复曾经少女清纯的模样。还不是都怪主人，芷月才变成现在这副样子。叶芷月那无瑕的玉容上满是娇媚，她为何会从清纯少女变成现在这样？主人心里没点数吗？呵呵，那倒是怪老祖我了。叶青云笑着摇了摇头。不说这个了，来让老祖我修炼一番，看看你与曾经的不同之处。不等叶芷月反应，叶青云直接印在她的红唇上。他要试试那乾坤合道诀的妙用。3天后，主人，这次我的修为精进许多，几乎堪比我苦修几个月了。叶芷月靠在床头上，一双妩媚美眸泛着丝丝喜意。她怎么也想不到，修炼过程中主人传给她的乾坤合道诀居然这么强大，能让如今身为圣人的她精进如此巨大。只是第一次精进才能如此巨大，后面精进不会有第一次那么明显了。已经穿戴整齐的叶青云站在床榻边上，对他解释道。他对乾坤合道诀也很是满意，只是与叶芷月修炼3天，就让他的修为也精进一些。若是和祖地内的老祖修炼，是否能让他的修为精进多一些呢？主人，那我们继续修炼吧。叶芷月美眸满是亮光，就算之后修为精进没有第一次那么明显，但积少成多也是能省下他许多年苦功。再说他也很喜欢跟主人一起修炼。我准备离开暗域了。叶青云摇了摇头，他从大齐皇朝离开后已是过了1年半，来到暗域的主要目的也不过是吞噬本源。吞噬完本源后，再陪了一回叶芷月的他，准备去陨龙谷看看。他要看看那个向他求救的女子身上有没有魔盖，就算没有，能得到魔冠的他肯定有魔盖的消息。听闻此言，叶芷月美眸一暗，心里十分想跟着叶青云离去，但他还要在暗域继续收集本源，这让他有些气馁。同时他在心里暗暗羡慕起了苏青离，哪怕未来只能做个金丝雀，但也是能经常见到主人的金丝雀啊。见叶芷月有些黯然的样子，想到这几天他静心修炼，叶青云开口，离奴还没突破，等他突破到圣王，我再带着他离去。芷月明白了，主人。叶芷月眼中划过一抹喜色，主人如此说，就代表着他和苏姐姐修炼时，他也可以加入进去。之后得打扮的纯一点。叶芷月暗暗想着，心中已是开始想着该换什么衣裙，让主人大展神威。
而叶青云的身形则是直接消失在此地。如今身为大圣的他，没用多长时间就回到了黑云宗内。来到苏清离的住所后，叶青云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开始跟床榻上的苏清离修炼起来。1个月后，主人，离奴现在就先去渡劫了。身着云水长裙的苏清离对盘坐在床榻上的叶青云躬身一礼。可以看见此时的他满面红光，气息强盛，跟过往不可同日而语，一看就是在这个月内修为大进。叶青云颔首，他看着苏清离体内的气息波动，知晓他现在已是处于随时能突破到圣王的状态。当然，这都是他这1个月间操劳的，要不然圣王瓶颈可没那么容易被突破。一旁，身着血丝轻纱裙，清纯和妖娆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叶芷月正憧憬地看向离去的苏清离。圣王啊，也不知我何时才能达到。叶芷月知道自己才突破到圣人不久，离圣王还有着极远的距离，但不妨碍他此刻的幻想。他知道只要有主人帮助，圣王的关卡迟早会被他踏破。日后尽量把一些生意做到望尘山附近，这样也好找借口过去和主人修炼。叶芷月美眸流转，被裙摆遮掩的修长玉腿微微弯曲，也不知是想到了什么。月奴，再与老族我修炼一番。原本正在闭目修行的叶青云睁开了双眼，他现在发现苦修还真不如男女同修乾坤和道诀。是，主人。叶芷月柔媚开口，眉宇间满是媚意。在这1个月的修行，他的修为自然也是精进不少。尝到味的他恨不得天天粘在主人身上。自然，对于主人的要求，他肯定不会拒绝。就在2人再次开始修炼时，大齐皇朝一处本应寂静的山脉之上，轰隆隆，山脉深处传来了阵阵轰鸣声，其中夹杂着一丝惊恐吼叫声。不过这些都被树木倒塌的声响所掩盖，让人听得不太清晰。季小姐，就是现在。一位年轻男子手持长剑，浑身剑意涌出，剑芒闪烁，不断斩向身前不远处几乎有100丈之高的独眼蜥蜴。蜥蜴被那些剑芒打得吃痛，不断退后，身上鳞片不时掉落，鲜血汩汩流出，不经意间露出弱点来。见状，那被年轻男子称为灵犀的女子眼中剑光一闪，手上黑白之剑阴阳之意流转，直接化作实质性的剑芒斩向蜥蜴露出的弱点。嘶嘶，随着蜥蜴最后一声吼叫声在此地响彻，其那庞大的身躯也是彻底倒地，掀起无数尘土。但这些尘土直接被一道剑光斩成2半，让天地顿时清明起来。那年轻男子见蜥蜴眼中神采不在，也是松了口气，长剑缓缓垂落。这只神功境巅峰的蜥蜴倒是藏得挺深，要不是林雪你感知敏锐，我都会忽略过去了。一道略显柔和的悦耳女声传来，林玄转头望去，只见纪灵溪从远边石块上跳下来，缓缓朝他这里走来。林某这点本事不值一提，比不上季小姐的那一剑。林玄摆了摆手，并不觉得自己那点本事有什么好吹嘘的。你倒是自谦，我可是知道你的真实实力。纪灵溪看向林玄，眼中闪烁着不一样的神采。纪灵溪可是知道林玄虽然表面上修为不过神功境中期，但其实他也是踏足后期。最让他侧目的是其对剑道的理解，只是随口一言，有时就让他恍然大悟，对自身剑道有了新的理解。这让他对林玄十分钦佩，觉得在同辈中他已是超越了他许多。林玄对此笑笑不语。当初在宗门大会上，他的表现让纪灵溪侧目，也因此和他相识。过程中见他剑道资质极高，也是忍不住开口指点他几句，也让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就连如今都开始跟他一起在外游历，顺便斩妖。不知之后要去何处。纪灵溪把自身之剑放回背后，过程中那窈窕动人的曲线被黑色剑袍勾勒而出。不过林玄目不斜视，让他心中莫名的感到一丝失落。我准备回剑宗了。林玄沉吟片刻后对纪灵溪开口，他离开剑宗游历是想要在外面散散心，让自身尽量不被那些事所影响。如今他自感到心重回无暇，也是准备回去。好，我知道了。纪灵溪心里虽然有些不舍，但还是点头应道。既然他要回剑宗，他自然不会像个小女人一样婆婆妈妈的，反正未来也可以随时见面。那林某就先离去了，纪小姐。林玄笑道，随即他化作剑光离去，很快就消失在天际。纪灵溪怔怔地望着天穹，也不知在想些什么。不一会，他斩去心中杂念，美眸平静如水，也是化作剑光返回阴阳阁了。另一边，黑云宗广场上有剧烈轰动声传出，也是把黑云宗内部的人都给惊动了。很快就有几名黑云宗的长老来到此地，望着天穹远去的非洲。有一名长老叹道，可惜这位没能多留在我黑云宗一会。那我们培养的那群女修怎么办？有长老有些肉疼道，他们为了这位来此能玩的高兴，可是特地花费不少资源培养了一批女修，结果正准备上供过去，这位就直接走了，这让他十分心疼那批花出去的资源。留着吧，
别让外人碰了，等下次斩臣大人到来再送过去。有白发苍苍的长老沉声开口。好。就在几位黑云宗长老窃窃私语时，半空中，老祖，那位离去了。穿着黑金织袍的黑云宗宗主看着非洲远去，惋惜开口。他原来还想把他的女儿送去服侍，哪知这位这么快就离去了。正常，主人来此只是为了本源，你想用美人诱惑主人，还不如多花点时间去搜集本源。在其一旁，黑云尊者负手而立，语气平静。要知道，望尘山漂亮弟子众多，尤其是那身为神女的顾清扰，那可真是清冷出尘，美得如梦似幻，五欲无数男人都幻想着与其春宵一夜。而身为望尘山老祖的主人，肯定不会放过那位顾神女。与那等极品修炼过的主人，怎么可能会看上一些庸脂俗粉？不过，美人诱惑好像不是没有搞头。黑云尊者思忖着，他想到了一件事，之前在神门打听到的一些事。主人还喜欢人妻，据传过往神门有一位圣人就献上了自己的妻子。黑云尊者目光闪烁，他可是打听到当时的主人眉开眼笑，奖励了那位圣人不少好东西，其中的一些东西让他只是听听就极为眼红，恨不得以身代之。这件事也让神门的其余圣人狠狠羡慕了一波，心里都不禁多了一些小心思。到如今，神门内的人除了收集本源，其余时间可都是百花八门的，想要找到能讨好主人的东西和女人，卷得足以让入门不过几十年的黑云尊者头皮发麻。老祖，雨儿可不是寻常美人，她姿容绝色，也是有不少爱慕者追捧的呢。黑云宗宗主反驳，不过有些底气不足。他的女儿虽然极为漂亮，但那位何许人也？见过的绝色女子必然极多，雨儿在其中可能都不太显眼。那到时等主人再次前来，你再把雨儿送去。黑云尊者挥了挥手，若是雨儿能得主人喜欢最好，若是不喜欢，那也只能找点人妻啥的，让主人高兴高兴。对了，眼前这小子的妻子我记得就很不错，也不知他愿不愿意牺牲一二了。黑云尊者脑中念头不断转动，心里已是在想着该怎么劝说他了。为了黑云宗的未来，付出一些代价也是有必要的。远去的非洲中，叶青云坐在宝座上喝茶，一旁仙姿盎然的苏清离站在一旁乖巧服侍着。可以看见他的气息已是比之前深邃不少，一看就是成功突破到圣王之境到陨龙谷需要多久。叶青云喝完茶水后，把空茶杯递给了苏清离，大致需要2个月左右。苏清离接过茶杯，并在脑海里简单算了下时间后，开口说道：如今他突破到圣王，让非洲的速度提升个几倍不算困难。我知晓了。叶青云目光深邃，如今他已是大圣，再加上斩尘地剑和混沌钟以及那地级，就算陨龙谷内有什么邪门东西，他也不惧。顺便看看其中有没有什么机缘。叶青云相信其中有着什么机缘，不然那个求救的女子也不会进入其中。或许是跟真龙有关的机缘。想到那块龙鳞和陨龙谷之名，叶青云若有所思。而一旁的苏清离见主人正在深思着什么，也没有打扰，只是静静的沏茶。这2个月看来又要和主人修炼打发时间了。苏清离心里暗想，他觉得如今的日子很是不错，不仅没有那些老祖管教，而且还没了任何负担，这让他十分轻松。黎奴，过来修行一番。倏然，叶青云的话语声传来。是。苏清离面色平静，放下茶壶。这就是他如今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和主人修炼。对此，他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事，甚至觉得和主人修炼十分不错。只需要修炼就能精进修为，上哪找这种好事？看着来到面前的苏清离，叶青云直接伸手一搂，把他抱进怀里。感受着怀里调整身姿能让他更好抱着的苏清离，叶青云笑道：你如今倒是乖巧，跟最开始完全不一样。要知道，他最开始见到的苏清离那可真是清冷如霜，气质冰冷的让其余人难以靠近。就算当时除最后一步的修炼，也没有让他有多少表情流露，诠释了什么叫做清冷仙子。当时黎奴很讨厌您，为叶渊留下的清白身子都快被您糟蹋干净了。怀里的苏清离娇嗔一声，还轻握小粉拳轻打了一下他的胸膛。不过说是打，其实更像是轻柔的抚摸。那现在呢？叶青云伸手握住了他的柔仪，眼中带有一丝笑意的看向苏清离，自然是喜欢的不得了。苏清离那诱人红唇扬起，抬头亲了叶青云的脸颊一下，并在他耳边轻声呢喃：谁让黎奴死了未婚夫，无依无靠的，只能与您修炼求得庇护了。他吐着热气，让叶青云的耳朵痒痒的，心里有火升起。当初那清冷公主的模样是不是装出来的？叶青云挑起他的下颚，眼中映着他那完美无瑕的容颜和那一双青眸。苏清离见他眼中的火热，也是轻笑一声，随即他面上笑容收敛，开始变得毫无感情，同时一股清冷高贵感不禁流露而出。斩臣道友，除最后一步，清离其余一切你自可处置。说完，他似还厌恶地合上青眸，
不想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叶青云听他那清冷平淡的话语，以及那隐隐带着一丝厌恶的表情，心中忍不住一荡。对位了，对位了，当初的苏清离就是这般模样，让他很想把他彻底征服的感觉。苏道友，让你见见老祖我的手段。叶青云大展神威，要让身为寒月宫公主的苏清离看看他的厉害。当即，此地开始春意盎然了起来。2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房间内，叶青云看着已经到达陨龙谷外的非洲，也是没了完心。此玉符给你，若是我长时间没有出来，你就用此符通报。他把一张传音玉符交给了坐在宝座上的苏清离。这张玉符可传音太微老祖，若他出了什么意外，也可以直接摇人过来。主人，离奴明白了。苏清离玉容酡红，纤纤玉指捏着传音玉符，轻轻对他颔首。在注视叶青云离去后，他也不管身上衣裙的大半滑落，直接往浴池的方向去。他要泡泡温热池水，缓解1-2疲劳，顺便洗涤下身躯。而此刻叶青云已是独自一人从停在半空中的非洲走出。他俯瞰下方，映入眼帘的是龙脉遍地，灵气中夹杂着丝丝龙气的奇特山谷。难怪都说此地是真龙陨落之地，就这到处长的草木就都跟龙属有关啊。看着谷内的灵植都有龙气氤氲而出，且其身上都长有类似龙鳞的鳞片，几乎明晃晃地告诉众人，他们跟真龙有关。叶青云面色不变，直接从储物戒中拿出那块金色龙鳞。这金色龙鳞刚出现在外，就微微颤抖，向叶青云指引了一个位置。深处吗？叶青云眸光深邃，往陨龙谷内走去。只是刚进入陨龙谷，他就发现自身的精气正微不可察地流逝，而且还是在持续不断的流逝。叶青云对此并不意外，只是以混沌中镇压己身，让自身精气不再被掠夺走。他继续往陨龙谷深处走去，途中的那些灵植他直接无视，这些对他来说都没什么用。不一会，叶青云就来到金色龙鳞所指的位置。不过此地除了花草树木，其余什么都没有，就连他的大圣神识都无法发现什么不对劲。下一刻，他手上的金色龙鳞自主脱落手中，在身前虚空划出一道裂缝出现。可以看见虚空裂缝中有光芒闪烁一瞬，但下一秒又直接消失无踪，好似只是一个错觉一般。有阵法隐藏。叶青云以大圣神念发现虚空裂缝中有一道阵法，而且这道阵法十分恐怖，他的一道神念只是微微一扫，就被那阵法轻易灭杀。叶青云直接一拍腰间的混沌钟，随着钟波响起，一股恐怖之力强行打穿那阵法。大阵微微站立，可以看见那被打穿的地方多了一道足以让人进入的缺口。叶青云神色轻松，踏步走进缺口。只是刚一进入，他就发现自身来到了一处龙气浓郁到遍布天上地下的地方，这是龙巢。看着四周堆起的黑色龙木，叶青云心中瞬间闪过了一个念头，这跟他在古籍上看到的龙巢极像。你来了。这时一道虚弱女声从远处传来，叶青云循声望去，只见在龙巢中心盘坐着一位红裙女子，她背对着叶青云，让人只能看到那垂落腰间的3000青丝，以及那令人遐想的诱人背影。你是那个求救的人？叶青云平淡开口，迈步走了过去。虽然此地阵法想要不断吸收他的精气神，但他直接以混沌中镇压己身，让自身精气神不被吸走。而他也看出了那女子极为虚弱，哪怕是一个初入修行的修士都能轻易打败。不错，我名邵神云。他侧过头看向已是来到他不远处的叶青云，在发现自己看不清他的境界后，邵神云也是转变语气。叶青云在看清他略显苍白的倾城容颜后，眉头一挑，你是曾经消失的那位北域妖皇？叶青云讶然，没想到那向他求救的女子竟是那消失已久的北域妖皇。不过想到他也是真龙，出现在陨龙谷也没什么好意外的。邵神云轻点琴手，承认了自己就是那位消失的北域妖皇。前辈，能否先助我一臂之力，之后神云自有报酬。邵神云微微低头，用曾经从未有过的恳求语气开口。他被困在此地都快有1000年，心里都隐隐出现一丝绝望。要不是他能吞噬眼前的龙蛋，让他精纯血脉，不断让他体内涌现出新的力量，他怕是要彻底陨落在此地。就算如今还未死亡，他也是极为虚弱，是个修士都可以打败他。要不是他找了一个机会把他的龙鳞和他偶得的吞天魔冠送了出去，他可能都彻底绝望了。邵神云那略带卑微的话语也是让叶青云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转而看向他的身前的一颗已经干瘪毫无神意的龙蛋上。可惜，叶青云眼中深处露出一丝惋惜之色。他看出这龙蛋乃是真龙之蛋，不过这其中精华都没了，一看就是被邵神云所吸收。如何帮你？破坏那些光束吗？叶青云开口问道。他能看见正有一些看不清的光束正死死地束缚着邵神云，不断汲取他的力量。这也让他猜测此地阵法就是单纯汲取力量，
孕养那龙蛋的，不然这邵神云早就死了。邵神云颔首，他身上的这些光束正不断吸取他的力量，让他原本圣王中期的修为降到圣人初期，甚至隐隐还有往下跌的情况。体内的圣力也被光束吸收一空，让他根本无法反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吸收。倒是可以帮他一下，不过得先在他的身上种下魔种。叶青云眼眸深处满是冷漠。之前在进来时，他就准备在向他求救的女子身上种下魔种。虽然他感应到他身上没有魔盖，但能得到魔冠的他可能会有魔盖所在的消息。随即他身上有隐晦魔光闪过，悄然飞入邵神云的体内。在感应到魔种已是种在邵神云的体内后，叶青云也是移开目光，拿起了腰间的混沌钟。随着混沌钟复苏，混沌气不断弥漫此地。这些混沌气直接侵蚀了那些束缚着邵神云的光束，让那些光束暗淡，最终被混沌气所湮灭。就算此地阵法还有光束生出，也是直接被那些混沌气磨灭。在摆脱这些光束后，哪怕是邵神云的心里也不禁泛起一丝喜色。多谢前辈。邵神云有些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对叶青云拱手一礼。旋即他拿出3块闪烁着青白之色、表面不规则的奇特石头。前辈，此乃天神石，是神云的谢礼。天神石？你居然有此物？叶青云没想到在外界几乎绝迹的天神石邵神云身上居然有，而且还是3块。要知道天神石是专门用来供圣王修士修炼的天才地宝，1块就足以抵圣王10年苦修，无比珍贵。回头倒是可以交给师尊。叶青云暗暗想到，一些神云曾经得到的机缘罢了，不值一提。邵神云摇了摇头，在把3块天神石交给叶青云后，他也是有了离去的想法。虽然眼前男子救了他，但两人终究不熟，对其他还是有些警惕忌惮的。只要他能出现在外界，妖庭的那些人也会知晓他的位置，从而把他带回去。吞天魔冠看未来能不能拿回来，若是不能就算了。邵神云知道吞天魔冠虽然是至宝，但只有吞天传人才能真正激发真正的威能。至于其余人，只能借助他的力量吞噬修为，就这还要自己主动灌注力量，这魔冠才有点反应。若不动用力量，这魔冠除了极为坚硬，无法摧毁，跟普通的罐子没什么不同。前辈，神云就先离去了。邵神云再次对叶青云一礼后，就快速离去了。等等，叶青云那轻飘飘的话语传来，让邵神云止住脚步。不知前辈还有何要事？邵神云没有回头，脑海中无数思绪瞬间闪过，猜测着他为何要叫住他。你是在哪得到魔冠的？叶青云语气淡漠，目光看着邵神云的背影。闻言，邵神云柳眉微蹙。这位前辈为何想要知道他在哪得到魔冠的消息？莫非是想要得到魔盖？但不是吞天传人，就算拥有吞天魔冠和吞天魔盖又有何用？除非他是想到一种可能的。邵神云心咯噔一下，他觉得自己可能跑不掉了。神云不知魔盖在何处，不过当年的吞天魔冠神云是在混沌古大陆上发现的，前辈未来可去那里看看。邵神云面色不变，转过头来对叶青云开口。混沌古大陆。叶青云面带恍然。混沌古大陆乃是曾经的一处广袤战场，其中机缘传承无数，吞天魔冠和魔盖在里面也不奇怪。通向那里的通道掌握在2大书院手中，未来得去一趟了。看着叶青云正在沉思着什么，邵神云目光一亮。已经恢复了一些力量的他，直接动用一剑秘器，从叶青云打出的缺口中迅速逃走。千万里之外，原本平静的虚空有涟漪生出。很快，一位身穿红裙、眉宇间带着一丝威严的绝色女子从虚空中走出。邵神云那双紫金美眸扫了一眼四周后，松了口气。但下一刻，一股伟岸之力袭来，把邵神云抓了回去。邵道友，跑得那么快作甚？听到耳边传来的轻笑声，邵神云心中一紧，满是不可置信。他怎么都没想到，此人的修为竟如此高深，让身处千万里之外的他都被瞬间抓回。前辈，不知神云付出什么代价，才能让您放神云离去？邵神云转过身，身上红裙微微飘扬，风姿卓绝，对身前的叶青云盈盈一礼。虽然他曾经贵为北域妖皇，但也知晓强者为尊的道理。如今此人比他强，他自然也要乖乖低头。你已被我种下魔种，未来乖乖认命吧。叶青云面色温和，此女如今也算得上是他的属下，他自然也不会对他太过冷漠。听闻此言，邵神云那带着一些恭敬的面色瞬间僵住了。他连忙把神念放出，扫向了自己体内，终于在一处角落中发现了一颗漆黑魔种。这也让他彻底确认了心中的猜测：人类是可杀不可辱，本皇绝对不会成为他人之奴。邵神云那绝美脸庞上瞬间布满冰冷，一股高贵威严的气质弥漫而出。她乃妖族女皇，绝对不会臣服他人。旋即邵神云冷冷看了一眼叶青云后，身上气息瞬间剧烈波动。他是要自爆？叶青云笑呵呵的，只是微微催动他体内的魔种，
就让他体内的气息瞬间平复下来，这让邵神云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难看起来。邵神云怎么也没想到，这吞天传人的魔种如此强横，只是种下不久，居然就能强行压下他的自爆。邵神云心里不甘，手上有磅礴龙气涌动，化作真龙之形往叶青云拍去。但到了他身前几寸时，那些龙气就直接崩解，消散于天地。不用挣扎了，你是伤害不了我的。叶青云负手而立，目光甚至还在看邵神云那十分不错的身材。他的打量目光让邵神云眼露厌恶，很想戳瞎他的那双眼睛，但攻击无数次却没法攻击到他的邵神云最终也只好转过身，打算来个眼不干不净，同时脑中不断想着脱身之法。倏然，邵神云身躯一僵，他低头一看，只见一只大手已是揽住了他那纤细的腰肢，甚至他都能感觉到那人贴在他后背的身体。放肆人类，你怎敢如此亵渎我！邵神云脸上厌恶之色毫不掩饰，不断剧烈挣扎着，甚至想要动用力量直接远离他，但他突然发现自身修为已是被封印，连丁点力量都使用不出。肤若凝脂，大小适中，手感极佳，不错不错。叶青云丈量片刻，连连称赞。这邵神云的身材真乃极品，虽然胸脯没那么大，但也不小了，属于一手刚好握住。听到他的肆意评价，邵神云眼中满是羞怒之色，不断用手肘轰向他的胸膛。哪怕他修为被封，但一身肉体力量还在，所以也是打得轰隆作响。不过就算如此，叶青云的面色依旧没有什么变化。哪怕这肘击足以打死一位王者巅峰，但对他来说就跟挠痒痒一样。见肘击没有什么作用，邵神云还想抬腿狠狠扫向叶青云的头颅，却没想到直接被他伸手镇压。别玩了，让老族我教教你该怎么做好一个奴仆。叶青云把邵神云推倒在地面，强行与他开始修行起来。当即陨龙谷深处传来了阵阵真龙的悲鸣声。7天后，邵神云背靠在树上，那双原本极为美丽的紫金美眸此刻有些空洞，其身上的那一身红裙已是变得破破烂烂，只能勉强遮掩住他那玲珑有致的身躯。一双白皙紧致的玉腿裸露而出，在阳光的照射下微微泛光，白得晃眼。怎么样，两人修炼的效果不错吧？已经穿戴好衣袍的叶青云轻松说道。听闻此言，邵神云的眼中重新有了色彩，一双充满杀意的目光正死死盯着叶青云。别让本皇找到机会，不然本皇必将你碎尸万段。他的话语像是从喉咙中挤出一样，无比低沉。邵神云此刻真是恨不得杀死叶青云，他竟然敢把他高贵的身子任意修炼，还修炼整整7天7夜。若不是他意志坚定，死死地咬着牙承受，怕是早就晕厥过去了。老族我拭目以待。叶青云不以为然，被种下魔种的邵神云可谓是一辈子都没有翻身的可能。就算他死了，这些被他种下魔种的人也会跟着陪葬。换上新的衣裙，离开这里吧。叶青云从储物戒中拿出了一件新的女性红裙。至于他储物戒中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那就不知道了。看着递过来的红裙，邵神云很想不屑地转过琴手，但他忍住了。如今他修为被封，就连衣裙都只剩下身上破破烂烂的一件，要是不换上新的衣裙，难不成他要这般狼狈地出去？邵神云低头看向自己身上那破烂的红裙，冷哼一声，伸出藕臂接过了那新的红裙。见他目光直勾勾地看向他，知晓他不会转身的邵神云也是深吸了一口气，直接开始褪下身上的破烂红裙，换上新的红裙。或许是不想被他多看，邵神云也是很快换好了新的红裙。换完后，他也是没有说话，只是冷漠地看着叶青云。若不是他的发丝还有些凌乱，此刻的他当真是如女皇般威仪凛然，令人不敢直视。走吧。叶青云收回目光，语气淡淡。虽然邵神云现在很不乖巧，但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会好好调教的。邵神云一言不发，只是沉默地跟在他的身后。陨龙谷之外，一身云水长裙的苏青离正站在非洲前默默等待。他青眸如水，望着从陨龙谷中走出的叶青云以及跟在他身后那红裙女子。苏青离只是多看了一眼红裙女子后，就移开目光，转而看向了走来的叶青云。主人，他轻柔地喊了声。进非洲，顺便给你介绍一位新姐妹。叶青云拉住身后邵神云的柔软玉臂，把他拉到身边来。可以看见邵神云面上带着厌恶，就算手臂用力也无法从叶青云手上扯回，让他只能用满是怒火的眼神瞪着叶青云。是。苏青离颔首，转身进了非洲，而叶青云也拉着不情不愿的邵神云进了非洲。伴随着轰隆一声，非洲及时远去，很快就消失在了天际。非洲上一处房间内，叶青云坐在宝座上，怀中正搂着还在微微挣扎的邵神云。有什么好挣扎的？我们可都修炼好几天了。他伸出手想要轻抚邵神云的白皙脸颊，却被他侧过头躲过。人类，妖庭的人在半年内必会来到东域找本皇，你就等死吧。邵神云面无表情，
用看着死人一样的目光看向叶青云，想要恐吓他。那可不一定，现在妖庭内部极为混乱，我可是听说你那些属下现在可不好受。不可能，本皇当年可留下了不少底牌，就算那些古老族群也无法逼迫太甚。若是妖庭的老古董插手其中呢？叶青云的话让邵神云有些沉默了，也不知是想到了什么，他面色有些不好看。你现在修为还在渐渐恢复，若想要快速恢复到圣王中期，只能与我修炼。叶青云在他耳边轻轻呢喃，让邵神云心中一阵挣扎，权衡利弊着。他自然听得出叶青云话里的意思，无非就是想让他之后听话点，修炼主动点。这让他有些犹豫，被动和主动的性质不一样，他觉得自己一旦主动，底线一破，未来会发生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也罢，就当他是本皇的男仆。邵神云转变了一下思维，把主动修炼当成他对叶青云的赏赐。这么一想，他瞬间感觉自己的心里好受很多。哼，人类就当本皇赏赐你的。想通了的邵神云转过琴手，那双紫金美眸带着高傲，捏起他的下巴，主动吻了过去。他要在修炼过程中掌握主动，最好能让他迷恋自己，乖乖臣服在他的裙摆下。2个时辰后，叶青云面色轻松地穿好白袍，而在床榻的另一侧，邵神云蹙着眉头换上新的红裙。哼，人类不过如此。邵神云冷笑开口。叶青云不语，只是把目光转向他裙摆下那隐隐有些颤抖的美腿，不由得嗤笑一声。这邵神云其余地方都是软的，也就那张嘴特别硬。你笑什么？邵神云眼神不善，玉手拢了拢裙摆，想要更好遮掩他的窘状。想到一件有趣的事，叶青云随口敷衍了一句：哼。知道他在敷衍的邵神云已经不想和他多说什么。虽然这次的修炼他被叶青云镇压，但他觉得这是自己修为还未恢复的原因。等他修为一恢复，绝对能把叶青云镇压，让他臣服在他的足下。接着邵神云看也不看叶青云一眼，径直往浴池那走去。叶青云见他离去，也是踱步坐在宝座上。无聊的他只好看看那天命之子灵玄的记忆。咦，居然和阴阳阁的纪灵犀关系不错，好像还隐隐有了那种情感。叶青云饶有兴趣，觉得未来可以去阴阳阁一趟。正巧他也许久没和林宇长修炼过了，到时得看看他的修炼技巧有没有生疏。之后发现没什么事的叶青云也是前往浴池，与那有些羞怒的邵神云洗了个鸳鸯浴。转眼间3天时间过去，这一天苏青离来到了叶青云房门前。主人，黎奴前来送茶了。他轻启坛口，声音清晰地传入房内。不一会，伴随着里面窸窸窣窣声响起，门开了。苏青离那双青眸望去，只见一位冷艳高贵、身穿一袭红裙的绝色美人正冷着脸看着他。邵神云在看到苏青离后什么也没说，只是绕过他离去了。苏青离青眸一扫他的背影后，就脸色平静地走进房间。主人，差不多还要1个月的时间就能抵达大齐皇朝。他弯腰把茶壶放在茶案上，并对坐在宝座上的叶青云汇报道。叶青云轻轻点头。倏然他面色一顿，从身上拿出了一张传音玉符。主人，天机阁有底蕴出世，并且还在暗中吩咐大齐皇朝内的暗子搜寻您的下落。一道苍老话语声从传音玉符中传出。闻言，叶青云的脸色开始变得冰冷起来。底蕴出世，并且还让人搜寻他的下落，一看就是冲他来的。我知晓了。他对汇报的属下说了一句后，就收起了传音玉符。看来他们是想要杀我。叶青云心里有杀意升起，这天机阁是把他当软柿子捏了，想杀就杀，而且看其情况是要带地气前来。毕竟他明面上可都是随身带着斩尘地剑的，想杀他必须要先解决斩尘地剑。他们不怕动静太大传了出去吗？还是说另有势力会来遮掩动静？叶青云敲击着扶手，他猜测着天机阁会不会跟魔宗搞到了一起，不然他可想不到还有哪个势力想置他于死地。不过我的混沌钟和吞天魔冠还没有暴露在他们眼中。叶青云冷笑一声，这点信息差就足以让那些前来的人永世不得翻身了。不过他想了想，还是拿出太微大圣的传音玉符告知了，此事保险起见，还是让太微老祖带着望尘山的一件地气前来吧，这样就不会有丝毫意外了。很快传音玉符微微发光，太微大圣的话语声传来。我知晓了。叶青云唇角勾起，虽然太微老祖只说了4个字，但他也能清晰地听见他语气中的冷意。老祖也是很关爱我这个做后辈的吗？叶青云暗暗想到，准备到时候回望尘山好好感激他。黎奴，来与我修炼一会。叶青云对苏青离命令道，他要消消火气。是。苏青离放下手中倒好的茶杯，连足轻移来到叶青云的面前，与其修炼起来。1个月后，大齐皇朝，一艘庞大飞舟此刻已是飞到了清宫前，而这一幕也被暗中的一些人所发现，生怕被发现的他们也是连忙撤离，
准备回去禀报此事。清宫内，叶青云那铺天盖地的大圣神念把他们看得清清楚楚，不过他没有去拦，而是任由他们通报。毕竟有人主动送资源过来，他若不收，多不好意思啊！你们2个就待在这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出来。叶青云转头对苏青离和邵神云开口说道：“黎奴明白。”苏青离轻轻颔首，他自然知道主人之后要面对的是什么，是以他也没有要去当累赘的意思。别死了，本皇还需要你助我恢复修为。邵神云扬起下巴，居高临下的睥睨着叶青云，语气带着冷淡。他如今的实力已是恢复到圣人后期之境，尝到甜头的他自然不想叶青云现在就死了，就算他要死，也应该是由他亲自灭杀才对。你死了，我都不会死。叶青云目光轻瞥，回怼了一句：“明明刚从他身上下来不久，搁着装啥呢？”哼！邵神云注意到他的眼神后，也是别过脸，冷哼了一声。左侧身穿深青色衣裙的陆青言看着这一幕，心里也是有点惊讶，没想到这消失已久的妖皇竟是如此模样，而且看着有些……陆青言眼中闪过一丝古怪。另一边，东域一处隐秘，不知多久都没人用过的传送阵内突然有光芒升起，只是片刻，就有3位妖气弥漫的2男1女从中走出。这里就是东荒吗？其中一位面容约莫20多岁，身着尊贵金袍的年轻男子在四周到处看了看，眼中带着一丝兴趣。别看了，别忘了我们此次来的任务。年轻男子身旁身穿翠绿衣裙，秀发用4根鲜艳羽毛插起的妖艳女子开口道：“我们不过圣人境，真的能打过那位女皇？”最后那位粗犷大汉面上有些犹疑，要知道那位可是圣王之境，结果妖庭那位大人就让他们3位圣人去抓捕，真的不是让他们去送菜。听说那位过往不知被困在何地，直到不久前妖庭内才有人察觉到他的气息，且他的气息极为虚弱，我们前来已是绰绰有余。妖艳女子说着，还舔了舔那红润的唇瓣。等抓到那位，他偷偷喝点龙血不过分吧？走吧，我们去请那位女皇回归妖庭吧。年轻男子笑了一声，带着2人往东域一处方向飞去。看其方向，赫然是大齐皇朝所在的方位。望尘岛上，一座竹屋内，收到消息的太微大圣眼露一丝寒芒，走出了竹屋，往望尘岛中心飞去。几息后，他来到了一座占地面积极为广袤的古老大殿内。映入眼帘的是中心处的一片渺渺云雾，云雾上正漂浮着一浮尘、一张道图、一面古镜，在其四周正有许多神猿静静地躺在那，可以看见其内部都是各种各样的天仙女子。太微，来天殿所为何事？最靠近云雾的一块神园中，其内的绝色佳人睁开了清冷双眸，看向了前来的太微大圣，就连其余一些女子也悄然睁开了明亮双眸。天霄老祖，太微前来请祖器天道佛尘一用。太微大圣眼露恭敬，对其躬身一礼，是为那后辈叶青云之事。天霄老祖语气淡淡，他知道太微一直在望尘岛上静修，无事自然不会前来此地，除非是关于那很是特殊的小辈叶青云。是。太微大圣应了一声，并恭敬说明了叶青云之前对他所说之事。等他说完后，天霄老祖的声音这才传出，看来要好好敲打一番天机阁一番了。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刺骨寒意，显然是对天机阁起了杀意。天道浮尘你带走吧。天霄老祖话音刚落，那漂浮在云雾上的天道浮尘就瞬间出现在了太微大圣的手上。太微大圣收起天道浮尘，对天霄老祖再次躬身一礼后，就徐徐退了下去。他要去大齐皇朝了。待他离去后，这才另有清冷话音响起。天霄，太微动了一丝杂念，他看出了太微并不仅仅只是单纯对天机阁之人要杀后辈而动怒，还有隐隐的一丝担忧。显然太微已是和那个小辈修炼出了一些情感出来。无妨，或许不是坏事。天霄老祖语气平淡，能获得吞天魔功并得到斩尘地剑认可的叶青云很特殊，哪怕是他也不好去多管。这也是那位隐隐透露出的意思，不要去管，顺其自然。其余苏醒的底蕴，老祖也是默然，显然都想到了一些什么。如今天地环境不断变好，天地大道不再晦涩难悟，或许也可以安排一些我望尘山自封的天骄出世了。有冷淡之音从一块神园中传出。我同意，那2大书院未来没多久也会重新出现在外界眼中，其中的一些机缘很适合我望尘山的天骄。有人认可，觉得现在出世的时机很合适。天霄老祖想了想，那就先让一些天骄先出世吧。星兰，你也带着一些人出世，为他们暗中护道，并去中域天机阁那镇杀他们的几位底蕴。说到最后，天霄老祖的语气已是越来越冷。区区天机阁还敢主动前来杀他望尘山后辈，真是不知死活。是。被他称为星兰的女子也是平静应道。走出清宫的叶青云也是独自一人驾驭飞舟往一处方向驰去。暗中的虚空中，
有6道身影冷漠望着非洲远去，只有他一人。莫非他是发现了什么？应该不会，他只有圣王后期，若我们一心隐藏，他根本找不到。况且他又不知我们会来到此地。也对，追上去吧。随着话音落下后，这6道身影也是消失在原地，暗中跟了上去。远去的非洲上，来了吗？叶青云盘坐在床榻上，感应到身后有6人在正悄然追来后，他心中很是平静。区6位圣王对他根本造成不了什么威胁。很快，非洲就停在了一处荒无人烟的广袤沙漠之中。叶青云已是徐徐从非洲中走出，他抬头注视一处虚空，也就是那群人隐藏起来的地方。展尘道友真是感知敏锐，我等已是隐藏得如此之深，没想到竟还能被你发现。这时虚空中传来了一道感叹声，叶青云平静望去，只见3位身穿天机道袍的道人从中走出，而刚才的声响正是为首的中年道人所发出。应该不只有道友3人吧，其余人怎么不出来？叶青云眼眸微动，不经意间扫向四周，发现此地已是被封锁起来。呵呵，一道阴森森的邪笑声响彻在此地，同时还有阵阵微不可察的阴风出现。这些阴风悄无声息地往叶青云袭去，若是一个不留神，可是会被当场神魂湮灭，尸骨无存。但叶青云只是瞥了一眼，拂袖一挥，这些阴风就化作无形，回归了天地。魔宗之人。叶青云目光平静，看向那刚出来的2位被血袍笼罩的2位魔宗圣王。这一幕让3位天机道人眯起眼睛，也让刚出来的2位全身被血袍笼罩的圣王惊讶。展尘道有好手段。一位魔宗圣王那听不出是男是女的声音传出，其中隐隐夹杂着一丝忌惮。刚才那股灭魂阴风是他试探叶青云的手段，在圣王后期都算绝对不弱的大神通了。结果展尘老祖只是挥袖就破解了他的神通，这让他的心里生出了一丝逃走的想法。不过在想到那位手上的地气和天机阁带来的天机地印后，他目光玩味，瞬间把那跑路的想法抛之脑后。一点小把戏罢了，不值一提。叶青云目光平淡，看着已经出来的5人，1位圣王巅峰，4位圣王后期，还有暗中维持阵法的那位圣王巅峰，甚至还有2件地气的气息，真是让老祖我受宠若惊啊！感应到那2位圣王巅峰身上都传来地气的气息，叶青云感叹他在他们眼中应该还只是个圣王后期而已，至于带着2件地气前来绝杀他吗？展尘道友，要怪就怪你太显眼了，阻碍了我等。中年道人面上轻松，但他心里其实已是开始警惕起来。这望尘山展尘在知晓他们的修为和底牌后，居然还面露平淡，莫非是有什么底牌？而且他还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展尘的气息他怎么一点都感知不到？是极，展尘圣王，今日你就埋骨于此地吧。一位魔宗圣王狰狞一笑，身上肆无忌惮地散发着属于圣王后期的威压。另一位魔宗圣王也同样显露出圣王后期的威压。他们饶有兴趣地盯着叶青云，想看看他脸上会流露出什么表情。暗中，一道血袍身影正维持着阵法。此刻，他正看向叶青云所在的位置，并蹙起了眉头。他也跟那中年道人一样，发现了叶青云的不对劲。不过他并没有往叶青云是大圣的方向去想，那太惊人了。哪怕如今天地渐渐复苏，突破的难度大降，但也不是一般人能轻易突破的，更何况那高高在上的大圣。让我埋骨于此地。叶青云轻笑一声，手上不知何时已经拿出了斩尘地剑。他举起斩尘地剑，剑尖指着那口出狂言的魔宗圣王，面上极为淡漠。你配吗？这看似平淡的话语响彻天地，同时一股大圣的力量夹杂在话语中，在他们那不可置信的目光中，把他们震退了好几步。这是大圣之力，你竟已是突破到了大圣境界。天机阁的那位中年道人语气沙哑，眼中满是不可思议。如果叶青云突破到圣王他还能理解的话，那如今突破到大圣他就完全无法理解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啊！动手！暗中的那位血袍身影在震惊过后就连忙向5人传音，如今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况且他们有2件地气，就算斩尘老祖突破到大圣又如何？地威之下，一切皆是蝼蚁。他话音未落，天机阁的那位中年道人已经动了。只见他手中有大印浮现，随着无数资源携带着圣王之力的灌入，大印自主飞起，开始展现出了地威。轰隆隆，天摇地动，虚空哀鸣，天地法则都在自主臣服于那道仙光萦绕，浩瀚苍天都在其中显化的地印。地印越变越大，最终变得如同一座撑天筑地的仙山一般，往叶青云压去，想要直接把他镇压。而在暗中的那位血袍身影也是拿出了一柄血斧，血斧斑迹烈烈，斧刃上至今还有血渍留在上面。此刻血袍身影正死死注视着叶青云，准备一有意外就用手上地斧劈去。原来如此，想要封印斩尘地剑片刻吗？
叶青云看着天机地印上萦绕的阵风道纹，心里也是了然。他终究不是斩尘地剑的主人，发挥不了他所有的威力，这也是天机阁有镇压斩尘地剑想法的主因。如果这就是你们的底牌的话，那就都陨落于此吧。叶青云眼中满是淡漠，腰间迷你的混沌钟消失，瞬间挡在他的面前。轰！怎么可能？另一件极道地气，难道这是望尘山隐藏起来的其中一件地气？看着叶青云身前挡住天机地印的混沌玄黄色古钟，天机阁和魔宗的圣王都惊骇了，就连暗中刚准备出手相助的太微大圣也愣住了，没想到他竟然还有一件地气。太微大圣感叹一声，觉得叶青云的气运当真逆天，不仅获得了吞天魔功，还在外得到了一件极道地气。这种机遇，哪怕以他的心境都有些不平静，甚至生出了一丝羡慕。人跟人果然是不一样的。见此一幕，暗中的血袍身影没有废话，他直接以血为祭，再用无数资源补给，血府上下流动的血光也是如同天机地印一般快速变大，那宛如开天之斧的斧光直接劈去，天地破灭之音不绝于耳。这股动静让其余5位圣王的眼中都露出了一丝希望。2件地气合力能把那混沌古钟劈开吗？轰隆隆，在5位圣王难看的目光下，斧光被那件混沌古钟挡住了，甚至那古钟动都没有动一下。被混沌中庇护的叶青云目光扫过在场众人，诸位，若是只有如此，那就请进我混沌中一叙。说罢，他在混沌钟上轻拍了一下，随着钟身摇晃，一道带着大地威势的古老钟波不断传荡，瞬间就镇压了2件没有复苏的地气和在场所有绝望的圣王。余波甚至直接撕裂他们准备的遮天阵法，让极道钟声响彻整个五域。五域无数人顿时哗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何事。一众古老势力的掌舵者都是看向钟波传来的方向。东域完全复苏的极道之气，哪位弟子出世？呵呵，看来如今的天地也是有趣。无数人眼中或惊骇，或好奇，或平淡，或饶有兴趣地望向东域。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整个东域要不平静了。此刻，大齐皇朝的一处荒无人烟的沙漠，叶青云轻松地走了出来，而在其眼前不远处，身穿月白道袍的太微大圣正一脸淡然地在那里等待。在看到叶青云后，太微大圣清冷开口：既然你有另一件能够释放所有地威的地气，为何还把我叫来？把他叫来，还嘱咐带着一件地气，结果就这。为了保险吗？叶青云上前搂住太微大圣那纤细的腰肢，在外面如此成何体统？太微大圣连忙挣脱出来，远离了叶青云，并把神念放出，扫向四周，想看看有没有人看到这一幕。老祖，这里没人，不会有人发现的。叶青云又出现在了太微大圣身侧，直接对他动手动脚。你混账！太微大圣眼中有一丝羞意浮现，没想到那段时间的修炼居然还让他的欲念如此旺盛。他身上动用一丝大圣之力，想把他禁锢住，并好好教训他，想让他知道什么是老祖不可欺。但他却发现叶青云竟然很轻松的挣脱，这也让他瞬间想起了叶青云如今也是大圣了。老祖，我如今可是大圣，您可禁锢不了我。叶青云唇角微勾，他可不是过往那个能够被任意欺负的圣王。见叶青云那有些得意的样子，太微大圣冷哼一声，大圣巅峰的力量当即就把叶青云震飞了出去。回去再好好收拾你。太微大圣瞪了叶青云一眼，准备回去后让他跟他好好修炼，这些欲念他会亲手斩断的。收拾我？老祖到时恐怕要失望了。被震飞的叶青云也不恼，只是在心里暗暗笑道，他的大圣之躯可不是那些普通的大圣之躯能比的。比如他现在能让太微老祖经常进入那极巅之境，不过这些他可不敢在太微老祖面前说出来。老祖，您先回去，我还要在大齐皇朝待一会。叶青云开口，灵玄他还没收割完，而且收割完灵玄后，他就能获得金色系统奖励。他可是很好奇金色系统奖励会是什么。好，太微大圣脸上恢复淡然，轻轻点头。他觉得叶青云应该是还有什么要紧之事没做，因此也没有多问，直接离去了。叶青云收回目光，从腰间的混沌中把其中一位身着血袍的圣王放了出来。还没等出来的那位圣王反应过来，他就直接被叶青云用吞天魔功给吞噬了。此人是季家的圣王。叶青云在查看其记忆后，眼露寒芒。他都还没带纪云梦去找季家的麻烦，这季家竟先敢找他麻烦，真是嫌他杀心不够重啊。叶青云拿出一张传音玉符，直接传唤纪云梦前来。传唤完后的他继续把剩下的5位圣王吞噬。有意思。叶青云在5人的记忆中发现不少机密，其中一些隐秘计划让他若有所思，心里瞬间有了一些算计。几息后，他压下无数思绪，转而看向混沌钟内还在不断挣扎的2件地气。这不收进吞天魔冠，未来怕是会出现点意外。叶青云暗忖，
并拿出吞天魔罐，把2件地器给强行吞没进去。感应魔罐片刻后，他就放下新的，拿出苏清离的玉符。你们继续待在清宫，我在外还有事情要做，过段时间就会回去。叶青云淡淡开口，他要去一趟阴阳阁，等纪云梦前来的同时，也玩玩纪云天的妻子，顺便看看能不能从纪灵溪身上掠夺灵玄的气玉。是，主人。玉符中苏清离那悦耳的话音传来之后，叶青云在对他说了几句话后，就收起玉符，化作流光往阴阳阁所在的方向飞去。大圣的速度何等之快，只是一盏茶的功夫，叶青云就来到阴阳阁所在山脉之前。叶青云站在虚空上，只是一步踏出，脚下就有刺眼金光闪烁。看着天穹上铺展而来的金光大道，阴阳阁山门前的守门弟子大惊，怕是敌人的他们连忙动用手段禀报长老他们。很快，咻咻，几道浑身缭绕阴阳之光的阴阳阁长老飞了出来。何人敢？原来是斩尘老祖大驾光临我阴阳阁，真是让我阴阳阁蓬荜生辉啊！为首的长老上前一步，正要呵斥那人，但在看清金光大道上的人影后，他连忙挤出了笑脸。其余长老在听到他的话语后，也是脸色大变，急忙收起自身法宝，纷纷躬身拜道：我等拜见斩尘老祖。他们手心都捏了把汗，生怕斩尘老祖因刚才的一幕而赐罪于他们。叶青云没有说话，只是在不断迈步走来，目光还轻瞥他们一眼。只是这一眼，就让这些阴阳阁长老感受到一瞬恐怖威压，让他们心里七上八下的，腰也弯得更低了。同时心里更是在怒骂那些守门弟子，居然连这位都没有认出来，害得他们也受到连累。而那些守门弟子更是已经匍匐跪地，连头都不敢抬起，生怕被愤怒的长老们撕成碎片。而就在这时，纪云天的身影也从阴阳阁出来了，显然这里的动静也是把他给惊动。斩尘大人，是属下没有管教好他们，请斩尘大人恕罪。纪云天拱手一礼，态度极为恭敬。他怎么也没想到居然会出现这样的幺蛾子，这让他心里很是无奈。希望斩尘大人不会生气吧？无妨，到时你自行惩戒一番即可。叶青云语气平淡，感受到体内魔种的一丝颤动，纪云天深吸了一口气，面上肃然，属下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的。他决定日后得把斩尘大人的气息容貌狠狠塞进他们的脑子里，不然若是日后再出现这些幺蛾子，他在斩尘大人心目中的地位估计都要大大降低了。斩尘大人莫要生气，若您心有火气，妾身可以带您去往云殿帮您消消火气。倏然，一道甜腻娇媚的声音从阴阳阁内传来。叶青云抬眸望去，只见一位绝美倩影款款走出。她身着天蓝云罗裙，修长丰满的娇躯被紧紧包裹着，其腰间系着一根白色丝带，勾勒出她那不堪一握的纤细腰肢。带着细碎雪花纹路的裙摆遮掩住了她那双白皙修长的玉腿，让人忍不住探索其中。看到这位美妇走出，那些长老低下头颅，躬身一礼，拜见阁主夫人。说罢，他们封闭无感，表示自己什么都没听见。那些守门弟子则已经瑟瑟发抖，额头都已经深深触地了。这是他们能听的吗？但凡身为阴阳阁的人，谁不知道云殿是阁主夫人的居住之地，而阁主夫人要带着斩尘老祖在云殿消消火气。已经不敢再深想下去的守门弟子直接斩去了这段记忆，并且还自己打晕自己，他们怕再听见什么不得了的东西，让自己的心脏承受不住，直接嗝屁了。好，叶青云脸上露出一丝满意。林语长这个美妇，她很久没与其修炼过，这次定要让她再次匍匐。站在半空上的纪云天心里有些不满，他不是不满叶青云，而是对他的夫人林语长不满。修炼就修炼，为何要当众说出来？这不是在给他难堪吗？看来等斩尘大人离去后，得跟他谈谈了。纪云天面色平淡，眼眸深处满是深沉。斩尘大人，请跟妾身来。林语长那明润似水的大眼睛笑意盈盈，他莲步轻移，缓缓来到叶青云的身边，一双藕臂紧紧抱住他的手臂，随即亲密地带着他前往阴阳阁，一点都不在乎他的夫君纪云天。而纪云天面上也没有表露出什么，只是笑呵呵地跟在他们身后。在他们进入阴阳阁后，此地的压抑气氛也是一扫而空，让阴阳阁长老们原本紧绷的身躯彻底放松了下来。他们面面相觑，最后把冷悠悠的目光放在了那些昏迷的守门弟子身上。这些弟子心性不好，还得沉淀沉淀，就派去那些矿脉之地挖矿吧。同意，还得找人监督他们一二，若是他们没达标，就说明他们道心还不够坚定，还得换个地方历练一番。这些长老纷纷说着让人一听就觉得前途无量的话。可以预见的是，这些弟子未来的仙途一定是波澜壮阔的。阴阳阁内，宫殿群落林立，灵气氤氲缭绕，时不时的还有阴阳二气流转，让这些宫殿多了些古朴韵味。而在深处有一座被朵朵白云托起的恢宏宫殿，此乃云殿，也是阁主夫人所居住之地。
殿门前有3道人影出现在这里。夫君，你离开吧，妾身还要陪斩臣大人呢。林语长挽着叶青云的手臂，没有回头，但那温婉却又带着些许清冷的声音却是从他口中传出。纪云天止住脚步，深深地看了一眼几乎要贴近斩臣大人怀中的林语长。我知晓了，夫人，记得让斩臣大人多高兴高兴。纪云天离去了。在察觉到纪云天离开后，林语长转过琴手，看向他离开的位置，眼中一丝厌恶划过。他素手一挥，直接把纪云天残留的气息给拍灭。斩臣大人，我们进去吧。发现没有任何痕迹之后，林语长回头继续挽住叶青云的手臂，笑意盈盈地看向他，并还用自身丰满的娇躯紧紧贴向他，想要给他带来温暖。不过在此之前，先让老祖我尝尝味道。说着，叶青云把手放在林语长的腰肢上，并直接凑过去吻住林语长的鲜艳朱唇。林语长抱住叶青云，热情回应着。不知过了多久，味道还是没变呢。叶青云松开林语长的朱唇，满意点头。斩臣大人，我们先进云殿，妾身想您了。林语长埋进叶青云的怀中，轻轻喘气，一双明润的大眼睛泛着水雾。他想要修炼了。好，让我看看你现在有没有生疏。叶青云直接把林语长横抱而起，走进了云殿。想必之后必定是要大战连天。2天后，云殿内，斩臣大人比过往凶猛许多呢。已是穿好新罗裙的林语长脸上容光焕发，雪腻的肌肤都在散发着光泽，而在他感应到自己的修为精进后，更是笑靥如花。没想到斩臣大人所传的乾坤合道诀那么厉害，林语长心里有些喜意。他发现了此次修炼他的修为进步很快，有他过往的几个月苦修之功，想必再如此修炼个几个月，他就能突破到圣人。把你女儿纪灵犀也叫来吧。叶青云身穿白袍站在他的身侧，语气平淡。他试试与纪灵犀修炼能不能掠夺林玄的气运，若是不能，也可以放出些消息让林玄知道，没准还能逼一逼他的气运，让他成功找到仙道。闻言，林语长愣了一下，下一秒他素手抓住叶青云的衣角，脸上露出哀求之色。斩臣大人，灵犀还小，能不能别让他来修炼，妾身一切都可以任您修炼的。林语长不想让灵犀也跟他一样，是以他也是用自身成熟玉体诱惑叶青云，想让他改变想法。这是命令。叶青云看向林语长，语气平静，带着一丝不容置疑。他虽喜爱林语长，但这不代表他可以反驳他的命令。闻言，林语长那倾城容颜变得苍白起来。他知道斩臣大人心思已定，不是他能更改了。最终，林语长低下琴手，是，妾身这就去找灵犀前来。灵犀，抱歉，娘也帮不了你。他心里暗叹一声。眼见事实无法改变，林语长也是开始转变心思。他准备先去给灵犀做下心理辅导，让他不要在斩臣大人面前摆出什么不好的态度，顺便还得教他一些简单的闺房之事，让他能更好的服侍斩臣大人。在叶青云挥了挥手后，林语长再次拱手一礼，缓缓退下，往殿门外走去。而在他离去后，叶青云也是毫不客气地盘坐在云榻上合谋养神，静等两女的到来。与此同时，中域天机阁，一座仙气氤氲，表面布满天机阵纹的古老大殿内，天机子正站在宝座前来回踱步。奇怪，3位老祖怎么还没有传来消息？天机子面上带着一丝不解。按理来说，2位圣王后期，1位圣王巅峰，加上天机地印，足以镇压那位斩臣老祖，更别说其中还有魔宗的人前去。但为何现在没有一丝一毫的消息传来？天机子心里有一丝不安，老祖他们不会出现啥意外了吧？这时，殿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让有些心烦意乱的天机子当即皱起眉头。哪位弟子在殿外如此没规矩，毛毛躁躁的，一点都没有他天机门人的风范？天机子望向殿外，只见一位弟子正焦急地跑进来，连头上的树冠都歪了。阁主，不好了！有3位老祖的魂灯熄灭了。那弟子的惊慌话语也是让天机子原本正要欲要呵斥什么的心思顿时没了。他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位弟子。你再说一遍。阁主，3位老祖的魂灯熄灭了。虽然天机子的目光有些吓人，但那位弟子还是硬着头皮说了出来。不可能，不可能啊！天机子目光一沉，心里不断呢喃着。他怎么没想到原本万无一失的事为何会失败，甚至3位老祖的性命都交代在了东域呢？倏然他想起什么，对那禀报的弟子大喝：快传我命令，让人把门内大阵全部开启！看那弟子还愣在原地，天机子直接一点风范都不顾，抬手指着殿外怒喝道：还不快去，愣在这里干什么？是。看到阁主大发雷霆，那弟子被吓得一哆嗦，连忙拱手离去了。在看到弟子离去后，天机子也是强行压下心中火气，化作流光往祖地方向。他要去向其余老祖禀报此事，
并想办法应对未来望尘山的怒火，顺便还得合力施法把天机地印换回来。娘，您在说什么？阴阳阁，距离云殿并不远的一座寝宫内，纪灵溪身着黑裙，湿漉漉的发丝随意披散在身后，似刚沐浴完的样子。此刻他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眸正带着一丝不可置信地看向身前那绝美倾城、浑身满是成熟风味的林语长。看见他的模样，林语长心里虽感愧疚，但他还是继续开口重复之前所说的那句话：灵溪，你去云殿与斩尘老祖修炼一番。说罢，他侧过头，没有去看纪灵溪那带着3分茫然、3分不解以及一丝愤怒的眼神。娘，是不是那位斩尘老祖威胁您什么？纪灵溪无法理解，娘亲之前让他去洗涤身躯，竟是为了让他去服侍那位斩尘老祖。娘亲不可能是那样的人，肯定是那斩尘老祖用了什么手段威胁娘亲。见林语长沉默，纪灵溪完全确定了自己的想法，心中对斩尘老祖生出了一丝厌恶。没想到那斩尘老祖居然威胁娘亲，想要得到他，真是恶心。娘，我们去找父亲，父亲知晓此事后一定会为我们做主的。说着，纪灵溪就要拉着林语长的胳膊带着他去找父亲，却没想到林语长动也不动，甚至还把胳膊轻轻从纪灵溪手上拽回来。找纪云天作甚？他若是知道此事，没准会把你亲手送到那位的床上。听见他要去找纪云天，林语长那张绝美的脸庞上浮现出一抹冷笑。娘，您别胡说，父亲怎么可能会是那样的人？纪灵溪柳眉蹙起，在他眼里顶天立地、和蔼可亲的父亲怎么可能会做出母亲口里所说的那种事？你知道现在阴阳阁为何能隐隐发展成6大宗门之首吗？林语长没有回答他，而是朝他问起了阴阳阁之事。纪灵溪虽然有些不解他为何会问这个问题，但他还是老实的把所知道的消息说出来。父亲当初遇到了不小的机缘，成功突破到圣人中期，就连一众长老都有不少精进突破，让我阴阳阁直接比其余宗门强盛了一大截。那你知道你父亲遇到了什么机缘吗？林语长语气有些冰冷地问了一句。不知道，父亲没说。纪灵溪摇了摇头，父亲并没有跟他说他遇到了什么机缘，他曾经也有问过，但父亲只是淡淡一笑，并没有说些什么。莫非母亲知道父亲得了什么机缘？你父亲当初搭上了斩尘大人，但你知道他是怎么搭上的吗？看着娘亲的眼中流露出一丝彻骨恨意，纪灵溪心里有些不安。想到娘亲之前说父亲知晓此事后会亲自把他送到斩尘老祖的床上，他的心里顿时浮现出一个猜测：难道没错，你父亲当初使了手段把我亲自送到了斩尘大人的床上？想起那一幕，林语长那张美艳绝伦的俏脸上都有些扭曲起来。当初的他那么相信他，结果他却给了他一个天大的惊喜，甚至他在7天后狼狈出来时，发现他竟还守在门外，这让当时的他气笑了。之后对于和斩尘大人修炼，他不仅不排斥，甚至还主动勾引。既然你纪云天把我送给别的男人，那我自然也要把你头上的那顶绿帽子给彻底戴牢了。闻言，纪灵溪如遭雷击，大脑瞬间变得空白起来。他怎么也没想到父亲居然会把娘亲主动送到斩尘老祖的床上，父亲怎么会是这样的人？纪灵溪痛苦地合上美眸，心里对纪云天的美好滤镜都破碎了。他并没有怀疑娘亲所说的话，那股强烈恨意是装不出来的。我该怎么办呢？这一刻，纪灵溪很是无助。他要依娘亲的话去陪斩尘老祖修炼吗？而他身前的林语长深吸了一口气，脸上扭曲消失，再次变成了那位高贵圣洁的阁主夫人。灵溪，去云殿吧，你是逃不掉的。林语长伸出纤纤玉手抚摸着纪灵溪的脸颊，语气轻柔道：只要他和灵溪把那位伺候好，让那位高兴，他们未来能得到的好处可是都说不完。到时候还可以以此再拉拢一批犹豫的长老，让那纪云天彻底成为孤家寡人。不知是想到了什么，林语长的面容开始弥漫潮红，心里快意不断。而他那轻柔的话语却让纪灵溪的心彻底沉入谷底。这就是我的未来吗？纪灵溪心里惨笑一声，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了林璇的身影。若是他面临这一幕的话，不知他会怎么做呢？沉默许久后，纪灵溪睁开美眸：娘，我跟您前往云殿。他面色极为平静，让人看不出其心中所想。那就好。林语长眉眼弯弯，灵溪答应就好。接着他带着纪灵溪前往云殿，路程中简单教他各种东西，让他能把斩尘大人伺候得更好。云殿，叶青云看着成熟诱人的林语长和较为青涩的纪灵溪一起到来后，不禁频频侧目。毕竟两女的面貌极为相似，不过林语长更加丰腴成熟，带着一股韵味。纪灵溪则是青涩，玉躯玲珑有致，血肌娇嫩无比。总的来说，各有千秋，别有风味。斩尘大人，妾身已是把灵溪带来了。林语长面上带着笑意，款款走来，缕缕幽香也若有若无的朝叶青云扑面而来。叶青云伸手搂住他那纤细腰肢，
让他倒进他的怀中。见林语长玉容酡红，眼角含春，叶青云调笑道：“怎么，忍不住了？”大人。林语长朱唇微张，明润似水的美眸直勾勾地与叶青云对视，好似在对他暗示着什么。他那诱人无比的样子让叶青云忍不住了，狠狠吻了上去。眼见两人无视他，开始亲热起来，纪灵溪心里复杂，特别是在他看到娘亲主动用玉臂挽住斩臣老祖的脖颈后，更是有些五味杂陈。娘亲她好像并不排斥斩臣老祖，甚至还有点享受。灵溪，快过来！林语长松开叶青云，泛着红晕的娇艳脸蛋，朝站在不远处有些不知所措的纪灵溪喊道：“是。”纪灵溪轻轻点头，迈动美腿徐徐走去，心中那道潜藏的一缕情丝也是被他彻底斩断。既然他将要与斩臣老祖修炼，那还是不要再妄想什么了。叮！天命之子林玄的未来女人被夺，掠夺部分气运，奖励青色系统奖励：圣王气混元剑、大圣气混元锁。剑宗。原本正在修炼的林玄眼皮狂跳，心里莫名空落落的，好似缺了什么一样。怎么回事？林玄停下修炼，开始探查起了自身，发现并没有什么问题，这让他皱起眉头，怀疑自己是不是道心又出现了一点问题。再出去走走吧。莫名的，林玄脑海中生出了此想法，随即他站起身子离开宫殿。在向玉涵和师兄师姐说了一声后，林玄就离开剑宗，随意找了一个方向走去。7天后，云殿内，叶青云看着纪灵溪一瘸一拐地离开云殿后，对着身旁已是披上半透明红色轻纱的林语长开口：“你吩咐几个阴阳阁弟子去此地。”说着，他神念一扫，一股信息凭空涌入林语长的脑海中。林语长只是微微一看就知道其中的一切，切身知晓了。斩臣大人，正好之前有几位守门弟子知道了些什么，就派他们去吧。林语长平静想到，也不知这次林玄能否找到先导。叶青云用略带玩味的目光看向殿外，也就是林玄所在的方向。宇明城是大齐皇朝内的大城之一，林玄此刻正漫无目的行走在街道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路人，他也是倍感寂寥，心里不由得想起了苏清离。下一刻，他摇了摇头，把脑海中的倩影抹去。这回他估计都在服侍斩臣老祖，早就把我这个未婚夫给忘了吧。林玄深吸了一口气，不再想那些有的没的，继续向前走去。不一会，他逛了一些摊位，也用一些零食买下一些零食，味道十分不错。以前只记得和无敌喝酒，很少吃这些零食，倒是错过不少好东西。林玄吃着一颗灵糖葫芦，心里想到，也不知无敌如今是死是活。想起无敌，林玄心中叹息，也没了继续闲逛的想法。在把灵糖葫芦吃完后，他就把灵签直接毁灭，往另一处方向走去。路途上，他走进了一条小路上，这条小路很幽静，几乎没什么人来往。咦，阴阳阁的人怎么会在这里？林玄有些意外地看向远处走来的4位阴阳阁弟子，而且他们好似正小声讨论着什么。不过以林玄的修为，自然是把他们的话语听得清清楚楚，也让他眼眸微眯，脸气隐藏了起来。哎，斩臣老祖一来，我等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居然还被安排去那边的矿脉挖矿。一位阴阳阁弟子大吐口水，不过他也不敢开口骂斩臣老祖，只敢在心里蛐蛐着，忍忍吧，没准再过个几年，我等就能回去了。在他身旁的阴阳阁弟子对他安慰道：“呵呵。”那吐槽阴阳阁弟子对此只是苦笑一声，心中并不抱有任何期望。不知为何，他脑海中还保留着之前斩去的那段记忆，知道自己等人怕是永远都回不去了。你笑什么？另一位阴阳阁弟子面带奇怪，这有什么好笑的？莫名的，之前吐槽的阴阳阁弟子开口述说，当然是笑我等的未来，要不是我等听到斩臣老祖和阁主夫人有染之事，也不会被送到矿脉那边。说着，这位阴阳阁弟子眼中满是羡慕，阁主夫人在他心目中那可是神女一般的人物，结果居然和斩臣老祖有染，还是当着阁主的面开口的。只是想想其中的一二，就让他极为羡慕嫉妒，恨不得自己就是那位斩臣老祖。我怎么不记得此事？你自己斩去记忆了呗？快说说当时怎么个事？阁主夫人当着阁主的面亲自邀请斩臣老祖前往云殿，要为他消火，那其中的关系不用我多说吧。死！暗中的林玄听着这些，眉头皱起。他没想到斩臣老祖居然还跟阴阳阁阁主的夫人有染，而且听他们口中所说，还是那阁主夫人当着阁主纪云天的面亲自邀请的。林玄面色古怪，觉得那纪云天的癖好有些不一般。哎，既然阁主夫人跟斩臣老祖有染，那灵犀神女是否跟斩臣老祖也有那种关系？有阴阳阁弟子大胆猜测道：“不会吧？怎么不会？那种大人物的会玩程度，我们可想不到。”唉，他们的话语声让林玄的面色变得苍白起来，心中很不是滋味。纪小姐也没有逃过斩臣老祖的毒手吗？想起那道巧笑嫣然，
认真向他请教剑道的少女林璇紧握拳头。或许是被斩臣老祖绿了好几次，他心中没有丝毫怀疑，也不知季小姐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林璇回想之前和纪灵溪的一幕幕，最终他不得不承认，纪灵溪或许真的是自愿的。他知道纪灵溪剑心通明，未有阴霾，这就是最好的证据。唉，林璇叹了一口气，没有再去看那些阴阳阁弟子，而是朝着心中牵引的方向走去。他心有预感，那里可能会有他的机缘。不知过了多久，林璇通过一道虚空裂缝来到了一处特殊的地方，那夹杂着丝丝长生精气的浓郁灵气让他忍不住多吸了几口，就连他的身体都在贪婪吸收着这里的灵气。没想到我又来到了仙岛，看着四周裸露在天空下的矿脉和一大堆天材地宝后，林璇震惊。不过他很快就冷静下来，而是准备上前去搜集资源。身带末法契机的我没多久就会被仙岛排斥出去，得抓紧时间。林璇暗暗想到，仙岛据传乃是仙人所留下的，是一处无上之地，也是不受末法影响的宝地，但也因此极为排斥末法契机。这也是过往那些有缘进来的人最后却都被很快排斥出去的原因，毕竟他们对于仙岛而言都是污浊。呵呵，林璇辛苦你了。倏然一道极为熟悉的声音在林璇背后传来，让他面容色变，身形瞬间遁到远处。斩臣老祖，你为何会在这？遁到远处的林璇转身，目光凝重地看向正饶有兴趣打量仙岛的叶青云。听到林璇的话语，叶青云把目光放在了他的身上，让林璇顿感压力。自然是跟着你到这的。叶青云轻笑开口，没有丝毫隐瞒。此时的他看着林璇，怎么看怎么喜欢。要是她是一个女人，叶青云都准备好好奖励她一番了。跟着我。林璇不解，斩臣老祖为何要跟着他？紧接着他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了一个念头，斩臣老祖莫非认出他是叶渊？看到林璇眼中的惊疑不定，叶青云并没有多说什么，他一步踏出，来到林璇身后，只是简单的挥手就让他眼皮打颤，直直倒在地上昏迷过去。叶青云扫了一眼地上的林璇后，就移开目光，用神念扫向仙岛。仙岛极为广袤，就连他的大圣神念都望不到边。叶青云愣了一下，他发现自己的神念扫向仙岛上的一处地狱后，就被什么莫名之物斩断了。他本想过去看看，但感受到自身无时无刻都在被仙岛排斥后，也是轻拍腰间混沌中，想要把仙岛带走，但中波刚一放出，仙岛就微微摇晃，一缕缕看不清的恐怖力量凝聚，瞬间湮灭了中波。这是怎么回事？仙岛是活的，还是曾经的大能所设下的手段？叶青云皱了皱眉。叶青云思忖片刻，觉得可能是混沌中只是极道地气，撼动不了仙岛，用吞天魔冠试试。叶青云脑中念头一转，直接从身上拿出吞天魔冠。吞天魔冠一出现，通体散发乌黑魔光，恐怖的波动不断释放而出，镇压着仙岛。就连仙岛那些凝聚出的力量都被瞬间扫灭，根本阻挡不了吞天魔冠那浩浩荡荡的霸道威压。但叶青云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喜色，他通过吞天魔冠发现仙岛的一部分地域竟然正在坍塌。这仙岛这么脆的？叶青云心里不解，不过还是当即让吞天魔冠收敛威能。果然，那些地域不再颤抖坍塌，而是变得平静起来。叶青云收起吞天魔冠，同时脚下有金光大道升起，他负手而立，踏步往那些坍塌的地域走去。几个呼吸间，叶青云就来到了其中一个坍塌的地域。他刚来到这里，就惊讶地发现这处地域竟是一处遍地黑土、寸草不生的荒地，连一丝灵气都无。而且这处黑土荒地到处都有裂缝浮现，其中隐藏着丝丝让人胆颤心惊的杀气与煞气。叶青云只是微微一看，就忍不住遍体生寒，心里生出死亡之感。不应该啊，仙岛为何会有绝灵之地？叶青云眼中闪过疑惑。跟刚才他所见过的那些灵气浓郁、资源丰富的仙土不同，此地完全就是连凡人都无法生存的地狱。而且此地情况看起来好似是人为所致的，这就让叶青云惊讶了。看来之前我的一道神念也是被这些杀气所毁的，也不知是何等大能所做。叶青云看着那些裂缝，心中暗叹，一块上好仙土被毁，让他很是心痛。毕竟这里日后可就是他的地方了。感受到仙岛还在不断排斥着他后，叶青云直接继续去看看其余的地域。若是那些坍塌的地域也像此处一般的话，那坍塌就坍塌了吧。半晌后，叶青云的身影直接出现在他刚来的那处灵气氤氲的仙土上。他袖袍一甩，先把还在地上昏迷的林璇收入袖中，旋即吞天魔冠飞出，来到天穹上继续镇压整座仙岛。随着仙岛震颤，那些荒凉地域不断坍塌，寸寸土地被无垠虚空直接吞噬。3天后，整座仙岛缩水了不少，不过剩下所留之地可都是精华。眼见那些荒地驱除，
叶青云也是彻底让吞天魔冠解放威能，吞噬之力大涨。没过多久，整座仙岛就被吞天魔冠给收入到体内的庞大空间。至于原地黑漆漆的，好似缺了一大块的空间之地。这些空间之地在没了仙岛后，四面八方的虚空乱流迅速涌来，把这里填满，甚至还有虚空乱流席卷向叶青云。不过这些都被叶青云腰间的混沌中给镇压了，无边混沌气把这些虚空乱流湮灭。定，天命之子灵玄最大机缘被夺，掠夺全部气域。定，应杀满5个天命之子，奖励金色系统奖励真仙器万法道袍。真仙器。叶青云在收回吞天魔冠后，就听见系统提示音，这一看就让他目光瞬间亮起。这金色系统奖励果然有真仙器，不过这系统最高层次的奖励只到真仙层次吗？也有可能这个系统到真仙后会升级。叶青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猜测，不过这得等他达到真仙之后才能知晓了。叶青云直接从系统空间中拿出了万法道袍，这万法道袍刚一出现在外界，就如先日一般，把这无垠虚空之地照亮了一角。看着先日内那周身萦绕玄奥仙纹的万法道袍，叶青云手一挥，那万法道袍就自动飞来套在他的身上。万法道袍可自主转变各种颜色，其释放的万法仙光防御无双，可抵御万法，普通大地不可破。叶青云在吸收完脑海中一些突然涌来的信息后，也是嘀咕这真仙器是不是有些废，一点攻击性的神通都没有。不过这个想法下一瞬就被他抛之脑后。总体来说，叶青云还是很满意的。虽然万法道袍攻击没有，但防御极强，未来可以横着走了。大地亲临他都不带怕的。该回去了，还得把这灵玄带到剑宗，也不知裴玉涵会露出什么神色。叶青云轻笑一声，再把身上的万法道袍转变成跟之前一般无二的白袍后，他的身形就消失在了此地。唯有此地残留的些许气息，才证明他来过此地。但这些气息很快就被涌来的虚空乱流所冲刷干净。外界大齐皇朝一处虚空中闪过阵阵涟漪，很快可以看见一位身穿白袍，浑身流露出仙气的叶青云走了出来。叶青云简单看向天空，发现天已是暗了下来，不过他只是看了一眼，就化作流光往剑宗的方向飞去。琼明山脉，剑宗。寒宫内烛火通明，照亮了正倚在窗边怔怔出神、容貌极美的女子。她乌黑秀发简单用细绳束起，窈窕修长的玉体被身上的大袖袍长紧紧包裹，勾勒出诱人的曲线。也不知师尊为何常常在外游历，又为何不与我相认？裴玉涵暗叹，眼中情绪复杂难言。他很想与师尊相认，但又怕师尊发现他与斩臣大人的事，这让他犹豫纠结。再加上师尊也没有与他相认的意思，是以他们还保持着过往的师徒关系。裴仙子，你还在想着你那师尊？裴玉涵听到那极为熟悉的话音，面色不变地转过头看向走来的叶青云。斩臣大人，玉涵没有。真的没有。叶青云来到裴玉涵身后，并抱住了他那软香暖玉般的娇躯。裴玉涵半合美眸，没有说什么，只是身子微微后倾，靠在了叶青云身上。叶青云见他不语，只是默默承受，不由得轻笑一声。他右手收回，袖袍一甩，昏迷的林玄已是出现在了地上。看到林玄，裴玉涵娇躯一紧，美眸瞪大，下意识地开口：师尊。他想要上前查看，却被叶青云紧紧抱着，让他根本离不开他的怀中。裴玉涵不敢反抗，只好抬头恳求询问：斩臣大人，师尊若做了什么让您生气的事，玉涵愿代师尊受罚。闻言，叶青云眼中古怪之色一闪而过。你确定是想要受罚，而不是让我奖励你？你师尊没做错什么？叶青云在裴玉涵的耳畔边轻轻吹气，让他的玉躯都软了不少。若是换作过往，裴玉涵早就动情不已，不过如今他却强行按下修炼的念头。既然师尊没做错什么，您为何要把他抓来？裴玉涵心里很是不解，总不能是斩臣大人知道林玄就是他的师尊才把他抓来吧？你师尊确实没做错什么，但林玄做错了不少事，其中绝对会有让你愤怒，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的事。叶青云的话让裴玉涵满头雾水。林玄做错了事，千刀万剐，他怎么可能会对自己师尊如此？斩臣大人，是林玄是做错了什么事？裴玉涵一双凝脂般的玉手轻放在他小腹上的大手，语气带有疑惑以及丝丝好奇。叶青云面带笑意，眼角余光看向地上已是在装睡的林玄。林玄，他是玄渊剑。他那带有缕缕笑意的话语声清晰地在裴玉涵和地上装睡的林玄心中响彻，让他们大脑一片空白。不一会，缓过神来的裴玉涵连忙开口：斩臣大人，林玄怎么可能会是玄渊剑？他可是记得师尊的习惯都在林玄身上一一体现，他怎么可能会是师尊的本命之剑玄渊？裴玉涵虽如此想，但他的呼吸此刻却极为粗重，一双玉手已是紧紧握着叶青云的大手。他想到了一个可能，
一个让他不敢深想的可能。地上装睡的林玄脑海也是嗡嗡的，完全不敢置信。他是玄渊剑，怎么可能？裴仙子，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吞噬吧？叶青云的话语声继续传来，让裴玉涵的心彻底沉了下去。斩臣大人，玄渊剑怎么可能是主？更何况我师尊修为超绝，怎么可能会被玄渊剑所吞噬？裴玉涵脸上勉强一笑，他心中还怀着一丝希望，或许是斩臣大人认错了，林玄就是他的师尊。而林玄则却有些迷茫了。此刻他的脑海中有莫名记忆碎片出现，这些记忆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经历过。他心里喃喃道：我是玄渊，我是玄渊，单靠玄渊剑确实不可能是主，但你应该认识你师尊的好友无敌。说着，叶青云话音一顿，一只手抚摸着裴玉涵那已是极为苍白的白皙俏脸。哪怕叶青云不再多说，裴玉涵也已经大致猜到后续了，只是想到其中一二，他就痛苦地闭上眼睛，心里已是有恨意升腾。玄渊剑之后是你说还是我说？叶青云目光盯着地上那已是睁开双眼装都不装了的林玄。裴玉涵也是把充满杀意的目光投去，若不是斩臣大人还抱着他，他已经提剑把林玄挫骨扬灰了。至于这几年的师徒恩情，这点感情怎么可能比得上师尊对他的养育之恩和传道之恩？林玄目光无神，嘴角满是苦涩。他回想起当初的一幕幕，当初主人正在闭关，但无敌却突然前来，主人也就先停下修炼去招待那位，但没想到那无敌在与主人谈笑后就毫无征兆地出手了。没有任何防备的主人自然被他得手，不仅修为被吞噬，就连我也被灵石混淆蒙蔽一切。在之后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主人的记忆。林玄轻声诉说着，让裴玉涵眼中的杀意越来越浓郁。裴玉涵在感到小腹上的大手离去后，便缓缓踱步朝林玄走去。他手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把散发着玄寒之气的长剑。林玄静静地看着裴玉涵，看着那剑尖抬起，剑尖离他的喉间只有1寸之遥，只要轻轻往前一刺，他就会被那玄寒之气破坏体内生机，最后尸骨无存。动手吧。林玄目光平静，与裴玉涵那充满刺骨杀意的美眸对视。他已无心再活下去，只是心中还有一丝担忧。拥有夜渊记忆的林玄在担心裴玉涵，他知道那斩臣老祖不是好人，对玉涵也没有什么爱意，他很不放心。但林玄也改变不了什么，只能期望未来他能够安安稳稳地度过一生。在他开口后，裴玉涵没有犹豫，剑尖狠狠刺下，血液瞬间喷涌而出，渐渐把地毯迅速染红。林玄缓缓闭上了眼，体内生机被彻底破坏，已是无声陨落，就连其尸骨都在被玄寒之气迅速泯灭，最终止于原地的大片血迹。在杀死林玄后，裴玉涵手持的长剑脱手，锵啷一声掉落在地面，而他的身形也有些踉跄，要不是身后的叶青云上前扶住了他，他估计都要跌倒在地了。斩臣大人。在闻到那极为熟悉安心的气息后，裴玉涵转过身来，一双藕臂紧紧抱住叶青云，他琴手埋进他的胸膛，肩膀微微颤抖，呜咽声不断响起。见状，叶青云唇角勾起，不断用手轻拍裴玉涵的玉背。没事，有我在，他轻声安慰道。那令人安心的话语让裴玉涵抱得更紧，恨不得与他融为一体。玉涵，要不要让我帮你缓解一二？叶青云语带深意，其中的意思裴玉涵自然听懂了。裴玉涵没有拒绝，他现在也想好好发泄一下。叶青云轻笑一声，直接把裴玉涵拦腰抱起，往他的香榻走去。现在可是最好的修炼时机，保证能把裴玉涵的心房填得满满的。2天后，斩臣大人，您怎么不继续与玉涵修炼了？裴玉涵抹了抹唇瓣，看向已经重新穿戴完整的叶青云。我还有事要做。叶青云也有些不满，现在的裴玉涵可极为乖顺，可谓是他说什么就做什么。当他修炼的正欢时，苏清离那就有传音而来，说是有妖庭人前来，想要带走少神云。这就让叶青云只能先结束修炼，要先把那些妖庭人打发了。哦，裴玉涵虽然心有失落，但也很是懂事的，没有挽留他。斩臣大人一定是有要事去做，不然肯定不会就这么快离开他身边的。乖，等老祖我处理完，再回来继续和你修炼几天。看到裴玉涵那有些黯然的样子，叶青云轻声开口。他现在已经逐渐顶替裴玉涵心中原本属于叶渊的地位，等他彻底顶替，未来他绝对会对他言听计从。可惜他还是要守着剑宗，也不对，或许是守着他那2徒。叶青云暗暗想到，想起裴玉涵的大徒儿于小棠，他的心中顿时有了一些想法。过往他也不是没动过把那很有灵气的小姑娘收下，不过都被当时的裴玉涵看出并挡下，如今的话可就不一定了。裴玉涵并不知晓叶青云脑海中的想法，此刻的他在听到斩臣大人的话语后，心里顿时充满喜意。我知道了，斩臣大人。裴玉涵连连点头，
心中原本的不舍瞬间一扫而空。他甚至还有些期待展陈大人能够快点回来，可见他如今的心态已是在渐渐转变着。见状，叶青云也是化作流光，直接离开了寒宫。另一边，两位，我们只是想把女皇大人请回去，何必阻止我们？清宫外的天穹上，有3位浑身弥漫妖气的身影正站在一方，其中为首身着尊贵金袍的年轻男子开口，手上一卷图录，却不忘继续攻击着前方的3女。不过这些攻击直接被身穿云水长裙的苏青离用身前沉浮的宝塔挡住。这宝塔闪烁九彩之色，塔身不断向下垂落大圣之气，赫然是一件大圣之气。道友不必多说。苏青离语气清冷，不提少神云是主人的女人，单只是眼前3人的目的就不纯粹。他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看不出眼前3人的心思？可惜，那年轻男子摇了摇头。原本以为带有大圣气的他可以很轻松地完成这次任务，哪知眼前的这个人类女子居然也有大圣之气，这让他很是无奈。小辈，你倒是好胆，居然敢来此地！在苏青离身旁，一袭鲜艳红裙、高贵威严的少神云冷漠开口。他认出那个年轻男子乃是那个老东西的后裔，这让他心情十分不好。他知道，他那些属下在北域的日子可能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而那年轻男子此刻已是把目光放在了少神云身上。莫无拜见女皇。莫无嘴上虽然说着恭敬话语，但身子却是动也没动，让少神云目光一冷。这小辈曾经还在他身前匍匐，如今看来倒是翅膀硬了，觉得自己能不惧他了。小辈，跪下说话。少神云语气冰冷，身上纯粹的真龙之威从他身上不断席卷而出，让对面3人的血脉战栗，下意识的就想跪倒在地。该死，这女人的血脉威压居然比过往恐怖了那么多。莫无看着少神云背后隐隐出现的真龙虚影，紧咬牙关，死死支撑，要不是他有大圣气庇护，怕是真的只能如过往那般跪了下去。这让他不甘心的同时，心中又划过了一丝渴望。若是他能有那真龙血脉就好了。可惜这位女皇被老祖宗看上，他没有任何机会。莫无，怎么办？我们单单只是被威压，就少了40%实力。妖艳女子面色难看，哪怕她的血脉在妖族中也算高贵，但在这位女皇面前根本算不得什么，直接就被轻松压制。难不成他们只能离去？粗犷大汉没有言语，只是把目光看向莫无，显然也是在等他的决定。莫无脸色阴晴不定，心中犹豫片刻，最终还是拿出了一道黑石。这黑石看着稀疏平常，但表面时不时闪过的光华，让他身旁的2位同伴和对面少神云3女的脸色都变得极为凝重。这是那位大人的力量。妖艳女子眼中有金芒闪过，已是认出黑石其内恐怖的力量来源。小心点，那黑石内封存着蛟龙一族大圣的力量。少神云看着莫无拿出的黑石，也是对身旁的苏青离和陆青言提醒道：“2女刚才庇护他，他自然也会释放善意，哪怕他们是因叶青云而选择庇护他的。”大圣。听到少神云的话语，苏青离和陆青言都是面色凝重的点了点头。他们自然不会小觑大圣之力，要知道他们可是经常在叶青云身上感受过大圣之力的，可以说是能把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女皇大人，乖乖与我等走吧。莫无眼神冷漠，直接捏碎了手上黑石。伴随着黑石破碎，一股恐怖波动席卷八荒，让大齐皇朝内的无数人都感应到了。他们惊恐地抬头望天，一道几乎遮蔽天穹的黑影映入他们的眼帘。这是什么？噗，这是何等之物，只是一眼就让我双眼破碎。不要看。蛟龙。乾坤宫内，坐在龙椅上的大齐皇帝面色十分不好看。最近大齐皇朝怎么这么多事，而且还都是他处理不了的事。蛟龙一族的人为何出现在皇朝内？而且看那气息，竟比圣王老祖还要恐怖无数。大齐皇帝心里很是无奈，他猜测那位蛟龙乃是大圣，这也让他挥袖站起身来，去祖地最深处请大圣老祖。不提那大圣蛟龙出现的地方离清宫不远，要是圣女陆青言伤到哪了，他可不好跟斩臣老祖交代。再者说，一位大圣蛟龙出现在大齐皇朝，还如此明目张胆，他们皇族若不强硬面对，那怕是脸面无光，甚至被敌对势力嘲笑了。大齐皇帝刚踏入祖地，就发现身前已是出现一个拄着拐杖、身形佝偻的老者。老者目光有些浑浊，但浑身气息极为深邃，不过其身上的木气是掩都掩不住，好似下一秒就要陨落般。大齐皇帝看到这位老者后，面色大惊，弯腰恭敬道：“后辈麒麟明拜见金云老祖。”他的目光满是崇敬。这位金云老祖就是他们大齐皇朝仅剩的3位大圣之一，地位十分崇高。免礼。金云老祖开口，但他那浑浊的目光却一直看向远处天穹。老祖，请您为我大齐皇朝镇压那蛟龙。大齐皇帝没有直起身子，
而是继续弯着腰，用极为恭敬的语气开口：“那条蛟龙不过是一缕神念，算不得什么。再者，好像也不需要我这把老骨头出手了。”似看到了什么，金云老祖那原本浑浊的目光中闪过一丝金光。喂！大齐皇帝正想再问，但远处天穹那巨大的动静却是把他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回到莫无刚捏碎黑珠的时间，天穹上，苏青离三女看着莫无上空那条被云雾所托起，几乎能遮天蔽日的蛟龙，眼神深处满是忌惮之色。拜见老祖，拜见天龙大圣。莫无和他身旁的两人在蛟龙出现后就低头恭敬一礼，其中莫无的心在滴血，这原本是老祖给他保命用的一道底牌，结果却用在了这里。天龙大圣没有理会三人，此刻他那双冰冷龙瞳正注视着邵神云。神云，为何不回妖庭？天龙大圣语气毫无波澜，暗中有一股恐怖的压迫感压向邵神云，但这些压迫感都被邵神云身后的真龙虚影挡住。真龙虚影抬手，那紫金龙瞳与天龙大圣对视，一股无形之力开始碰撞起来。天龙大圣表面虽看着没什么，但心中却是一惊。身为大圣的他，体内那原本极为浓郁的龙血竟在颤抖，竟在向邵神云臣服。这不仅没让他害怕，反而让他更加兴奋，就连那双冰冷龙瞳都有贪婪之色流露。回去被你吞噬吗？对于天龙大圣，邵神云极为冷漠，要不是境界不足，他都想直接把他这缕神念直接震杀了。你倒是误会我了，我只是想与你结合，让我龙族壮大，把那真龙血脉给传承下去。天龙大圣语气诚恳，让人听不出有什么毛病，却没想到邵神云嗤笑一声，紫金美眸不屑地看向天龙大圣：就你这个杂血，也想与本皇结合，你配吗？邵神云那无瑕的玉容上带着嫌弃，这天龙大圣比最初的叶青云还要让他厌恶。叶青云好歹还是他承认的男仆，再加上能助他恢复修为，他如今还是挺满意的。而这天龙大圣，他是打心底看不起，不仅想要他为蛟龙一族诞下后裔，暗地里还想把他自身一切都给掠夺走。要不是当初还有一些老家伙为他撑腰，此人早就强迫把他掠走了。闻言，天龙大圣那双龙瞳冰冷地盯着邵神云，特别是看到他那似看着垃圾一般的眼神，更是让他火冒三丈。好好，看来你是在外面待太久，都让你忘了一些规矩了。天龙大圣不再废话什么，那形似真龙之尾的尾巴一甩，直接朝邵神云袭去，想要把他强行带走。至于那件阻碍的九彩宝塔，天龙大圣只是看了一眼，接着莫无的屠戮自主飞出，恐怖的大圣之威铺天盖地，直接把九彩宝塔给撞飞。圣王操纵的大圣气哪比得上大圣亲自操纵？可惜，看来是喝不到那位女皇的龙血了。见状，妖艳女子眼中流露出一丝惋惜，她原本还想尝尝真龙的血是怎样的呢。而此刻，邵神云面色凝重地拿出一道秘器，有金色光幕浮现，把他和苏青离两女保护其中。天龙大圣那袭来的尾巴不断轰击金色光幕，轰隆声不断响彻，但竟没把金色光幕给打破。哼！天龙大圣冷哼一声，正当他准备认真起来时，一道冷冽彻骨的话语声传来，让他面色忍不住一变。蛟龙一族的大圣也敢动本老祖的人？话音未落，天龙大圣那条尾巴顿时就被一道斩尘剑光斩断。在斩断尾巴后，那剑光并未消失，而是继续斩向莫无三人。莫无三人感受到浑身不断传来的死亡之感，眼中瞬间被恐惧之色填满。老祖，救我！莫无惊恐大喊，想要让天龙大圣救下他，但那道剑光太快，直接在天龙大圣的眼下把三妖给直接斩杀。看着眼前的血雨以及他那掉落的尾巴，天龙大圣面色难看，目光落在了邵神云三女前方那不知何时出现的白袍男子。望尘山斩尘，你竟已是大圣！在感应到叶青云的那股大圣气息后，天龙大圣压下心中的怒火，转而流露出惊骇之色。他完全不敢置信，这斩尘修炼速度如此逆天，莫非他有弟子不成？叶青云负手而立，踏空站在三女身前，他那双淡漠眸子一抬，就让被他注视的天龙大圣心惊肉跳。斩！天龙大圣还想说些什么，却被叶青云斩来的剑气瞬间磨灭，连一丝涟漪都没翻起来。看到这一幕的苏青离和陆青言都很是惊讶，哪怕是邵神云都不禁频频侧目。这叶青云真的只是刚突破到大圣，要知道那天龙大圣可是老牌大圣，已经在大圣境界沉淀不知道多久。就算他的一缕神念能被刚突破的大圣杀死，但那大圣也是要费一番功夫的，哪能像叶青云一样那么轻松？你们没事吧？叶青云面色不变，往天穹下方与一人对视一眼后，就回手朝三女略带关切地问了句：主人，我们没事。苏青离摇了摇头，那天龙大圣主要还是把目光放在邵神云身上，这才让他和陆青言没有受什么伤。再加上邵神云拿出的秘宝，他们就更没什么事了。本皇可不需要你救。
邵神云轻哼一声，没什么好脸色。不过当他把目光看向手上已是裂痕密布的秘宝后，也是忍不住心疼。这可是当初他在混沌古大陆中得到的保命底牌，极为珍贵，就连他身上都只剩下这一件了。这个女人回去还得调教调教。叶青云瞥了一眼邵神云，决定到10等把他关起来，好好教导一下他该怎么面对主人。回清宫吧。是。苏青离和陆青言轻点琴手，倒是邵神云仿若丝毫未觉，理都不带理叶青云的。见状，叶青云上前强行握住邵神云的玉臂，无视他脸上露出的不满，直接带着他消失在原地。这让一旁的苏青离和陆青言面面相觑，知道邵神云要被主人好好教导了。下一刻，他们的身形也跟着消失，返回到清宫之中。北域，这里山脉成群，妖气遍布四面八荒，各种各样的妖兽在这里生存。而在中央之处，有无数妖族眼中的至高之地妖庭悬浮在天穹上，妖庭绽放着耀眼光芒，好似一颗小太阳般冉冉升起，就算是身处偏僻之地的妖兽抬起头也能清晰地看见。此刻在妖庭内的一处小世界中，本在沉睡的天龙大圣倏然睁开了冰冷龙瞳。那缕神念被灭，东域吗？天龙大圣看向东域的位置，他知道邵神云就在那里。邵神云，你一定是本座的。天龙大圣那带着贪婪的话语声在此地响彻。2天后，大齐皇朝清宫前，一个身穿绛紫长裙、清丽脱俗的绝世美人来到了这里。她面色平静，连足轻移，进入了殿内。刚一进殿，她那双美眸就映照出叶青云和3女的身影。云梦拜见主人。纪云梦目不斜视，弯下纤腰对叶青云一礼。云梦来了吗？叶青云停下对邵神云的教导，让邵神云忍不住松了口气。虽然他身心疲惫，但他那双紫金美眸却还带着一丝不屑地瞥向叶青云，好似看不起他那点程度的样子。叶青云没有看他，跟这女人说啥都没大用，反而会被鄙视一番。云梦，我们走。叶青云没有废话什么，直接带着纪云梦离去。在看到他们离去后，邵神云也是站起身子，垂下琴手，简单整理着自己的红裙。要去浴池沐浴一番吗？我这里有专门洗涤身躯、扫清疲劳的清泉。披着淡青薄纱的陆青言从香榻上坐起身子，轻声对苏青离和邵神云说道：苏青离轻轻点头，就连一旁邵神云也是无言颔首，态度十分不错，比对待叶青云好多了。如今这位妖皇对于主人的修炼也没有多大排斥了，看来未来这位可能也会彻底臣服在主人身下。苏青离赤足踩着地面，眼角余光看向那面色微红、眉宇间却依旧带有一丝威严的邵神云，而邵神云想的却是不同。那叶青云这几天一直纠缠本皇，看来是迷恋上本皇的躯体。等未来他彻底臣服在本皇的脚下，就让他给本皇舔脚趾头。想到叶青云那卑微祈求的样子，邵神云的红唇忍不住勾起。不知道邵神云正在幻想什么的叶青云，正在带着纪云梦前往纪家。纪家如今只有2位大圣，其中1位大圣被魔宗控制，而另1位大圣则是在与之对抗，不过他也是早早处于下风。路上，叶青云正在对纪云梦不断诉说着他从纪家圣王那得知的纪家消息。纪云梦默默听着，在听到主人说自己的舅舅被关在天牢没有死后，眼中闪过一丝喜意。他原本以为自己的亲人都被害死，没想到舅舅竟然还活着。主人，求您救我舅舅。纪云梦伸出玉手握住叶青云的衣袖，用恳求的语气开口。当初他与叶青云的交易是，若真的是纪家害死他的亲人，他以自己的一切换取他未来覆灭纪家。如今在知道舅舅还活着后，他自然也要开口，不然主人直接无差别毁灭纪家怎么办？知道了。叶青云随意开口，对他来说就一个人不过顺手的事，算不得什么。再者这些年纪云梦服侍的也不错，他当然不会拒绝什么。多谢主人。纪云梦在听到他的答复后，嘴角扬起，露出一抹惊艳笑容。他决定回去后就用一些他过往不太情愿用的东西，好好让主人高兴高兴。纪家身处东域的中部，曾出过准地强者，是无数人敬畏的庞然大物。此刻这座庞然大物正被一道透明光幕所笼罩，许多纪家族人正在光幕边缘警惕巡逻。不过有一个纪家族人颇为疑惑，朝身边人问道：家主他们为何全面开启护族大阵，还让我们在此巡逻？莫非家族惹了什么天大的人物？被问的纪家族人一愣，旋即他转头看向四方，发现不少人都竖起耳朵，显然他们也很是好奇。嗨嗨，我知道的也不是很多，不过我听说族内有大人物陨落在外边，家主在知道此事后没有说什么报仇，而是直接让人开启护族阵法。他的话语让许多纪家族人当即瞳孔微缩，心里不禁泛起一丝恐惧。能让家主如此的，绝对是家族惹到了天大的大人物，难不成是地统势力的大人物？想到可能会有极道地气轰来，
无数季家族人感觉那原本令人安心的护族大阵都不再那么令人安心了。下一瞬，一位季家族人身形一顿，面色惊恐，目光似在光幕外看见了什么。有人来了，快去通知长老家主。那季家族人的大吼也是让其余族人把注意力转来。在瞬其目光注意到极远处外有2道人影踏着虚空缓缓走来后，也是神色一变，迅速把消息传了出去。很快，收到通知的季家长老们和季家家主也来到了这里。家主，怎么办？看到那位真的到来，一位季家长老有些焦急问道。他们原本是剑圣王老祖魂灯熄灭，这才警惕开启护族大阵，防止那位的可能到来。原本他心里不觉得那位会来，毕竟圣王老祖可是能用魔宗秘法改头换面，只要那位不探寻到底，就只会发现圣王老祖是魔宗之人，不会怀疑到季家。如今看来，老祖的身份已是被发现了。季家家主沉默，看着其余长老投来的目光，他开口了：我已经用秘法通知魔宗之人，并且大圣老祖也会出关。他的话语并没有让众多长老安心下来，反而个个有些面色难看。让魔宗之人前来，不就代表他们季家是要彻底加入魔宗了吗？且还是要抛弃祖宗留下的祖弟，狼狈逃走，这让他们如何甘心？家主，这是那位的意思吗？一个老态龙钟、头发几乎都掉光的老者沉声开口。他说的那位自然是被魔宗控制的大圣老祖。季家家主没有说话，算是默然。看到这一幕的老者眼眸微暗，腰也弯得更低了。其余长老都是心有悲戚，但他们却是连一丝不满都不敢流露而出，毕竟他们都怕此地有彻底倒向那方的人前去向那位告状。季家家主心里很是无力，他其实也不想季家倒向魔宗，但他无妨违背那位的命令，那位早就已经封魔。季家，看来汝等倒是做好了被灭族的准备。叶青云那宏大的话语声传荡，十分清晰地响彻在季家的每一处。他背负双手，每一次踏步都有铺天盖地的大圣威压横扫四面八方。这一刻，众人屏息，天地接近。看到斩尘老祖叶青云前来，哪怕众多季家众人都被那护族大阵保护在内，也忍不住心头发颤。竟是这一位，这位当初在兽巢那场大战中可是斩杀了多位魔道圣人，3位魔道圣王，可谓是威名赫赫，五域皆知。斩尘老祖身旁那位是不是纪云梦？看到叶青云身边那位身着绛子长裙，看着比之过往成熟许多的纪云梦，有季家长老震惊道：真的是他？当场是斩尘老祖把他带走的？应该是。众多季家长老互相纷纷讨论着，而季家家主和那位老态龙钟的老者对视一眼，都互相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一丝喜意。不过他们只是简单对视一眼就移开目光，好似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位的气息怎么好像和大圣老祖的气息差不多？一个身着青衫的季家长老嘴唇颤抖，话语惊人，把其余正在讨论纪云梦的长老们都给吸引了过去。是真的，老夫曾亲眼见过大圣老祖，与斩尘老祖的威压相差不大。有长老仔细感应片刻，忍不住惊骇起来。这岂不是说斩尘老祖竟已是跨入了大圣之境？想到这个可能，一众季家长老倒吸了一口凉气。叶青云并没有在意那些人的震惊，他目光平淡，扫视了光幕内的所有人影，也没看到那季家大圣。不在此地，那就打出来。叶青云拿起腰间的混沌钟，轻轻一晃，一道弥漫着地威的钟波扩散，咔嚓。须臾，在季家无数人震惊的目光下，曾护佑季家无数年的护族大阵在此刻破碎了。这怎么可能？这可是我族准帝亲手布下，哪怕是准帝杀来也能阻挡一会，怎么可能只是一道钟波就破碎了？一个鹤发童颜的季家长老面上满是不可置信，他乃是经常与护族大阵接触的人，自然清楚自家护族大阵的威能，是极道地气。众多季家长老眼中都有些绝望，他们季家可能真的要像史书上无数势力一般，彻底消失在神州大陆上。嗡嗡，随着混沌钟再次一晃，所有季家人都被那股地威镇压得跪伏于地。同时，季家内部的一处天牢被震得现世，其内一位皮包瘦骨、虚弱到几乎没有生机的耄耋老者被叶青云救出。似是感应到什么动静，耄耋老者原本紧闭的眼皮微颤，露出一双满是沧桑的眼眸。这是？耄耋老者迷茫地望向四周，在看到下方季家众人都跪倒在地后，心中瞬间被震惊充斥。季家家主和一众长老居然都十分狼狈地跪倒在那，这是何方大能所作？舅舅！此时，一道陌生却又无比熟悉的话语声传来，让耄耋老者缓缓转过头来，看着映入眼帘的纪云梦，耄耋老者老泪纵横。云梦，你还活着，太好了！他们这一脉总算没有彻底绝后啊！舅舅，您……纪云梦那冷冰冰的脸上露出一丝复杂，欲言又止。他自然看出舅舅的修为被废，寿元都在快速流逝，已是没有多久好活了。没事。耄耋老者洒然一笑，
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离死亡越来越近。在看到纪云梦还活着之后，他心愿已了，已是没有任何遗憾。见状，纪云梦心里莫名有悲痛生出，他转头望向叶青云，张了张口，最终却是说不出来。他知道，就算主人能救他舅舅，也会付出许多代价。而以主人的性格，真的会付出代价救一个不相干的人吗？叶青云轻瞥一眼，大致明白纪云梦在想什么。对此，他只是冷眼旁观，没有任何要相助的意思。纪云梦这舅舅他看过了，救下所付出的代价让他都要皱眉。至于给他一些生命本源，让他苟活一段时间，以他体内的情况，怕是活着都很痛苦，还是早死早超生才好。他还有一些时间，你现在可以跟他聊聊。叶青云平静开口。纪云梦沉默地点了点头。这就是当初带走云梦的人吗？耄耋老者眼角余光看向叶青云，心里喃喃。他十分感激叶青云当初能把云梦带走，要不是他，现在的云梦怕是会很凄惨。想跑。这时叶青云目光一扫，发现有黝黑光芒悄无声息地往外跑去。那光芒在被他发现后速度更快了，那大圣气息是掩都掩不住。但随着混沌中一震，那道黝黑光芒也随之停滞，下一刻黝黑光芒就出现在了叶青云身前。可以看到光芒内有一道衣着华丽，面上带有一丝惊恐的黑发老者。斩尘道友，放过我，我有很多魔宗的消息。黑发老者那带着求饶的声音传出来，不仅被叶青云听见，也被那无数计家族人听见。老祖！无数计家族人彻底绝望，连一丝反抗的念头都无法升起。跪伏在地上的纪家家主叹息，暗中朝叶青云身旁的纪云梦传音。正在和舅舅说些什么的纪云梦一愣，讶然地看向纪家家主。主人。纪云梦转头看向叶青云，他知道主人肯定能听见那纪家家主的传音。叶青云轻轻点头，示意他前去。没人可以在他的眼皮底下掀起风浪。纪云梦对其拱手一礼后，就小心翼翼地带着舅舅前往了纪家。叶青云看着眼前还在求饶的纪家大圣，也是用混沌中把他彻底镇压，准备到时再把他给吞噬。旋即他就站在原地，并没有要进入纪家的意思。他相信纪云梦能处理好的。纪家内，纪云梦带着舅舅已是来到了纪家家主面前，看着身前缓缓从地上站起的纪家家主，纪云梦眼眸平静。当初杀我父母亲人的是谁？没错，纪家家主之前传音告知他会帮他把当初害他亲人的人灭杀。纪家家主没有急着回答，而是把目光看向身后不远处一位正低着头看不清任何神色的纪家长老。哪怕叶青云的大圣威压收回，他也没有起身。三长老，你有何一言吗？纪家家主沉声道。纪云梦闻言也是把冰冷目光放在纪家三长老身上，令人胆寒的杀意弥漫而出，让此地不足圣人之境的纪家众人瑟瑟发抖。纪家三长老缓缓抬起头，那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老夫没有一言。他那毫无情感的话语传出，哪怕他曾经亲自抓捕纪云梦的一众亲人送到那位手上，他也没有丝毫愧疚。有与三长老交好的一些长老嘴唇蠕动，想说什么，最终却不敢说出来，只好转过身去，来个眼不干不净。三长老的这般态度更是让纪云梦的杀意大涨，直接愤然出手了。一道看不清的光芒瞬间贯穿了纪家三长老的身躯，他直直向前倒去，已经逐渐失去神采的眸子正偏过头看向一处方向。映入他眼帘的正是一些恐惧非常的纪家族人，也是他的后辈。可惜终究还是逃不过。纪家三长老的脑中闪过最后一瞬念头，随即他的生机彻底断绝，死不瞑目。这一幕让其余纪家长老沉默，心里复杂难言。纪云梦冷冷地看着这一幕，甚至挥了挥手把他的尸身给彻底毁灭，丁点骨灰都不剩。眼见这一幕的纪家家主也再次走向一些纪家后辈的方向，也就是三长老临死前所看的后辈。三长老的一众后辈看着家主徐徐走来，沉重的脚步声让他们面色苍白，心中砰砰直跳。家主，那件事真的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是啊，都是爷爷他一人干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家主，那都是大圣老祖的命令啊，若是我等不把纪云梦那一脉的人送过去，死的就是我们这一脉啊。那些纪家后辈惊恐到磕头求饶，甚至有一人还凄惨的开口说出了部分真相。纪云梦脸上没有丝毫动容，就连纪家家主也没有因此停下脚步。如今说这些有何用？错了就是错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啊！凄厉的惨叫声不断响彻，空气中的血腥味越来越浓，离那些三长老后辈很近的一些族人更是看到了滚到身边的人头。那人头面上哪怕死亡也依旧带着扭曲之色，十分恐怖，吓得那些族人连忙封闭五感，不敢再看。几息后，纪家家主转过带着血迹的面容，他看着纪云梦，勉强露出一丝笑容。云梦，当初害你一脉的三长老一脉大部分已是死亡，之后还会有人去抹杀那些残余之人。
那温和的语气让纪云梦有些沉默，不知该如何看待这曾经对他要好的长辈。扑通，听到声响的纪云梦抬眸望去，只见纪家家主竟是跪倒在他身前。云梦，求您放过纪家。说完，纪家家主直接在纪云梦面前自绝身亡，其至死盯着纪云梦的目光中满是祈求。家主，有纪家长老终于忍不住悲鸣一声，就连其余纪家长老心中也满是悲伤。看到这一幕，纪云梦心乱了，就连过往饱受折磨的耄耋老者也沉默了。云梦，一切就看你自己心中所想吧。最终，耄耋老者极轻地叹了口气，对纪云梦说了这些话。旋即他缓缓合上了眼眸，已是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舅舅。见状，纪云梦那无暇玉容上浮现出一抹悲伤，这最后的一位亲人已是彻底离他而去。看着舅舅的尸体以及那围着纪家家主尸身的一众纪家长老，纪云梦心中原本的一些极端想法缓缓消散。他转过身，带着舅舅的尸体往纪家内部的一处地方走去。无人拦其路，无人敢拦其路。那些纪家长老眼见纪云梦所去的方向正是纪家祖坟所在的方向，他们微微沉默，随即也带着纪家家主的尸身往祖坟走去。1个时辰后，纪云梦回来了，其身后跟着一个身着玄黑道袍、老得不成样子的另一位纪家大圣。老朽谢过斩臣老祖。这位纪家大圣态度极为恭敬，行了一个大礼。叶青云随口应了一句，他自然知道这纪家大圣在谢什么，因此并不意外此人会朝他行大礼。不需要我彻底覆灭纪家了。看向一旁有些沉默的纪云梦，叶青云轻笑道。此话一出，那纪家大圣的心瞬间提了起来。他嘴唇蠕动，想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开口，只是静静地注视纪云梦，等待他那足以决定纪家命运的话语。不需要了。纪云梦微微摇头，他已是选择了放下。叶青云轻轻颔首，那我们走吧。既然纪云梦不需要他覆灭纪家，他自然也不会多说什么。纪云梦挽着叶青云的手臂，那清丽无瑕的脸蛋上对他露出温和笑容。叶青云挑了挑眉，没想到过往冷冰冰的他居然会笑，看来倒是真的放下了。记得把与魔宗有关的纪家人清理干净。他转头对纪家大圣冷淡说了一声后，就带着纪云梦离去。恭送斩臣老祖。纪家大圣再次恭敬地行了一个大礼。直到叶青云远去，他才放下手，直起身子。感应自身所剩无几的寿元，纪家大圣心里满是无奈。他知道未来纪家的没落是必然的了，不过让他心里稍显安慰的是，祖气还在。只要祖气在，未来的纪家还有机会再次崛起。得让他们搬离祖地，且之后我得把那些关于魔宗的人杀干净。纪家大圣眼中有刺骨杀意生出，准备对纪家彻底清洗一番。就在纪家内部掀起一阵杀伐时，远去的叶青云有些愕然。你真的不去见那人了？叶青云颇为惊讶地看着纪云梦，他没想到纪云梦居然开口说不去见那位曾经他有好感的那人。纪云梦轻轻点头。在离开纪家之后，他也是看开很多，对于那人也可以极为平静地看待。再者，她已是主人的女人，还是不要跟那人见面才好，不然若是让主人猜疑，什么就不好了。行，那我们就直接回大齐皇朝。既然纪云梦不去见那人，叶青云也只好舍弃心中的一些玩法，准备带着他回大齐皇朝接苏清离他们。大齐皇朝清宫内，你不跟我回望尘山？叶青云看着眼前娇艳动人却又流露出高贵威严的邵神韵，面容十分平静。这股平静让邵神云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一个地方，但下一瞬反应过来的他心有恼怒，暗恨自己怎会变得这般。邵神云深吸一口气，调整一番心态后，那双紫金美眸淡淡的注视叶青云。不错，本皇要回北域去救本皇的下属。他双手托胸，斜倚在柱子上，语气带着一丝认真。邵神云并没有说谎，他确实要回北域一趟。只从天龙大圣对他那毫无掩饰的态度中，他知道妖庭内部一定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毕竟他的下属到如今都无一人联系过他。叶青云暗忖片刻，最终朝邵神云点了点头。可以，既然你要回去，就带着这个吧。说着，他拿出一件通体缭绕着地火的地戟。看到叶青云手上的地戟，邵神云面上满是不可置信。极道地器。邵神云震惊了，他没想到叶青云居然会给他一件极道地器。要知道，每一件极道地器都是各大顶级势力的最大底蕴，除非是有天大的事情，不然就算是各大顶级势力的掌舵者也无法把极道地器带出，更别说像叶青云一样随手就给极道地器。你要把它给我？邵神云语气颇为迟疑，一双紫金美眸仔仔细细地打量叶青云，好似第一次认识他一般。不是给，是借，未来要还的。叶青云没好气地看着邵神云，想什么好事呢？
就算他要送人，也不会送邵神云这个一点都不听话的女人。闻言，邵神云心里也没什么失落，反而直接把地己收起。多谢，日后本皇必会报答于你。他弯腰对其拱手，俏脸上满是感激与认真。以后就不杀他了。邵神云暗暗想到。报答？你不早就报答过了吗？叶青云上前，直接与靠在柱子上的邵神云贴在一起。不同于过往，这次邵神云没有任何挣扎，任由身上的大手动作。欲念真重，望尘山出了你，真是祖坟冒青烟了。邵神云虽然没有反抗，嘴上却还不忘嘲讽道。在这段时间内，他自然从苏青离那里知晓叶青云的身份。最初他在知道叶青云乃是望尘山的老祖后，可是震惊得很。望尘山老祖居然会好女色？你确定你没开玩笑？哪怕不解望尘山为何会有叶青云这个奇葩，邵神云也没什么太大感想，这只不过让他多了一条讽刺的理由罢了。哼，你这妖族女皇也差不多，要是让那些妖族知道你这女皇背地里的模样，怕是要到心破碎了。叶青云的这番话语让邵神云银牙紧咬，美眸一瞪，恨不得把他吃了。那都是你逼迫本皇，不然本皇怎么可能会在你这个男仆面前如此卑微？男仆？好好好。叶青云笑了，直接凑上去强行封住他的嘴，并在一旁保持沉默的苏青离、陆青言和纪云梦三人的目光下修炼起来。P.S. 我看到前面有人说读，所以纪云梦的剧情砍了。2个时辰后，看着踉跄离去的邵神云，叶青云勾起一抹笑容，不过他也不忘开口对他提醒道：小心你的一些属下。邵神云脚步一顿，但下一秒又迈动美腿继续往外走去。本皇知道了。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响起：你们先出去。看着已经远去的邵神云，叶青云对站在一侧的苏青离、纪云梦和陆青年挥了挥手，他要吞噬那季家大圣了。是。三女点头，脚步极轻地退了出去。见状，叶青云拿起混沌钟，废话不多说的直接把那季家大圣给吞噬。霎时，大圣本源不断涌来，让他体内的修为又开始有了长足的进步。随着时间不断推移，大圣本源被叶青云完全吞噬。咔嚓，伴随着瓶颈声响起，叶青云浑身的气息顿时强大了一大截。大圣中期，叶青云感受着体内力量再次变得强大不少，心中也是有股喜悦感。不过这股喜悦很快就被他压下，转而把注意力放到了那季家大圣的记忆上。伴随着季家大圣那浩瀚的记忆被他翻阅，叶青云从中获取了不少机密。被魔宗血煞一脉的大圣控制，且这魔宗大圣还让他在季家附近的那些地域布下阵法节点。通过记忆看到那些布下的阵法节点，再想起之前通过魔宗圣王所知晓的一些东西，叶青云目光闪烁。这魔宗想谋划的是不小啊，倒是可以让神门的人过来破坏这些阵法节点。叶青云平静想到，不管这魔宗想要谋划什么，破坏他们的计划显然不会错。旋即他走出清宫，往剑宗的方向驰去。10天后，叶青云带着苏青离和纪云梦坐着飞舟返回望尘山。这10天内，他在剑宗与裴玉涵玩了不少新花样，并成功在一次夜晚中夜袭了他的好徒儿于小棠，让他得以解锁师徒双飞。回想于小棠的娇嫩，叶青云也是感慨，这于小棠虽青涩，但身上玄奥却是不输他师尊，未来肯定也是名震一方的剑仙。终于，天机阁所在的灵秀山脉上，此刻已是满地疮痍，破碎的宫殿不断从半空中坠落，成为满地废墟的一部分。而在天穹上，还有不少的碰撞涟漪不断响彻，其中还有怒吼声传出：望尘山，汝等欺人太甚！哼，敢去杀我望尘山后辈，就该想到会有此后果。一道飘渺女声响起，同时还伴随着惊天动地的寒意扩散，不知多少万里的天穹都被冻结。可以看见，其中还有一道面色惊恐的伟岸身影也被冻结住。老祖！一个披头散发、面如土色的年轻男子，在看到那被冻结的身影后，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悲鸣。他正是当代天机子。别喊了，快跑！在其身后，有天机阁爬出的底蕴大圣大吼。随后，其又被追杀来的望尘山大圣团团围住，看其那独木难支的样子，怕是撑不了多久了。天机子握紧拳头，头也不回地往远空飞去。望尘山，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天机子在心间暗暗发誓，但他只是刚有这个念头，就被从天而降的大手给随手拍死了。天穹上，一个身着翠绿云纹长裙的娇小少女平静收回玉手，看也不看那化作血雨洒落的天机子。走吧，天机阁有更强的底蕴要出世了。娇小少女那双泛着琉璃色的美眸静静地看向天机阁最深处那一道不断开始攀升到让她都有些心惊肉跳的契机。是，星蓝老祖。那些望尘山大圣听见命令，也是迅速收手回到娇小少女的身边。随即娇小少女拿出一个罗盘状的传送法器，这法器微微转动，
一股光芒笼罩望尘山的所有人。只是片刻，这光芒就带着他们消失不见。跑了吗？下一刻，一个身穿粗布麻衣、面容看着极为和蔼的老者站在望尘山众人刚才所在之地。麻衣老者那双眼睛十分深邃，一缕缕让天地站立的契机不断从他身上涌现而出。他扫了一眼此地，通过残留气息瞬间锁定了东域的方向。可惜东域已有几双冷漠目光望来，让他叹了口气，无奈地收回目光。伤亡如何？麻衣老者转头对刚来到他身边的天机阁大圣轻声问道。那本该世人敬拜的天机阁大圣在这位麻衣老者面前恭敬低下头。老祖，当代天机子死亡，无数当代长老死伤惨重，且圣王陨落10余位，大圣陨落4位，就连天虹老祖也。天机阁大圣那沉重的话语让麻衣老者沉默了。唉，天虹可惜了。看着远处那被冻结的天虹老祖，麻衣老者叹气，他能感受到其体内生机断绝，已是彻底陨落了。麻衣老者挥了挥手，那股足以让大圣都瑟瑟发抖的寒意迅速溶解，而那天虹老祖的尸体也被麻衣老者用力量拖住送来。他袖袍一甩，一道光芒从中飞出，在他面前变成一座看不清是什么材质铸就的棺椁。麻衣老者在把天虹老祖的尸体安放在里面后，就收起棺椁，准备之后把它放在祖坟内安葬。这次我宗的地印为何没有出现？麻衣老者有些疑惑地朝天机阁大圣问道。他没有在四周感应到天机地印的气息，这让他不禁疑惑，地印哪去了？天机阁大圣面色一僵，嘴上支支吾吾的，半天说不出话来。见此情景，麻衣老者也是感到不对劲，他面上和蔼渐渐消失，转而带着冰冷的看向天机阁大圣，说：我宗地印呢？他那毫无情感的话语声也是把天机阁大圣瑟瑟发抖。天机阁大圣咬牙，双腿一弯，直接跪地：老祖，地印丢了。他的语气颤抖，根本不敢抬起头颅看向麻衣老者那极为冷漠的面容。怎么丢的？麻衣老者语气平静，好似根本没有生气一般。当初当代天机子让3位圣王出世，让他们带着地印去围杀望尘山斩臣，结果他们在东域齐齐陨落，地印想来也落入那斩臣的手上。天机阁大圣说完，心里七上八下的，已是把死去的天机子骂得狗头淋血，真是死了都不让他安心。而此刻麻衣老者的眼神已是越来越冷，浑身气息已是不受控的肆意放出，不知有多少天机门人被这股恐怖威压压的四肢伏地，头都抬不起来。而距离麻衣老者最近的天机阁大圣更是七窍流血，浑身骨骼破碎，被压得已经是喘不过气来。老祖息怒。天机阁大圣的声音细若蚊蝇，断断续续的传出，这也让麻衣老者强行压下火气，收敛起浑身的气息，成功让这天机阁大圣没有被活活压死。秘法都不能换回来吗？麻衣老者冷声开口。要知道天机地印可是每一代门人都有印记打上去，甚至就连祖师也有手段设下，为的就是未来地印消失也能被他们一念换回来。不能，地印好似被什么阻挡了一样，根本回不来。勉强用丹药回了一口血的天机阁大圣开口回应，若是能换回来，地印早就出现在宗内，这次的损失也不会那么大了。哼，跟我去见祖师吧。麻衣老者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身形直接消失在原地。那天机阁大圣面色一苦，最终却只好跟着麻衣老者前往祖地最深处。而天机阁被东域望尘山攻打之事迅速地传遍整个中域，让中域无数修士震惊。其中有许多人不解望尘山的人为何要特地从东域来到中域来攻打天机阁，难不成是天机阁做了什么让望尘山为之愤怒之事？中域的顶级势力都有派人前往天机阁，可惜如今天机阁根本不接待外人，他们也只好无功而返。不过这也更让人心里好奇，为此有人开始打听东域那边的消息。身处东域的叶青云并不知道中域所发生的这些事，此刻他已经带着苏青离和纪云梦来到了望尘山山门前。山门前的4位守山弟子在看到叶青云后，神情肃穆地弯腰拱手拜见老祖。叶青云轻轻点头，看着4位清冷的漂亮弟子，他想了想，直接拿出了2株灵元草和2块灵元石。你们和老祖我的眼缘，这些就送你们了。叶青云轻笑道。因灵元草不够，他也是拿出2块灵元石。这灵元石的效果和灵元草差不多，都是能让人蜕变成灵体的。这4位望尘山弟子在注视到叶青云手上之物后，俏脸都颇为动容，他们面面相觑，没有过多犹豫就收下了。多谢老祖赐下机缘。4位弟子面色崇敬，再次对其拱手一礼。老祖给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一场机缘，能让他们未来的仙途走得更加平稳，他们心里对其很是感激。你们继续做你们的吧。叶青云摆了摆手，直接带着苏青离往斩尘殿的方向去。恭送老祖。4位弟子齐声开口。
直到看不见叶青云三人的身影后，四人才直起身子。也不知那位跟在老祖身边的那2位女子是谁，可能是老祖收的新弟子。3位弟子在那里不断猜测着，唯有另一位弟子目光颇为古怪。他想起了姐姐曾跟他说的一些望尘山内部的秘闻。据传斩尘老祖心有欲念，经常和一些弟子修炼，疑似要以此斩断欲念，莫非这传闻是真的？这位弟子心里嘀咕着，不过他只是想了片刻就抛之脑后了。身为普通弟子的他，还是不要想这些关于老祖的事才好。另一边，斩尘殿内，在注视苏青离和纪云梦进入白玉壁后，叶青云收回目光。他此刻坐在宝座之上，手上还拿出一张传音玉符，把顾青扰唤来。不一会，一个清冷孤傲、纤尘不染的绝色仙子赤足走了进来。看到顾青扰，叶青云目光一亮：“小扰，快快过来，老祖我可想死你了。”闻言，顾青扰的那双星眸闪过一丝羞意，但他未停下脚步，而是朝着叶青云款款走去。只是刚一来到叶青云身前，他就直接被叶青云拦腰抱起，放在了他的腿上。老祖，青扰又不会跑，您何必如此急切？顾青扰那张清冷仙颜上泛着红晕，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起来。这不是许久未见，老祖我忍不住吗？叶青云唇角微扬，他可是好久没享受到小扰的贴心服侍，这几天必要让他好好重温下之前的教导。老祖，顾青扰轻轻喘气，心眸静静地看着自身被老祖抱起，并往寝宫的方向走去。他知道这段时间他怕是无法下榻了。7天后，老祖，青扰的修为增进了许多。软榻上，简单披着半透明白色轻纱的顾青扰面色微红地坐在床沿边，意外地感应到体内修为的快速增长。老祖居然没有骗我，那乾坤合道诀竟真是一门强大双修功法。顾青扰心里讶然。最开始老祖传授他乾坤合道诀，并说明与他修炼就能快速精进修为时，他是不信的。无他，过往老祖经常用这些借口骗他玩新花样，搞得他现在都不那么相信老祖的这些说辞了。正常，与我用乾坤合道诀修炼，自然有这种程度的进步。叶青云在一旁伸手轻搂住顾青扰，抚摸着他那滑腻的雪肤。顾青扰没有动作，任由他手上动作。老祖，不久前祖地内有不少老祖出世，且还有一些过往门内封存的天骄出世。顾青扰心眸一转，向叶青云诉说着此事。哦，叶青云的大手停顿了一瞬，但下一秒就又继续动作着。是看如今天地环境逐渐变好，才让他们出世吗？或许那2大书院也要重新出现在世人眼中了。叶青云心想道。他暗忖片刻后，朝怀中的顾青扰问道：“小扰，这次有多少老祖出世？”闻言，顾青扰想了想，至少有5位老祖以上，而且老祖他们出世没多久就去往中域了。去往中域？叶青云挑了挑眉，老祖他们不会是去找天机阁的麻烦了吧？顾青扰轻点琴手，面上带着些许不解。他并不知晓天机阁围杀叶青云之事，是以不明白老祖他们为何前往中域。见他不解，叶青云也是对他简单说明1、2。在得知老祖曾被天机阁和魔宗的圣王带着地气围杀后，顾青扰俏脸寒霜，心中杀机毕露。老祖，青扰日后必会让他们付出代价。顾青扰抬起头，心眸满是认真。叶青云可是他极为重视的长辈，再加上长久的修炼，让叶青云在他的心中地位很是不一般，所以他才会有如此大的情绪变化。听到顾青扰的话语后，叶青云面上满是笑意。好好，老祖我可真没白疼你。看着面前的顾青扰，叶青云心里极为喜爱。他手指一挥，迷你的混沌钟出现在一侧，混沌钟微微一震，一道混沌印记直接打入顾青扰的体内。老祖，这是……顾青扰看着那混沌钟，又感应一番体内那心念一动就能释放的印记后，心中微震。他发现那印记的力量极为恐怖，圣人远远不及。此乃极道地气混沌钟，我刚给你的印记蕴含3次混沌钟的攻击，可为你护到3次。若是用完，你也可以再来找老祖我为你补上。叶青云的话语让顾青扰心中掀起滔天波澜，他没想到老祖竟给了他3次地气攻击的印记。沉默片刻后，顾青扰那柔和的声音从他那痰口中传出：“青扰多谢老祖。”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简简单单的说了一句话，但话语中的各种情绪却是被叶青云清晰发现。看着眼前眉宇柔和的顾青扰，叶青云唇角勾起一抹弧度。既然小扰如此感激老祖我，那就再陪老祖我修炼修炼。叶青云眼中光芒闪烁，扫向其一双白皙无瑕的玉足，目的不言而喻。顾青扰自然注意到老祖那火热的目光，他虽有些羞赧，但也是没有丝毫要拒绝的意思。老祖想要他给便是，毕竟现在他身上的一切都是老祖的。老祖既然想要，青扰自然会满足你。顾青扰轻声开口。
当他移动玉腿时，叶青云上前在顾青扰耳畔边低声说了些什么。顾青扰面色一正，点了点头。旋即他从储物戒中拿出了一双素白罗袜。之后的事一切尽在不言中。当顾青扰离去后，已是过了半个时辰。这段时间内，除了顾青扰的卖力感激，叶青云也是用乾坤合道诀助他修炼，这也让他到了王者境界的门槛之前。现在已是回去闭关突破了，先让师姐他们也来跟我修炼几天，用乾坤合道诀帮他们好好提升下修为。叶青云盘坐在床榻上，脑中思绪不断。他知道这乾坤合道诀一旦被老祖他们知晓，必会被他们团团包围，走都走不开。不过好像也不是坏事，没准都解锁多人修炼呢。他美滋滋地想到。随即叶青云大手一挥，当即叫来白玉壁内的赵青音吉女和他的徒儿月子嫣。至于他的师尊，还是接受不了多人修炼，是以叶青云也没有强迫什么，准备到时单独指导师尊，并把3块天神石交给他。一连几天，叶青云就没有停下修炼，其中赵青音吉女被他喂得饱饱的，修为提升许多，而他的好徒儿月子嫣却也要快速提升到圣人后期为借口，接连不断的与他修炼。不但修为快速提升，就连生命本源都不断被他吸取，让他娇颜通红，容光焕发，各种好师尊的叫着，让叶青云兴奋异常。师尊，徒儿突破契机已至，就不打搅您了，请宫内。一袭银发垂腰的月子嫣已是穿上银白长裙，包裹住那令人遐想的诱人娇躯，就连那张精致脸庞也变得毫无感情，好似之前的修炼并没有让他的心湖产生涟漪。这么快？坐在床沿边的叶青云愣了一下，嫣儿的修为精进的那么快吗？不过他也没有多想，只是高兴地说道：那你快去闭关吧，之后一段时间内的门内事务，仙柔都会处理好的。月子嫣轻轻点头，她一双紫眸注视着师尊的白袍和其体内，在注视几息后就裙摆微扬，转身离去。目送月子嫣离去后，叶青云看着四周躺在地毯上几个沉睡过去的家人，直接大手一挥，把他们送进了白玉壁内。做完这些的他站起身，可以看见身上的白袍干净整洁，没有一丝污浊。作为真仙器，净尘是最基本的功能，得去找师尊了。叶青云想着，化作流光离开斩尘殿，往距离此处不远处的一座山峰上前去。天道峰是这座山峰的名字。当叶青云来到这里时，发现从天道峰上的唯一大殿内走出一位他从未见过的绝艳女子。绝艳女子身穿深紫长裙，如瀑般的紫色秀发自然垂落，只是简单在发尾用紫绳轻轻绑住，其眉心一点紫莲印，让她散发着清冷而又空灵的气质，让人惊艳失神。绝艳女子自然也是看到站立在不远处的叶青云，她停下脚步，对其施了一礼：夏乾子拜见斩尘老祖。夏乾子，你是从祖地出来的天骄？叶青云温和问道。正是。夏乾子轻轻颔首，态度恭敬。他那双美眸望向叶青云，带着一丝好奇。他听说这位修炼吞天魔功，且还得到斩尘地剑的认可，在望尘山地位极高。如今看来，那些人说的不错，这位真的很特殊。叶青云也在打量着夏乾子，发现他极为年轻，魂龄不过30出头，居然已是阴阳境后期了。看来天资极为惊艳啊！看您还有要事，乾子就不打扰您了。知道叶青云来此事有事的夏乾子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再次对叶青云行后辈之礼。虽然他算是叶青云的前辈，但其的修为已是超越了他太多，他自然不可能摆出前辈的架势。毕竟一切终究还是要靠境界修为说话。叶青云点头，注视着夏乾子离去的背影，看了几眼后，他就收回目光，继续往天道殿内走去。刚一进去，叶青云眼前的场景一变，瞬间来到了殿内深处。青云来此找为师，有何要事？一道如天籁般动听的声音从前方传来，让叶青云抬头望去，只见身着道袍的穆君婉正面色清冷的盘膝坐在道台上。他那双美眸虽极为平静，但在看到叶青云后，还是有涟漪生出显然，其心里并没有表面上的那么平静。青云自然是来送师尊一些礼物的。礼物？穆君婉面上露出犹疑之色，他这好徒儿不会给他准备一些乱七八糟的礼物吧？叶青云只是看到穆君婉的神色，就知道他在想什么，这让他有些无奈。他这次真的是来送正经的礼物。师尊，不是你想的那些，我是来送这个的。叶青云大手一张，随着一道光芒闪过，掌心瞬间出现了3块天神石。穆君婉在听到他的话后，美眸一瞪，为师才没有想那些肮脏的东西。是。叶青云无奈点头。哼。穆君婉轻哼一声，目光从他脸上移开，转而看向他的手掌心的3块闪烁着青白之色的不规则石头。天神石。只是一眼，穆君婉就认出了叶青云手上的石头是天神石。不错，这可是徒儿专门从一险地里找到的，为的就是孝敬给师尊您。叶青云正色道。虽然天神石是他从少神云身上搞到的，但师尊不知道，
还不是任由他说什么？而且他也不算说谎，陨龙谷确实是显地吗？显地，青云你没受伤吧？在听到叶青云是从一处显地内得来的天神时，穆君晚顿时关切道，同时他的心里还有些感动，觉得叶青云真是他的好弟子。除了有些坏毛病外，其余的一切都很好。没事，那处显地其实不危险。叶青云摆了摆手，开口安慰着穆君晚，下次别去那么危险的地方了。穆君晚虽然半信半疑，但看着如今已是大圣的叶青云，也是放下了心中的一丝担忧。青云知晓，师尊。叶青云轻笑道。说罢，他还走上前，亲自把天神石交到了师尊手上，过程中自然是开了一些油。对此，穆君晚没说什么，只是轻瞥一眼叶青云那不安分的手，算是默认了。师尊，弟子这还有一法，能让您快速消化这天神石。叶青云眼中满是认真的看着穆君晚。什么法门？穆君晚只是与他对视一眼，就知晓他要做什么。不过摸着手上温热的天神石，他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问道：嘿嘿，师尊很快就知道了。又是一天时间过去，看到修为快速提升，距离圣王中期只有一步之遥的穆君晚，叶青云也是面带轻松的朝祖地望尘岛飞去。望尘岛竹屋内，你说你那乾坤河道诀能助我突破到准地？坐在竹椅上的太微大圣在听到对面叶青云的话语后，手上倒茶的动作都顿了顿。叶青云看着太微大圣那讶然的表情，知道自己所说的事也是把这位见多识广的老祖给惊讶到了。那功法也是你在外面得到的？太微大圣脸上恢复从容，只是语气夹杂着一丝酸涩，这种好运道他曾经怎么就没遇见过呢？叶青云点点头，算是默认。不过这篇功法需要以我为主修炼才能运转成功，老祖您不能有丝毫反抗，不然会前功尽弃。叶青云目光闪过狡黠之色，他说的自然是谎话，不过就算太微大圣不怎么相信，之后也会犹犹豫豫的让他占据主动的，毕竟准地之境太诱人了。太微大圣确实极为怀疑叶青云的话语，但想到他一反抗就会前功尽弃，他就心有犹豫。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老祖，你也不想未来突破瓶颈失败吧？叶青云来到太微大圣的身边，在他晶莹的玉耳旁轻轻呢喃。太微大圣面色微红，心中反复犹豫，最终他合上眸子，只说了一句话：你别太过分。见状，叶青云露出笑容，他知道翻身做主的机会到了。一天后，此双修法门确实玄奥。床榻上的太微大圣脸颊红润，美眸流转，他能清晰感应到他那常年不动的修为竟然精进了一些。要知道大圣巅峰每前进一分都极为困难，乌龟爬都不足以形容。神州大陆的古史上一生卡在大圣巅峰的修士多到数都数不清，从这也能看出成就准地是有多难。那是当然，我怎么可能会骗老祖您？叶青云满面春风地站在床榻外，语气温和。这次他可是借此机会好好教训了一下太微大圣，让他明白什么叫做后辈不可欺。你别太得意，要不是为了修炼，我是绝对不会如此纵容你的。太微大圣在床榻上坐起身子，目光带着丝丝羞恼之意。他这次修炼不敢有丝毫反抗，因此可谓是牺牲极大。但想到修为的精进，他也是默默隐忍，把这些当作道心的磨砺。老祖，我是为了您的修行才对您各种修炼，您要体贴一下我啊。叶青云轻轻叹息，他这般那般可都是为了老祖，结果老祖还如此看待他，真是让他伤心不已。呵，太微大圣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他跟叶青云一起修炼的时间也不算太短，自然清楚他的为人。自然的，他对他的话也是嗤之以鼻，信都不带信的。要不是那乾坤河道诀关乎着他的道途，叶青云可没那么轻易占据主动。见状，叶青云也只好转移话题，说起了正事。老祖，我要去见天殿内的诸多老祖。看到叶青云脸上的认真之色，太微大圣也是不再乱想什么。我知晓了。他轻点琴手，知道叶青云如此认真，必定是有要事要向诸多老祖说明。不一会，太微大圣就穿好道袍，如雪的白发用素银冠整齐竖起，那清冷如霜的气质让叶青云都不禁多看了几眼。走吧，我带你去天殿。太微大圣面容淡然，缓缓向竹屋外走去，叶青云则跟在其身后。天殿内，你们两人来此有何要事？两人刚一进入天殿，一道清冷淡漠的悦耳之音传来。叶青云循声望去，目光落在天殿中央渺渺白雾旁的一块神园上，可以看见神园内有一位风华绝代的仙子，其一双淡白之眸正静静地看着他。这位是天霄老祖。太微大圣对身旁的叶青云开口提醒一声，叶青云点了点头。这位他曾经自是听过的。拜见天霄老祖，青云此次前来是有要事要说。说罢，叶青云身上一道乌黑流光划过，
落入了他伸出的手心之中。老祖请看。看到叶青云手上漆黑如墨、布满血红魔纹的魔冠，天霄老祖眼眸一眯，心头瞬间涌现出一个猜测：莫非这是吞天魔冠？老祖，此乃吞天魔冠，青云侥幸在外获得。叶青云语气平静，好似获得吞天魔冠对他十分轻松一样。事实确实如此，对他来说，这吞天魔冠几乎跟捡来的差不多。天霄老祖沉默了。他之前听太微说，这位后辈不仅在外突破境界，还获得一件极道地气。本来这已是让他极为惊讶，如今他居然还拿出了吞天魔冠。凡俗话本怕是都不敢这么写。其余神渊内的老祖也悄然睁开了眼睛，目光都不禁上下打量着叶青云，想看看他到底哪里不同。在叶青云身旁的太微大圣也是眼皮微颤，显然心里又被狠狠震惊住了。你的运气不错，未来可以去找找魔盖，据传二者合一后，其内会有神秘机缘出现。天霄老祖平静地说了几句，叶青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心里已是记下他的话语。神秘机缘吗？他思忖片刻后，就先压下心中的疑惑。天霄老祖，天机阁的天机地印和魔宗的地府都在吞天魔冠中，该怎么处理？他本来是想要抹去两地气中的众多烙印，但冥冥中他感觉抹去烙印怕是有危机出现，所以最终他就没抹去，而是准备交由老祖们处置。反正他有混沌钟和吞天魔冠，根本不缺这两不听话的地气，交由我即可。一道不知从何而来的空灵声音在叶青云心底里响起。叶青云瞳孔微缩，连忙转身看向从殿外走来的一个浑身被雾霭遮掩的人影。雾霭人影身上毫无气息，好似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一般，但若是有人用神念一探，就会看见一片虚无，深深沉沦其中。好恐怖的强者！叶青云心里满是凝重，他没有丝毫察觉到此人，要不是他主动暴露，他都不知道有人走了进来。而殿内所有老祖以及他身旁的太微大圣在看到这位后，都是面色一变，拜见地祖。听着一众老祖那极为恭敬的声音，叶青云也是赶忙跟着身旁的太微大圣一样拱手一拜，同时他的心中泛起惊涛骇浪。准地老祖都叫地祖，我望尘山还有大帝活着啊！叶青云脑中无数繁杂念头涌动，不用多礼。雾霭人影的声音通透轻盈，不染一丝烟火气。他转过头，哪怕被雾霭遮掩，看不到他的眼睛，但叶青云也能感受到一道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小家伙，你的心思有些杂乱。叶青云面色不变，脑海中没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可不想被窥探内心，四也知道不好多窥探别人内心。雾霭人影收回了目光，把你吞天魔冠内镇压的两件地气放出来吧。雾霭人影轻声道。是。叶青云手上吞天魔冠魔光闪烁，有一道白芒和血芒从其中飞出，只是刚一出现，这两道光芒其中的地气就迫不及待地展开威势，想要灭杀所有。可惜那雾霭人影只是轻轻抬了抬手，那两件地气就被一股无上之力顷刻镇压。随着雾霭人影再次挥了挥手，这两件地气就被送到了一处莫名之地。好了，这两件地气被彻底镇压，以后翻不起什么大浪了。雾霭人影那轻描淡写的话语让叶青云暗暗咂舌。大地恐怖如斯见地祖处理完后就要转身离去，叶青云连忙喊道：地祖，魔冠内还有我所获得的仙岛。此话一出，当即就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给震惊住了。无数目光顿时交集在叶青云身上，让叶青云都倍感压力。小家伙，此言当真？雾霭人影的语气稍显波澜。当真。叶青云颔首，直接用手上的吞天魔冠把其内的仙岛气息放出来一丝。感应到这一丝仙岛气息，雾霭人影点了点头，确实有长生精气的味道。他虽然没见过仙岛，但长生精气他却是极为熟悉。你是要把仙岛献出与望尘岛融为一体吗？雾霭人影的空灵声音似带着浅浅笑意。正是。叶青云面色一凝，极为认真地开口说道。对于他而言，仙岛融入望尘岛对他没什么影响，其中大部分资源可以让门内的人帮他处理好，送来用作修炼。至于他用不上的资源，也可以用来培养望尘山。且仙岛融入望尘岛这一点，就能让一众老祖对他更加重视，未来可以更好地开发各种修炼技巧。再者，日后这望尘岛未必不能姓叶。叶青云隐晦地扫了一眼在场的众多老祖，心里暗暗想到，他怎么想都觉得自己血赚了。好吧，好，不愧是我望尘山的门人。雾霭人影对叶青云十分满意。这后辈虽然欲念旺盛，但这根本不算什么，单单只是他贡献出仙岛，就足以让人无视那些小毛病。更何况他还得到了那位的认可，日后你可掌望尘山其余3件地气，不过看你的样子，想来也不会需要。雾霭人影轻笑一声，但闻言的天霄老祖他们心里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地祖如此说，岂不是说明他要让叶青云成为掌4件望尘山地气的望尘山之主？
不过想想叶青云的特殊以及他献上的仙岛，众多老祖也是没有什么意见，多谢地祖。叶青云目光一亮，当即拱手拜道。他自然知晓其中的意思，这是要让他成为望尘山之主。这望尘山之主可和望尘山圣主不同，是可以轻易调令祖地内的所有老祖听命，相当于望尘山在位的当今大帝。未来我可以义正言辞的与众多老祖修炼，不过生命本源还是得给，但肯定是由我主动，到时可以轻松解锁各种修炼姿势。叶青云美滋滋的想到，跟我来，并没有窥探他内心的雾霭人影，对叶青云唤了一声，就转身往殿外走去。叶青云收敛念头，上前跟在他的身后。而在原地的太微大圣和一众神渊中的老祖看着这一幕，目光闪烁，也不知在想些什么。太微，新兰他们回来了，你去把他们接来。这时天霄老祖的声音从太微大圣身后传来。是，天霄老祖。太微大圣抿了抿唇瓣，轻轻颔首。他知晓等叶青云回来后，星兰老祖他们也要跟他一起修炼了，毕竟他已是大圣，能承受得住准地修炼。只是不知为何，太微大圣的心有些微微酸涩，好似不想把叶青云跟太多人一起分享。爱望尘岛的天穹上，雾霭人影带着叶青云来到了这里。在这里从上往下俯瞰，可以清晰地看到望尘岛上的一切。把仙岛放出来吧。雾霭人影轻声开口。叶青云颔首，手上的吞天魔冠自主飞出，直接在两人的上方把仙岛吐了出来。轰隆隆，广袤的仙岛刚一出现，周围虚空就开始不断破碎着。不过雾霭人影只是一挥手，这些破碎虚空直接被抚平，顺带还镇压着仙岛的无意识颤动。但他的出手好似让仙岛有了激烈反应。只见仙岛内有一缕缕看不清的力量在汇聚，那股恐怖的波动让雾霭人影都极为凝重。下一瞬，吞天魔冠绽放出乌黑魔光，瞬间把那汇聚的力量打散。地祖，那股力量我会用吞天魔冠镇压，其余的就靠您了。叶青云语气平静。雾霭人影应了一声，目光还不禁看了一眼那吞天魔冠。他看出那股力量乃是残缺仙力，没想到这吞天魔冠能如此轻易的镇压，倒是不负他那恐怖的威名。随即雾霭人影不做他想，浑身缕缕地气涌现，3000大道在其脚下沉浮。伴随着他抬起双手，一股让人惊恐悚然的大地之力拖动着仙岛，让他开始与望尘岛接近融合。轰！今天的碰撞声响起，仙岛的本源开始与望尘岛的本源交汇融合着。仙岛似感应到自己的未来一般，那股残缺仙力飞速汇聚着，想要灭杀他们。可惜吞天魔冠只是轻轻一压，那残缺仙力哀鸣一声，直接破碎开来，根本无法反抗。这一幕也被刚来的星兰等人和天殿内的众多老祖所感应到，长生精气变得更加浓郁，就连一些珍贵资源都开始生长了。星兰那双泛着琉璃色的美眸看着望尘岛不断轰隆扩张变大，天地灵机不断攀升，那夹杂在灵气中的长生精气都开始变多，让他的寿元都增长了不少。就连一些灵草灵木都在汲取四周的天地灵机疯狂生长，甚至还有各种在外已经绝迹的药材都从领土中冒出来头来。这是曾经干瘪已经毫无生机的药材种子，本该继续沉寂，却因仙岛融合带来的磅礴本源所多了一份生机。那位后辈这次倒是立了天大的功劳。在其一旁，一位发丝高盘、雍容华贵的成熟女子淡然说道，她那精致到毫无瑕疵的面容挂着丝丝笑容。星兰轻瞥她一眼，听太微他们说，叶青云已是被地祖立为望尘山之主，你未来的要尊敬一些。星兰知晓他之前对叶青云的那些破事颇为不满，但如今他乃望尘山之主，那些不满必须放下。我知道。成熟女子也知晓叶青云的身份不一般了，是以她只能轻轻叹息，斩去心中原本潜藏的一丝不满。星兰见此才移开目光，转而继续望向天穹上的叶青云，眼中带着好奇之色。太微就是因与叶青云这后辈修炼多了一些杂念，这让他十分好奇男女修炼是何等滋味。天穹上，看着仙岛不断融入望尘岛后，那股汇聚的残缺仙力越来越少，雾霭人影朝叶青云说道，你可以收回吞天魔冠离去了，那些仙力我已可以独自镇压。听闻此言，叶青云面色不改，地祖，青云还想再帮帮你？笑话，这么简单就能增加地祖一些好感的事，他傻了才离去。你未来也想与我修炼？雾霭人影的这一句差点让叶青云维持不住那平静表情。嗨，叶青云咳了一声，您老这么直接的吗？雾霭人影似没看见叶青云的尴尬，就算我愿意与你修炼，你没有准地巅峰的修为境界，连我的防都破不掉。他很平静地说出了事实。区区大圣境界的叶青云，连他身上的一根毛都不如，属于吹口气就能吹死一大片的蝼蚁。雾霭人影的话并没有让叶青云气馁，反而让他目光一亮。地祖这话不就代表着他有机会？地祖，若我成就准地巅峰，我就能与您
修炼。叶青云凝视着雾霭人影，再看吧。雾霭人影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但就是这模棱两可的话语，让叶青云不禁遐想起来。直到那残缺仙力再也汇聚不出后，叶青云这才只好无奈收回吞天魔冠离去。雾霭人影垂手望着叶青云的背影，也不知在想些什么。飞回望尘岛的叶青云发现，此时的望尘岛相比起之前已是扩大了至少几倍有余，就连各种原本出现在仙岛上的许多资源都开始有在望尘岛上生长起来。倒是可让徐子轩他们拿走一些资源炼丹，效果更大化。叶青云暗想道，徐子轩是望尘山的二长老，也是负责望尘山炼丹之事。想起徐子轩那清冷动人的娇躯，叶青云目光闪烁，准备到时和他好好交流一番。尊上，请来星兰这里一叙。一道清脆声音陡然传来，让叶青云清晰地听见。星兰。叶青云感应着脑海中的坐标，目光锁定一个方向后就瞬间飞去。他要看看是哪位老祖找他。在望尘岛东边有一座通体缭绕仙光的宫殿，宫殿名为星宫，乃是星兰准帝不久前打造的一处住所。星宫外，身穿白袍的叶青云来到了这里，看着大开的殿门，叶青云缓缓迈步走近。在星宫内，他看到了已是站在不远处静静等待着他的娇小少女。少女五官极为精致，但面容却是稍显稚嫩，其身穿翠绿云纹长裙，把她那与面容不相符的丰满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叶青云低着头看着身高几乎只到他胸口的娇小少女，眼中划过古怪之色。童颜巨乳，而且这位老祖的修为我看不透，莫非是准帝？并不知道叶青云在想些什么的星兰伸手一礼。星兰拜见尊上。他那清脆却又夹杂着清冷淡漠的声音，让人知晓她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好欺负的少女。免礼。叶青云脑中思绪散去，对他抬了抬手，表示不用多礼。他知道这位老祖拜的是他望尘山之主的身份。多谢尊上。星兰缓缓直起腰肢，抬起琴手，一双泛着琉璃色的美眸注视着叶青云。尊上，之前我已带领一些人前去中域天机阁镇，杀了不少底蕴，其中一位天机阁准帝陨落。星兰开口说道。哦。叶青云讶然，上下打量着星兰，尤其是那高高撑起的衣襟。他没想到这位星兰老祖实力那么猛，直接镇杀了一位天机阁准帝。对于叶青云的打量，星兰面色平静，任由他打量他的身材。看来这位的欲念道是真如太微所言，极为旺盛。感受着落在身上的火热目光，星兰暗暗想到：尊上，星兰需要一些生命本源，还望您与星兰修炼一段时间。星兰没有丝毫害羞地说出了此话。她的寿元虽然被之前浓郁不少的长生精气补足了一些，但还是极为稀少，需要叶青云灌注生命本源。闻言，叶青云唇角勾起，目光满是火热地看向星兰。他过往虽然也有和星兰准帝一般的娇小少女修炼过，但像这位修为地位如此之高的，却是从来没有过。好，既然你想要生命本源，我自然不会吝啬。言罢，叶青云牵着星兰的柔软玉手，让她带着她前往寝宫之内。星兰无言，只是默默拉着叶青云往殿内后的寝宫走去。当天，望尘山的一位准帝老祖在寝宫内被叶青云狠狠修炼。修炼的滋味倒是不错。星宫的寝宫内，身穿粉色长裙，一头发丝扎着双马尾的星兰心里有些回味。此刻的她正坐在桌案前的玉椅上，一双白嫩美腿轻晃，琉璃美眸正凝视着右侧软榻上休息的叶青云。可惜尊上现在的境界还是差了一些。星兰暗叹一声。距离叶青云进入星宫到如今已是半个月过去，这半个月时间内，他几乎没有下过软榻，一直与叶青云修炼着。结果境界只是大圣的叶青云还不怎么能够承受得住准帝之躯，哪怕他把主动权都交给他，也只能让他撑个半个月。就算今天他换上叶青云特别喜欢的服饰，也没有让他重新爬起。就在这时，软榻上的叶青云微动，终于缓缓坐起身子，靠在床头上。他丫的，这准帝之躯这么恐怖的吗？默默恢复体力的叶青云在心中默默吐槽着，他这次修炼大败，比当初被太微大圣他们修炼还要狼狈，那准帝之躯差点把他吸干。尊上，您恢复精力了吗？星兰那清脆的声音传来。叶青云转过头，看着扎着双马尾的星兰轻轻走来，他心中顿感不妙。嗨，我是恢复了一些精力，不过我还要去给其余人灌注生命本源，只能先停止于你的修炼。叶青云准备先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再跟大圣老祖他们修炼。至于出世的准帝只有星兰一位，这半个月也被他灌注的差不多，撑个几百年还是可以的。也对，星兰想了想，觉得叶青云说的有道理，心里原本想要继续修炼获取生命本源的想法也是一扫而空。尊上，需要星兰送您一程吗？看着穿戴整齐正准备下榻的叶青云，星兰开口问道。不用，你就先好好修炼，
可以多熟悉一下那乾坤河道诀。叶青云挥了挥手，脚步带风的快速离去了。眼见他离去，星鸾收回目光，往密室的方向走去。与叶青云和修乾坤河道诀能让他修为精进一些，确实要好好研究一番。来到星宫外的叶青云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觉得望尘岛的空气老香甜了，准地还是太超标了。叶青云在心底嘀咕一句，随即直接往太微大圣那飞去。他要好好在太微大圣那找回自信。眨眼间，3载岁月匆匆而过。这3载间，叶青云为望尘山许多出世老祖不断灌注生命本源，让他们的寿元大幅度增长，短时间内无有寿元之忧。其乾坤河道诀那恐怖的效果，更是让一些老祖突破了一个小境界，让他们更加食髓知味。而融入望尘岛的仙岛上那些资源，除了叶青云所需要的，其余无用的全都用来培养望尘山。这让望尘山上至长老下至弟子修为精进极快，其中有4位王者长老突破境界，成了高高在上的圣人。就连3年前突破到王者的当代神女顾清扰，都在这短短3年间接连进步，让外界无数人瞠目结舌，直呼其天资逆天。不只是望尘山，就连整个神州大陆都是一片繁荣之景。因这些年间天地灵气浓度不断上升，天地大道不再晦涩难悟，一些年老的圣人巅峰更是抓住机会一举突破，成为高高在上的圣王，威压五域。且无数天骄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从神州大陆各处接连冒出，甚至已经有曾经的老辈被成长起来的天骄逆伐，让那逆伐的天骄狠狠扬名了一番。这一消息传出，当即点燃了无数天骄心中的火焰，他们浩浩荡荡地开始出世，到处接连挑战各方势力的老辈。有天骄成功逆伐，自然也有天骄被直接镇压，这让一些目睹的天骄冷静了不少，觉得自己可能还是太急切了。就在神州大陆逐渐变得热闹无比之时，2大书院出世。轰！2道通天彻地的仙光直冲云霄，那股恐怖的异象，只要身处在神州大陆的生灵都能看见。无数生灵抬头看着天穹上显化出的2道擎天法相，都是面色大变。这是何等大能，居然有如此神通！灵仙书院招收5域弟子，凡是通过登天梯考核，可进我书院。天仙书院招收5域弟子，道心坚定者，可进我书院。2道宏大的话语声响彻整个神州大陆，让5域的无数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在听到2大书院出世后，有知晓其中1、2的人面色狂喜，亦有人懵懵懂懂，完全没听过2大书院的名号。但随着一些消息的传播，在得知2大书院乃是曾经仙人所立下的道统，无数5域之人顿时哗然，心中激动不已。这岂不是说他们也有机会进入仙人道统？此刻不知有多少人开始前往5域各自所在的仙光之处。东域剑阁，一个剑袍束发男子立在一处高耸剑峰之上，他面容平静，身上有凌冽气质散发而出，让人难以直视。束发男子抬起剑眸，扫视东域左右2处的仙光，最终把目光落在右处，也就是灵仙书院的仙光之上。无声，去吧，灵仙书院内有许多曾经的古老传承，其中有能让你剑道走得更强更远的无上剑道传承。在剑无声背后，一位剑眉星目，约莫20-30岁的年轻男子背负双手走来。他气息寻常，身上带着淡淡的书卷之气，好似一位书生一般。但剑无声在听到他那温和的声音之后，却是面带恭敬地转过身，朝他深深一礼：“是，师尊。”若是有人听到剑无声的话语，必然会露出不可思议之色。要知道，剑子剑无声的师尊乃是剑阁阁主，尊贵无比。而在他们的设想中，剑阁阁主必然是浑身剑气滔天，一举一动都带着威严之色的无上人物。结果此刻这位剑阁阁主就像一个温文尔雅的普通男子，温和到让人不敢置信。剑阁阁主看着面前他极为满意的弟子，温和点头，朝他挥了挥袖。剑无声没有言语，只是再次对他一礼后，就化作剑光离开了剑阁。不只是他，剑阁内另有一些天骄化作剑光，跟随他一起离开剑阁。看其等飞去的方向，正是灵仙书院所在的仙光之处。而与此同时，其余大势力纷纷都有天骄现世，其中有当代的天骄，亦有曾经自封的天骄。他们面色平淡，大部分人也是在往灵仙书院的方向驰去，唯有少部分人在往天仙书院的方向去。望尘山，站在斩尘殿外的叶青云也是收回目光，转而看向身旁一袭青色长裙，美得如梦似幻的顾清扰。小扰，把夏钳子他们叫来，我带你们去灵仙书院呢。叶青云目光深邃，对他轻声开口。此次他亲自带着他们前往，自然是有目的。一是想看看这次的一众天骄中有没有天命之子，二就是想去问问通往混沌古大陆的通道需要多久才能开启，三就是之后他还要去一趟中域。是，老祖。顾清扰面容清冷，素手轻拿出一张传音玉符，对着其传音了几句。没过多长时间，身着身子长裙，清冷而又神秘的夏钳子带着一些女修前来。
这些女修容貌倾城，浑身散发着望尘山特有的清冷气质，且其等的修为境界竟是一个都没有在阴阳境之下。拜见尊上。夏前子与身后的一众女修都是对着叶青云行大礼，面上满是崇敬之色。显然他们也是知晓叶青云如今乃是望尘山之主。无需多礼。叶青云平淡地挥了挥手。就在他准备说些什么时，一位道袍少年急匆匆地来到了这里。老祖，姐姐。顾源扫过夏前子等人一眼后，就伸手对叶青云和他的姐姐顾青扰一礼。云儿。看到顾源，顾青扰那张清冷鲜颜都温和了一些。过来吧。叶青云对他点了点头。他自然知晓顾源为何会来到这里，想到其中的原因，他眼中划过一丝古怪之色，随即不再想那些破事的叶青云袖袍一甩，其中一缕光芒从中飞出。这缕光芒直接在半空上化成了一艘长达1000丈的纯白飞舟。纯白飞舟不知是何等材质所铸，舟身竟有云雾流转萦绕，把纯白飞舟紧紧包裹其中。上飞舟。叶青云平静开口，化作流光进入了纯白飞舟之内。见状，顾青扰直接带着顾源上了飞舟，紧随其后的是夏前子他们。随着轰鸣一声，纯白飞舟瞬间破空急速远去，连丁点痕迹都无法再看到。暗中的几道神念看着这一幕，也是开始窃窃私语起来。老祖他为何要亲自带队？随便叫我们其中一位带队不就行了吗？或许是为了保护他们，可祖地有其余老祖出山为他们暗自护道，无需如此才对。那应该只有一个原因了，修炼吗？他们的话语声越来越小，最终神念缓缓散去，继续各做各的事，远去的纯白飞舟上。顾青扰在把顾源安排进一个房间内后，就在门外极轻地叹了口气。过往他的弟弟老是早出晚归，斩妖除魔，这也让他心里有些担忧。是以他就传讯他，让他跟着他一起前往灵仙书院，想让他安安静静的苦修一段时间，哪怕他未来还要斩妖除魔，也得把修为境界快速提升上去，这样不会让他太过担忧。旋即顾青扰放下心中思绪，迈动修长玉腿往老祖的房间走去。不远处的过道上，夏前子轻轻眨动子眸，他凝视着不远处的顾青扰正往尊上的房间走去，心里也是没有丝毫意外。在这几年间已是知晓不少尊上事情的他，自然知晓顾青扰为何会前往尊上房间，那是他们要修炼。想到修炼，夏前子那雪腻的脸蛋上微微一红。我是否要与尊上修炼？听说尊上的乾坤合道诀乃是玄奥无比的双修功法，只要与其修炼一次，就能胜过不少苦功。夏前子心中犹豫，最终他轻轻叹息，决定等尊上开口看是否要与他修炼。若是尊上没有开口，他自然也打算自己苦修提升修为境界。夏前子摇了摇头，不再想这些的他也是往自己的房间走去。东域血红平原，这处平原极为广袤，但一眼望去就会发现其土地通体暗红，宛如被血染红，是以此地被无数人冠以血红平原。此刻的血红平原很是热闹，正有无数修士前来此地。这些修士的面孔极为年轻，面上都带着意气风发之色，其浑身的气息最低也是神功之境，让人震惊异常。随着他们的不断到来，暗处的虚空中那恐怖深邃的气息正在不断增加。这就是通天梯吗？一个年轻天骄眼露光芒地看着眼前不远处那从天穹上蔓延下来的通天阶梯。阶梯通体玉白，仙光缭绕其中，道道瑞彩不时划过，使人移不开目光。而在阶梯上已是有不少修士正在不断攀登。哼，走得如此之慢，还得看我来。看到那些人如乌龟一般的速度，那年轻天骄不屑，真是什么妖魔鬼怪都想进入书院了。这年轻天骄负手而立，浑身澎湃气息显露，极为装逼地走上前，想要让众人大开眼界。见状，其余来此的天骄也不甘示弱地踏步走去。还没踏上通天梯，他们的气息就开始无形地碰撞起来，谁也不服谁。而在暗处的那些护道人见状，纷纷露出了笑容。年轻就是好，老夫可是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热血沸腾的一幕了。我族天骄必会是第一。哼，就你族的后辈，还不如我金家的天骄金云。放屁，就那金云不过是一个肉体强大的莽夫罢了，如何比得上我族好狼？什么莽夫，那叫勇猛。看到两人争吵起来，其余护道人也是默默看着好戏，就差蹲下来吃瓜了。白家的那些人来了。有人朝外看了一眼，饶有兴趣的开口。听闻此言，其余人也是把目光放在了外面。只见血红平原上，一艘表面上刻有白字的庞大飞舟停在半空上，一个身材强壮、面色极为英俊的白发少年带着一些天骄从身后的飞舟上走出。他一身白衣，发丝雪白，就连鞋子也是白色的，可谓是浑身上下都是白色。白家白云念。刚来到血红平原上的一些年轻天骄在看到他，瞳孔微缩，口中呢喃着他的名字。这位乃是准帝家族白家的古代天骄。
他一出世就在外界与不少天骄大战连天，甚至在2年前以阴阳镜中期击败一位阴阳镜后期的出名天骄，让无数人瞠目结舌，赞叹不已。他的修为看来是恢复了不少，已经是阴阳镜后期了。一个身披金色甲胄，面貌约莫20多岁的英武男子目光微眯，心里有战意生出。那白云念似乎感应到了什么，转头与英武男子对视了一眼。是他。白云念只是一眼就认出了这位，乃是跟他同一个时代的天骄。不过他只是与其对视几息后就收回了目光，他修为还没恢复，还不到时候。剑阁的人来了，一道惊呼声把白云念的注意力吸引而去。他遥望远处不少踩着飞剑急速飞来的剑修，目露金光，很想试试这一代的地统势力的天骄有多强。来到此处，那些剑阁天骄脚下的飞剑当即停下，可以看见他们身穿专属于剑阁的剑袍，浑身那凌厉的剑道气息让无数人心中一凛。剑阁天骄的为首者的剑无声一双剑目扫过此地，那股无形的气机让许多天骄极为凝重，纷纷在心中把他列为了大敌。上通天梯，剑无声没有在意那些人，而是平淡地对身后一众剑阁天骄开口。虽然他们可以不用考核直接进入灵仙书院，但走一趟通天梯对他们也是有着好处。是，剑子。一众剑阁天骄颔首。就在他们踏上通天梯时，东域其余的地统势力天骄也纷纷到来，其中那一举一动都携带着天地道运的夏乾子更是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不只是他那惊人的美貌，更是因他的体质乃是先天道胎。望尘山的纯白飞舟上，小冉儿，跟他们一起下去吧。叶青云对刚穿戴整齐、绝色容颜上还泛着红润的顾青扰轻声说道，至于他则是要在暗中看看此地有多少天命之子。是，老祖。运转清心诀的顾青扰很快就恢复了过往那清冷出尘、飘飘如仙子的模样。在顾青扰离去后，叶青云一转身，身形也从非洲上消失。无垠天穹之上，也就是通天梯的终点那，连接着一块不知有多大的圆形法坛。法坛上铭刻着各种道纹，在边缘之处更站着2位笑呵呵正在谈论些什么的老者。左边的老者一头赤发，身上的赤袍有火焰般的纹路闪烁，好似随时都有火光冒出焚烧一切。火老头，此次的天骄真是多啊，其中的一些天骄都让我忍不住心动，想要收入门墙了。右边背负玄龟壳、头戴梭帽的老者不时打量着身前的5个巨大投影，其中的画面赫然是5域各个踏上通天梯的天骄。自然，我灵仙书院资源众多，且我等与那些大势力的人关系密切，他们自然也会让自家子弟进入我灵仙书院。说完，梭帽老者微微摇了摇头，他想起了与他们灵仙书院齐名的天仙书院，他很是不理解，为何到了如今还要给那么多散修一个机会呢？神州大陆的顶级天骄几乎就是出自那些势力，培养他们不好吗？就在这时，2位老者面色一变，连忙望向一旁远处不知何时站在那里的白袍男子。在看到白袍男子的面容后，他们那原本提起的心瞬间放了下来。原来是这位。灵仙书院长老火离霜拜见斩尘老祖。灵仙书院长老灵曲拜见斩尘老祖。2位老者对其弯腰拱手一礼，面上满是恭敬之色，而他们的心里此刻已是翻江倒海，久久无法平息。他们竟在斩尘老祖身上感应到了大圣老祖才有的深邃气息。莫非望尘山的斩尘老祖已是那高高在上的大圣强者？2位不必多礼。叶青云淡然一笑，对2人抬了抬手。霎时，一股无法抗拒的恐怖力量瞬间强行让2位老者直起了腰肢。感受到这股陌生却又熟悉的伟岸之力，他们面面相觑，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一丝震惊。错不了，这斩尘老祖当真已是大圣之境。斩尘老祖前来此地是想进入灵仙书院吗？火老头恭敬问道。叶青云摇摇头，那通往混沌古大陆的通道何时开启？闻言，火老头和林老头一愣，没想到这位来此问的是这件事。我等已和天仙书院约定好，在5年后合力开启那混沌古大陆的通道。林老头回应道，开启通往混沌古大陆的通道是要资源的，而且需要的资源极多，是以他们是和天仙书院合作的。而在5年后开启，是因通往那处的阵坛已是快积累满2000年的能量，能让到时需要投入的资源少一些，顺带也是为了让一众天骄能够再次成长一些，能应对更多的危机。要知道混沌古大陆可没什么禁止，就连老辈都能进去。5年吗？叶青云心里嘀咕一句，这段时间不算长，他自然也不会着急什么，毕竟他知晓要开启通往那里的通道需要不少资源，为了一点时间而自掏腰包提前开启，他自然不会那么傻。随即他又跟这2位书院长老聊了几句，不外是让2人在书院内多多关照他望尘山的门人。火老头和林老头自然是连连点头，并拍拍胸膛表示自己一定会关照好他们，这让叶青云的面上露出笑容，当即给了他们一些好处。得到好处的火老头和林老头脸上的笑容真诚了不少，
暗暗决定在未来得给那些望尘山天骄多一些他们灵仙书院独有的资源。叶青云没有再去看他们，而是在饶有兴趣地看着面前的5个投影。在其中的一个投影中，他瞬间认出这就是血红平原那的状况。只是片刻，他的目光就锁定在了其中一个身穿蓝袍的清秀少年身上。定，检测到天命之子徐州，身份散修域外混沌古兽寄生者，体质域奴之体，被域奴功改造，修为阴阳境初期，域外混沌古兽的寄生者。叶青云眉头一挑，混沌古兽乃是混沌虚空中的一种特殊生灵，成长起来后几乎个个都有大地境的实力，佼佼者更是有仙人之力，而且其等以世界本源为食。有混沌古兽发现了神州大陆，叶青云若有所思，心中并没有过多担忧。这混沌古兽若能吞噬神州大陆的世界本源，早就吞噬了，不可能只耍这些小手段。也不知那混沌古兽在这徐州身上投下了多少目光，且其能够成为天命之子，身上或许有着未来能摆脱混沌古兽的好东西。叶青云脑中念头不断浮现，已是记下了这个徐州，准备找一个机会把他给吞噬了。接着他又把目光放在其余4个投影上，其中的2个人影让他侧目。定，检测到天命之子苏天业，身份穿越者大弟子嗣，体质太阳之体，修为王者境巅峰，楚言，身份穿越者签道系统宿主，体质不灭金身，修为阴阳境中期。2个穿越者，一个弟子，一个身怀系统吗？叶青云目光玩味，也是把2人记下。最终他又仔细扫了5个投影，发现没有其他人了之后，就直接在火老头和林老头的目光下直接离去了。见状，2人心里缓缓松了口气，跟这位待在一起还是很有压力的。东域血红平原，元儿，你在看什么呢？这里有你的熟人吗？顾清饶眼见顾源目光一直直勾勾地看着通天梯，也是颇为疑惑地问了一声。啊，没有。听到姐姐声音的顾源有些恋恋不舍地收回望向通天梯上那些让他心跳加速的难修的目光，同时他心里原本的一丝不情愿瞬间没了。这里竟有如此多能让他心动的好兄弟，要不是他悄悄捏了一把腿上的肉，怕是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梦中了。顾清扰黛眉微蹙，他自然看出鱼儿在撒谎，但他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撒谎。有什么不能说的吗？姐，我要去上通天梯。怕被自家姐姐看出什么的顾源连忙开口。这些年间逐渐了解许多常识的他，自然清楚自己的癖好好像有点不一般，所以他根本不敢跟自家姐姐说什么。听闻此言，顾清扰的眉头松开。好，他没有深思下去。夏钳子他们早早踏上了通天梯，他们也不能太落后了。看着转身往前走的顾清扰，顾源心里松了口气，静静在他身后跟着。同时他的眼角余光不禁往通天梯上的那些男修望去，其中一位白发白衣的男子更是让他移不开目光。这男子的身材不仅如此之好，就连面容都如此完美，绝对的极品啊！我一定要和他成为好朋友。顾源心思活跃，眼中满是精芒，并不知晓自己弟弟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顾清扰带着他踏上了通天梯，而他们所不知道的是，一个身穿蓝袍、面容清秀的少年的目光正紧紧盯着顾清扰的背影。我的玉奴诀在这望尘山神女身上竟有那么大的反应，看来其身上的气运极为浓郁。清秀少年眼中微亮，心中已是开始算计着什么。徐州哥，你怎么还愣在这里？在他一旁，一个身材毫无起伏，但一双笔直长腿却极为吸睛的貌美少女疑惑问道。在顺其目光看到望尘山神女那绝美的倩影后，顿时嘟起了嘴。这望尘山神女身前那么大一坨累赘，至于眼睛都瞪直了吗？还不如她的好身材呢。听到红衣少女的声音后，徐州收回目光，注意到红衣少女脸上的不满幽怨，他连忙上前哄道：幽月，我只是好奇望尘山神女长什么样，真没有那些心思。真的没有。红衣少女与徐州的眼睛对视，语气极为认真。没有。徐州目光坦然，毫不心虚地与他对视。片刻，红衣少女移开目光，轻哼一声，原谅你了。说罢，他扭动他那毫无起伏的娇躯往通天梯的方向走去。徐州笑呵呵地跟在红衣少女身后，他准备先把此女彻底收服，之后再考虑顾清扰之事。终于，焚炎天宫坐落在一处赤红色火海之上，此火海乃是陨落火脉，乃是火道修士的圣地，其火海内部每100年会生出一些陨落火水，对火道修士修炼的帮助极大，这也是焚炎天宫常年不衰，代代强者辈出的原因之一。而此刻，叶青云已是跨越无垠疆域，悄然来到这里。他目光悠悠，看着陨落火脉上有6座通红山峰，分别以特殊的方位矗立6个位置。叶青云知道，
这6座通红山峰随时都可组成一道恐怖阵法，护佑焚炎天宫。他没有着急潜入进去，而是拿出了一张传音玉符，放着残图的宝库在哪里？叶青云通过玉符对身处在焚炎天宫内的属下平静问道。他此次前来是为了残图之事，这几年在望尘岛上，他自然有拿出残图给众多老祖看看，想知道见多识广的他们认不认识这张残图。本来他心里没有多大期待，结果还真有老祖认出了那卷残图，也让他知晓这卷残图关乎着焚地神炎的下落。想起古籍中对焚地神炎的记载，叶青云心里满是火热。这焚地神炎曾被一位火道准帝掌握，凭此灭杀好几位与他同级别的人物，让那火道准帝威名大噪，许多准帝对其忌惮无比。单单只是这一点就足以让叶青云对其渴望。自然的，如今身上有关于焚地神炎下落残图的他，想凑齐残图把它找到。主人，宝库在陨落火脉的最下方，那里有2位圣王老祖沉睡。传音玉符微颤，一道声音也从其中传来。闻言，叶青云当即明了，宝库的守护者吗？2卷残图都在其中吗？叶青云再次问了一句。当初他从那个通老身上得知其持有1卷残图，并放在了灵苍阁内后，就派了中域的下属前去获得，结果得知残图早就被焚炎天宫所交易走，都在其中。不过主人您要小心1、2，那处宝库是与6大火峰连接的，没有公主的令牌，任何人都无法进去。只要有人强闯，焚炎天宫的人立马就会知晓。若事情闹大，焚炎天宫背后的地统势力可能也会有所动作。焚炎天宫的那位属下提醒道。无妨，就算闹到天翻地覆又如何？叶青云面色平淡，心里毫不在意。他有混沌钟与吞天魔冠，就算是焚炎天宫的底蕴全都出来，他也能瞬间镇压。就算焚炎天宫背后地统势力的人来了，他也能通通镇压。那位属下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苦笑了一声。罢了，就随主人去吧。叶青云收起了玉符，转而化作流光，隐秘潜入陨落火脉内。陨落火脉内部温度极高，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色彩，好似由无数不同的火焰组合而成。而在底部却是有许多熔岩形成的特殊土地。在这特殊土地上，叶青云悄然出现在了这里。他抬起眸子，望着眼前不远处的一座通体用火红色石块堆砌而成的巨大火殿。那巨大的火殿殿门刻满无数符文，与陨落火脉上的6座通红山峰所铭刻的阵纹极为相似，看来只能强闯了。叶青云凝视着殿门前左右2侧的2块神元，心中暗暗想到。随即他也是不再思索，一步踏出，来到了殿门前。这股陌生的气息也是瞬间让2位沉睡在神元内的圣王惊醒。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其一身本源和封印自身的神元都被眼前不知何时而来的白袍男子给吞噬了。叶青云眼神微眯，十分享受着本源入体的那股满足感。下一瞬，他的目光看向殿门，轻飘飘的一掌轰去。轰隆隆，不只是殿门破碎的声音响起，陨落火脉上亦有天大的动静响起。只见陨落火脉上那6座原本矗立的通红山峰，此刻都在摇摇作响，缕缕裂缝不断在峰体上蔓延着，吓得无数正在火峰上修炼的弟子面色惶恐，不知发生了何事。怎么回事？火峰怎么突然有了那么多裂痕，好像下一秒就要碎了一般。一个正待在一座火峰上的焚炎长老看着许多石块从峰体上脱落掉于火海，溅起无数火花后，他瞬间懵逼了。但下一瞬，他面上有淡淡的恐惧之色露出。他可是负责此地的长老，若是火峰破碎，那后果……焚炎长老通体生寒，但也是没有丝毫犹豫地传讯上去。不传他的罪名更大，绝对没有任何生机的那种。其实他不用传讯，这般天大的动静早就已是被焚炎天宫的许多人所发现。唰唰唰，道道身影从焚炎天宫四面八方涌来，瞬间把这位焚炎长老围成一团。这是怎么回事？焚炎公主目光冷漠地看向负责此地的焚炎长老，显然在等一个解释。其余焚炎天宫的长老不语，只是把冷悠悠的目光投向他。我……那焚炎长老嘴唇蠕动，不知该说些什么。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公主，看守火脉下那座宝库的2位圣王老祖魂灯熄灭了。就在此地气氛越发窒息时，远处传来了一道惊慌失措的声音，让此地众人听得清清楚楚。什么？焚炎公主面色大惊，满脸不可置信。2位圣王老祖魂灯熄灭，莫非是有人强闯他宗宝库？想到火峰的状况，再想起2位圣王老祖连一丝消息都没传出，焚炎公主深吸了一口气，知晓这已经不是他们能处理的了，得让大圣老祖出山，亲自击毙那狂徒。而在火海之下的宝库中，叶青云此刻已是找到了2卷残图，并美滋滋地不断收取此地其余的宝物。咦，这是？眼见身前一道光团内的东西，叶青云的目光瞬间亮了。此地竟有一块地狱。看着光团内那巴掌大小、
宛如普通美玉般的地狱。叶青云心里划过一丝喜色，他伸出手，直接把那块地狱拿在手中。运气不错。再仔细把玩一会，知晓这是真的地狱后，叶青云十分满意。随即他先把这块地狱收起，再慢悠悠地收走其余此地被焚炎天宫放置的资源。好久没人敢强闯我焚炎天宫了，后生，知道曾经强闯我焚炎天宫的人，如今都是何等下场吗？听到后方传来一道苍老而又冷漠的话语声传来，叶青云停下继续收取宝物的手，他转过身来，目光映照出店门口的一个头发都要掉光了的红袍老者。看其表面那股木气眼都掩不住，叶青云嘲笑道：就凭汝这残破之躯，也敢拦我？说罢，他浑身那属于大圣中期的气息肆无忌惮地朝他压去。哼！红袍老者闷哼一声，被那股气息压得退后了几步，望着眼前的白袍男子，他那浑浊的目光此刻满是凝重。斩尘老祖，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强闯他焚炎天宫的贼子竟然是望尘山的斩尘老祖。叶青云面色平淡，对于自己被认出并没有什么意外，反正眼前这红袍老者在他眼里已经是死人了。斩尘老祖，不知您来我焚炎天宫想要做什么？红袍老者那被袖袍掩盖的手掌紧紧握着，只字不提两位圣王和此地宝库的情况。焚炎天宫真的惹不起望尘山，哪怕是背后的地统势力知晓，怕也是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你所见。说着，他还明目张胆地在红袍老者面前把宝库中的一件珍稀宝料收起。红袍老者虽心里极为不爽，但面上还是挤出笑容，这些我可做主都赠与您。他打算捏着鼻子认了，希望斩尘老祖拿完后能立马离去。不够，我还想要一物。叶青云的话差点让红袍老者气笑了。不知您还需要什么？红袍老者强忍着内心的愤怒。叶青云收起宝库中所有的东西后，就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你的本源。轰！一道千丈掌印轰来，让此地的火电摇摇作响，好似下一秒就要坍塌一般。叶青云动手了。红袍老者眼眶一瞪，身上气息开始暴涨起来。欺人太甚！红袍老者出手湮灭那千丈掌印后，就怒吼道：资源给了，他也低头了。结果这斩尘老祖还蹬鼻子上脸。他虽然因晚年原因修为从大圣巅峰降到了大圣中期，但也不是能任人所欺的。下一刻，红袍老者动了，滔天的火焰陨石从天而落，要把此地彻底湮灭。见状，叶青云瞥了那无数万丈大小的火焰陨石，嗤笑一声：跟魔宗有关之辈，我可不会手软。言罢，他伸手朝空一捏，无数火焰陨石顿时轰隆一声化作了细沙散落。而那红袍老者脸上没有丝毫变化，只是在心中惊讶斩尘老祖为何会知晓他焚炎天宫和魔宗的一些事，哪里走漏了风声。不过此刻的他也没空多想，只是目光不经意间看向叶青云的背后。只见那里悄然出现一道身影，看其气息，赫然也是大圣。死吧！那偷袭的大圣手中有小型的三足圆鼎浮现而出，随着大圣之力不断灌注，这三足圆鼎瞬间爆发出了准地之力，直接狠狠地撞向叶青云，想要把他彻底灭杀。但下一秒，吭！伴随着巨大声响传出，在两位焚炎天宫大圣震惊的目光下，那三足圆鼎竟被一块小钟给挡住了。怎么可能？那偷袭的大圣懵了，完全不敢置信。这可是他焚炎天宫所传承的准地气焚天鼎，威力惊人，就算是准地气猝不及防下被撞一下，也会被瞬间撞飞到亿万里之外。结果这一个小钟居然动都不动地接下准地气的撞击，这怎能不让他吃惊？噗嗤！那偷袭大圣的脸色瞬间凝固住了，他呆愣地低下头，看着那已经是贯穿他身前的手臂，其手臂上还有一股吞噬之意，不断贪婪地吞噬着他体内的本源。你的本源我收下了。叶青云面上带着笑意，说出的话语却是毫无任何情感，让人不禁毛骨悚然。感觉自身离死亡越来越近的偷袭大圣缓缓抬起那头颅，他目光看向那正疯狂突破着四周光幕的红袍老者，颤抖地张了张嘴，想对他说些什么。可惜此刻他的一切彻底被叶青云吞噬，连骨灰都未曾留下，修为又精进了不少。叶青云感应一番体内的修为，心里十分满意。大圣本源果然是好东西。穆兄！看到这一幕的红袍老者怒吼一声，同时心里还有无力感生出。差距太大了，只是眼前突然出现的光幕就让他无法打破，更别说击败甚至击杀斩尘老祖。何必大声叫唤，我很快就会送你去见他。收起那三足圆鼎的叶青云回首对红袍老者淡淡一笑，当然在红袍老者眼中，他的笑容很恐怖就是了。随着叶青云踏步向红袍老者走去，不一会也把他给彻底吞噬了。还差一些。在吞噬完红袍老者后，叶青云体内气息暴涨一截，但距离大圣后期还需要一些时间沉淀，该离去了。叶青云暗想道。
他此次前来的目的都已经达成，示意也没有继续留下来的意思。再往一处地方看了一眼后，叶青云的身影虚化，在原地消失无踪。就在他离去不久后，焚炎天宫的长老以及公主都是瑟瑟发抖，宛如天塌了一样。在发现2位大圣老祖死亡，祖器丢失后，对他们来说确实跟天塌了也没有丝毫区别。当代的焚炎天宫公主更是直接联系背后的地统势力，想要他们派人来庇护他们，甚至让强者前来查明真凶。至于其中会付出多少代价，那就不知道了。神门是100年前在中域崛起的一个霸主势力，其一出现在外界眼中就展露出无比骇人的强者数量，让当时的中域众多大势力的人怀疑其怕是古老岁月封存下来的一个势力。而神门的驻地无人知晓在何处，只是猜测或许是在中域的一处隐秘之地中。中域西部有一处广袤山脉，这广袤山脉灵气稀疏平常，生活在此的人多是低境界修士与一些灵兽。在广袤山脉的一处不起眼角落中，有多座毫无人烟的山峰。须臾，一座山峰上的虚空陡然扭曲起来，只见一个白袍男子轻描淡写地从中走出，他正是叶青云。叶青云一出来，铺天盖地的大圣神念就扫向周围不知多少万里，确认没有任何生灵接近此地后，他就从身上拿出了一块令牌。令牌通体金色，上面还刻有神门之主4个鎏金道纹，时不时还有缕缕金色流光在其周身流转，一看就知道其材质并不简单。叶青云刚一拿出金色令牌，周围的虚空瞬间凝固了一瞬，无声无息间，一个类似椭圆漩涡的通道出现在他面前。看到通道出现，叶青云没有露出任何讶异之色，而是很平静地走入其中。在他进去后，通道瞬间悄无声息地消失，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只是一个呼吸，叶青云就走出通道，来到了一处小世界中。这处小世界灵气浓郁，大道脉络十分清晰，能让人更加顺利地进入悟道之境。而在天空上，更有3个金色大日洒下温和光芒，照耀万物，也照耀着小世界内诸多高耸入云的灵山，以及各种仙雾弥漫的宏伟建筑。似感应到叶青云到来，小世界内最为灵秀的灵山上有一座金色大殿，绽放耀眼光芒，熠熠生辉。这一幕也让小世界内的众多人惊醒，他们目光望向那属于神门之主的至高之殿，顿时目光亮起。神殿自主复苏，是主人来到神门了。好，主人回来，我收集的那些美人鱼本源都可以送过去。得准备1、2。神门众人此刻已是思绪繁杂，通通在自己的府邸中准备着什么。而叶青云此刻已是来到了神殿前，他眸光抬起，看着殿门前一个正在等待着他的绝色女修。她一袭淡黄叶地长裙，凹凸有致的曲线被完美勾勒而出，那张精致到毫无瑕疵的鹅蛋脸上带着柔和之色，正静静地看向走来的叶青云。主人。绝色女修轻启红唇，语气柔柔。千宁，好久不见。叶青云看到洛千宁，也是眼露一丝回忆，这可是他能干的好属下。主人来神门是为了这次收集的本源吗？洛千宁浅浅一笑，一双玉手轻放在小腹上，尽显超凡脱俗。不错。回过神的叶青云对其颔首。现在祖地出世的老祖有些多，之前获取的众多生命本源都用得七七八八，不剩多少了。是以他也是来神门这补充生命本源。主人请随千宁来。言罢，洛千宁便转过身，迈动笔直而又修长的玉腿往殿内走去。见状，叶青云跟在他的身后，不断欣赏着他那摇曳生姿的绝美倩影。洛千宁对此并无任何反应，毕竟他早就不知道跟叶青云一起修炼过多少次了。很快，洛千宁就带着叶青云来到了殿内中央，在最上方有一块镶嵌其中的黑色珠子，他招了招手，那块黑色珠子就轻颤一下，乖巧地来到了他的手心中。主人，这是我用您所赐的吞天秘法凝聚的本源珠，30年前众人所搜集的众多本源都在这里面了。洛千宁把黑色珠子交到了叶青云手上，闻到身前家人传来的幽香，叶青云先收起本源珠，随后就把目光放在了洛千宁身上。千宁，这段时间就在神殿内跟着我修炼，我看你待在圣人巅峰有许久了。叶青云伸手搂住他那不堪一握的盈盈腰肢，让他的玉躯紧紧贴在他的胸膛上。是，主人。洛千宁轻轻喘气，美眸不禁泛起一丝迷离。正好，他也有些想主人了。一连5天，叶青云都在指导着洛千宁的修炼。或许是乾坤和道诀太过玄奥，穆千宁差点翻起了白眼。而神门那些人因没有叶青云传唤，自然不敢进入神殿，只好都在传讯穆千宁这个神殿进士。但哪知他全无音讯，这让那些加入神门许久的老人当即知道了些什么，没有再选择去打扰。神殿，洛千宁坐在雾气氤氲的白玉温泉边，并弯腰用池水洗涤他的一双玉足。主人，神门有许多人找我，说是想要向您上供。他轻启红唇，一双玉手在池水中不断波动，污浊进去。
早已是穿戴整齐，坐在神殿宝座上的叶青云半合眸子，慵懒开口：“那就让他们过来吧。”曾经这些下属就有准备几次，是以他并没有意外什么。洛千宁点了点头。洗涤完的他站起身，身上光芒一闪，叶地的淡黄长裙遮掩住他那无瑕玉躯。再拿出传音玉符，对他们一一传音后，洛千宁就往神殿后方的一处密室走去。这几天通过用乾坤和道诀的修炼，他的修为精进不少，已是看到了圣王之路，所以他就去密室内开始尝试闭关突破了。随着他离去，殿外就有一人走了进来。这人是位面色阴翳、约莫40-50岁的中年男子，而且看其身上流露出的一缕气息，就会发现他乃是一位圣人。中年男子在看到宝座上的叶青云后，面上瞬间流露出恭敬之色。刘颖拜见主人。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对叶青云叩首。叶青云淡淡的看了他一眼，无需多礼。多谢主人。知道主人不喜废话的中年男子站起身后，就拿出了特殊的乾坤戒。主人，其内装着属下这30年来收获的本源。中年男子低下头，双手托起这枚乾坤戒，这是能专门放置生灵的乾坤戒。闻言，叶青云一招手，那乾坤戒就自动飞到了他的手中。看着里面的众多生灵，他颇为满意的点头。不错。听见主人的夸赞，中年男子面露喜色。只是主人的这一句话，就足以让许多人对他羡慕嫉妒恨了。主人，属下还有一件礼物。说着，中年男子拍了拍手。霎时，殿外就有4位美人走了进来。她们明眸皓齿，血肌无瑕，身着不同颜色的衣裙。坐在宝座上的叶青云饶有兴趣地发现，这4女的面容竟极度相似。4胞胎。叶青云眼中瞬间露出了一丝兴趣。主人，这4女异母同胞，身躯纯洁，乃是我宗门下的弟子，且她们心灵相通，感知共享，您绝对会喜欢的。中年男子献媚道。天知道他在自己宗门下发现这4位极品美人是有多惊喜。他可是知道主人玩过各种美人，对寻常的美人不感兴趣，这也让他们这些做下属的只好找那些具有特点的女子。而这4胞胎，中年男子相信主人有90%的概率对其有兴趣。这4位美人听到自己被当作物品一样送出，美眸深处露出一丝黯然。他们没有反抗的念头，这是不可能的事。不错不错，你有心了。叶青云不断打量着这4位美人，很是满意。双胞胎他玩过，但4胞胎还是第一次，而且他们心灵相通，感知共享，这对他来说还是很有新鲜感的。看到主人脸上露出的满意之色，中年男子心里也是乐呵呵的。他知道主人绝对会亲自给他赏赐些什么。果然，只见叶青云手上一道光芒闪烁，化作了一张古图。古图上刻有山河之景，好似随时都能从中显化而出。叶青云直接把这山河图丢给了中年男子，让他连忙上前接住。此乃圣王器山河图，望你日后好生使用。他随口对其说道。这圣王器他身上一大堆，都被他扔在储物界角落，看都不带看一眼的。正好借助这次属下的上供，把大部分无用的普通圣王器都丢出去。多谢主人，多谢主人。中年男子目光满是亮光，不断抚摸着手上的山河图，对其极为珍贵。这可是普通圣王都不一定能有的圣王器，而他一个圣人却能够拥有。想到他未来能睥睨大部分圣人，中年男子脸上笑得那叫一个灿烂。不过他也没忘了对主人开口告辞。主人，属下就先退下了。中年男子知道后面还有人在等着，示意也就直接退下了。眼见他离去后，叶青云就把目光放在了4女身上。4女在他的目光下有些瑟瑟发抖，眼中露出害怕之色。毕竟这是能让他们恐惧的那位都要跪伏于地的无上存在。过来，让老祖我好好瞧瞧你们。叶青云对他们招了招手，4女也不敢拒绝，只好乖乖地来到叶青云的面前。叶青云看着来到身前的4女，伸出大手对眼前一位身穿蓝色衣裙、看着有些高冷的漂亮女子伸手丈量。随着时间推移，那蓝裙女子脸上弥漫红晕，呼吸声都变得急促起来。奇妙的是，其余3女的白皙脸蛋上都有霞红飞出，娇艳欲滴。见此一幕的叶青云嘴角微勾，觉得这4位美人可以好好收藏一番。这是真极品啊！你们先站到一旁，等会再好好与你们修炼一番。叶青云收回大手，他已经感知到外面又有人要进来了。是。4女面色微红，往宝座的左侧走去。其中那位蓝裙女子更是伸出玉手，把身上凌乱的衣裙整理一番，让人不会看出什么。须臾，在叶青云的目光下，一位妖娆美妇扭动腰肢走了进来。她浑身被黑裙包裹，傲人的弧度被完美勾勒而出，一双桃花眼似带着柔弱情意的望向坐在宝座上的叶青云。拜见主人。妖娆美妇竟是没有跪下身，而是对其盈盈一礼。叶青云轻轻点头。
他认出这美妇曾经和他多次修炼过。他主动勾引他的。主人，这是奴家收集的本源。妖娆美妇如之前中年男子那般，拿出了一枚乾坤戒，交给了叶青云。叶青云只是简单看了一眼就收了起来，之后也是给了一件圣王器交给他，让他巧笑嫣然，媚眼如丝。主人，奴家这次可没收集到您可能感兴趣的美人，是以这次就用奴家自身补偿一番。妖娆美妇抬起那双桃花眼，看了看那站在宝座旁的4位美人，最后又把目光放在了叶青云的身上，红唇轻启，吐露出诱人香气。好，叶青云也没拒绝，这下属都这么主动了，他直接拒绝也不好。接着在一旁4位美人羞涩却又带着丝丝好奇的目光下，妖娆美妇与叶青云在宝座上正式进行修炼。这一修炼就是半个时辰。主人，奴家从在混入无面一脉里的那些人口中得知，魔宗上面有人下达命令，让魔宗众人去找中域东部隐藏的一个准地开辟出的小世界，且他们似还谋划着什么对望尘山不利的计划。妖娆美妇艳若桃李，十分满足地站起身，并对叶青云说着他知晓的事情。哦，听到对望尘山不利，叶青云目光一凝，心里瞬间重视了起来。魔宗如此行事，怕是想对望尘山来一波狠的，但他们会做什么呢？我知晓了。叶青云决定等会就通过魔种告知那些混入无面一脉的人，让他们去调查清楚。而站在一旁的4位美人听到望尘山后，忍不住把目光放在了叶青云身上。这位竟是望尘山的人，而那妖娆美妇则是带着满足之色离去了。之后前来的属下不是上供本源，就是带着一些特殊资源或有特色的美人前来，其中一些美人的天赋让叶青云侧目，直接把他们留了下来。至于他们的天赋不可言说，只可意会，而叶青云对于他们的上供也是心情不错，大方地赐下了圣王器和一些他用不着的资源，这让所有前来上供的人都是喜笑颜开，满面春风地离开神殿。在众人离去后，叶青云已经开始与殿内已经增加到10余位的美人修炼起来。神州大陆有一个随之运转的古界，古界庞大无垠，灵气浓郁到在天空上化作细雨洒落，滋养万物。而在古界中央，灵仙书院就坐落于此。书院内有一处建于灵秀仙山上的府邸，只见一位清冷出尘，宛如9天玄女一般的仙子，正盘坐在府邸内的床榻上默默修炼。不知过了多久，她眼皮微动，露出了一双明亮的星眸。灵仙书院的灵仙池水果真不凡，难怪门内会让我和夏前子带着一些天骄前来。顾清扰心里颇感惊讶。自从几天前他登上通天梯顶点来到灵仙书院后，就被2位书院长老赐下了几瓶灵仙池水，并还被封为真传弟子的名号，独住一座仙山上的府邸。再来到府邸用一瓶灵仙池水修炼到如今后，他就发现自身的肉身和元神都蜕变了一次。要知道他的肉身和元神早就被各种宝物以及老祖洗礼过，正常天才地宝已经很难给他带来提升，如今只是一瓶灵仙池水就给他带来这样的提升，也不知这些灵仙池水用完后他能提升多少实力。先去调查一下那3人的底细吧。顾清扰目光平淡，之前老祖给了他3个人的名字和外貌，让他去探查一番他们身后的背景以及各种人际关系。十分听从叶青云话语的顾清扰自然答应了下来。至于老祖会对他们做什么事，他一点也不关心。4天后清晨，天刚蒙蒙亮，神殿内只见那些美人赤裸欲屈地躺在地面上昏睡着，且其等的修为精进许多，最少都突破了一个境界。而叶青云此刻面带轻松地披上万法道袍，同时还感应了一番自己修为，这一感应就让他微微摇头，略微有些失望。之前在与这些美人修炼的时候，他还顺便把本源珠和之后那些本源一起吞噬，可惜或许是那些本源的层次太低，除了给他增加不少生命本源，修为没有精进多少，倒是不能太过贪心。叶青云知道自己已是大圣，那些不到圣王的本源对他来说并没有多少作用。随即他神念一扫，发现洛千宁还在密室内闭关突破。叶青云想了想，就在他的传音玉符上留了几句话后，就直接离去往返望尘山了。他知道魔宗人寻找那准地小世界的事还没得很，就算他们找到了那准地小世界，那股惊天的波动是无法遮掩住的，是以他并不担心自己并不知道。至于魔宗针对他望尘山，若他望尘山真是那么简单，就不会存在如此久远的岁月了。半个月后，回到望尘山的叶青云来到望尘岛内，向一众老祖说了此事。魔宗要对我望尘山不利。天殿内，天霄老祖那清冷淡漠的话语声响起。叶青云轻轻点头，他虽然并不担心自家望尘山，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要跟一众老祖说说的。待我推演一番。伴随着天霄老祖话音落下，一道模模糊糊的法则之力包裹住了封印着他的神元。叶青云只是对着那法则之力看了片刻后就低下头颅，没有多看。他只是简单看了一眼这法则之力，就让他脑子昏昏沉沉的，再多看一会怕是要被反噬了。
而其余那些准帝老祖见天霄老祖施法，封印他们的神元也是绽放光彩，道道准帝之力涌现而出，助他能够更好的推演。就连在渺渺云雾上沉浮的3件地气，也在助他一臂之力。很快，天霄老祖的平静话语声就从那法则之力中传出。魔宗这次针对的乃是当今望尘山神女顾青扰。此话一出，叶青云的眼眸一眯，心里瞬间把此事的重视度提升好几个层次。天霄老祖，不知可否说得详细一点？叶青云想要知晓更多的信息，比如魔宗要怎样针对顾青扰，他们可能是要通过与顾青扰有关之人用因果联系诅咒咒杀。沉默半晌，天霄老祖给出了一番这样的答案。或许是看叶青云的脸色不断变冷，他也是开口安慰。顾青扰和他的弟弟顾源进入灵仙书院后，就会被书院的人保护，且青兰已在暗中为他们护道，尊上您不用太过担忧。闻言，叶青云的脸色也是好看了不少，同时心里开始若有所思起来。他知道能顺着因果咒杀的，一般彼此间的因果都极为深厚，比如血脉亲人。想到这里，叶青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他记得小扰的父亲在他幼年时就已失踪，之后碰巧被望尘山的人带回他和他的弟弟，而他的父亲失踪不是死了，就是被困在一地无法出来。回想之前那个属下跟他所说的魔宗在找一处准地小世界，莫非小扰的父亲就是被困在那里？叶青云思索片刻后，就朝身前的一众老祖开口，不知哪2位准地老祖愿出世。虽然小扰身上有他的混沌中印记，但为防意外，他还想再让2位准帝出世，一起与星兰为他和望尘山其余弟子护道。尊上，若2位准帝出世，他们的生命本源也需您补充。天霄老祖提醒道。他知道叶青云还只是大圣境界，与2位准帝修炼必会让他被掏空。不错，尊上您的修为还差了些火候，还是再等等吧。神女他们在灵仙书院很安全，尊上无需太过忧虑。听着众多老祖的劝导，叶青云也是有些犹豫。尊上，若是您还是担忧，可把1件地气交由他们。一个准帝老祖的话语让叶青云目光一亮。对啊，他可以给他们1件望尘山地气护身，就算到时真有什么危机，也足够撑到他到来了。叶青云不再犹豫，点头道：那就按这位老祖所说。言罢，他招了招手，天道拂尘瞬间出现在了他的手上。旋即他在向众人告辞后，就往灵仙书院而去。灵仙书院有一处以星辰铸就的庞大擂台，此时擂台旁正有无数人围观，纷纷看着擂台上的2人碰撞。不过说是碰撞，其实也只不过是一人碾压的局势。这苏天业是什么人？实力居然如此强大！看到那金发金衣、眉心印有太阳印记的年轻男子，正十分随意地碾压对面那位天骄。一个在台下观战的天骄满脸凝重，不知从未听说过，或许是哪个势力封存下来的古代天骄。哼，不过是以境界压人罢了。若是同阶，我杀他如土狗。有人冷哼一声，对苏天业那以境界碾压的样子看不惯。他的话语声没有丝毫遮掩，是以直接就被擂台上的苏天业给听得清清楚楚。苏天业面色平静，在把对手如拍蝼蚁一般随意拍下擂台后，就把目光投向那位不屑的天骄身上。既然你觉得苏某是以境界压人，那苏某可以把境界压制在与你同境界，不知你可敢上来一战？苏天业负手而立，浑身金灿灿的耀眼光芒涌动，炽热的太阳神火在他背后不断旋转，把他照耀的宛如不朽神灵一般。而他也真像他所说一般，把自己的境界降到与那天骄的境界一般。见状，那天骄知道不战，怕是要被人笑话了。好，一战！那天骄龙行虎步，直接踏空来到了擂台上，与其碰撞对峙。而在不远处，一座悬浮在高空中的云台上，长身玉立的顾青扰正面色淡然地看向新舞台。他那双星眸盯着苏天业，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关于他的消息。苏天业，至阳大帝的子嗣吗？